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范闲没有想到奶奶会将远在儋州的思思送到了京都，看着这个与自己度过了好几年平静时光的大姑娘，她有些高兴，又有些头痛，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奶奶的意思很清楚，是让自己将思思收入房中，而且看思思模样，估计除了这条路外，她也不会选择别的解决方案。先去歇息吧。范闲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温柔一些，但思思依然觉得面前的少爷似乎变得有些陌生起来，毕竟范闲在京都里接受了太多的考验与挣扎，心性自然在沉稳之外，也多了几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看见思思有些不安的神色，范闲好笑说道：“这丫头又在想什么呢？吃饱喝足了，少爷带你在京里逛逛去。”思思委屈说道：“思思是来服侍少爷的，又不是让少爷来服侍的。”范闲听的那个爽啊，到底是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子，说话做事直接许多，哪里像京都范家这些丫鬟们一般，在自己面前连个大气都不敢出，更遑论当面反驳自己的意思。范闲走上前去，轻轻拍了拍他略有些瘦的脸蛋，笑着说道：“程程，让你服侍，只是就算要抄书磨墨，你也得先洗洗去。这一身汗酸的，别人都说红袖添香叶读书，你准备给少爷我添些子醋味。”庆国并没有房玄龄夫人喝醋明智的典故，所以这话里的俏皮味道也没有人能听出来。范闲不免生起些明珠案头的遗憾。思思一羞一窘，复又行了个礼，便在丫鬟的带领下梳洗去了。这些丫鬟们早看出来这位丫鬟与自己一等人大不相同，所以格外客气。这姑娘就是思思啊。没有范闲预料中的酸味儿，林婉的脸上只有好奇，笑着说道：“以往就老听你说儋州的大丫头比四琪勤快得多，今儿总算见着面了。”庆国毕竟还是个男尊女卑的世界，林婉虽然贵为郡主，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和敏感。再说了，即便范闲今后要收妾室入房，难道堂堂郡主还要和那些女子吃味？范闲笑了笑，心想这件事情幸亏和自己没啥关系，不然若真惹得小老虎不高兴了，自己的2个胳膊还要不要？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范闲抛了一句酸话出来，所以咱们得多走走，别变成一对僵尸。林婉愁眉苦脸，瘪着嘴，可怜兮兮说道：“我怕冷，苍山学好，秋冬尤佳。”范闲微笑望着妻子，像旅行社的职员一样诱惑着对方。虽然老师给你配的药剂有效，御医们诊脉之后也是惊喜连连，但是高海拔的地方对于你的身体是大有好处的。林婉偏了偏头，靠在他的怀里，轻轻蹭了2下，轻声说道：“我还是不明白海拔是什么意思，就是比海面要拔高多少层级的意思。”范闲觉得这个解释有些拗口，还是不明白。林婉苦着脸说道：“不要去好不好？我好怕爬山，我好怕冷的。”范闲没好气说道：“瞧瞧你的脸现在圆成什么样子了，多运动运动总没坏处的。”林婉呼的一声从他的怀里挣起来，苦着脸说道：“昨天夜里你才说喜欢我胖些。”范闲险些失笑，但依然强忍着正色道：“把灯熄了，当然是胖点好，但白天看着嘛，还是瘦点好。”林婉气得闷哼一声，抢先在行廊里走了起来。范闲赶紧跟了上去，也不正脸看他，只是提前了1步左右，轻声哼哼道：“我最喜欢你身上肉肉的，难道你不知道？”秋天的宫殿里就像是迎面吹来一阵夏风般，林婉脸上一阵燥热，片刻之内就红了起来，往前踏了2步，抓着范闲的手，低头说道：“后面跟着那么多人，你也不害臊的？”2人此时是在皇宫之中，后面跟着一大堆婆子、太监、宫女什么的，不过那些人都低着头，离范闲、林婉还有些距离，想来是没听到小2口先前说了些什么。范闲脸还是朝着正前方，微笑说道：“娘子啊，你要向相公学习，怎样才能表情不变的做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这话有潜台词，婉儿却是听不大懂。今日2人入宫是大婚后的头一次，那些娘娘们看见林婉来了，抱着心肝肉一通乱喊，一通礼物乱赏。范闲倒是来者不拒，只是看着娘娘们心疼疼林婉的样子，不免有些心寒。这女人的娘家是皇家，万一将来夫妻闹矛盾，自己岂不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皇帝陛下一共有4个儿子，1太子3皇子，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不是一个好色之徒。另外很巧的是，宫中这么多位娘娘，居然没有一个人生出个公主来，所以自小在宫中养大的林婉自然成了娘娘们的最爱。林婉在宫中是待惯了的，自然不像范闲初入宫时那般拘谨紧张，倒像是在家里的后园玩耍。范闲受此感染，而且自己最忌讳的长公主如今也已经回了封地信阳，所以他也将心放了下来，随他在宫里四处走着。先前说到要去苍山度假的事情，在面见皇后的时候，范闲就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得了这位宫中贵人的首肯。不料婉儿却是个怕冷的小糊涂蛋。但此事范闲心意已定，尤其是3年之后，庆国与北齐间的换服就要正式开始了。监察院那边透过王启年递过话来，
似乎此事与自己也有些什么牵连，所以他需要一个安静些的地方处理一些事情，准备一些事情。只是很可惜，此次入宫没有看到那位皇帝舅舅。林婉儿有些失望，范闲平静的面容下却隐藏着别的一些情绪。一行车队浩浩荡荡的从范府出发，今日林相也来送自己的爱女，所以场面显得越发的大了起来。街上的行人们看着这队伍也在指指点点，毕竟前几天范林两家联姻大婚的场面已是惊了半座京都，没想着才几天，范家那位诗仙公子又闹了这么一出，怎么才成亲就要离京？人群里有个老头子背着2只手，皱眉问道：如今的年轻人仗着家中财势，便只知道四处玩耍，这位范公子听说也是太学的凤正，怎么又要去苍山了？瞧瞧，不懂了不是？旁边有年轻人嘲笑道：范公子这出教读蜜月，得专门捡那僻静的地儿去。什么叫蜜月？有位大嫂来了兴致，生活甜如蜜的意思。另一位明显与范福拐了700个弯沾亲的穷酸嘲笑道：连这都不知道，这是范公子发明的新词儿。大嫂生气了，这词儿怪里怪气的，有什么好知道的？再说了什么蜜不蜜月，既然是要捡僻静的地儿待上几天，那还不明白，不就是图个清静，好快活，好生个大胖小子呗。坐在离开京都的马车上，左边是像个猫儿一样缩在毛球里的林婉，正拿那双春水般的眸子含笑望着范闲；左边是温柔池里自矜的范若若，正剥了橙子，又细心剔去橘肉上的白丝，再分瓣送入范闲唇中。范闲半闭着眼睛，一斜瞥瞟见林婉的神情，忍不住皱眉道：这才秋天，怎么就怕冷怕成这个样子了？林婉嘻嘻一笑，爬了起来，凑到他身边，将嘴张开，凑了过来，逗得范闲心头一阵轻摇，却听着他对若若说道：好姐姐，赏我一口橘子吃吧。范若若微微一笑道：嫂子，你这并不能吃橘子，会上火的。林婉愁眉苦脸道：可烦人了。范闲硬是没整明白自己妻子与妹妹间的称呼，问道：一个韩姐姐，一个韩嫂子，这到底是个怎样的喊法？林婉吐了吐舌头，说道：韩姐姐喊习惯了，以前。范若若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指着兄长的鼻子说道：你们成婚前，哥就让我喊嫂子，所以我也喊习惯了。范闲无奈地摇摇头。马车上本就温暖，加上出京之后山路微颠，所以极易让人犯困。林婉渐渐靠在了范闲的肩膀上，若若也撑着河靠在车厢壁上养神。马车忽然抖了一下，震醒了范闲肩上的婉，他揉揉双眼道：到了吗？哪有这么快？范闲笑着摇摇头。苍山别业虽然比不得宫中的别院，但也是在山腰上了，从京里出去得走3天。林婉平静望着他问道：婚后急着离京，除了养病之外，还因为什么？范闲知道这是瞒不过他，也不准备去瞒，微笑应道：你那2位哥天天派人来府里，我实在是怕了，当然只好去躲躲。这个时候站队，无论站哪一边，都是很愚蠢的事情。2天之后，车队已经缓缓地驶入了苍山腰间，煌煌苍山雄壮无比，数百年前却被一代帝王使动数十万苦役，强行在山里开出一条可容马车行走的官道，以方便自己在苍山消暑度假。而事实上，这条耗资巨大、劳民伤财的山中大道修好后不久，那位帝王便死在了妃子们的柔软身躯上，竟是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数百年间，天下不知多少次兴亡离散，但渐渐的，这座离京都最近的大山成为了达官贵人们的后花园。从前朝起就颁行了许多条法律，确立了苍山身上那股浓重至极，连凛凛山峰都无法吹拂去的官家气息。从那以后，苍山禁止行猎，禁止烧林开荒，禁止了一切穷苦民众所能从事的所有事情，纯粹成为了有钱人家的度假胜地。如今的苍山，除了一些庙宇苦修士，还有一些隐士之外，其余的地方都被皇帝赏给了朝中一些大臣们，用来兴建别业，了解朝政繁复之苦。范族的别业修在山腰，是先帝驾崩前半年赐的一处好地方，四周十分清静，庄前一道清流小溪，山巅的红叶坠下，便从这道清流里飘了下来。溪旁黄花点点，庄内歌楼伎青，值此冷清暮秋时节，天上雁影稀落，说不出的寂寞清旷。范闲一行人到后，山庄便顿时热闹了起来。早有打前站的人将庄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不知道大少爷与少奶奶、小姐准备在这里住多久，所以范府准备了许多干货野味，甚至还在经理府中调了3个唱曲的姑娘进山，每天在那里咿咿呀呀的唱着，也不知道吓跑了多少正在处事过冬的小松鼠。真是个好地方。自有下人去安顿房间，范闲信步走到山庄石屏前端，看着脚下不远处竟然就有云雾轻飘，远处的寿山青林也是格外清晰，不由发出一声感叹。林婉轻轻靠在他的身边，微微一笑说道：确实挺好，小时候也来苍山住过一段时间，还不如你家这庄子清幽。是我们家。范闲纠正道，然后又心疼地将妻子的衣领系好，这山上寒气重，还真担心他身子没养好，却先感冒了。
林婉嘻嘻一笑道：“知道了，相公。”此后数日，年轻男女们便在幽静的山中度日，仿佛不知世上事和年月般平静快乐。这种生活是范闲已经睽违多日的美好，所以他显得格外享受。每天不是带着婉儿在滑滑的山路上行走，便是站在妹妹的身后，看她那支细细的毛笔是如何将这苍山美不胜收的景致尽数收入纸上。这也算是婚后林婉儿与范闲之间真正的夫妻生活了。在这段日子里，这对新婚夫妻间渐渐由最初的一见钟情，到后来的隔墙相会的刺激，再到之后的忧心忡忡，终于可以安心地享受着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激情之末化作幽香，更是持久。一日清晨，林婉儿懒懒地睁开双眼，下意识里将肉乎乎的胳膊轻轻一割，发现身边却没有了人，有温暖的被窝里，相公不知道去了哪里。林婉儿并不惊讶，自从洞房之后，她便知道每天范闲起床起得极早，不知道是去了哪里，然后在自己醒过来之前又会悄悄地回房。她一直有些好奇，但住在范府的时候也不方便做什么。如今来到了苍山之中，身旁再无长辈和那些烦人的老嬷嬷，林婉儿眼睛咕噜一转，起床拿了件厚厚的披风系在身上，套上了软软的鞋子，像个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开门出去。迎面一阵山间晨风，冻得他打了个哆嗦，他不敢多耽搁，偷偷一笑，便去了行廊尽头的另一间主房，敲了2下门。睡眼惺忪的范若若听着他的声音，赶紧起来开门，身上也只披了一件单衣，冻得够呛，搓着手苦脸说道：“嫂子，这么早？”林婉儿到了苍山之后，一直被遮掩在微羞可爱性情下的些许小胡闹终于展现了出来。她伸伸舌头，抱着若若的腰，拉着她钻进了暖和的被窝里，十分舒服地叹了一口气。范若若不大习惯和别人睡在一张床上，所以感觉有些怪怪的，倒是这位小嫂子亲热得很，将若若抱着，脸凑到她脸旁，轻声问道：“知道不知道你哥每天天不亮的时候都会去做什么？”范若若的腰上感觉到嫂子的手冰凉的，心想这要是哥哥见着了不得心疼死，赶紧捉住他的手暖和着，没好气道：“你们是两口子，怎么跑来问我？”林婉儿好笑说道：“你那哥哥成天神神秘秘的，不说这事吧，就说每天晚上咱们2人在房里说话下棋的时候，他跑哪儿去了？你不好奇？”听嫂嫂这般一说，性情沉稳的若若也不免有些疑惑。每天哥哥早上是例行的练功时间，这个他是知道的，但是最近这些天晚上哥哥也都会消失一段时间，还真不清楚他是干什么去了。早上哥哥要练功，晚上还真不清楚，到时候找他问一问。林婉儿好奇道：“练功？练的什么功？我们能不能去看看？”嫂子，你就这么好奇？当然啊。林婉儿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极了避暑庄里的那泓湖水。自家相公在做什么？当娘子的好奇一下也很正常。范若若这才知道，这位郡主嫂嫂原来真没有太多宫里的习气，某些方面感觉倒比自己还要胡闹些，不由一笑说道：“这么冷的天，如果是我成婚了，宁愿在被窝里睡大觉。你这时候跑出去，如果被哥哥看见了骂一顿，我可不帮嘴。”林婉儿还真不知道范闲发脾气是什么模样，但知道夫君的性情，苦了苦脸。忽然间他转而笑道：“如果成婚，如今深秋，看来我们家的小姑子开始春困了。”不知道是被窝里2个人挤得太热，还是羞的，范若若的脸也淡淡红了，没好气道：“哪有你这样的嫂子！”伸手便去挠林婉儿的痒。林婉儿哎呦一声，反手相袭。年轻的姑嫂2人在床上闹来闹去，青春少女气息逼人。范若若终是不及已婚妇人的手段，气喘吁吁，无可奈何之下起了床，却是将郡主嫂子包了一层又一层，确认山风吹不进姑娘家的脖颈，才放心地拉着她的手出了山庄，去找自己的兄长。此时天色熹微，庄里的人们还在准备晨间的事务，也没有人注意到2位主子竟然像小偷一样的溜了出去。山腰里的一大片都是范家的产业，所以并没有旁的人前来打扰。2位姑娘踏着秋路，小心翼翼地沿着林间小道往山边走去。确认是这边，范若若皱眉道：“这山如此大，咱们别走迷路了。”“放心吧。”林婉儿笑着说道：“我有直觉，相公在哪里，我似乎都能感觉到。”范若若没奈何，心想也只有相信这个不可靠的直觉了。虽这般想着，但她却注意着脚下的土地，发现确实有人踩过。这条小道如此清静，想来除了自己的兄长外，也没有谁会有如此雅兴，竟往荒山里钻。不知道过了多久，2个妙龄少女终于拨开秋叶，是去衣上露珠，穿过了这片林子，来到了山边。幸亏林婉儿吃了费界的药后身体大好，不然这段路恐怕都会坚持不下来。看着嫂子脸红耳赤的模样，若若心疼地给她擦了擦脸，又提醒她系好已经解开了的披风前扣，2人才将双眼往前方望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这边山下是一处苍山难得一见的缓坡，上面是秋霜之下油渍青绿的草甸，而往上望去，却是一道足有10来丈高的陡崖，坡势奇急，乱石之中隐有黄竹如剑般刺向天空。崖壁之上
是一个人，正是一身单衣打扮的范闲，看他的模样，竟是准备要跳崖。林婉儿一看之下，惊骇莫名，张嘴便准备一声惊呼，阻止范闲的举动。不料此时却一只柔嫩微凉的手掩住了他的嘴唇。范若若眯眼看着悬崖上的兄长，强装冷静地说道：放心吧。不知道他这种判断的信心是什么。此时范闲已经是从悬崖上纵了下来，只见他的身体在乱石之间跳行，每一步都险险踩在唯一可以着力的地方，而随着下降，他的速度也愈来愈快，有好几次都险些撞到了竹子上面。但他似乎有一种先天的预判般，总是会提前一个转折，或是2个转折前便已经选好了落脚的位置以及反震力量的大小，擦竹而过。这依赖于他体内霸道真气所带来的强悍控制，更依赖于从五竹处耳濡目染的本能。其实不过是电光石火的一瞬间，他的人已经像道黑光般穿透竹林乱石，稳稳地落在了草甸之上。范闲微微转头，诧异地看着这边的2位姑娘家，说道：你们怎么来了？他的气息丝毫不乱，陡坡上的书竹却是被于西带得轻轻摇晃。林婉儿和范若若看着刚才的那一幕，禁不住目瞪口呆。虽然这2位女子都知道范闲当初在牛栏街上曾经斩杀过一位8品高手，但是先前从悬崖直冲下来的惊险场景，依然与他们心中对于所谓武道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准确、冷静、力量，这是先前一幕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就连一向最信任兄长，比林婉儿要平静许多的范若若也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呼：哥哥，你这是怎么做到的？范闲从草甸上走了起来，看着这2个小姑娘，忍不住摇了摇头，2只手抚上2个姑娘的头顶，轻轻揉了揉，说道：只是日常练功罢了。心想，如果你们曾经见过五竹从儋州城外悬崖上一纵而下的恐怖场景，一定会对刚才的小场面不屑一顾。他接着皱眉说道：这大清早的，你们怎么跑出来了？这山里可是有走兽的。范若若看了林婉一眼，微微笑道：嫂子经常醒来见不到你的人，所以托我出来找你，好奇你每天练功的模样。范闲看着脸蛋儿被冻得通红的妻子，伸手揉了揉她微凉的鼻尖。林婉儿有些不适应他在妹妹面前做这样亲昵的动作，微羞避开了。他的心情还沉浸在先前看见的一幕中，原来自己的夫君竟然是这样厉害的一位高手。似乎猜到了他在想什么，范闲微笑着摇摇头，说道：别把我想得太厉害，有人说过我是4级以上，6级未满。林婉儿不相信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自小在宫里长大，那些7、8品的高手还是见过许多，相公啊，你可比他们要厉害多了。是吗？范闲笑了笑，也没有往心里去，反而有些头痛，说道：虽然费借老师的药很有用，但是这山里晨间风大，你这样跑出来，万一着凉了怎么办？说着话，替他将脖颈间的球筋紧一紧，关心说道：我自小就习惯了天天练功，以往没对你说，是我的问题，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出来了。范若若看着兄嫂感情亲热，心中也是高兴，微笑看着，一言不发。不料范闲转过头来，冷冷说道：若若，你也是的。他见哥哥生气，心头一急，竟是眼睛里水蒙一片，低声应道：妹妹错了，以后一定。他下半句话本来准备说一定将嫂子照顾好，林婉儿此时也准备急着替他分辨是自己拖他出来的。范闲却是揉了揉他冻得发冰的耳朵，温和说道：你嫂子身体不好，难道你的身体又能好到哪去？要是把自己冻坏了，将来怎么嫁人？直到此时，2位妙龄女子才知道他生气，他是另一桩事。想到面前这年轻男子对妻关怀，对妹体贴，林婉儿和范若若都无由生出一份幸福的感觉。范闲其实才是最幸福的那个人。苍山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似乎他都已经忘了京都里的一切。司南伯格一阵时会派人送封密信给他，而王启年也会通过范闲自己的渠道向他汇报京都里的事情。京都里风平浪静，唯一的大动作是那位曾经射了自己一箭的宫中大统领燕小乙被调往了北方，出任虚北神策军大都督。虽然只是平级调动，但由禁军调往北边，不得不说是陛下对燕小乙的一次提醒。庆国与北齐间的和平协议已于上月正式生效，所以虚北神策军已无用武之地。虽然身为镇北大都督，但燕小乙在当前的局势下却无法起什么作用，只怕此时心中也会郁闷的厉害。范闲看着王启年的这封信，微微皱眉。世人皆知燕小乙的猛然崛起，依靠的是他强悍的9品上武力，一方面靠的就是长公主不遗余力的帮助。如果深宫之中那位皇帝想清除长公主的话，一定会将燕小乙留在京都，便于监察院就近监视。志不济也可以让燕小乙上调枢密院，提其爵制，却改任文职，万万没有调往北边亲掌军队的道理。他轻轻扣了2下桌面，摇了摇头，心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看来皇帝依然没有下手的倾向，这只是对朝中另一个势力的警告。看来京里还会安全许多，但是一个居于帝座10数年的雄君，怎么能容忍对方安全的做大？如果以帝王之威、监察院之能，京都守备师叶家之中，一举将长公主与那隐藏在暗中的对手斩杀，
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这一点范闲始终想不明白，他不知道这位皇帝平视的到底是什么，可以如此大胆，可以如此逍遥地看着对方，而不屑于抢先出手。但既然确定了京都是安全的，范闲的心情就轻松起来，但也生出了些许悔意。当初在京都里打响传单战，是他迫不得已的一次选择，因为他不如陛下的实力雄厚，所以他不敢等，但很无奈的却缓和了局势。自己与长公主之间有内库之争，本算不得什么事，但后来双方暗中几次交手，都是范闲占了便宜。以长公主的性情，如果一旦翻身，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如果皇帝陛下始终玩这种似乎有些危险的游戏，自己该怎么处理？杀死长公主似乎是一条非常明智的道路，但是这又牵涉到许多问题。一，五竹能不能保证杀死对方后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种对于皇家尊严肆无忌惮的挑战，只怕那位陛下根本不会有一丝忍受。二，长公主毕竟是自己妻子的母亲，如果真死在自己的手下，将来林婉知道了这件事情，夫妻二人如何相处？毕竟二舅子的死亡已经像根刺一样扎在范闲的心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点，范闲与五竹二人没有杀死长公主的把握，对方已经回到了封地信阳，根本不知道那里有多少高手，而自己手中那把枪，范闲不敢用。他担心被京都里那些贵人们联想起当年两位亲王的死亡，从而想到叶青梅这个名字。范闲看了一眼窗外，苍山早雪，今夜已有淡淡雪花从天飘落，将这山中庄院打扮得分外肃静。他叹了一口气，将父亲与王启年的信件烧掉，然后走了出去。在那个秋雨夜后，他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将母亲的事情一直掩埋在自己的心里，直到某一天自己真的能掌控所有的局势。行廊中间的堂屋中燃着火龙，温暖如春。林婉儿与范若若姑嫂二人正拉着府中送来的3位唱曲姑娘打马吊，多出来的艺人在旁边帮着记仇。范闲微笑着走了进去，那3位姑娘赶紧起身行礼，在里间正在铺床的小丫鬟也赶紧出来拜见少爷。范闲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继续，便坐到了范若若与林婉儿的中间，微笑说道：如果思哲来了，估计你们都要哭了。林婉儿微微一笑道：在府里打过一次，我可是没有输什么。范闲根本不信，以范思哲那种变态又固执的计算能力，居然会打不赢自己这位娇妻。范若若在旁笑着证明道：嫂子可没说谎，思哲那天夜里只赢了嫂子2吊钱。范闲眼睛一亮，看着婉儿说道：想不到婉儿居然如此厉害，宫里成天没事，那些娘娘们都喜欢打牌。林婉儿促狭一笑说道：你也知道的，宫里的女人们论起算计来，一个精胜一个，自然牌局上也是如此。我在宫中住了这么些年，当然也要厉害些。范闲苦笑道：原来如此。庄院里其他的下人都在偏院里喝酒聊天，范闲踏着青石板上点点雪粒往外走去，身后是那片昏暗的灯光和隐隐传来的麻将子落地声，姑娘家们的呼喊惊喜声。他忽然想到，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里似乎也有这么一幕，不过小唐很惨，自己很幸福，这就是区别了。婉儿与若若都知道他每天晚上都会出去一趟，但那天见过他练功的场景后，也很乖巧的没有再次询问，只是默认了这个事实。迎小雪而出，踏秘境而上，直入竹林深处，在梅边的悬崖下，他停住了脚步。这里是苍山腰间最僻静的一个角落，范很随意的将手伸了出去，五竹的手像从天上伸出来一般，握住了他的手，两手交错用力，范闲的身体荡上了那处毒峰。此处视线开阔，别人却不容易看见此处有人。雪夜月光下的苍山十分静谧美丽，范闲接过五竹递过来的那把冷冰冰的黑黝黝的金属物件，趴到了地上，开始描水雪地里的那些岩石。不知道过了多久，范闲从雪地中爬了起来，动作显得很缓慢，看来还没有从先前的情绪中摆脱。这把烧火棍保护得非常好，自己花了很多天才将3个部件重新凑到了一起，发现各个部件都非常好，就连光学瞄具都十分完美。范闲此时才觉得自己当时踢箱子2脚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他是个军盲，所以光是熟悉手中这把武器都花费了很多天的时间，而真正进行训练后才发现，原来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很大差距的。当你发现阳光照进梦里的时候，才忽然明白梦原来是假的。怎么测距，怎么瞄准，怎么保证流畅的运行，都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能知道的知识。范闲也没有老师，他只能自己慢慢摸索，而瞄准的距离越远，则越不容易击中目标。而关于计算风差影响和测距，这更是难中之难的问题。好在他身上的许多特质弥补了这些不足。首先，他很冷静，有一种酷似五竹的冷静。其次，他很稳定，那股无名霸道真气让他的机体始终保持在一种很平衡的状态下。最重要的是，他很有耐心，很有猎手的耐心，这一点则要归功于前世的遭逢和后世的午睡。只要体内的能量能跟得上，范闲相信自己可以潜伏在一个地方一整天不动。从雪中爬起来后，他感觉身体有些冻僵了，所以缓缓催动体内真气，缓和了一下微微麻木的四肢，然后看着身边像只旗杆一样站着的五竹，摇了摇头。
如果对手是燕小乙，我不能保证在击中他之前不会被他用剑杀死。五竹冷漠说道：“你没有必要用这个。”范闲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抱着狙击枪困坐筹血，皱眉道：“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实力在8品上9品下之间，叔以前一直瞒我，是不想让我拖大。但是以后如果要对付那些9品上的高手，手中有些别人不知道的武器，总会好一些。”五竹说道：“在我看来，你依然只有7品的水平。”范闲自嘲一笑道：“那我还能杀死程巨树，还能和宫典对一场。”五竹木然道：“宫典有8品，程巨树顶多只有7品，也许我儋州这10几年的时间，整个天下的武道修为都下降了。”范闲皱了皱眉头，将臀下的血拍了下去。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听着这句话，不免有些异样的感觉。至于异样在何处，一时间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摇头说道：“我需要让自己强大起来，不然无法保护身边的人。婉儿还有皇室与长公主，若若呢？不要忘了，她其实也是个没有母亲的可怜孩子。”五竹沉默着，范闲微微一笑。此时月映雪山，夜间微微清亮，照得他那张容颜显得愈发清美无尘。他看着有几粒雪子落到了五竹双眼上蒙着的那块黑布，不知怎地心头一动，做出了一个从小到大都不大敢做的动作。他踏前一步，细心的伸手想将五竹梳眼上黑布的雪花剪下来，动作很温柔。五竹退后一步，这一步退后所拿捏的时间分寸无不妙到毫巅，让范闲的右手有些尴尬地停留在了空中，距离五竹的脸约有半尺的距离。回吧。五竹从他手中接过那把狙击枪，转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范闲看着他消失的地方，心里头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这样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绝世强者，只拥有极少的一些过去，那他的将来会是什么模样？山中不知岁月，范闲每天极其自律的清晨起床进行武道修行，晚上也会抽出一些时间去与五竹叔在这座山里学习暗夜行者的本领。大部分的日子都在与林婉和妹妹过着舒心的日子，看着庄园里的姑娘们拢在一处斗诗、斗画、斗曲、斗牌，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这样晃过去了。中间叶灵儿与柔家郡主也来小住了段时间，几位贵人家的小姐不免又开了个小型诗会。柔家姑娘似乎也从范闲大婚的伤心事里摆脱了出来，只是忽闪着那对柔情似水、全不似12的双眼，求着范家哥哥写几首诗来听。范闲哪能上这种当，借口上山打母老虎逃了。将近年关的时候，好不容易摆脱了族学困扰的范思，彻屁颠屁颠的坐着马车上了苍山，兴高采烈的拉着月余不见的嫂子打麻将。在他看来，牌桌之上能够找到林婉，就像是绝代剑客找到一个堪与自己为敌的高手那般。正所谓人生寂寞如雪啊。当然，范闲兄妹3人在庄园里聚着，身为少爷的他也不会忘记自己妻子的那位兄长，早已派伤愈后的滕子京将大宝接了过来，沿途有王启年小组暗中护送，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这天中午吃过饭后，范闲让下人套上马车，和林婉2个人下到山下10里处去迎接大宝。没过多久，便看见车队来了。等车队停好，滕子京赶紧上前给范闲与郡主少奶奶问安。林婉知道这人是范闲入京后的第一个亲信，所以也挺温和应对，只是一颗心早飘到马车上了。小贤贤，不用说，一听这称呼就知道大宝下了车。范闲苦笑一声，抱拳一礼，然后上去迎着自己这位数月不见、身材油渍臃肿的大舅子。大宝看四周的山景有些好奇，张大了嘴巴，呵呵傻笑着。京里的雪可要小很多，苍山雪大，路中都积了不少。林婉看着哥哥头发上的雪屑，心疼地走上前去，替他抹了下去，将自己准备的狐皮大氅套到他身上，埋怨道：“父亲也是的，明知道苍山上冷，也不知道多准备几件。”范闲微微一笑，心想宰相大人毕竟是个男子，如今的林府中又没有几个女子，就算他再爱护大宝，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他。接着转头问滕子京：“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没。”滕子京沉着应道：“就是入山前的路口和另一家来过冬的马车抢了下道，对方看我们坐的相府马车，就让了。苍山赏雪景，必盛夏，本就是京都里的贵人最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入山的地方还有些地方上的兵士把守。这只是件小事，范闲也没有放在心里，略寒暄了2句，便准备上山。不料此时却听着后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不一会儿功夫，一队马车便气势汹汹地开了上来。此处正是分岔处，所以顿时显得十分拥挤，再难上行。就是他们。滕子京有些为难说道：“少爷，我没有说，是不想您生气。”那马车里的家丁们看见堵在了这里，已经开骂了起来。范闲眯着眼睛望过去，才知道原来是礼部尚书郭攸之家的马车，不由微微一笑，不知道在想什么。他们这边没有什么反应，那边却看明白了，原来是在山下抢过一次道的襄府马车。郭府再如何也不敢和襄府争道，所以气焰顿时消了许多。相府的车也不能总拦在路口不让人走啊，我们已经让了一次了，你们就不能快些？
郭家马车里传出一个让范闲有些熟悉的声音，紧接着一个浑身华贵的公子哥从马车上下来，指着滕子京一行人呵斥道：“还不赶紧让开！林相还在京中，你们这些人也不知道来苍山做什么。”郭兄，范闲喜出望外，朝那边拱手打了个招呼。郭宝坤听着有人喊自己，还显得格外亲切，以为是碰见了熟人，满脸堆笑转过身来，不料一看却是范闲这个打黑拳的，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一时又放不下来，显得尴尬无比。他的眼神里更是紧张之外带着份害怕。这是谁？这是范闲。诗会一次，京都府衙门一次，殿上一次，自己算是把对方得罪惨了，偏生对方如今在京里是混得风生水起，自己想害对方一次，对方反而会因此事而蹿起一截。而对方如今已与那位姑娘成婚，大婚之时的排场让郭宝坤知道自己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只求以后不要撞见对方，哪里知道今儿会这要巧。范闲看着他的模样，在心里啧啧赞叹，心想这人也算是运气差到人神共哀的地步了，怎么就又碰见自己了呢？看着郭府马车像10几只兔子般往山下疾驰，范闲揉了揉手腕。林婉儿走了过来，低声说道：“没来由的赶别人下山做什么？虽说他只是个关中边撰，但毕竟是太子哥哥的近臣，将来总有入阁的一日。更何况这苍山又不是饭我们家的，若让别人知道了，不得说我们太霸道。”我可没赶他下山，听见妻子转口转得快，范闲清美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我只是说半夜去找他喝喝茶，谁知道他就跑了。林婉儿听他说的如此温柔，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呀，京都里谁不知道你是个打黑拳的，这半夜去找他，郭宝坤心里有鬼，自然要逃。他如今是名不及你，权不如你大，除了跑还能怎么办？范闲笑道：“我也很同情他。”滕子京又带了封信过来，信中司南伯范建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似乎朝廷里发生了一些让他有些担心的事情，但是从字面上判断，这件事情和长公主那边并没有任何关联。范闲皱眉心，想会是什么事。等拆开王启年那边的信，2张纸上的内容互相对照，事情便明显了起来。经商办政务，如今是院务，这套流程要走多久呢？范闲看着窗外的黑雪天，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出使北齐的任务终究会落到自己这个接待副使的头上。一方面是自己那次殿上酒后撒泼，锋芒太过，自己就算躲到苍山来也不足以平息湖面；二来那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陈萍萍，母亲当年的亲密战友，很明显想让自己接监察院的班，这也从费介老师那里得到了证明。而如果想要接监察院的班，这个难度甚至比当宰相都要大一些。不能因为自己的家世，自己的些许才名，便可以震慑住院中数千名阴暗无比的密探。监察院不是一般的6部衙门，没有能力的人终于只能混得一时，不能控制一世。而监察院身为皇帝陛下最倚重的特务机构，最需要的便是稳定。所以陈萍萍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如果能够成功的将严冰云救回来，那么自己一举可以获得严若慧的好感。而那位严公子回京之后，一定会马上上位，加上费介与陈萍萍的暗中安排，自己就可以获得至少1半头目的支持。问题在于父亲范建似乎只想让自己平平安安的接手内库，当一个富家翁算了。两者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范闲知道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就看那位皇帝陛下究竟是怎么想的了。想到那位陛下，范闲的眉宇皱得愈发厉害。如果自己真的逐渐接手监察院，似乎只能证明自己的某个恐怖猜想。出使北齐是一次镀金的机会，但范闲清楚，如果自己只是黄铜，再怎么镀也不可能变成黄金。虽然此时的他依然不知道监察院的计划中最险的那部分，但他也能猜到此次北行一定会很不寻常。窗外风雪交加，长长的行廊那头隐隐有欢笑声透了出来，也有火红的光亮透出来，在这雪夜中让人无比温暖。范闲将2封信放到手掌间，面不改色的揉成粉末，开窗扔到了雪地之上，粉末与粉雪一混，再也找不出来了。而外面的夜风也吹了进来，扑面生寒，屋内明烛一暗后更亮了些。快把窗户关上，冻死了。早早上床的婉儿从被窝里可怜兮兮地伸出半张脸，嘴和鼻子都躲在被面下，一双会说话的双眼望着范闲。快睡吧，任他们风去，哥哥挺乖的，你不要担心。范闲微笑着走到床边坐下，很自然地将手伸被窝里，轻轻抚着妻子丰腴的胸部，嘴里却说着旁的事。大宝自然乖，不过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好弟弟，不管着，说不定明天又要带大宝去山上捉熊去。大婚已久，林婉儿却仍然没有适应自家相公随时随地伸过来的那手，脸上红彤彤的，眼睛里似乎要淌出水来一般，反手捉住自己胸脯上那双贼手，说道：“又不老实了，娘子换我来睡，我哪敢老实？”范闲呵呵一笑，反手一掌，明烛顿时熄灭，只留下一处尽是一对夫妇。一阵窸窸窣窣解衣的声音之后，范闲脱的只剩下了件单衣，
穿进了被窝里。林婉儿被他身上的冰凉一沁，忍不住抖了一下，说道：“每天晚上都这么晚上床，也不知道坐桌子前干什么，这算是闺怨吗？”范闲调笑着这个小妻子，婉儿今年还未满16，放在自己前世还是一个被父母宝贝在手心里的小姑娘，而今却成了自己的妻子，夜夜求欢不停，也不知道她经受不经受得住。一边想着，一边手掌却不由自地在婉儿柔软的胸上揉弄了起来，隔着那件华绸单衣，这种丰腻华美的触感更是让他感觉畅美无比。林婉儿轻声嗯了一声，整个人倚在了他的怀里。范闲低头擒住他那半肉肉的嘴唇，两个人的身体缓缓摩擦着，室内的温度似乎都升高了起来，两个的身体都有些微微发烫。云散雨停雾气清，花开花盒中有时。窗外风雪依然，青被之中温暖如春。困色无力的婉儿羞羞的低头钻在范闲怀里，范闲心疼的看着自己的妻子，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摸了摸婉儿的唇，不知怎的就想到当初庆庙里那只鸡腿来。你的手不干净。婉儿又羞又气的把头转开。范闲温柔笑道：“哪里又不干净了？我们好婉身上每一处都是干净的。”林婉生怕夫君还说出些更羞人的话来，赶紧转了话题：“到底去不去北齐呢？”范闲将他搂得更紧了一些，反问道：“你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黑暗之中看不到婉儿的神情，但想来一定是很紧张。夫君为何问出这样一句话来？在这个世界上出嫁从夫，哪看半途而折返的道理？又气又急道：“相公为何这样问？”范闲这才知道问了句不合适的话，苦笑解释道：“只是随口一问，其实他毕竟还有着前世的某些习性，虽然与婉儿拜了天地，喝了同杯，但总想从这可爱煞的女孩子嘴中听到某些东西。随口一问。”林婉儿半信半疑，柔弱说道：“相公是在想思思姑娘的事情吧？”这一说，范闲才想起一直被自己刻意留在京都范宅的思思。滕子京说过，他在京里过得不错，但奶奶瞎闹的这么一通，自己总要解决才是。他安慰婉儿说道：“哪有心思想这些，只是咱们二人是要在一处打混一辈子的买卖，当然要谋划个长久。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亲一向看我不顺眼。”这话说的新鲜有趣，而且一处打混一辈子几个字落入婉儿耳中，让他心头一片温润，十分满足。又悠应道：“出嫁从夫，我还有什么法子？那就结了。”黑暗之中，范闲微微笑着，唇角的线条显得十分温柔，轻声说道：“京里的贵人在打一桌很大的麻将，不知道相公我能不能胡牌？”婉儿微笑应道：“打黑拳这种事情我不如你，打牌这种事情你不如我。”这是范闲在殿前将庄墨寒激到吐血的句子早已传遍了京都。窗外风雪急，无法入睡的范若撑着一只伞，望着黑夜里的远方，小心地与石屏边缘保持着距离，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他的心里有些空虚，自己最敬慕的兄长已经大婚了，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哥哥说过，自己应该像思哲一样，找到某种值得为之付出一生的东西，或许是感情，或许是诗画，可是自己却真的不清楚，到底自己应该追求什么。雪花簌簌落在伞上，敲打在他的心上。蒙着那块亘古不变黑布的五竹悄声来到他的身后，没有一丝情绪的声音在范若若的耳朵里响了起来：“你能保守秘密吗？”第二日清晨，范闲练功回来，有些意外地发现大宝正围着一件狐皮大氅，一脸满足地望着庄园下方的山崖。范闲担心他一不小心失足摔下清瓶，赶紧走了过去，轻声问道：“大宝，在看什么呢？”大宝傻傻地咧嘴一笑，指给他看：“小贤贤，那里有大白鸟。”远处的山中隐隐有白雾升起，正有几只黑颈黑尾的白鹤正在那里弯颈觅食，忽而仰头而歌，清脆至极，却又连绵不停。在叫声中，白鹤张翅而舞，十分美丽。范闲微微一怔，心想这寒冬天气，怎么还能看见鹤留在苍山上？难道那里会有温泉？鹤性自由，不喜拘束，所以远方的鹤舞看上去十分洒脱随意。范闲由不得深深吸了一口气，精神为之一振。大宝啊，你喜欢那些鸟吗？不喜欢。范闲略觉诧异，微笑问道：“为什么呢？难道他们舞得不好看？”大宝抿抿厚厚的嘴唇说道：“老条太累。”大宝看着发慌。范闲哈哈一笑，拍了拍大舅子厚实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入京都之后，倒是和大宝的3次谈话让他感觉最为放松。也许是因为对方真的像个小孩子的缘故，所以自己不需要担心什么吧。鹤舞虽美，确实太累。大宝，这几天玩得怎么样？大宝开阔的眉宇间显现出一丝惘然，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仍然很努力地想回答清楚，支支吾吾说道：“听，好，打麻将，小胖子发脾气，听，好玩。”范闲呵呵一笑，看着石屏下方的厚厚雪林，远处的雾气中的白鹤，良久无语。第4卷北海雾。过年的时候，按宫中惯例，各皇子公主都会得到来自宫中的一份赏赐。今年的赏赐却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首先是太子得了头一份，这是自然之意，
然而却较诸往年更加丰厚，还有陛下亲书的书籍一册。其次就是二皇子得的赏赐也随之上了一个层次，而远在边关的大皇子得到的礼物是一副弓箭。最关键的是，随着傅玉恭而去的还有一份旨意，宣他待夏末草长之时回京封王。京都的臣子们都糊涂了，不知道陛下究竟在想什么。看模样，太子的地位依然是稳固无比，那为什么会将大皇子又召了回来？这位皇子常年在外领军，虽不是嫡子，却是长子。如果他再回京，水下的局面只怕有些不稳当。宫中封赏中还有一份诏令很引人注目，是发给躲在苍山上的太学五品奉正范闲的。陛下竟是按照驸马的遗呈下了赏赐，百官们猜忖，这应该是看在邻家小姐的面子上。年关往来走动频繁，各官绅家院多户赠礼物，相熟的人家也会亲自拜访，而有2路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也上了苍山。这些礼物分别来太子东宫和二皇子府，送礼的对象依然是范闲。所有人都以为一旦春闱过后，范闲碍于郡主驸马的身份，想来在官场上再难提升，陛下就会下旨让他接手内库。所以太子与二皇子必须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加大拉拢的力度，只是他们做得很隐蔽，相信那些送礼的使者应该没有人会发现。老二送的是什么？庆国的皇帝陛下靠在软阶上，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大氅，脸色平静，几道皱纹在保养地极好的脸上显得格外明显，双眼静静望着书房外鹅毛般大的雪花。陈萍萍咳了2声，将搭在自己膝盖上的毯子又紧了紧，恭敬应道：“是前朝的诗集。”皇帝微微一笑，唇角却多了一丝讥诮。朕这二儿子喜欢玩酸文，却以为世上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范闲随口一诗，便胜却前朝诗人无数，这里送的太不讲究。他接着问道：“太子送的什么？”一盒翠玉做的麻酱子儿。陈萍萍用手摸了摸光滑的下颌，顺着陛下的眼睛看着皇宫里的一大片平整雪地，微微眯起了眼睛。范闲很喜欢。范闲看来确实有做富贵闲人的意愿。陛下轻声说道：“太子这里送的高明，不知道是东宫里谁出的主意，应该是新奇物。”陈萍萍微微一笑，说道：“不知道范闲怎么想，但臣知道陈郡主与范家那位二少爷是爱玩牌的。”皇帝的眉梢一翘，说道：“陈丫头最近怎么样？”陈萍萍小意应道：“有个知冷暖的范闲在旁呵护着，应该比在宫中开心些。这宫中没有谁能真正开心起来。”皇帝微笑说道：“你真的决定让范闲出使北齐？”陈萍萍坐在轮椅上，依然很困难地低了低头，行礼道：“是。陛下既然同意臣当日建议，那臣就要着手安排。如果范闲不为院子做些事情，以后也很难真正的掌握此院，为陛下效力。”二人间的气氛忽然变得沉默冷厉了起来。皇帝冷冷看着陈萍萍的脑袋，半晌之后悠悠说道：“你不要忘记，他是皇家的血脉，怎能去冒险？”长久的沉默之后，陈萍萍有些困难地堆起笑容，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主子，问题就在于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皇家的血脉，臣身为主子的属下，想为他谋个安全的未来。”他顿了顿，又说道：“如果他接手内库，一定会成为皇子们大力拉拢的对象，想来主子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那不如让他出去一趟，避避风头，老躲在苍山上也不是个事儿。”皇帝冷冷地看着面前这脖子，这是群臣眼中自己的一条老狗，可是自己已经多久没有听他口里说出的主子二字了？准了。皇帝缓缓闭上了双眼，似乎在这一瞬间，皇宫里的风雪都消失无踪。陈萍萍安静地坐在轮椅上，等着半天，终于等到了天子的下一句阔。只是你要清楚，司南伯与林宰相可不会同意这个安排，待会儿朝议的时候，朕可要被烦死。起驾！小太监清脆的喊声在兴庆宫殿檐下响了起来，窸窸窣窣的，太监宫女们从殿旁涌了出来，抬着天子御驾，伺候皇帝陛下上城，往前殿走去。御驾上密闭的极好，漫天风雪根本无法透入一片。皇帝半闭着眼，撑着河，不知道在想什么，手掌缓缓抚摸着微微发烫的小炭炉。半晌之后，他叹了口气，睁开了双眼，看着这熟悉到厌倦的皇宫景色，轻轻摇了摇头。皇宫正殿之中，太监持拂尘而出，轻声送道：“圣上驾到！”下方已经候了许久的群臣们整肃衣衫，拜伏于地，山呼万岁。皇帝看了这些臣子一眼，缓缓地走到龙椅前坐下，说道：“都起来吧。”臣子们听着发话，才爬起身来。只是这些高官贵爵们在京都里活得滋润，不免有些体胖身虚，所以动作迟缓不一，看上去好不滑稽。别的事都一妥了，眼看着春时即到，春闱大比之后，去年与北边你的协议也到了执行的时候。皇帝的精神似乎显得不大好，半倚在龙椅上。诸位大臣，可有合适的使节人选？这几个月里一直有风声，说宰相的心绪，太学五品奉正范闲有可能被指派出使北齐。宰相林若甫一直以为是朝中反对自己的那些文臣们作祟，所以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本来范林二族在朝中向来互看不顺眼，一个是踏踏实实的皇派，一位却与长公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随着范闲的入京，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激烈的改变。宰相与长公主决裂，而范侍郎却成为了他的亲家。户部侍郎范建站的位置有些靠后，他瞄了一眼队列前头，发现宰相林若甫也在望着自己。二人眼光一触，微微一笑。禀圣上，臣以为鸿胪寺少卿辛其务上次谈判之时行事利落，为国谋利不少，实为佳才。若任辛少卿为此次回访使臣，最为合适。抢先出来回话的是宰相林若甫的门生，那位太常寺少卿任少安，因为今日朝议要论及回访之事，亦因礼节规格都要质询他的意见，所以他与鸿胪寺少卿辛其务都在殿上。辛其务微微一惊，心想怎么把自己推出去了。他当然明白宰相方面肯定不愿意自己的女婿千里迢迢去那敌国，虽然安全上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山高路远，春事之时范闲肯定会再有着声，若之后马上出事，谁知道数月后朝中又会变成什么模样。其实太子东宫的意思也和宰相大人差不多，如今没有长公主在太子背后发疯，太子思考问题也显得成熟了许多，认为范闲留在京中马上接手内库，自己同时加大拉拢力度，这才是正途。如果能够借此掌握住范侍郎与宰相修复关系，那就更好，何况春闱将至，东宫还有倚重范闲的地方。如此看来，今日朝上应该没有人会提议范闲出使北齐才对，毕竟得罪了范家林家，就算你是三朝元老，一部尚书，同时面对那两个老家伙的恨意，只怕也有些承受不起。所以殿上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似乎众臣们都认可了辛其务出使北齐的提议，就连辛其务自己也开始准备领命，替范闲走这一遭。皇帝微微皱眉，似乎没有想到当前的局面，将手中的暖炉轻轻放在旁边的黄缎小几之上。便此时，臣子队列里却有一人出来，沉声说道：“臣提议太学奉正范闲出使北齐。”群臣断然料不到，居然有人会甘愿得罪范林二家，无数道眼光投注在他的身上，才发现说话的原来是枢密院参赞秦衡。这位秦衡属于军方背景，倒是不怕文官们的目光，只是众人不解，就算你是枢密院的人，也没必要得罪宰相与范家。听到这个提议，宰相林若甫面色不变，十分宁静，司南伯范建微微无奈一笑。碍于与范闲间的关系，这两位老狐狸自然是不方便说什么的，但自有交好的官员替他们出头。只听得殿前一阵议论后，有臣子沉声说道：“臣以为不妥，小范大人年不过17，未有丝毫官场磨砺，出使北齐，乃宣扬国威、结交邦谊之大事。小范大人虽然才气纵横，但历练不足之下，只怕难以担当此等重任。反观辛少卿，沉稳妥帖，此行前往北齐，应能一路顺畅。”辛其务心里叹了口气，知道自己得主动一些，迈出队列，躬身请命道：“臣愿为国效命。”高坐在龙椅之上的皇帝看着下方臣子们的表演，唇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挥挥手让辛其务退了回去，轻声说道：“诸位都以为辛其务比较合适。”“是，陛下。”臣子们齐齐躬身及地，尾音拖得老长，太息以示尊敬。那位提议范闲出使北齐的枢密院参赞秦衡，有些意外地看了陛下一眼，赶紧把眼光缩了回去。此时群臣一致认为范闲不是一座使节，估计陛下也会改变心意吧。朕倒与诸位卿家看法有些不同。殿上马上变得安静了下来，只听着庆国皇帝清淡的声音在宫中回荡着。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范闲当日殿前风姿，诸君想必也还记得清楚。虽说是位文臣，但也曾有过牛栏接手、屠刺客之勇，如此家财，又岂能总在太常寺、太学院这些清静衙门里打混着？听到此处，众人才明白皇帝陛下竟是早有了主意，只是不明白为何陛下非要让范闲去北齐。皇帝淡淡看了群臣一眼，继续说道：“历练不足，故而要多加历练。朕看范闲行，这差事就交给他去办吧。天子说行，那就一定行。”群臣不敢多言，只是林若甫与范建的脸上都多出了几丝忧色，他们倒不会刻意掩藏这一点。身为人翁人父，有此反应是自然之事，如果要假装出兴高采烈、吾皇英明，反而会让陛下和群臣看清了。范建，皇帝看着户部侍郎，微微皱了皱眉。臣在。范建听到自己的名字，微微一震，赶紧出列。皇帝轻声说道：“朕要你的儿子担这个差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范建沉默了少许，马上便醒了过来，微笑应道：“臣不敢有想法。是不敢还是没有？是不敢。如果你敢，你会怎么想？”宫殿之外风雪交加，殿内温暖如春，却因为君臣间的这几句对话，变得与世外一般凛然了。与范建交好的官员们不禁暗中着急，心想司南伯大人今日为何殿前应对如此乱了分寸？片刻之后，只听见范建轻声回答陛下的话：“臣与犬子分开16年，如今只是相逢数月，便又要分离，不免有些不忍。
这不忍二字轻轻回荡在宫殿之中，不知道会落入谁的耳中。皇帝微微一笑，知道对方是说给自己听的，只是这个从小一路长大的伙伴，其实并不明白自己派范闲出使北齐的真正用意。看来还是只有陈萍萍最明白自己啊。不过数月，春中去，秋初回，又有甚不忍的？皇帝不待范建再说话，微笑摆手，宣了旨意。户部尚书年老病弱，已休养多时，宣旨未愈。赏户部左侍郎范建第补尚书一职。朝臣并无异议，范建早就在户部一手遮天，只不过一直没有扶正罢了。有些一肚子坏水的大官忍不住心里嘀咕，心想范侍郎才将自家的柳氏扶了正，这皇帝就将他扶了正。若侍郎大人早知如此，会不会许多年前就将柳氏扶正再说？当然，众官心里都以为这是陛下对于先前令范闲出使北齐的一手补偿。范建知道此事再无可能转圜处，面色宁静，上前叩首谢恩。皇帝又转向林若甫处，微笑说道：“宰相大人，令爱新驾，朕便将范闲支持出去，你可想说些什么？”宰相林若甫苦笑着出列一礼，庆国的君相之间看似融洽，但事实上君权威严，没有一个人敢于尝试稍加撩拨。先前他对于范建的行动就有些不解，此时陛下问到自己头上来，他自然不敢有二话，沉稳应道：“范闲正是该磨练磨练。”朝会之后，皇帝陛下心情似乎好了些，乘着鱼驾回了后宫。大臣们沿着直道向高高的宫墙外行去，纷纷向范建道喜，恭贺他出任户部尚书一职，从此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握庆国的一应辩才之务。礼部尚书郭攸之打趣说道：“范大人，从今以后，老夫们的奉迎的从您手上领了，可别克扣得太厉害。”范建呵呵一笑，摇头道：“郭大人爱说玩笑话。”范闲整了郭宝坤几次，但是朝堂之上，这两位大人之间倒像是毫无芥蒂一般。往外走着，林若甫轻轻咳了一声，走上前来，群臣向宰相行礼，知道他一定有些话要和自己的亲家讲，所以散开了些。林若甫轻声说道：“范大人，陛下为何执意让范闲出使北齐？二人如今已是亲家关系，自然虚套就少了一些。”范建苦笑道：“下官确实不知，或许真是想让犬子磨砺磨砺。”他嘴上这般说着，心里却知道一定是那个该死的伯子在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不过转念一想，范闲暂时离京，避开太子与二皇子的拉拢，等到大皇子领军回京之后再看，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林若甫似乎同时想到了这点，不过他有更深的一层疑虑，似乎陛下对于自己的这位爱婿似乎关切的有些太多了，难道真是仅仅因为晨儿的缘故？宰相大人摇摇头，微笑对亲家说道：“大宝最近一直在山上，劳烦范大人了。”“哪里话？”范建笑道：“都是一家人了。再过1个月，春暖花开之时，出使北齐的使团就要离京，到时候我会让婉儿常回相府看看。”“是啊，最近这些天大宝也不在府里，常觉府中冷清。”林若甫若有所感，叹息了一声：“范大人若有空暇时，不妨也多来我府上走动走动。”“相爷有命，岂敢不从？”范建微笑道：“又是僻静无人老地方，又是2辆马车，又是那2个站在范闲身后10几年的半老不老阴谋家，依然各自躲在自家的马车里说话。我说过，我不希望他和监察院扯上关系。”刚刚身为户部尚书的范建，声音似乎一点喜悦都没有，冷淡至极。对面马车里的陈萍萍嘶着声音低笑了2声，说道：“出使北齐和我这个破院子可没有什么关系。”范建忍不住掀起马车侧帘，冷声道：“没关系，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萧恩如今在你手里，你想杀就杀了，何苦让他去搏这个名声？萧恩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应该清楚。我没有忘记，你手中也有陛下的一部分力量，相信就算院子里也有你的人。”陈萍萍依然低沉的笑道，笑声里似乎有一种很阴厉的味道。“你我私下见面，恐怕陛下也会不喜欢。至于萧恩，杀不杀得了都无所谓，我炸了他20年骨髓，留不下什么了。而且北齐的年轻皇帝也不见得有咱们主子这般大海胸怀，敢不敢用前卫的密谍首领，还要另一说。至于范闲此次出使北齐，真的是皇上的意思，范大人也清楚，如果让那孩子留在京里，天天被太子和二皇子拉扯着，将来只怕会惹出极大的麻烦。”范建一下子安静了，知道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绝对不能允许范闲掺和到皇室争夺继承权的争斗之中。他将车壁的侧帘放下，闭目靠在软垫上，仍然不能放心那个自己看顾了10几年的孩子与监察院这些恐怖的机构发生任何关系。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陈萍萍冷冷说道：“陛下既然都同意了这个安排，你就放心吧。”没有人看见范建的唇角绽起一丝冷笑，他淡淡开口说道：“严冰云被抓了，你们院里怎么配合他？自然有人接手，不要派些庸才。”陈萍萍微笑道：“或许你也该出些力了。要知道，上次东夷城派人入宫刺杀了长公主的宫女，叶仲一直疑心是院里做的，
风声现在也传到了信阳，所以我这边有些不方便。范建心头微微一动。苍山之上，积雪深厚，远处温泉处隐有白雾升腾，那些不停舞动的丹顶鹤却不知道去了何处。范闲细细看了一遍父亲与王启年寄来的信件，然后用手一搓，又搓成了粉末一般，随手扔出了窗外。窗外雪景极美，大宝和范思哲正在堆雪人，一个大胖子一个小胖子吵个不停，也只有在这种时候，范思哲才会显现出一些小孩子的正常模样，而不再像一个酸腐至极的账房先生。范闲微微一笑，想到这些天雪大难行，但京里的谭伯书局依然派人将账目送入山中，那位七叶掌柜还真是很忠于职守。书局的生意如今好得出奇，京中几家分店因为半闲斋诗集的推出，也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邻郡里的几家谭伯书局分号也开始回账了。范思哲昨天晚上清点账目，看见那23000两银子的进入后，眼睛都有些赤红，一个劲地劝说自己赶紧将石头记的后10回存稿放出来。范闲却不会答应他，这写诗就惹了这么多事，如果让人知道石头记也是自家写的，谁知道还会闹出什么风波。长公主回信阳了，但朝中依然有他的势力，关键是不知道与他同生共气的究竟是太子，还是那位自己一直未曾见过面的二皇子呢？范闲信步走出书房，呼吸着苍山冬日里的清闲空气，很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循着阵阵麻将声，很容易地找到了妻子与另几位姑娘的所在。看着桌上那副翠绿无比的麻将子在那些白生生的俏柔手掌下翻滚着，范闲心头一动。待他看见一旁的妹妹正借着雪光捧着二皇子送来的那本钱朝诗集认真观看时，范闲心头又是一动。太出名果然不是好事，猪怕胖，人就怕这个。范闲苦笑着，自夜宴之后，太子与二皇子虽然表面上与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交往，但是辛少卿与晋王世子李弘成这厮可没少去范府，就连自己躲到苍山之后，还是没能阻了对方送来的年礼。年30的时候，苍山上这波人曾经回了趟京都，短短几天的时辰，李弘成竟是追着味儿跑了过来，死磨硬缠着要一起上苍山。范闲哪敢答应，最后还是迫不得已将柔家小姑娘带进山来。看见他进屋之后就在发呆，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柔家郡主。小姑娘脆生生地说道：“贤哥哥，你要玩牌吗？”范闲听着贤哥哥3个字就想到了宝哥哥，赶紧摆了摆手，笑道：“郡主玩吧，下臣随意走走。”听他刻意说的生疏，柔家郡主撅起了小嘴，却忍着没有表露出不悦，看着沙士可怜可爱。一旁的林婉儿忍不住说道：“相公，要不然你来玩几把吧。”免了。范闲摆手摆得更急，离开牌桌边上，不料脚下却碰着个软软融融的东西，他微微一怔，望下去才发现脚下是一个盒子，盒里堆着干草碎布，上面有3只肉乎乎的小猫正在睡觉，小猫眯着眼睛，皱着黑鼻尖的模样，看着十分可爱。范闲惊道：“这是怎么回事？”林婉这才发现猫就放在他的脚下，害怕吓着小猫，赶紧从桌旁走开，将盒子抱了起来。这牌自然也就打不成了。他笑着应道：“滕大媳妇儿怕我们在山上闷得慌，所以今天送了3只猫过来。”范闲凑到近旁，发现这3只小猫一黄一黑一白，模样极似，但毛色差别极大，不由笑道：“你们这些姑娘家给自己填肚子都不会，更何况养猫。”他伸手从盒子里拎了黑的一只到怀里，抱着，感觉胸前一个小肉团似的好玩，轻轻挠了挠小猫的后脑勺。小猫睁开眼看了他一眼，复又沉沉睡去，似乎并不抵触他的体系。取了名字没？没。先小黄小黑小白的叫着吧。小白好听。吃过晚饭之后，范闲坐在主位上，范思哲坐在旁边，兄弟2人听了一下京中范府来人的报告。年关时节，范氏在京郊的田庄，还有儋州的封地，以及一些零碎的产业都要向京府里报账。京中范府一向是柳氏主事，如今他已扶正，那自然更是做起来名正言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他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韩府上的崔先生写了封信，简重要的几项进账支出写了，让人送进了苍山别业，通禀大少爷一声。范闲能理解柳姨娘的意思，所以也没有刻意做什么，反而是很认真地听着那位3管家的汇报，偶尔还会插几句话，问上一问。3管家老老实实地说完，范闲闭眼想了会儿，睁眼问着旁边的范思哲：“你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范思哲手指头摸了摸左边脸颊上的那3粒麻点，摇了摇头：“没什么问题，大哥，不过这账向来是母亲里的，怎么今年要咱们2人过一道手？”范闲微微一笑，知道这个原本是个小霸王的家伙，在某些方面很有天分，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显得如白纸一张。3管家又恭谨说道：“各处的年货年前应该入京，只是今年东面北面雪大，所以耽搁了些日子。除了上次送上山来的那些南道瓜果，前些日子北面庄子的各式肉脯、野货，还有儋州老祖宗那边赐过来的花茶，属木信里都写着。想着大少爷、少奶奶、小姐、小少爷还有郡主都在别业里待着，所以夫人各样又备了些，
准备分3波往山送，应该足够用到春中。用不了这么多，捡新鲜的玩意儿送下来就成。3波太多，再来一次就够了。范闲随口应道。只是奶奶从儋州送的花茶，记得要多拿些。他时常对婉儿弱弱讲及儋州的生活，其中那飘着淡淡花香的茶，更是说了不知道有多少次。3管家微笑应道：茶今日已经到了，后2波主要是些吃食和小物件，主要是备着2位少爷打算住到春闱开前。范闲听得清楚无比，暗赞一声柳氏得体，管家利落，也不多话，让他先下去领赏休息。春闱将至，范闲身为太学五品奉正，总是要回京就职的，不可能老待在苍山之上。而4月科举结束后，马上2国间的协议需要回使，那个私密的换服协议也要马上着手，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堆了起来。其实从范闲的本心来讲，换服之事应该去年就该开始，不说那些被俘的庆国将士在异国他乡会受怎样的罪，单提那位从未谋面却令他暗中敬佩的严冰云严公子，身为庆国驻北齐密谍首领，在敌国被囚大半年，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只是2国之间来往总是繁琐无比，而且入冬之后北疆冰寒难行，所以才将回使之事要拖到春末。但每想到那魏延冰云可能待在一个苦寒的房子里受苦，范闲在苍山冬日享福，也不免会减了几丝滋味。他早就知道自己是此次出使北齐的正角儿，但也并不抵触这个职司，毕竟如果能够在监察院树立自己的力量，对于以后的日子来说总是有好处的。而且无论是在儋州还是在京都，17年的生涯早已经让他从内心深处认定自己实实在在就是庆国的一份子。范闲愿意为这个国度而不是这个朝廷做些事情。夜晚，范闲完成了例行的训练，有些疲惫地回到了山庄中，将满是血渣污水的夜行衣塞进准备好的袋子里，扔到一旁。训练的时候，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卧在雪地中，追寻着那些淡淡月色下的目标，他的目光凝成直线，盯着那些钻出雪面千年不动的黑色岩石，或是急速变现跑动中的雪兔，感到非常疲惫。而且这些天五竹在把那把什么爸妈的给他之后就又消失了，所以训练的过程之中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看着你，那种孤独落寞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前世一般。山庄里一片安静，只有主卧室中还点着一盏灯，那是婉儿在带他回来。范闲微微一笑，抬步往那边走去。白天出了阵大太阳，所以青石上积了一滩水，在月光下反着亮。他绕了过去，越过廊栏，此时却心头一动，定住了脚步。他此时站在长廊的另一头，妹妹的房间门口。忽然间他的耳尖一动，眉头皱了起来，双眼中厉色渐起，转身一掌按在门上，微一吐力，霸道真气顿时将木质门栓震成2截，而他的人也随着夜风一般飘到了床边。床上被褥凌乱，却是空无一人，若若果然不见了。范闲冷静地将手伸进被褥里，发现除了暖脚炉那处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冰凉一片，看来若若已经离开了很久。他的心微微颤抖了起来，难道是自己不知道的敌人做的手脚？但依然强行镇定着转身，噌的一声，左手反抽出那柄细长黑色匕首，便准备入夜觅人。哥哥！门外范若若举着一盏灯，满脸惊异地看着自己床上持刀而立的兄长。范闲一怔，看见他安然无恙，不由浑身上下精神一松，忍不住闭着双眼加重了几次呼吸，片刻之后才关切问道：你到哪里去了？没事吧？若若身上披着一件银毛驴子，里面就是件单衣，看着瑟瑟可怜。他看着范闲，似乎没有想到，不免有些呆愕，半晌之后才勉强地笑了笑，说道：哥哥，你拿把刀子问我，好可怕。范闲苦笑着摇摇头，将细长匕首收回了靴中，走上前去，握住他略有些瘦削的肩头。你才可怕，走在外面听到里面安静的异常，连你的呼吸声都没有，吓死我了。范若若笑道：哥哥真是的，大半夜在外面跑，却说我吓你，你到底做什么去了？范闲依然好奇地追问着。范若若脸上一红，羞得低了头。有些事情哥哥也别问那么清楚。范闲一怔后明白过来，苦笑道：房里又不是没有马桶，这山里夜风冷得很，你不要冻着了。知道了。范若若羞羞一笑，将他推出门去，嫂子还在等你。房门外，范闲轻轻搓了搓冰凉的手指，妹妹被褥的温度说明他出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绝对不是起夜，应该是自己离开山庄后他就起床去了某处。想到此处，他心头不禁生出极大的疑问，只是却强行压抑了下来，不再追问打探。这个世界上谁都是有自己的小秘密的，我们需要尊重当初在京都儋州通信中范闲就是这样教育妹妹的，自己身为兄长更是需要做个表率。人在春风里得意，马蹄儿急。在苍山将养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范闲，终于领着一家大小浩浩荡荡的从苍山里杀了出来，马车竟是排了6辆，还只是带了一部分东西。此次出山再没看见郭宝坤那等不长眼的贵家公子哥，也没有什么烦心之事，只是那初春的风儿惹得众女满脸陶醉。
范闲精神极好，苍山过冬对于他来说是入今后难得的一次休整，不论是武道修为还是精神上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此时放眼望去，只见苍山脚下一片肃冷中已有点点青翠，淡淡青枝从冬树之中生长出来，似将这回经的天空都染上了许多生机。天光清淡，远处可见一片黑云。说来奇怪，那片乌云极薄，隔着就能看见后方的灰蓝天空和更上方的丝丝白云，但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十分厚黑沉重。马蹄声中，马车转过山湾，出了苍山的范围，天空中的太阳猛然亮了起来，照得那些云朵丝丝发光，看上去十分震撼。范闲收回观天的无聊目光，微笑对身边的妻子说道：“在山里待了这么久，只怕憋坏了吧？”林婉儿好奇望着他，说道：“什么事情憋着了？”范闲微微一怔道：“山中虽好，但眼见尽是白雪树木，总不免有些厌乏。婉儿你都不想念经中的繁华生活？”林婉儿微微一笑，白皙的面上显出淡淡暗意，说道：“在京中，不是在宫里，就是在别院里。相公知道我在相府里住的也不久，根本没有太多出来的机会。山中日子虽然单调，但总比那些高墙之中要舒心一些。”他看着相公心疼自己的表情，心头一片温暖，嘻嘻笑道：“而且山中一直有你啊。”说完这话，范闲还没什么感觉，他自己倒抢先羞了起来，将脸别了过去。范闲哈哈一笑，旋即想到那件事情，遂温和说道：“等春闱的事情忙先了，估计朝廷会派我去趟北齐。”马车里安静了起来，只听得见前面的马蹄声和马儿打响鼻的声音，车轮在山路上震动的声音。半晌之后，林婉儿微笑应道：“放心吧，京里有我。”范闲想了想后说道：“估计我会带王启年走，有什么事情你先问问父亲的意见。如果费介老师还在京中，你也可以找他帮忙。这些事情通过滕子京做就好了，我已经吩咐过他。”当然，他微笑说道：“估计也没有什么事情。”回到京中，彩灯痕迹犹在，僻巷之中鞭炮纸屑未扫。看着四处穿着新衣、犹自沉浸在年节气氛中的行人们，范闲不禁有些后悔，自己决定年初4就在进苍山，似乎错过了正月里闹花灯的热闹。车至范府，不免又是好一番折腾。半新不旧的这对夫妇向父母行礼，又与族中众人见了见。范闲此时才发现，范氏大族果然名不虚传，虽然在朝中并没有什么大官，但那些远方堂亲们似乎都在朝中要害部门里吃着肥饷，一个个活得挺滋润。后几日，首先领着婉儿回了相府，拜见老丈人，与大宝依依不舍的告别，然后又去晋王府拜见那未相熟的王爷。还没等萧亭镇、太常寺少卿任少安、鸿胪寺少卿辛其物，又是2顿宴请，这是曾经共事过的官员，怎也无法推脱。范闲只好拼将一醉，乐了这2桩来往。一晃便入了2月，此时各路各州各县的举子们已经入了京都，有钱的找客栈住下，有人的找亲戚投奔，没钱没人的只好跑到京都郊外那些叔叔里将就一下。就连太学的宿舍如今也已经开放，专供那些实在没有地方去的举子们暂住一阵。会试由礼部主持，分作3场，分别在2月初7、12、15日进行。所以等范闲入太学就职的时候，时间已经有些紧了。好在他这个五品奉正只是个虚职，属于圣上一高兴之下胡乱点的，太学方面对他也根本没有安排会试已进，太学自然也不需要他去授课，所以倒也清闲。只是偶尔还是会有在太学就读的各地举子跑到他的房间里，双眼绿光地望着他，像极恶狠了的狼群。范闲唰的一声打开手中折扇，在这冬末春初的天气里摇个不停，将身边的学生们冷得闪开一段距离后，才微笑说道：“诸位，本官年岁尚浅，若说教育2字是万万当不起的，所以此事请再莫提起，免得羞了我这张脸啊。”见他说话风趣，这位以17至龄便官至5品的朝中大红人，似乎也不是那等白眼看人的权贵模样。这些学生们的隔膜感渐渐褪去，有人便壮着胆子开起了玩笑。范大人初入京都，便曾在一担居上点评过风骨2字，如今大人却有心思扇扇子了。范闲哈哈一笑应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本人向来喜欢胡闹，说什么话都是做不得准的。朝中关于此次大比的主考统考以及提调，早就已经定了人选。凭范闲17岁的年纪，5品的官职本就有些骇人，但依然远远不足以成为这些重中之重的角色。但是他的诗名毕竟早已流传在外，虽说曾经发誓再不写诗，但似乎也没几个人当真。那些学子们总想从他嘴里再诱出点什么，志不济，若真得了范闲一声赞，也算是意外之喜。谭伯书局的半闲斋诗集早已行销全国，所以从各州郡赶来的举子不免对这位名动京华的年轻人感到十分好奇，有些莽撞的人更是靠着一张嘴竟真找着了范宅的位置。只是看着那门脸那石狮，才知道这位范才子并不仅仅是腹中锦绣，竟是真的披锦绣而生的权贵子弟。阶层森严，这些举子哪敢贸然叩门相访，只好悻然离去。范闲在太学没待数日，
也曾随着上司四处查看举子入京后的状况，发现有些穷苦家的孩子入京后确实疾苦。虽然朝廷早有明旨，令京郊的几座大书塾全部开放，一些土庙也暂时供应住宿，但是京都居大不易，依然有些人囊中羞涩，竟是连饭钱都快负担不起。想到五竹叔在儋州讲过的故事，范闲心头微动，便从书局的账上支了些银子，又请庆余堂的掌柜们代为处理，将那些穷举子的生活安顿了一下。既然不是施恩之举，他当然也不会让那些举子知道是自己出的银子，但回府却向身为户部尚书的父亲抱怨了一番。范尚书发现自己这个儿子如今竟然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不免有些微微讶异，一丝欣慰之外，更多是的对范闲似乎安于仕途而产生某种放心。2月初7会试前2日，范闲偷的半日闲，从太学里溜了出来。他实在是有些忍受不了那些不认真读经书，却天天拿诗文给自己看的学子了。那些学子有的年纪足够当自己爹，你说这事儿整的实在是有些别扭。走过皇城之外，看着御沟里的清水细行，范闲感觉很是轻松。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京里知道他长什么模样的人也不多，所以走在大街上很是舒服。尤其是在红色官墙下行走着，范闲斜眯着眼打量着那高高的围墙，看着远处一片肃武的侍卫，再沉稳的性子也不免生出几分得意来。本公子曾经偷偷进去过，咋地？皇城角上是禁军角楼，专门负责望远。当初燕小乙就是从那里惊天一箭，将宫墙对面的范闲射了下去。范闲将目光从那处收了回来，摇了摇头。燕小乙如今已经调任北方大都督，自己如果要去北齐，得从他的辖下经过，希望他不知道那夜的刺客就是自己。绕皇城不久，便入了天河道。此处道旁流水依然温柔，前方监察院门前的金字淡淡发光。范闲像根本没有看见那些字一样，神情自若的经过，余光都没有瞥一下。我说范大人，本世子如今要见你一面，都这么难，看来你真是成了京中的大红人了。范闲苦笑着回头，看见靖王世子骑在马上，满脸微笑望着自己。他一拱手道：参见世子，下官只是想图个清静，哪里知道竟会与世子巧遇。不是巧遇。李洪成挥挥手中马鞭，笑道：我可是从太学一路追你追过来的。范闲略略一惊，清亮的眸子里马上恢复了平静，回道：世子有什么事？世子微笑说道：今日有人请。谁？范闲的直觉告诉他，今天这宴请有些问题。二皇子。李洪成笑着说道。范闲无奈的摇摇头，这位二皇子一直没有召见自己，今日既然开了口，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这是一次私宴，地点依然安排在流金河的花坊之上，只是这座花坊分外清雅，并没有河对面那些红袖急招的夸张感觉。此时河上无雨无云，满江淡色，微风之下，水波柔溪，与远处隐隐能闻的清脆俏声相较起来，便只觉得二皇子安排的这座花坊竟然多出了一丝江海之上孤偏舟的出尘感。范闲与靖王世子李洪成一路说说笑笑来到河畔，自有侍卫拉了马去，二人互伸一手略让了让，便上了花坊。他脸上带着微笑，内心深处却在叹息，这位皇子看来真是个清雅之人，只是不知为何不甘心安分做个皇子，非要在庆国惹出这多事情来。微湿的木板上，范闲的脚将将要踩上船舷之时，忽听得坊中传出一声筝的琴弦波动之声，并无肃杀之意，只有清新诚挚之感，曲声渐起。恰离了绿水青山那搭，早来到竹篱茅舍人家野花路畔开，村酒槽头炸，直吃的欠欠哒哒。醉了山童不劝咱，白发上黄花乱插。范闲唇角绽出一丝笑意，与李洪成并肩走了进去，听着这曲子里的弦慢隐去，越发好奇这位二皇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了。珠帘掀开，入目处，只见一位穿着青色绸衫的年轻人，正用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头微微偏着，双目微闭，脸上露出一种很满足的神情，侧耳听着角落里那位歌女的轻声吟唱。不问而知，这位年轻人自然就是当今庆国皇帝陛下与淑贵妃生下的二皇子。二皇子的坐姿确实很奇特，竟是半蹲在椅子之上，像极了一位在田间休憩的农夫。青色的绸衫盖住了他的双腿，但更奇特的是，看着他陶醉的神情，清秀的五官，浑身透露出来的竟是一种清雅安宁的感觉，似乎早已倦了这深州一切，这世间过往只是以取为念。范闲看见二皇子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给自己的感觉好熟悉；第二个念头是，这个人很疲惫，心很疲惫；第三个念头是，这个人的心思很沉重。他相信自己看人的能力，但此时的场面却有些尴尬。余光瞄见世子李洪成早已安静捡了个椅子坐下，而自己站在正中，看着那位二皇子，却不知道该如何行礼。对方似乎只顾着听曲子，忘记自己这个客人了。当然，以对方的身份，让自己等上一等也是很自然的。一曲终于袅袅作断，那位歌女横抱古琴，款款向厅中三人各自行了一礼，沉默退入后室。
而蹲在椅子上的二皇子却似乎仍然沉浸在琴声嗓音之中，许久没有回过神来，仍是闭着双眼，右手悬空着，缓缓向旁边挪去，摸着脊上搁着那盘葡萄，两根手指捏着葡萄茎提了一串起来，高高抬着，像孩子一样搁到空中，抬头张唇合齿，缓缓咬下一颗清脆至极的葡萄，嚼了两下，咽了下去，喉咙极好看地动了两下，似乎连吃葡萄也是件很享受的事情。范闲不急不躁，微笑看着这位皇子，双眼宁静，却是没有放过对方任何一个小动作。他试图看出对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情的人。半晌之后，二皇子叹了口气，将手中的葡萄摸索着搁回盘子里，这才缓缓睁开双眼。他似乎才知道自己请的客人已经来到了船中，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很奇妙的笑意，唇角微微一翘，绽出一丝有些羞涩的笑容。范闲心头一动，那种熟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二皇子静静看着站在身前的范闲，忽然开口问道：既然来了，为何不坐？世子李洪成此时坐在旁边，微笑饮着茶，没有帮范闲说什么话。范闲也是回以温和一笑，对二皇子抱拳行了一礼。皇子在上，不行礼，不敢坐。二皇子微笑看着范闲，说道：我不曾迎你，你也不用敬我。范闲笑道：二殿下不用迎臣，臣须敬殿下。二皇子笑着摇摇头，将沾了些葡萄剂水的右手随意在自己的青色绸衫上擦了擦，说道：这船上只有我与洪成两兄弟，再加你一个妹夫，哪里有殿下臣子的？范闲呵呵一笑，拱了拱手，也不再多说什么，自去世子李洪成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既然这位二殿下喜欢玩明示感觉，自己虽然不擅长，但是坐轿子总是会的。其实两人先前这几句对话并没有什么太深的意思，但范闲感觉还是很奇妙，因为二皇子说话的语速特别的缓慢，而且每次开口的节奏总是比一般人要慢半拍，所以对话之时总感觉对方说话有些突然的感觉。而且范闲更觉有趣的是，自己越看这位二皇子越是熟悉，但又不知道这种熟悉感是从何而来。他很肯定不是因为玩的关系。这花坊是我出钱造的，你看如何？二皇子似乎有些热切于知道范闲对于这座花坊的感觉。范闲苦笑一下，这才放眼打量一下船中布置，发现不论格局还是脚里的青盆，亦或是斜向里挂着的书画，这花坊真不像是座花坊，倒像是个书房，不由摇头笑道：殿下这花坊清静得很，和花字不合呀。二皇子浅浅一笑，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清静好。范闲忽然觉得这种对话实在有些无聊和艰难，正准备将求助的眼光投向相熟的李洪成，就已然听着靖王世子的话适时响了起来。我说，你们两个人能不能不要说话这么累？李洪成笑着打着岔。二皇子呵呵一笑，对范闲说道：瞧见没？不要以为我们这些皇族子弟都是些无趣的人。再说了，你如今已经和我儿成婚，也算是一家人，今后得多走动走动才是。李洪成抢在范闲之前取笑道：我们那王府就算了，你可是堂堂二皇子，走动起来也是会出危险的。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数月前范闲赴二皇子宴请路上，在牛栏街被北齐刺客刺杀之事。三人互视一眼，想到数月前数月后这种种过往，不免均生起了一些莫名之感，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声一毕，那件事情大约也就算接过了。范闲苦笑着说道：二殿下虽然摆的不是鸿门宴，但要吃饭却要冒这大危险，确实可怕。二皇子与李洪成听着鸿门宴三字，不免微微一怔，脸上却掩饰得极好。他们自然没有听过这个典故，但碍于自身尊贵身份，自然也不好出言相询。二皇子微微一笑，说道：别叫殿下了，你就跟着婉儿叫我二哥吧。范闲面色不变，心里却感觉有些麻烦，这关系要拉得太近，似乎总有些问题。似乎猜到他在担心什么，二皇子双手垂在自己的膝前，依然半蹲着笑道：凡事不用太过谨慎，婉儿是宫里的宝，你要记着，你如今多了一个大哥，还在西边骑马玩，我这个二哥依然躲在翰林院里编书，至于太子三哥，你更要多亲近才是多些亲戚，难道就让你如此烦恼？范闲笑了笑，心想这些皇家亲戚当然都是大麻烦的根源，应道：这是我的福分，只是不称殿下，确实感觉有些失礼。二皇子苦笑道：回家问问婉儿，他是怎么叫我的。寒暄毕，宴席开，桌上尽是一些时令鲜蔬和精巧小菜，范闲吃的倒是极开心。他早已拟定了方略，所以熟悉了之后便已经将心神放开。席上三人随意聊些京中人物往事，前闲一坐，倒也相谈甚欢。这位二皇子果然深受舒贵妃影响，对于文学之道深有研究，与范闲一唱一和，颇为相得。李洪成在旁却说些脂粉间的妙文，少不得还要提一提司南伯范建大人当年的辉煌战绩。男人间的话题一起，二皇子虽然和范闲不便搭话，但气氛却成功的活络了起来。范闲却是一味藏拙，只是讲些儋州故事和沿途见闻罢了。一席饭毕，
二皇子与范闲各有所得，微笑告别。二皇子也不相送，依然蹲在那个椅子上。这大半晌的时光，他竟然是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未动。他看着范闲与李洪成的身影消失在花坊门口，才轻声叹了口气：“殿下看这位小范大人如何？”二皇子亲属的门徒公进询问道。二皇子微微一笑，说道：“这位妹夫太过小心谨慎了，哪有半点庆国人骨子里数十年间养成的骄傲狂纵？说实话，真怀疑那次殿上夜宴发痴狂的小范，是不是我今天见着的这人？”说完这句话，他又习惯性地低下了头，手伸到一旁去摸那串青葡萄。门徒一见便知道二殿下又在思考一些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不敢打扰，赶紧悄无声息地退出门去。许久之后，二皇子缓缓抬起头来，双眼里一阵迷惘。其实他哪里在想什么国家大事，只是还在思考范闲最开始说的鸿门宴。他自小跟着母亲诵读经典，但依然没有记起来这鸿门宴是个什么典故。妹夫果然学识广博啊，看来得回去查书去。二皇子百齿一并，将嘴里噙着的青葡萄咬碎了，汁液酸甜无比。注一，原曲卢志之《沉醉东风》。范闲骑在马上，屁股被硌得有些不舒服，微笑想着先前那位二殿下，心中那股熟悉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他自然清楚，这第一次见面正是所谓交浅言不能深时，至于什么内裤之类的事情提也不需提去，只是见个面罢了。他拨去迎面那只嫩青河柳，问着身边的李洪成：“今儿二殿下就是想见见我？”李洪成笑答道：“他是你的仰慕者，恰巧你又娶了陈郡主，所以他借着看妹夫的名义，想看看一代诗仙究竟是什么模样。”范闲一怔，哪里想到竟是这么个由头，连连苦笑摇头，半晌之后忽然叹息道：“为何我看这位二殿下总是很眼熟？”李洪成与他相交数月，早知道他骨子里强硬，表面上温和，但除了偶尔发疯之外，倒是勉力保持着沉稳的模样。此时见他有些失神，不由纳闷道：“你应是没有与他见过面才对。”范闲苦笑着摇了摇头，心想二皇子虽然生得清秀，但是毕竟不是林妹妹，自己也不好龙阳那口，怎么对对方如此念念不忘，不由微羞笑了出来。此时李洪成正好奇看着他，见他抿唇一笑，忽然间怔住了，呆呆望了半腰，才喃喃应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觉着看二殿下眼熟了。”范闲睁大眼睛好奇问道：“为什么？”李洪成做出习惯呕吐的表情：“因为你们两个有时候都喜欢像娘们儿一样羞答答的笑。”范闲一愣，赶紧敛了唇角笑容，苦脸说道：“就这样。”李洪成看着范闲清美的脸，忽然间一阵恶寒，说道：“你们两个人身上的气质也有些相像，确实很像娘们儿。”扯淡！范闲哭笑不得，旋即心中一动，也许那位二殿下真的与自己在某些方面很相像吧。他摇摇头，赶走某庄盘在他心头的惊天疑问，再次微微一笑，再恶心了柿子一把，才一挥马鞭，催马往京城里奔去。一路沿河而行，马行急速，春风扑面而来，河畔的青青杨柳也扑面而来。范闲懒得去躲，自将霸道真气运到脸上，全冲个厚脸皮，将那些杨柳震开，纵马快活。不一时，他便将柿子与侍卫甩开了一段距离，马儿有些累，渐渐缓了下来。范闲坐在马上，下意识扭头往水面望去，只见自己已经绕了一段路，来到了花坊很集中的地方。远处有一座花坊已经蒙灰，很颓凉地靠在岸边，与河中的鲛人恩客劫采祭船一比，更显凄惨。范闲微微眯了眯眼睛，猜到那一定是思陵妇人的花坊。这艘花坊上曾经有京都里最红的女子，也是京都最红火的所在，如今却已经成了这个模样。看到眼前一幕，他不由想起了那位如今还在监察院大牢里凄苦度日的司礼里。待春闱之后，庆国朝廷就会放司礼里回北齐，而自己居然也凑巧是这次的主办人，不知道再次见面时会是哪般模样。当初在大牢里用迷药、用言语、用心理攻势，才从那个女子嘴里榨出了刺杀自己的幕后主使是吴伯安，而自己当初曾经答应过放了他，还曾经发了个缉毒的誓。本来范闲事后根本不准备认账，没想到后来事情竟然会转变成这种模样。他的唇角微微一颤，又如李洪成所说的那般，极温柔地笑了起来，心道也算自己应诺吧。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李洪成也甩开侍卫，单骑跟了过来。两匹马同时停在了水畔，静静望着湖里的太平盛景，偶尔一瞥那处衰败的所在。一会儿之后，李洪成轻声说道：“你打郭宝坤的那天夜里，就是在那个花坊上和我喝酒。”范闲笑了笑，说道：“我们还在那个花坊上过了一夜。”怎么？李洪成看了他一眼，说道：“不会现在又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吧？你如今身份与我不同，不说还在牢里的司礼里，就说这水上的诸多可人儿，你如果像我一样夜夜欢愉，只怕第二天宫里就会派大内侍卫把你打一顿。”范闲苦笑应道：“我哪有这些心思，只是看着那座花坊偶有所感。吴伯安并不是你岳父的人。”李洪成以为他并不知道这些秘辛，
所以小声提醒道：“我知道，对方是长公主的人。”范闲轻声应道：“不过既然长公主不在京里了，我自然懒得去想这些问题。不要忘记，长公主与皇后的关系极好，最得太后宠爱，而且这些年太子一直很信服她。”李鸿成静静看了他一眼，似乎想用这些话来表明某些东西。范闲微笑道：“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二皇子与我初见，有些话自然是不方便说的。我既然甩开了侍卫，就是想和你私下说说。”两匹马缓缓地向前行走着，马首之间偶尔会磨蹭一下，表示亲热。李鸿成拨开面前的青青柳枝，轻声说道：“你从北齐回来之后，大概就会掌管内库，不论是东宫还是二皇子都需要你。我想你自己也很明白这一点。”范闲微笑无语，听着对方继续说话：“东宫虽然现在向你示好，但那是因为长公主离京的缘故。我虽然不清楚为什么长公主会这样讨厌你，但我知道，在东宫的心目中，1000个你的分量也抵不上长公主的一句话，所以你不能信任东宫。”李鸿成很严肃地说道：“你我两家世交，我与你也算是朋友，所以要提醒你，如果真要倒下来的话，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倒向那边。”他指着洞对岸一处独山，那山背后被一道树林断开，正构成了一个2字。真巧。范闲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苦笑着摇摇头。排队本来就是个很愚蠢的事情，鸿成，我劝你也不要太早站队。不是巧，那就是二殿下的别院。李鸿成微笑道：“你的说法与父亲很相像，但是人世间总是有许多事情要做的。”范闲不认同地摇摇头。今日见着二皇子之后，就感觉很奇妙，这样一个水晶般的人儿，为什么却不肯像晋王一样做个安分王爷？李鸿成听他说到自己的父王，双眼渐渐冰冷起来，驻日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笑容也消失不见了，淡淡道：“天子之家并无私事，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开的。你应该记得先帝，也就是我的祖父，当年是如何登上帝位的。2位亲王在同一天内惨遭刺杀，当时京都的血雨腥风何其腥臭。若你能回到过去，是不是也要问下那2人为何不让？”范闲心头一寒，勉强一笑，掩饰内心情绪，说道：“当时开国不久，与当前太平景象又不一样，若二皇子肯让一让，东宫也不见得会如何。你看晋王天天在府里种花种草，不也是很快乐吗？二皇子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文学之道，为何不能学学你父亲？你见过陛下，也见过长公主，我父王排行第2，但你看他的容貌却已经是个老头子了。”李鸿成似笑非笑说道：“退让真的会有好结果吗？我父王心中总有一股悲怨之气，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想来还不是天子家的这些破落事。其实晋王世子真的猜错了晋王如今甘做花农的真实原因。”范闲皱眉道：“可是你不该跟着二皇子这么紧，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最没有可能的一个人。”其实以他与李鸿成的交情，此时这番话已经显得过于深切直白了。李鸿成听了之后微微一怔，旋即微笑浮上面庞，知道范闲是真正把自己当做了朋友，轻声感动应道：“如果父母拿了些甜点摆在孩子们的面前，我们必须首先表明自己想要去吃，那么待会儿父母分配食物的时候才会首先想起你来。”范闲微笑道：“二皇子等于一直是在表明态度。”不错。李鸿成的眼光离开范闲的脸庞，隔着流金河对面的小山，看着极远处天空下隐约可见的苍山之脉，轻声说道：“先帝是幸运的，因为只有一个儿子，陛下也算幸运，因为他只有3个儿子，但是等到大殿下回来之后，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二殿下必须先表明自己的态度，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我仍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他？”“很简单的原因。”李鸿成微笑说道：“我看他顺眼一些。”范闲挑挑眉头，知道这话或许真假在3七之数，不可全信，只是目光看着这位晋王世子温和的笑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不是一个奢求独善其身的高洁之徒，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躲不过去的，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本没有想着去躲。男儿在世，快活2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东西。入城之前，李鸿成很自然地说要去某某楼中坐坐，范闲自然懒得相陪，举手告别。便在告别之时，这位爱好花花事业的世子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话：“今日二皇子要抢先见你，是因为会试之后，大概你逃不出太子的请了。”范闲微微一凛，听出对方的话中透露出的一丝信息，后日大比，自己虽然资历不足以平卷，但肯定会在太学与礼部2处守着。晚间，范闲回到了自己的院落之中，与婉儿略谈了一下白天与二皇子的会面，便又迎来了意料之中的另一位客人来客是辛奇物，太子东宫近人。入座看茶，看着手中的纸条子上的那些姓名，范闲微微一笑，知道太子要做什么，却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来找自己。为什么给我看这个？范闲拿着手里的纸条子，苦笑摇头道：“少卿大人，会试的事情，下官是根本插不了手的。”
数月之前，在与北齐的谈判过程中，这二位一是正使，一是副使，配合的倒是极为默契，而且性格上也没有太抵触的地方。加上前些天两个人醉了一次，如今自然熟络了些。辛弃务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轻声解释道：“你应该清楚这些人名是什么。”范闲当然清楚，后天就是会试开考之日，在这个节骨眼上，各府里都像小媳妇儿与马夫一般，不停地暗通着款曲，后门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据说礼部大老郭攸之不厌其烦，又不敢得罪太多王公贵族，所以干脆请了旨，躲进了宫里。另外4名统考和提调也是已经将礼部太学当做了自己的府邸，根本不敢回府。但是依东宫的能量，如果太子想在此次科举之中提拔一些自己想培养的年轻人才，应该有的是法子。单说那位会试总裁官郭攸之，人人都知道那是位坚定的东宫支持者，随便递句话去应该就不会有问题。怎么会找到自己来了？似乎察觉到他的疑惑，辛弃务微笑着摇摇头说道：“小范大人才气纵横，世人皆叹，但看来对于京中的诸多规矩却是不大了然。本朝一应科举规矩都是依着前朝惯例来的，改动并不太大。为防止舞弊，应试学生们的卷子都要重新抄写，防止笔记被人认出来。最关键的却是胡名这个步骤。”辛弃务继续说道：“纸上这6个人名都是我亲自见过的人。”他微笑说道：“有才之人。”范闲向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但当辛弃务走后，他安静地坐在书房中，看着手中那张纸条时，依然有些隐隐的愤怒。后天就是会试的正日子，而他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除了总裁、门师、提调之外，会试诸官之中，自己还担任着一个很麻烦很重要的角色。先前的谈话之中，辛弃务告诉他，朝廷已经下旨令太学五品奉正范闲担任此次会试的居中郎。居中郎这个有些古怪的职位，其实就是全权负责此次会试秩序的官员，手中握有相当的实权。更关键的是，当夜里封卷之后，在改卷之前的漫漫长夜里，在礼部官员和太学教者重新抄卷之前，胡名的事宜是由居中郎一手负责的。但凡想在这次会试里玩些小手段的人们，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胡名的环节。就算那些学子深厚的背景已经买通了礼部官员，甚至是作诗考官，但如果胡名时不先做手脚，批阅试卷的考官也无从下手。本来这么些年的科举过去，这些舞弊营私的买卖，庆国官员们早就已经做成了熟练工种，各方势力的分配也有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定式。但是由于此次是声名大盛的范闲，很莫名其妙地坐到了居中郎的位置上，所以朝中各方不免有些拿不准，谁也不知道这位小范诗仙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所以太子才会毫不避嫌地让辛弃务事先来范府，他认为范闲应该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思。而且这些日子里，太子认为东宫也给了范闲足够的恩赏，也该是范闲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了。范闲又看了一眼纸条上的6个人名，笑了笑，将纸条毁成粉末，然后缓缓走回自己的卧室，心里对于那位二皇子凭空多出了一丝感激。如果二皇子也来这么一手，自己夹在中间真是很难处理。但他依然有些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林婉儿坐在桌旁微笑望着他，然后轻轻扣了扣桌子，他的手指边上几张洁白的纸看上去干净的令人发寒。范闲叹息一声，一拍额头说道：“不要告诉我，那上面写的是人名。”林婉儿嘻嘻一笑，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走到他身边，挽着他的胳膊，赞扬道：“相公果然是个聪明人。”范闲苦笑道：“本来以为去北齐之前，我们可以在京都里好好休养生息，谁知道……”他终于忍不住低声咒骂了起来：“是谁让我当这个居中郎的？我父亲，你父亲！”林婉儿苦兮兮地望着他，虽然这个职司及不上提调，但未在要害。按往年里的惯例，这一波的学生会试之后入朝为官，将来见着你的面也要喊一声老师，实在是个狠。范闲没好气道：“咱们那2个不怎么亲的爹，是不是有些太热心了？我才17，难道以后在朝上让一波中年翰林迂腐学士见着我行礼？”林婉儿愁云一扫而空，笑嘻嘻说道：“如今你在京里名声太盛，这次甚至有人推举你出任作师，如果不是年纪太小被宫里驳了回来，你可能成为数百年间这世上最年轻的会试作师。”范闲说道：“不是什么好事，现在很后悔殿上发酒疯那段。不过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后悔药可以吃。”他将妻子递过来的纸条细细看了看，发现上面的人名有些还比较熟悉，都是京中比较出名的学子，有些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人，确实有些才学。看到这里，范闲的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些。既然我是居中郎，他们还这么明目张胆的来府里。范闲叹息道：“这纸条子就是他们舞弊的罪证，送到我手上，他们的胆子未免太大了些。都是老规矩了。”林婉儿久居宫中，自然知道这些事情，解释道：“往年的居中郎虽属要冲，但是职功太低，所以各方都不怎么看重。反正如果宫中哪位想栽培自己几个心腹，那位居中郎只好装看不见，哪里敢多话。只是今年轮到相公担任这个职司，那些人忌惮你的手段背景，却不了解你的性情，
所以才会像对待总裁官一般，提前来向你打声招呼，表示礼貌，也表示尊敬。当然，那些自认巴结不上你的官员，当然还是会以老力去走做事的门路，不敢来骚扰你。如此看来，我只要依往年规矩做就好了。范闲微微皱眉，他是真的没有想到庆国的官场已经败坏到如此地步，一想到那些在郊外书署里辛苦度日的学生，心里不免还有些不舒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林婉儿不是寻常人，轻声说道：即便这些人的面子一个不卖，谁还敢把相公你怎么着？范闲苦笑，心想您是郡主，当然谁都不怕，虽然自己身后的背景也是不小，但是您那太子哥哥却是要借此事看自己表态。他转而问道：这些人名是谁送来的？纸条其实只有3张，没有他想象的多。林婉儿有些不好意思的羞羞一笑道：其实都算是我惹出来的事儿。范闲意道：怎么讲？林婉儿应道：今天入了趟宫，去宁才人宫里坐了坐。你知道我小时候向来在他身边玩大的，这是一桩。他接着愁眉不展说道：至于其他的2张纸条，一张是父亲派袁先生送来的，另一张却是枢密院的老秦大人送来的。范闲摇摇头，宁才人代表的自然是那位依然远在西方戍边的大皇子。宰相大人既然将自己送到居中郎的位置上，断然没有不利用自家女婿的道理。倒是那位枢密院的老秦大人，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知道是3朝元老，军方的超级实权人物，不老老实实栽培几个将领，怎么也来文臣科举里插一脚？算了，都是小事。既然举国皆是乌鸦，我自然也不会去冒充丹顶鹤。范闲淡淡说道，将这些纸条全数毁了，轻轻揽着妻子的双肩往前府走去。2月初9，大比之日，庆国的读书人要将10年寒窗所学尽数卖于帝王家，至于帝王家买是不买，就看这几场考试。那些穿着长衫的读书人像游动的鱼儿一般，或惶然或兴奋地往大事的地点礼部2雅考院里走去，看上去就像是奋不顾身的在往一个狭小的鱼篓里钻。范闲头晚已与总裁官郭尚书2位作诗，2位提调见过面了。诸臣有些紧张地安排妥当议因程序，第2日便分别行使职司。一把太师椅搁在大门之侧，身旁是衙门差役，还有监察院暗例派来的官员。范闲安安稳稳地坐在众人中间的太师椅上，冷眼看着这些学生在自己的面前走过。学生行过他的面前，不论老幼，都是恭敬行礼。认识范闲的人，敬的是他的声名；不认识范闲的人，敬的是他的位置。在门口，范闲身边的虎狼之力早已拉开了布幔，开始挨次搜身，严防学生夹带违禁之物入内。范闲啜了一口茶，看着这些扛着被入马桶吃食，像极了村里长工般的苦命学生们，不由摇了摇头。忽然看见一个被检查完后的学生正准备入院，一翻白眼，喊道：等等！院外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无数道目光有些畏怯地投向了小范大人，不知道那位学生有些什么问题。范闲看了那个扛着一团烂被褥的学生2眼，忽然问道：查过了吗？礼部吏员与监察院官员同时报道：已查过了，并无异样。那位学生抬头挺胸看着这位年轻的范大人，面色平静，并无一丝慌乱。范闲微微皱眉，再问道：脱了衣服查的？是，大人。他身边的官员看见院门口堵的人越来越多，不免有些着急。再过半个时辰，宫中的谕令就要来了，如果以这个速度，生员们极难完全放进去。正此时，范闲忽然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走到那位一脸平静的学生旁边，打量了他2眼，忽然笑了起来，附到他耳边说道：你的衣服有问题。他说话的声音极小，所以只有那位学生听到了。那位学生在2月初的陡寒天气里，竟然额上冒了些汗出来。这位学生姓杨，名万里，全然不知道这位以诗才名噪天下的小范大人是如何发现自己的秘密，在范闲静静的目光下，不免有些要崩溃的倾向。范闲忽然微笑说道：你进去吧，如果此事说穿了，你10年功夫白费。但是记住，这2日考验之中，你不要让我发现你用了你的衣服。杨万里惊喜交加，后怕难止，哭丧着脸说道：谢大人成全。生怕这位2只眼睛像老鹰一样的年轻居中郎再次反悔，把破烂的被褥一扛，掩面就冲进了考院之中，心里拿定主意，这2日里断然不能将身上衣服拆开去看里面的夹层。紧接着，范闲又警告了几个妄图想夹带小抄入考院的穷学生。渐渐的，围在他身边的吏员们也明白了怎么回事，虽然很是惊讶于小范大人的眼力与判断，但也有些隐隐着急，时间上怕有些来不及。范闲却似乎头一次做官做出了感觉，微笑着一一审视着入院的学子们，很仔细的一个也不放过，扒掉了许多双鞋，许多顶帽子，许多之后藏纸团的毛笔，在考院的门口堆成了一座小山。到此时，那些排着队的学生们才知道，今年这位居中郎竟然是位杀气十足的厉害人物，不像人们想象中的诗仙闲慢，不会怎么理会自己助人的舞弊之事，于是赶紧退了出去，将身上夹带的东西扔到考院背后的阴沟里。今日监察院领头的是范闲的熟人，
那位目前暂在一处部分执司的穆铁穆大人。他听着手下的汇报，赶紧到了这边，见着范闲二话不说就是一个大礼拜了下去，有些为难说道：“大人，时辰不早了，得快些。”旁边的礼部吏员与监察院中人看见他对范闲如此恭敬，不免吓了一跳，心想监察院的人居然会对一位文臣如此客气。此时才想到范闲身后的背景，一位宰相，一位尚书，一位郡主，于是再不敢多嘴，只是静静聆听范闲的回话。范闲摸出舶来的怀表看了看，发现时间确实不早了，这才摇摇头，停止了这次有趣的游戏，站起身边，朗声对考院门口的数百名学生说道：“本官范闲，想来诸位也是听过，先前大家见着了，未免耽搁会试正时，今日便不脱衣搜身。”众生员大喜。范闲微笑看了四周一道，说道：“你们自己把身上夹带的东西扔进这竹筐里，一概不救。如果这2日考试之中被本官发现了，当心我让人把你扒光了，扔在皇城前面，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们的斯文是何等模样。”众生员大惧，这才知道诗仙小范大人的微笑里原来蕴藏着沁骨的杀气。于是众人各自老实鱼贯而入。至于还有没有那一等想要冒险的学生，那是日后之事。这一放行，速度顿时快了不少。不一会儿时间，考院门口就马上恢复清静，只留下满地臭鞋，无数纸屑，看上去倒有些凄惶。礼部的吏员赶紧安排人手打扫去，以迎接宫里开考的旨意，还要布置香案名炮，一时间忙了个不亦乐乎。众人一边忙碌着，一边想着这位小范大人行事果然与一般庆国官员大不相同，若不理会那些夹带之事便罢了，哪有像今天这种查出来了依然放行让学生进去考试的道理。这事儿若摊在别的考官身上，只怕御史台那边又是好一阵扰扰。但谁也知道范闲既然敢这么做，当然是不怕这些事情。范闲坐在太师椅上，微笑看着众人忙碌着，一边与身边的穆铁搭着话。穆铁如今的职位早起来了，一直以为是拜范闲所赐，所以显得对范大人格外亲热，说道：“范大人辛苦了，待会儿旨意一到，炮响开考后，大人敬请回院中休息。这一应看房之事，自然交由下官处理。”范闲笑着看了他一眼，说道：“职司所在，待会儿还要在考场里转悠，哪里有闲工夫？大人头一次领这个差事，所以不知道，其实入了考场便不用太过操心。”穆铁以为这位年轻的权贵不清楚会试的潜规则，陪笑说道。范闲忽然转而低声问道：“这次去北齐，穆大人去不去？”穆铁一愣，对于他的转化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下意识里回答道：“院里还在安排，不过应该是四叔那边的事务，我可能插不上手。”他忽然眼睛一转，想到这位小范大人会写诗却不爱写诗，偏生喜欢做些小生意，以为自己猜到了什么，笑着说道：“范大人是不是准备在北边进什么货？那个我可以帮助安排一下。”范闲哈哈一笑道：“没事没事，只是随口问问。”旁边有下属端上茶来，范闲向穆铁让了一让。穆铁好奇问道：“范大人，看来今天心情不错。”范闲唇角微翘，瞳子里闪过一丝莫名的神情，似笑非笑，不知道想起了什么事情，半晌后才轻声说道：“其实我一向以为读书而不用考试，乃是人生最大乐趣。入京之后，我最怕的便是会试，没料到1年时辰，我竟然成了居中郎，能读书而不用考试，更能轻松无比地看着读书的同仁们辛苦考试。原来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圣旨至，春炮鸣，香案撤，院门闭，1年1度的庆国春闱会试正式拉开了帷幕。范闲听着考院的重重木门在身后缓缓合上，心里一阵恍然。前世之时的高考，自己也没有参加过，当时以为是人生最大的缺憾。今世之时，这会试自己又无法参与，虽说轻松，但心中也是由自有些小遗憾。拜见大人。入了大堂，春初寒风从门口处涌了起来。范闲向坐在正中的礼部尚书郭攸之行了一礼，说到：“院门已闭，吴大人手令，不得再开。”此时院中各路郡州县的学子已经拿到了试卷，开始做题了。负责送吃食用水入内的角门处，由监察院穆大人及礼部大人们共同把守，应该无虞。郭攸之看着下方的这位年轻五品官员，看着他那张清俊的面容，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旋即满脸微笑道：“小范大人辛苦了。”接着对身边2位作诗吩咐道：“依往年规矩，1个时辰之后，你们下场巡视一番。”这2位当年春闱的作诗，一位是太学正，一位是同文阁的大学士，都是陛下钦点。听着郭尚书发话，点头应道：“听大人安排。”郭攸之又转向范闲说道：“小范大人，你的职司是考场秩序，协助2位提调，不定时巡场，还要留神角门处动静，随时准备接旨。”这位礼部尚书叹了口气，对天抱拳一礼道：“春闱之事，为国则良才，不可不慎，诸位大人各自用心些吧。”随着郭尚书的发话，考院之中的各色官员们都各归其职，一股严肃而紧张的气氛悄然无息地弥漫在考院中的每个角落里。所有人都知道，当今皇帝陛下在数次北伐之后，
已经将治国的重心转移到了文治之上，所以对于每年一次的考试显得格外重视，甚至前些年还曾经有过微服视察的先例，所以谁也不敢大意。而且此次春闱对于那些正埋案俯首几笔的学生们来说，更是人生中最紧要的一个关头，若能顺利通过，那便是跃上了龙门；若是不行，只能黯然回乡，准备来年的乡试一折一返。不知会消磨掉多少人的青春年华。更有那等倨傲之辈，一旦落地之后，竟是缠绵居于京中不肯归乡，颓败者有之，浪荡者有之，更多的消失的无影无踪。此乃国之大典，此乃世子之生死场。范闲站在石阶之上，闭目听着考院里四面八方响起的沙沙之声，想到太子朱人递来的纸条，唇角浮起一丝诡异的微笑。日头渐渐地升了起来，驱散了考院里的寒意。那些紧张的学子们终于有机会可以暖一暖自己的身子。他们不停地搓着手，以保证落在纸上的笔记不会显得过于生硬。这试卷书法也是评分标准之一，所以虽然已经开考良久，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在打腹稿，并没有急于动笔。看来这考院里的士子们，大多数都是曾经有过痛苦经历的可怜人。范闲满脸微笑地在考场里行走着，脚步尽量不发出一丝声音，以免打扰了这些学生们的。说来也奇怪，学生们破题之时，往往最是害怕考官在自己身边经过，或是打量自己的试卷。但当这些学生们发现站在自己身边驻足观看的，竟然是考院门口那位赫赫大名的小范大人时，每个人却不免生出些许自信来。因为范闲不像那两位作诗和题调一般满脸肃然，反是挂着如淡淡阳光般的笑意，所以但凡敢抬头看范闲脸的学生，总是会觉得小范大人脸上的笑容是在鼓励自己。在考院的每一处走了一遭，范闲回到了角门处，穆铁早就已经泡好茶等着了，看着他坐到椅子上，才压低声音笑道：“挺闷的，范大人选在这歇脚，倒是最合适。角门这里要与外界交通，所以倒不怎么难受。”范闲一笑，心想自己如果真回正厅与郭尚书坐在一起，只怕对方不高兴，自己也会不舒服。一边饮着茶，他一边却想起了一桩很蹊跷的事情。太子那边给的名单只有6人，但却没有贺宗纬的名字。他入京之后便知道贺宗纬是大学士的学生，而且是东宫前臣，按理讲今朝应该是要参加春闱的。他暂且将这事放下，将目光隔着数众小门又投向考院的最里处，心里生出了一丝荒谬之感。自己只不过是借着酒疯演了下李太白，出了本诗集，居然就能坐在这里监考，这人生果然是很不公平的事情。那些犹在奋笔的学生们，如果知道堂堂会试的结果早已经被朝中宫中的那些大人物像分西瓜一样的分好了，他们的心里会有怎样的想法？时间似乎过得极慢，范闲已经快要在角门的椅杆上睡着了，才发现日头刚刚移到了正中。相关衙门已经派人送了中饭过来，角门自然有人接着，细细查验过时句之后，发现并无异常，才将其中6份试盘抬到了中厅。范闲去了中厅，与那几位大人一面用着午饭，一面听他们讲上午的情况。东南角那里被提调大人逮了个舞弊的学生，提调摇头叹气道：“见过舞弊的学生，没见过这么舞弊的学生，居然堂而皇之将整本破题册放在书案下面抄，以为四周有隔幕就不会有人发现，哪里知道四处巡视的官员眼睛是尖的。”此次春闱总裁礼部尚书郭攸之忽然皱眉道：“这书是怎么带进来的？”范闲知道这是自己的失误，微笑应道：“先前检查太慢，监察院那边的官员催了一下，所以下官有些着急，怕误了圣上定的时辰，所以出了纰漏，请大人恕罪。”他这话请了罪，却将责任推了一半到监察院方面，倒是油滑。郭攸之看了他一眼，了一声，倒没有难为他，毕竟这种小势力朝历代的科举都无法杜绝，也不能以此来攻击范闲，只是和声说道：“小范大人出力此事经验不足，你们几位大人要多帮一些。”范闲笑着向四周的几位大人拱手一礼，尤其是对着自己的直属上司太学正说道：“学正大人，下官才疏学浅，请多多看护。”太学正便是那日殿上受陛下眼神所指的书大学士，他本是庄默涵的学生，但是毕竟深以自己是庆国人为荣，所以倒不怎么记恨殿前范闲将庄默涵激得吐血一事，反是呵呵指着范闲笑道：“奉正大人，若你才疏学浅，这庆国上下哪有人敢自称有才？”另一位作诗和题调也纷纷笑着附和，拿范闲打趣：“堂堂庆国第一才子，若非学识惊人，小范大人此时应该在场中奋笔疾书，饿了啃2个干馍，哪里能坐在此处用饭？”这话一说，连郭攸之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范闲的才学究竟如何？范闲自己是没有丝毫信心，但看来不论是在京都官场，还是在庆国天下，众人对范闲的信心倒是比他自己还要强烈许多。考院里的学生们依然在紧张恐惧地做着试卷，天时也渐渐地暗了下来。范闲在场中走了几圈，看了众人试卷，还真发现了几个有真才实学之人，不免多驻足看了看。虽然他在儋州时也曾经通读这个世界的经书，但毕竟没有想过经科举入仕途，所以真要做起这等文章来，怕是还不如大多数人。但毕竟两世为人，
夸张点说也是博览群书之徒，眼光还是有的。他暗中将那几个人的名字记下，然后走到角门处，假意打呵欠，一偏头，发现穆铁已经是半躺在椅上，快要睡着了。他不由失笑，心想这个穆铁也是个妙人，做事的能力自然是有的，不然陈萍萍也不会让他代掌一处部分权力，只是做人的本事就差了些，也许是刚刚开始学习拍马屁这种事情，每次看见范闲就无比恭敬，无来由的让范闲有些不自在。大人，角门开不得。看见居中郎范闲走到角门旁一个偏僻处，一位监察院官员面露为难之色，上前拦住，说道：除了送饭送水，角门必须一直关闭，本官知道这规矩。范闲笑了笑说道：只是想随便走走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这话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不合体统。堂堂国朝大典，煌煌春闱之事，身为考官的范闲却想在考院里寻些好玩的东西。但是很奇怪的是，那位监察院官员听着这句话后却是微微一笑，应道：院子里好玩的东西挺多，大人以后常来。范闲平静了下来，看着这位官员普通的脸庞，忽然开口说道：我要找的就是你。不错，提司大人。那位官员低头道。范闲看着他的双眼，知道这位监察院官员官职不高，但肯定是陈萍萍安插在一处的亲信，不由微笑说道：陈大人说了具体的时间没有？春闱之后3日之内。那位官员轻声应道：好，我还有件事情要你帮忙，我需要查几个人的来历。范闲将自己先前记的人名告诉了这位官员，静静说道：不查家世，只查为人如何。是。那位官员轻声道：请提司大人出示令牌。范闲自腰间将那块帮了自己不知道多少次的监察院提司令牌取出，在官员的眼前晃了一晃，然后温言问道：记清楚了吗？官员柔声应道：记清楚了，不过此事下官会上报院长。明白。范闲温和笑道：封卷之前，我要你的回报。是。我需要知道你的名字吗？不用。那位官员轻声说道：下官只是院里一位低层官员，不敢劳烦大人费神记名。太子要在朝廷里安排自己10几年后的人手，大皇子或许也是如此，至于岳父和枢密院那边，则是典型的监官行径了。想到这里，范闲不由苦笑了起来，自己这位老岳丈还真不肯给自己省些事啊。不过他也明白这是官场里的常态，而自己马上要做的事情倒是有些变态。范闲有些唏嘘，心想再过些年，等自己年纪再大些之后，是不是也应该安排些自己的人进入这个像游戏场一样的官场？但眼下他还无法做这些事情，首要的是要与监察院配合好，将此次春闱的事情处理完美，不要给自己留下太多麻烦。在成功的用颜纸将长公主逼出宫后，他一直很平稳地处理着一切。如果不是这次东宫方面拉自己的手段太过霸道，或许他还会依然忍下去。而且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并不怎么冒险，先不论明面上的力量，自己身后的黑暗之中站着一位大宗师，站着一方恐怖的院子，这都是很多人不曾知晓的力量。他相信自己只要不去触动庆国皇室最根本的利益，在这个看似强大实则互相牵制的官场上，自己大有可为之地。既然重生之后要抡圆了活一把，自己就不能过于退让，不然岂不是白瞎了母亲大人留下的这多香喷喷的帮手？那些皇子高官们能做的事情，自己凭什么不能做？自己不但要做，还要做得漂亮。我骨子里真是个很混账的人啊！范闲看着考场里那些辛苦的学生，满脸微笑，心想着：和尚摸的，凭啥自己不能摸？自己不但要摸，还偏不让和尚去摸，胡闹台！陈萍萍咕哝着骂了一句什么，桌旁那几位监察院的头目有些畏惧地看着院长大人发脾气。陈萍萍将膝盖上的毯子扯了下来，咳了2声，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没有一丝美感，说道：院里的规矩很清楚，宫里的事情我们不能插手，除非陛下下旨。四处头目颜若海苦笑摇头道：只是未免可惜了些，以往倒是查过科举舞弊之事，但这种事情都是发生在高门大院之中，我们安插的人手不足，难以找到。线头今次得了这几个人名，顺藤摸瓜，不难将事情背后的官员揪出来，只是想不到竟然会牵连到东宫。监察院内部的说话向来极其大胆辛辣，除了对于皇帝陛下的无上忠心之外，这些密探首领们根本不在乎旁的人。陈萍萍推着轮椅来到窗边，花白的头发与窗上的黑布一映，显得格外分明。她冷冷说道：这位提司大人的命真好，陛下昨夜才决定今年要查科场弊案，他就送了这么份礼物来。颜若海对于那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提司也是极为好奇，不知道对方是如何能拿到那些名单的，轻声应道：早该查了。陈萍萍一挥手，让这些属下自去各府安排，准备数日后的大动作，却将颜若海留了下来。半晌之后才含含说道：知道提司身份的有很多人，所以这件事情根本无法保密，陛下还想给太子留些颜面，所以东宫那边的人我们不要动。那宰相。颜若海忽然间灵光一闪，
猜出了提斯的身份，不免有些震惊无语。陈萍萍眯着眼睛看着他：“你既然知道他是谁，当然知道他的岳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动的。其实这些人都不能动。”颜若海苦笑道：“除了太子之外，一位是宫中的贵人，一位是宰相，还有一位是枢密院的元老。我们院中与军方关系一向良好，总不能为了这些小事把关系撕破了。”陈萍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这3条线都要动，但是都不要追到根上，不然朝野震动，连陛下都无法收场。这些做臣子的啊，或许就是猜到了陛下不可能因为科场弊案而穷治天下官吏，所以这些年才会如此大胆。”他忽然笑了起来，只是那笑容有些阴寒。但他们没有想到，世上还有人的胆子比他们还要大，居然一反手就卖了这么多人。颜若海皱眉道：“范提斯此举大为不妥，一下子得罪这么多贵人，如何收场？他这是把题目交给老夫在做。”陈萍萍的脸色不知道是怒还是狂躁，总之心情不怎么好。他知道老夫不会让他站在风口浪尖上，之所以给这名单过来，就是告诉我他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要我帮着处理。颜若海不敢接话，心里却是更加震惊，那位思南伯的大公子究竟与陈院长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居然敢如此行事？而且看大人的表情，近似真的准备按照他的方略去做。陈萍萍恢复了冷静，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只是笑声未免有些尖锐难听。有意思，果然有些意思。颜若海好奇问道：“范提斯这样做对于他有什么好处？”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些怪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做事的。陈萍萍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脸上流露出一种很少见的尊敬神情。这种神情，颜若海甚至在院长提到陛下时都没有见到过。请大人示下，此次查科场弊案，罪上可到哪级？陈萍萍微微抬头，寒声说道：“陛下觉得郭家把持礼部够久了。明白。一处目前没人，穆铁不够聪明，所以此事由你领头。”是。春闱已经进入了第3轮，范闲拿起温热的湿毛巾擦了擦眼角，发现最近几天确实有些疲乏，眼屎都多了起来，不由苦笑着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再细细去看那些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学生，心想连自己这做考官的都如此辛苦，这些学生只怕更是可怜。今日是春闱会试的最后一天，范闲已经在礼部2衙的考院内待了好几天，虽然家中时常送些醒神的东西和吃食过来，但身体和精神也已经疲乏到了极点。他打了个呵欠，走到那个杨万里的身边，细细去看。这些天里，他发现这个叫杨万里的学生倒是老实得很，夹在衣服里的那些东西还真是一动未动，不免有些高兴。更让他意外的是，这位杨万里竟然胸中颇有才学，几道书论做的虽然不是滴水不漏，见解也不是走的堂而皇之的路线，但胜在切实，不是虚华，倒合了范闲的性子。监察院那位无名官员的回报也来了，这位杨万里家境贫寒，自幼在泉州族学读书，乡试的成绩也是极好，而范闲与他又有接臂之交，所以不免多留神了一些。此时最后一场试题，杨万里已经做完了，正满脸倦容的在看有没有什么纰漏。余光瞥见小范大人又一次来到自己身边，不免有些紧张。虽然是考院之中，范闲自然不可能与考生做交谈，但杨万里折腾了几天之后，神思已然有些恍惚，竟是大着胆子捏了捏自己的衣襟，然后可怜兮兮地看了范闲一眼，似乎是在问这位年轻的考官，当初在考院之外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夹带。范闲忍俊不禁，心想凭你的才学，用得着使这些手段吗？也不方便与他说话，只是将右手食指轻轻点了点杨万里的被褥。杨万里一头雾水，低头望去，只见自己身后那团像黑老枣般的被褥，再看看自己身上虽然数日不洗，却依然透出清贵气的绸缎长衫，心头一动，知道自己的马脚是如何露出来的了。试想哪有一位能穿得起水洗绸长衫的考生，会扛那样一卷黑不拉几的被褥进场？他不由憨憨地笑了一声。范闲微微一笑，心头做了决断，便将双手负在身后往回夺去。时已入夜，考生们渐渐离开了礼部考院，经历数日折磨，众人早已是萎顿不堪，呵欠连天，浑身酸臭，一脸惘然。还剩下一些笔头慢的考生犹在伏案摇笔，又有一些学生却是在灯下合衣睡着，还没有到时间，自然也没有考官去管他。礼部之侧铜驼像中忽然响起一声锣，锣声清脆，似乎要唤醒笼盖在京都上空的夜色。时辰到，各学子注笔。随着一声喝，礼部下属官吏们开始清场，将那些犹自抓着毛笔不放的学生向院外赶去。有位至少有40多岁的考生，头发已经花白了，试卷却还没有做完，哭嚎着死不肯离开自己的书案，结果最后惨被几位监察院的吏员生生架了出去。良久之后，众人似乎还能听到那位考生嘤嘤切切、鬼哭一般的难听声音在礼部考院之外回荡着。范闲叹了一口气，心里却没有什么同情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都是一样的，你能够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其实是全看你自己的努力罢了。并非他是个冷漠无情之人，只是对于他来说，这些学子们的会试结束了，
而他自己的会试却才刚刚开始。春闱结束当夜，便要马上封卷，这是范闲的职司。而总裁官与2位作师2位提调，都是高坐堂中，也不敢离开，全等着范闲领着人完成胡明抄录这2道手续，然后才能封卷画押。明烛大亮，整个礼部2衙里一片繁忙景象，外间是数十位老吏在分割试卷，分类整理。另一个小房间里，则是范闲一面揉着太阳穴，一面看着2位礼部的官员在进行胡明。所有的试卷胡明之前，都要先送到范闲面前过一道。范闲不敢怠慢，细细看着卷子上的名字，与那4张纸条上的名字做着对应。过了许久之后，他已经从里面挑了10数张卷子，不引人注意的搁在了自己的右手边。在他侧方的那2名礼部官员低着头互视一眼，知道那10几张卷子是朝里宫里的大人物打过招呼的。做完了手头上的事情，范闲向那2个人招招手，示意开始胡明。那2位礼部官员不敢怠慢，赶紧开始将试卷上的学子姓名及冠一处用纸张盖住。范闲也不避嫌，细细在旁看着，终于发现了这些庆国的官员们是怎样进行这种事情的。原来但凡是自己挑出来的卷子，在胡明的时候所用的纸条会比一般学生胡明的纸条略微短上一丝。看着礼部官员严肃地在自己挑的试卷上郑重地糊上短纸条，范闲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如果日后郭攸之知道这些试卷并不全是朝中大员所请，有几份却是自己看中的真有才学之人的卷子，比如那个叫杨万里的憨人郭老匹夫，会不会气到吐血？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小手段落在监察院大佬的手里，郭尚书连吐血的机会只怕都没有。胡明时长短相差极少的那一丝纸，若随意看去，绝对看不出什么古怪，但如果是抄录的官员心中有数的话，一定能分辨出来。范闲看着杨万里的卷子被糊上一截短纸后，心情无来由的变得极佳，笑着摇摇头，忍不住开口问道：就算挑出来了，但抄录的时候怎么做记号？他身边的那位官员有些为难的笑了笑，知道这位新进的红人还是不大了解规矩，小意回答道：小范大人，抄录时只要在某些字的笔画上下功夫，那批卷的大人自然就明白了。范闲恍然大悟，赞叹道：这样就算批卷的大人不知道是谁，但只要知道是正确的人就成。是啊，大人。礼部官员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心里却在腹诽这位才名惊天下的年轻人，却连官场中的这些老规矩都不知道。殊不知此时范闲也在肚子里暗骂这些人愚蠢，如果不是庆国官员们太过嚣张，这种漏洞百出的老规矩居然能沿袭这么多年，自己也不可能利用其中漏洞为那些真正的读书人做些事情。当然他也明白，之所以整个官僚权贵机构一直都默认这个方法，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论是不是政敌，都已经默认了这种分西瓜的手段。除了疯子之外，体系内的官员们没有谁敢多生事端。其实东宫和那几位大佬，甚至包括宰相大人，都有别的手段来安排这件事情，但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他。一是因为居中郎主理胡明是环节中重要的一个步骤，另一方面则是除了林宰相外，其他这几方都要看看范闲到底是个什么态度。范闲的态度其实很简单，去你妈的！毕竟不是谁都像范闲一样闲到范闲，毕竟不是谁都像范闲一样有个好爸爸，铁扇公主牛妈妈。一夜忙碌，能够决定无数世子人生的春闱，终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诸多官员揉着发困的双眼，聚在了正厅之中，听着本次春闱的总裁官礼部尚书郭攸之大人训话。一番毫无新意的说辞，为国取材的谎话之后，郭攸之有些困顿地挥手让诸位下层官吏散了，然后和矮望着范闲说道：小范大人这几日也辛苦了。不敢。范闲强打精神笑道：大人不敢言苦，何况下官年轻着。郭攸之微笑道：大家都辛苦。其实此时在场的几位高级官员都明白此次春闱的内情究竟如何，从中捞了好处的不止郭攸之和2位作师，就连范闲都不知道，前几日里早有人将他应得的一份银两送入了范府，那个数目竟是比谭伯书局半年的收入还要可怕一些。接连数日的会试，整个考院之中都弥漫着一股黄白之物的馊臭之味。范闲站在石阶之上，用手捂着鼻子，最后看了一眼黑暗的试院，脸上浮现出一丝很满足的笑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多年了，只知道自己要活下去，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活下去。直到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之后，才发现原来做一个普世意义上的好人，感觉还真的不错。当然，好人不是迂腐的老好人的意思。3部官员已经汇集了试卷，在宫中黄门太监的带领下，在大内侍卫与监察院密探的保护下，一行人穿过京都快要发白的夜空，往太学而去。数日之内，这批胡明抄录后的试卷便会批阅完毕，从而拟定3甲人选，再送御览殿试，从而评出今次的状元、榜眼、探花。范闲离开了这个臭气熏天的考院，院门口早有范府的马车等着了。上马车之后，他接过滕子京递过来的毛巾，胡乱擦了一下脸，有些疲惫问道：父亲对我的做法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滕子京将自己受过伤的大腿挪了一挪，轻声回答道：只是老爷似乎有些不高兴，
总觉得少爷应该提前和宰相大人知会一声，而且此事牵连的范围太广，若真惹得众怒，只怕相爷与老爷都极难回护你。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心想自己后面还有个监察院，更关键的是陈萍萍让王启年传过话，陛下今年准备整顿吏治，自己只是顺势而为罢了。估计陈萍萍表面上此时正在骂自己惹事，心里却是在暗爽，终于有个由头动手。范闲只是给监察院提供一个理由，然后监察院再将这个理由摆在陛下的面前，让那位皇帝下个决断。至于太子宁才人那边，范闲另有安排。先前胡明的时候，不论是东宫还是大皇子的托请人，范闲都择了有才学的几个名字引了起来，稍作保护，也算是给对方一个交代。等事情出来后，范闲想让人们感觉自己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在朝政的哪一方中有所偏向，而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基于某种酸腐的执念，做出了一个高洁且疯狂的决定。后几日京都里风平浪静，既然范闲已经爆了料，监察院方面隐藏在暗中的力量开始配合起来，至少在三甲名单出笼之前，一直没有什么惊悚的消息在官场上传开。而最后定三甲，范闲偷偷塞进去的那些人居然没有被踢出，很明显在太学和礼部里都有陈萍萍那个恐怖老人的眼线，在暗中帮助范闲隐藏。而郭攸之那些高官们，或许是前些年科场舞弊做得太顺手，而且身后又有东宫之类的大主子做靠山，所以关注明显不够，竟是没有看出那么明显的问题来。2月22日，道路两旁春枝渐展，枝上小鸟成欢成对，正是喜气盈盈的春之佳时。地处京都西侧，距太学不远处的客栈里，在等着消息的各地学子们都心慌慌地聚集在楼下，桌上没有摆什么酒菜，因此这些学生们此时根本无心饮食，将心思全放在了打听消息上面。没戏，一位山东路的学生苦笑着摇头道：“估计今次还是没戏。”嘉林兄何出此言？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学生面色微黑，正是那位在考院上与范闲有过目光对视的杨万里。他来自泉州，时常在海边谋生活，与那些出身豪贵、前半生竟在书堂里度过的才子书生大不相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倒是极为放松，从桌上夹了一块老全泡花生吃了，一面嚼着，一面含糊不清说道：“嘉林兄乃是山东路出名的人物，一手策论写得精彩至极，前几日大家看过之后都是赞不绝口。至于小弟本来就不善此道，文字功夫不成，虽然自信若木一线足矣，但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能上榜。”那位程嘉林来自山东路，今次已经是第3次参加会试了。他苦笑着压低声音说道：“这些事情难道你我还不清楚？每科举的人只有那么多，朝中大员们托几个，宫中定几个，太学的取几个学生。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或许在家乡有些名气，但放在这京中又算是什么？就算朝廷想找几个有才之人做陪衬，以堵天下士子之口，也有大把京中名士可选，怎么也轮不到我们头上来。”酒桌之上，另一位读书人面相精瘦，看上去不是有福之人，或许是喝得多了，胸中又有机遇不能发，故而说话极为大胆，冷笑道：“嘉林兄说法不错，我看这科举日后还是不要再考得好，免得你们2人还要浪费这多银钱做路费。什么狗屁会试，不过是朝中高官们给自己挑狗罢了。”程嘉林面色一暗，接着却是微微一句，劝告道：“季长兄声音小些，若让监察院的密探听着，不说你我仕途如何，只怕连身家性命都有问题。”那位季长兄姓侯，也是个极不爱走权贵路子的怪人，虽说在京中保有才名，向来与贺宗会齐名，但就因为他那张利嘴，那个性子，故而一直有些落寞。此时听着有人担心话语，不由哈哈大笑道：“监察院虽然恐怖，但那些密探又怎会瞧得起你我这些小人物？他们如果真的厉害，怎么不去盯盯科场之上的弊案？”杨万里摇摇头道：“监察院虽然口碑一向极差，但在监督吏治之上，确实是极有用处的。”侯继常摆摆手指头道：“官家哪有清白人？若寄望于监察院，岂不是与虎谋皮？”杨万里反驳道：“官也是读书人里选出来的，哪里可能全是坏人？我看一时间他竟是在京都出名的官员中找不到个以清明著称的人物，不免有些讷讷。”半晌后忽然眼睛一亮说道：“我看太学奉郑范闲大人就是个极好的官。”他身旁2位友人自然知道杨万里在依山里夹带被小范大人揪出来的事情，不由齐声取笑道：“原来让你考完便是好官，这好官也真简单了些。”3人又说笑了几句，酒剑上头，不免开始低声骂起朝廷里的弊端，又扯回前面，若监察院真肯彻查弊案的话，这科场风气或许还真有可能好转。正此时，忽听得客栈外一阵喧哗，3人好奇站了起来，听着有士子在外狂喜嘶吼道：“科场弊案发，礼部尚书郭攸之夺职入狱。”轰的一声，春雷在京都的上空炸响，一阵清新春雨洒向客栈内外的学生身上，稀稀疏疏的雨点落在客栈的四周，伴着雨点，时不时还有一道春雷响起，而那些学生们却似乎呆了，傻乎乎地站在客栈内外的细雨中。
这条巷子是外地学子赶经赴考集居之地，故而人数极多。而在先前那声喊后，人群马上陷入了一种很奇怪的沉默之中。许久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向先前喊话的那个学生围了过去。好一阵扰嚷，就像是炸开了一般，七嘴八舌问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侯继长、杨万里三人脸上也露出了激动的神色，却强压着内心的冲动，只是走到了栏边，听着众人的对话。问话的人太多，答话的却只有一个，弄了半天，三人才听明白，原来昨夜监察院一处竟是出动了100多名密探，分作了5路，直接扑向了城南郭府，而有4路却是去了另4处宅子，捉了4名江南来的学子。由于动作极快，所以消息被掩盖了整夜，直到早朝之时，皇帝陛下才淡淡说道，他已经颁旨令监察院详查本次科场弊案。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了某种混乱。此时诸位大臣才知道，为什么礼部尚书郭攸之会没有站在队伍之中。内心深处真正一片平静的，只有宰相大人、户部尚书大人，当然还有那位依然没有上朝的监察院陈萍萍大人。此次监察院的行动极快极准，尤其是抓4名江南士子的队伍，当场搜出了他们与某些官员来往的书信，而在郭府之中更是查抄出来了数目相当惊人的银两。据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这4位江南士子家中均是一方豪强，竟有3家盐商，此次入京赶考，携带了大批金银，走了许多路子，终于投到了郭尚书的门下。郭攸之此时已经入了监察院的大狱，而那4位江南士子也成了可怜兮兮的做下客。监察院4处更是从昨日起就开始令江南分部着手拿人，务求办成铁案。因为名义上这4位江南士子是买通了春闱总裁官郭尚书，但实际上大部分的银钱却是递进了东宫，所以此案的最后背景是太子。当然，这些细节上的事情，自然学生们不会知道一丝一毫，只知道在雨中痛骂郭尚书，竟是连可怜老郭的老母弱子都没有放过。陛下此次彻查科场弊案的决心看来极大，除了礼部之外，至少还有10数位官员因为此事被停职待查。据江湖传言，之所以此次查得如此之快，捉得如此之准，全因为一份黑名单。那名单上面写着此次春闱与朝中官员们勾结的士子名字，监察院由士子着手，反推而所，成效极佳。侯继长有些震惊地从栏边走回酒桌，举起酒杯倾入喉中，似是不觉酒水辛辣，犹自出神说道，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杨万里与程嘉玲2人也没有从这今天的消息里回过神来，下意识问道。侯继长哈哈一笑，重重一拍桌面，说道，没想到监察院出手如此之准，如此之狠，竟能搞到能置朝中贵人于死地的名单。他端起酒壶，给2位朋友杯中倒满，举杯相邀，满脸兴奋道，来，咱们敬监察院一杯。干！杨程2人哪有他话，兴奋地举杯而敬。此时客栈之中全是兴奋的年轻学子在邀人痛饮着。庆国官场积弊已久，虽然谁都知道不可能仅仅靠捉住一位礼部尚书就完全改变这种局面，但正所谓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陛下真的发现了问题，愿意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年轻的有朝气的，甚至可以说是单纯至极的读书人们，都相信庆国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一些。良久之后，酒意渐上胸腹，杨万里迷离着双眼，有些傻傻的笑道，真是痛快，就算此次不忠，但能身逢如此惊天之事发生，也算是痛快了一回。程嘉玲喝得少些，人也最清醒，他对于仕途向来热衷，有些迟疑问道，既然此次科场弊案已经揭开了，此次春闱会不会重考？不会。相反，侯继常在几壶酒下肚之后，清瘦的脸上却显得平静了起来，眸子变得极为清亮，这只是陛下的一次警告，而且此事有过先例，12年前天下初定，春闱也有事变，当年斩了14位礼部官员，但是春闱的成绩依然照常发布，只是那些与官员有染的学生被除名，由后面的补了上来。那咱们岂不是有机会了？杨万里憨憨地笑着，本性纯良的他想，问题很简单，3甲只有这么些名额，等那些走歪门邪道的仁兄被除名，我们的机会就大多了。侯继长冷笑道，如果不是有更贵的贵人也在做这件事情，郭尚书只不过是一部大臣，哪里敢在这国之大典上动手脚？那些贵人要保的学生只怕更多，只不过踢了4个盐商的儿子，于大事又有何补？另2人心想，果然如此，不免又有些黯然。半晌之后，杨万里忽然一拍桌子，笑道，不论如何，这也算是一桩痛快事。去年京里最轰动的便是那场盐旨，逼着长公主回了信阳，今年最轰动的恐怕便是这份黑名单了，居然生生掀翻了一个当朝尚书。程嘉玲面有忧色道，等明天3甲出来了再说吧。侯继长与杨万里知道他的性子，对于此次春闱依然抱有幻想，微微笑，也不去理他，说道，我得去把石产力那小子从床上拉起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杨万里笑道，记得让他买些吃食。漂亮，真漂亮。范闲轻轻弹着王启年带过来的纸，
心情大佳。婉儿坐在他身旁，有些担心说道：“你不担心太子哥哥知道是你告发的弊案？”今日被父亲重重训斥了一顿的范闲，破天荒的被禁了足，只得老老实实待在了府里。他知道这桩事儿做的确实有些过于荒唐，当然，如果不是事先从院里得到消息，知道皇帝陛下今年准备杀鸡儆猴，范闲也不敢来当这个污点证人与满朝文武为敌。其实那份名单算不得什么秘辛，范闲手中有几张纸条，那些作诗提调，谁手里没几张？单看这种光明正大的闭场生事，就知道庆国官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也正因为如此，此次监察院查弊案才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时间也没有谁会首先怀疑到范闲的头上来。听着妻子发问，范闲的脸上露出一丝莫名的神情，道：“你那位太子哥哥的胆子太大，手段太差，这满朝文武也是一群胆大包天的糊涂蛋。春闱舞弊是何等样的大事，竟然闹得天下皆知，就算我不告发，若陛下要查，难道他们还想瞒住？”婉儿从被窝里爬了起来，静静地看着他的脸。相公，以后不要这么行险了，世上没有不过风的墙，若真让人知道此事与你有关，日后怎么办？怎么办？凉拌。范闲又说了一个妻子听不懂的俏皮话，微笑说道：“就算知道了又如何？”婉儿叹了一口气，心想自己这位相公知书达理，满腹诗华，外表看似平稳，但谁也闹不准他什么时候会做出如此癫狂的事情来。范闲知道妻子担心自己，静静说道：“此事的关键还是宫中。科举是什么？是陛下为自己收拢人才的手段。前朝有位皇帝曾经在科举的时候哈哈大笑，说天下英雄从此进入我的网中。陛下能容忍朝中官员用科举的名额来换取财富，但不能容忍所有的名额都被用来换取不义之财。更何况太子和大皇子都在这件事情里插了手，咱们的皇帝舅舅不得不要问自己一句，自己这两个儿子到底想做什么？”婉儿有些听不明白，好奇说道：“自然是要培植自己日后在朝中的势力。”范闲笑着继续问道：“那陛下就要问了，你培植自己的势力做什么？大皇子可是个领兵的人，在朝中要这么大的势力做什么？”婉儿苦笑道：“那太子哥哥呢？他是一国储君，培养人才倒算是说得过去，毕竟他将来也是要执掌国朝的天子。以往在东宫听太傅讲课的时候，太傅曾经说过，东宫不能无为，不惧流言，率先准备一些臣子以备将来之用，这才算是真正的赤中天子家的效益。”范闲摇摇头，露出淡淡机械说道：“太傅文章大约是好的，道理肯定是对的，但问题是，当今陛下身体健康，东宫这时候就开始培养人才，陛下不得不在心里问自己一句，太子难道着急了？”婉儿倒吸了一口凉气，发现事情确实是这样，又听着范闲继续微笑说道：“所以说，陛下能忍一时，不能忍一世，能忍百官，不能忍自己的儿子。如果陛下一直不想便罢了，但只要开始想第一个问题，便无法控制的会怀疑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整顿科场弊案也就成了自然之事。”林婉将头靠在他的怀里，轻声说道：“其实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简单，若我愿意想，也能想明白，为什么太子哥哥他们想不明白？不是想不明白，只是太子本身已经开始有不安全感。”范闲想到年初时皇帝陛下给3位成年皇子的赏赐，那里面含着的深意，就连范闲也看不大明白。想来不论是太子还是大皇子，都有些惊悚不安，所以此次科场之上才会伸手伸得如此长。林婉叹了一口气道：“我也不求相公能封王列土，只求能做个逍遥侯爷就好了。这些事情总是麻烦的厉害，富贵闲人，故我所愿也。”范闲笑着应道，想到贾宝玉的那个外号，接着说道：“只是有些事情看不惯，总会犯范闲。谁叫我与父亲大人的名字取得都不怎么好。”见他打趣家翁，林婉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顿了顿又问道：“父亲那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放心吧，父亲当天夜里就去了趟相府。”范闲又说回了最开头那几个字，摇头赞叹道：“所以我先前说监察院这事办得漂亮，你看看最近落网的这些官员，除了郭尚书之外，包括东宫、枢密院里都有人落马。岳丈那边虽然也捉了一位右侍郎，但毕竟没有伤筋动骨，这种分寸感，如果不是经营官场数十年的老手来办，断然不能掌握得如此炉火纯青。这很难吗？”林婉微笑问道。范闲手指轻轻从妻子的黑发间梳过，轻声回答道：“很难，要让那些势力痛，又不能让他们痛死，免得陛下不好处理。”说完这话，他的眉宇间涌出淡淡忧色。“怎么了？”心细如发的婉儿抱紧了相公的胳膊，关心问道。范闲摇了摇头，想将心里那个隐忧挥去。“我本来以为这次揭弊案一定瞒不住天下人，所以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没想到监察院将我掩护得极好。不过你说的对，这个世上没有水泥墙，总会被东宫知道我与监察院的关系，而且庆国的疯子太多，我这时候在担心那个跛了的疯子。”陈萍萍。林婉马上知道他说的是谁，但他并不清楚相公除了告发弊案之外，
与监察院那个恐怖的勤务机关还有什么联系？所以有些疑惑，这疑惑太过强烈，甚至掩去了水泥墙这3个不明之字。范闲笑了笑，并没有将这事儿完全说明白，只是轻声道：“我担心陈萍萍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瞒这件事情。她敢。”每一个少女都喜欢自己的相公是个满心正义感的英雄，所以范闲此次暗中告发弊案，虽然林婉儿有些担心，但内心深处满是满足与骄傲。此时听着陈萍萍要将相公推到世人面前，一想到那种危险，娇躯一震，郡主之气大作，哼道：“我明天就入宫找太后去。”范闲哈哈大笑，安慰道：“陈萍萍就算将我拖出来，只怕存的也不是什么坏念头。”林婉儿听不明白，范闲却清楚，这是一个好机会。在夜宴诗会之后，如果想在庆国百姓之中牢固树立自己的地位名声，此次揭弊案一事无疑是最好的机会。按照费介老师曾经说过的，既然母亲的亲密战友陈萍萍同志一直不甘心自己当个内库富家翁，非要让自己执掌监察院，那么按照传说中陈萍萍的性格，借着春闱弊案一事让自己猛然跃出众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得到与失去的比例到底是多少，这一点范闲还有些拿不准。他从床上爬了起来，看着窗外的淅淅细雨，这才发现时辰已经近午，自己竟是与妻子在床上缠绵了大半日，不免甜甜笑了起来，只是笑容里有些疲惫。此次揭弊案，一是因为自己确实可怜那些真有才学的士子，二是不忿那些皇子们把自己当绳子一样再拔，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为他想最后试一次陈萍萍。范闲将去北齐，所以他必须清楚那个实力恐怖的监察院老人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同时他更想看清楚那位隐在老人背后的95至尊对自己究竟是什么态度。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关系，态度可以揭示历史，可以揭示身世。范闲微微眯眼，透着烙印着母亲气息的玻璃窗，看着天上的乌云，觉得庆国的一切就像一道有趣的脑筋急转弯，而自己似乎一直行走在无限接近真相的道路上。也许目标已经很近了。范府之外微湿的长街上，一辆没有标记的马车正安静地停在那儿。忽然间，一个人影从里面像落叶一般飘了出来，将要降落到地面的时候，右掌在车厢沿上一搭，整个人已经钻入了马车里。走！范闲屁股刚刚坐到椅上，就发话。滕子京从御者的位置上回头看了少爷一眼，苦笑道：“少爷，如果老爷知道这时节你还出门，会教训小的。”范闲笑得更苦：“再不赶紧走，不止老爷要拿棍子打我这部孝子，就连你那位温柔的少奶奶都要拿绳子来绑我了。”这时节，京里真是人心惶惶的时候。礼部尚书郭攸之被逮下狱的消息，只用了1个时辰就传遍了整座京都。但凡与春闱有关的官员们都坐立不安地留在家中，生怕一会儿之后监察院的密探就会来敲门，然后客客气气地请自己去喝茶。而范闲身为弊案的关键人物，深知内情的司南伯范建大人与陈郡主更是不敢放他出去，所以他只好偷偷溜了出来，叹气说道：“滕大，幸亏少爷我在京里还有你这个心腹，不然连出趟门都不容易。”一直安静坐在他身边的王启年，笑容明显变成了最苦的那个，愁眉苦脸道：“大人，下官一直想努力成为你的心腹。”范闲哈哈笑了起来，调笑道：“王启年，你应该去说相声去。”马鞭一响，黑色的马车缓缓向前行去。车轮碾过街上的水洼，四周的青树被雨水一洗，更显清嫩。在马车的后方，有几个监察院的密探穿着各色雨具，远远跟着这辆马车。他们都是启年小组的人，专门负责范提司的安全。如果朝中有官员报复怎么办？我这里的人手有些不足。王启年是知道范提司与院里做了什么事情，有些担心。范闲微微一笑，眸子里寒意一现。现在不是当初，我们要去的地方也不是牛栏街。本官倒想看看，除了那个疯婆子，还有谁敢在京都里圣上的眼皮下面刺杀我？去哪里？滕子京也不回头，低声问道。范闲看了王启年一眼，王启年轻声说了个地名，然后解释道：“很凑巧，大人看上的那几名学生都住在一家客栈里。”马车在蝶衣巷的外面就停了下来，空中还在落着小雨。范闲下车后，与滕子京2人撑着纸伞往里走去。王启年早已消失在了人群之中。这蝶衣巷是外郡来京举子聚居的地方，今天京里又爆发了科场弊案，所以此时尤是人声鼎沸，拥挤的厉害。范闲举着伞，小心翼翼地从街沿往里走着，伞面略微向外倾着，免得伞上的雨水落到街边沿下避雨的小饭锅中。借光借光！一位身材瘦削的读书人急切地喊着，手里提着2壶酒，擦过范闲2人的身边，朝着前方疾奔，竟是不畏由天而降的雨水。只是此人路过时，回头看了范闲一眼。范闲举着伞，看着消失在雨中的那人，摇头笑道：“这和当初毕业时的那群疯子多像，只要考试完了就得狂醉一番。”他咂巴嘴，有些遗憾当初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参加学校的毕业宴。滕子京听得不是很明白，但依然恭敬解释道：“
估摸着是郭攸之倒台一事，让这些学生如此兴奋。郭尚书的风评很差吗？范闲随意往前行着，看着就像是个喜欢在雨中散步的公子哥儿。滕子京笑道：京官没几个风评好的，庄里有句俗话，若将6部的官员排队砍了脑袋，估摸着能有一个是冤枉的。范闲哈哈一笑，心想前世时也有这种笑话，打趣道：那你说我父亲是不是冤枉的那个？世人皆知司南伯范建先为户部侍郎，后为尚书，不知道从国库里捞了多少银子。若说大贪官，范闲的父亲岳父只怕是逃不出前3名去。但这话滕子京哪里敢说，听着少爷这问题，冷汗就开始往后背里钻，苦笑道：少爷，小的失言，您可千万别介意。贪官怕什么？世人不患官贪，却患这官贪而无能。公子这话不妥。忽然有个人毫不客气地从旁钻进了范闲的伞里避雨，手里捧着一个纸包的烧鸡，烧鸡的微焦香味连着漫天雨丝都掩不住，雨一直落下来，像中行人里的几把伞像几株可怜的花儿一样开放着。范闲微笑看了这个莽撞的年轻人一眼，发现对方身上已经湿了一大片，于是没有说什么。如果对方真是个歹人的话，在先前那一瞬间，范闲至少有5种方法可以让对方马上丧失行动能力。很显然，这只是一个买烧鸡去凑酒席的穷书生。于是范闲并不停步，举伞往前走去。他走得潇洒，那位挤进伞里的年轻人也是潇洒，竟不多说一句，站在范闲的右边，借他的布伞挡着头顶天空，神态自若地跟上前去。就这般同伞而行数十步，范闲愈发觉着这年轻人的性情有些可爱了。如果是一般的书生，哪里会这样冒失钻进别人的伞下？而且沉默共行数十步，竟是一丝不自在的神色也没有。于是他微微偏头，细细打量了一番，发现这位年轻人长相倒是普通，只是2抹眉毛极浓，就像是被人用毛笔厚厚涂了一道斑。滕子京落后2步跟着，这伞下的2人依然沉默前行，不知道是在比拼着耐心还是什么，终究还是范闲微笑着发问：先前说不妥，不知哪里不妥？见伞的主人发话，那位年轻书生极有礼貌地笑了笑，说道：官若贪了，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在正事之上，所以若想贪官有能，这只怕本身就是见极可笑的事情。范闲笑了笑，发现伞下并不能容下2人，身边这年轻书生的右肩已经湿了大块，于是悄悄将伞向那边挪了挪，应道：贪官即便疏于正事，但也总比什么都不会的人做官后一通瞎弄要好些。年轻书生一挑眉毛，似乎有些不解，只要肯做事，总比荒废正事要好些。范闲握着伞把的手紧了紧，摇头说道：一条河堤不修的话，大概隔几年就会决一次。如果一个不会河工的清官在河堤上一阵瞎修，说不定每年都会决几次口。你说那些沿河居住的百姓，到底是希望郡上是位无能勤勉的清官，还是位无能懒惰的贪官？年轻书生一时语塞，半晌之后呵呵笑道：这怕也是特例，一任父母官总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比如晾田发粮、除灾济民、断送绝育。如果是个懒官，这治下只怕也会乱七八糟。范闲笑了笑说道：所以关键在于能力，还不是在清或贪。其实他这看法倒不见得是正确，说来还是受了前世那些官场小说的影响，但这种论点在如今庆国的民间倒也颇为新鲜。那位与他共伞的年轻书生不免来了兴趣，追问道：如果一位官员有能力，却十分贪腐，难道朝廷就由着他去？不知怎地，范闲听他这样一说，便想起了自己的老丈人，那位庆国著名的奸相林若甫，世人皆知其贪，但陛下深知其能，故而一直任用至今。再想回这年轻书生问的问题，只好摇头说道：吏治本就是艰难繁复之事，哪有简单有效的法子？不过若只求朝廷监管，自修德养，便奢求官场之上一片清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朝廷若加强监管力度，难道不能防治贪腐？年轻书生皱着眉头，粗眉如船挤作一堆，就说今日那位礼部尚书郭攸之已然下狱，如果监察院前些年也如今次一般，科场的风气怎会败坏成如今的模样？范闲其实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高见，但是骨子里却有些清谈不怕误国的糊涂劲儿，兴致一起就接下话去。若是监察院陈院长向郭攸之行贿，让他的子侄被录入头等之中，那你说谁去监管此事？年轻书生不以为然道：自然还有陛下神目如电。范闲更加不以为然回道：以一人治天下，哪里如此容易？其实他清楚，皇帝一定还有暗中的手段在制衡独大的监察院，这种手段里甚至可能还包括父亲一直没有显露出来的力量。但是前世一些青涩的政治理念，让范闲对于皇帝这种工作一向有些嗤之以鼻，从来不认为将天下视作碗做肥肉的天子会有那么个精神，有那个闲心去理会官场之上所有的不公。随意说着话，伞下2人来到一间客栈外面，那年轻书生温和一笑说道：谢谢公子办伞之赐，我已到了。
范闲将伞侧了一侧，瞄了眼客栈上的店名，发现真巧，居然也是自己要找的地方，笑道：“我与你一同进去吧，我要去客栈找人。”客栈的名字很俗很浮，很大众，同福客栈。与年轻书生入客栈的时候，知道了对方叫做石产力，也是此次入京的老生，只是范闲此时不方便说出自己姓名，所以只是告诉了对方自己姓范。范公子来寻什么人？石产力此时才从这位公子身上的服饰发现对方一定是位权贵子弟，故而说话不像先前伞下那般无拘，倒多了分矜持。我来访友，不便多谈，日后有缘再见吧。他说完这话，向范闲行了一礼，便往客栈前堂的角落里行去。那里有一方酒桌，桌旁有2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斗酒，旁边有位已经酒醉不知人事，扶桌而睡。看这些人酒桌之上并没有摆放什么菜肴，看来是在等石产力的烧鸡。范闲眼睛一眯，便看清楚那桌上醉着的人就是自己要来寻访的杨万里，微微一笑，竟也跟着石产力往那酒桌走去。石产力却不知道他还跟在自己身后，将油纸包好的烧鸡往桌上一放，对着停住了拼酒的2人笑骂道：“好你个侯继长，喊我送菜来，却不将酒给我留一些。”侯继长笑道：“我这酒也是先前才在巷口打来的烈酒，口味虽是不好，但是量却是足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路的才子程嘉玲。”他刚把手伸向程嘉玲的方向，却愕然发现石产力的身后站着一位满脸笑容、清秀无比的公子哥，偏生这公子哥看上去似乎还有些眼熟。“师兄，这位是？”侯继长疑惑问道。石产力一怔，回头才发现范闲竟是跟着自己来了这酒桌，苦笑说道：“范公子，只是借了半片伞，不至于还要收夺雨钱吧？”范闲看出对方对自己似乎有些忌惮，想来是猜出自己出身豪贵，不敢太过亲近，于是他笑着说道：“不敢收钱，只是有些口传史公子带的这烧鸡。”石产力无可奈何说道：“范公子不是来寻人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范闲微笑道：“当初在流金河叛出见圣言的时候，便曾经撂过这2句话，结果一点反应也没有。但今天用在这些读书人身上，果不其然。”侯继长等人马上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大感有趣，问道：“范公子竟是来寻我们的？”范闲指指最中的杨万里说道：“我与杨公子有故，所以今日特意前来拜访。”侯继长笑道：“还从未听说万里在京中有这般豪阔的朋友。来来来，范公子请坐，但酒烧鸡不嫌弃就好。”石产力本来就有些喜欢范闲谈吐，此时见他既然是有人之友，也不再端着架子，笑着让出座来。那边程嘉玲却是推了半天，杨万里没有推醒，不由讷讷向范闲笑了笑。范闲倒是好奇另一桩事，对侯继长拱手一礼道：“不知这位兄台如何称呼？”“侯继长。”“侯公子为何认定在下就是个豪阔的公子哥儿？”范闲听着继长2字，便忍不住想笑，问道：“在下自忖生的倒也不是肥头大耳，一看就是终日饱食无事之徒。”侯继长笑着告了个歉，道：“公子这身衣衫就值不少银子，哪里是一般读书人能穿得起的？至于豪阔2字，只是我们向来开玩笑惯了，还请公子莫要介意。”他此时总觉着这位公子面熟，但酒后有些眼花，所以老想不起来。“哪里哪里。”范闲温和一笑，自在桌边坐了下来。读书人都有洒脱劲，多了位不速之客，倒也不是太在意。反正杨万里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所以除了程嘉玲倒是劝了范闲几杯之外，侯继长与石产力2人倒是旁若无人地拼起了酒。酒未足，意欲满时，又开始坐而论道。这道却不是玄之又玄的那道，却是国家经济民生之道。范闲在一旁拿了根鸡腿，慢条斯理地啃着，一边竖着耳朵听着2人辩论，发现侯继长的想法有些偏法家的感觉，极重律法，而石产力却是个感性人物，极重教化。只是说来说去，偏法家的并不一味求科，讲教化的也不是一味劝语，倒真是2个看似极明的读书人。偶尔间说到各郡路政事，也是细细辨析，并不一味泛谈，更不像一般书生那般总将眼光放在天下2字上，却不知道这天下2个字比世上绝大多数人的眼帘要宽大太多。范闲越听越是得意，这侯继长的名字可是自己胡名的对象之一，看来自己的眼光确实不错，只是这位石产力性情温和洒脱，怎么考验之中却没有什么印象。正得意间，忽听着性情温和的石产力一拍酒桌，怒斥道：“说来说去，全怪那位小范大人不好。”范闲无由一惊，原来此时酒桌上的谈话已经由官场转入文场，自然不免会谈到这个失明惊天下的那位小范大人。范闲假意端着酒杯抿着，却做着准备，如果这个家伙敢说自己一句坏话，就把手里这杯酒水泼将出去，了解狱卒之气。不料紧接着却看见石产力站了起来，面露桃花之色，口诵肉麻之语，怆然涕下道：“手捧半闲斋诗集读了数月，这今后哪里还看得下旁人诗篇？自己又如何还有胆量再提笔落纸？虽说有几首诗，我还是觉着有些怪异，
但小贩在前，小史何以自处？悲乎哉，悲乎哉！范闲眉开眼笑，想到了那些批评领导同志太不注意休息的可爱人们。侯继常却有些不以为然，说道：“诗文乃外道，经世治国又有何助？”说完这话，转向冷落了半天的范闲求助道：“不知范公子意下如何？”他忽然忍不住又看了范闲两眼，忽然哎呦一声说道：“原来是你！”范闲在惊，心想难道被对方认出来了？考院里的灯光可不怎么明亮，除了杨万里这种憨人敢直观自己，用眼光对话之外，还真没有太多人敢端详自己这个考官的面容。侯继长下一句来得极快：“先前我买酒路上曾经与范公子擦肩而过。”范闲马上想了起来，原来对方就是那个提着2壶酒的书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一桩小事，侯继常马上显得对范闲亲热了许多，开始热切地说起话来。不止范闲觉着有些奇怪，就连石产力也有些摸不着头脑。范公子与那位小范大人同宗，不妨说说对于小范大人办闲斋诗集的看法吧。不过是食前人牙会而已。范闲脸皮再厚，也总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对自己一顿猛夸。谁知道石产力听着这话却怒了，将筷子一搁说道：“难道范公子也与那位庄大家一般？”在下本来极重庄墨寒人品，却料不得是个糊涂老贼。范公子若少读诗书，还是不要说出这等荒诞可笑言论来。范闲一怔，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早已经在庆国世子的心目中树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微羞一笑，不好怎么言语。见他哑口无言，石产力被酒意一冲，笑骂道：“同样都是姓范的2位年轻公子，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哩？”正在此时，杨万里终于在程嘉玲的服侍下悠悠醒了过来，入眼处便是范闲那张漂亮的脸，吓得不轻，赶紧站起身来，对范闲一礼说道：“范大人怎会在此？”“范大人？哪位范大人？”酒桌上另3位仁兄不免一头雾水，不知道杨万里为何如此紧张。杨万里苦笑道：“这位便是先前提到的那位放学生入考院的小范大人。师兄，你不是最喜办闲斋之时，还不赶紧上前拜见？”石产力这才知道自己刚才出言训斥的竟然就是范闲本人，强烈的震惊让他从凳子上蹦了起来，对着范闲是拜也不好，不拜也不是，模样尴尬至极。就连沉稳许多的侯继常与程西林2人也都张大了嘴巴，看着范闲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如今的范闲早已经是天下士子心中一等风流人物，后来又娶了宰相的女儿，以17岁的年纪做了太学5品凤正，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去，都是读书人最艳羡的对象。而他的办闲斋诗画也早已风行天下，飘忽云端之上的红光形象已经与范闲这个名字合作了一体。范闲有些不好意思笑道：“怎么见着活人了，如此吃惊？”侯继常第一个醒了过来，苦笑说道：“原来公子便是小范大人，先前真是失礼了。”石产力双眼放光，对着范闲深深鞠了一躬，诚恳说道：“不期今日托杨兄的福，竟然能够亲见小范大人，实是万幸。”范闲摇摇头，微笑说道：“会事已毕，我也不想老待在府中，所以随意出来走走。知道杨万里住在这间客栈，所以来寻他。只是没想到运气不错，先前酒桌之上听着诸位兄台的高论，总算不虚此行。”众生不免有些汗颜惭愧，心想先前自己一干人在这位当世大才子的面前高谈阔论，回想起来确实有些荒唐，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侯继常也是苦笑道：“都怪万里，居然一直醉着。”恰此时，说话有些缓慢的程西林终于讷讷自我介绍了起来：“范大人，晚生姓程，程西林的林。”一想到似乎能与这位当朝红人拉上关系，山东路才子程西林无来由的紧张，说话有些磕磕绊绊。众人一怔，旋即才听出这话里的错漏处，不由哈哈大笑了起来。程西林也是脸上一红，讷讷不知如何言语，也亏得这阵笑才稍冲淡了一些众人心头的震惊。杨万里听着小范大人竟是来寻自己的，不免有些疑惑，也有些受宠若惊，问道：“不知小范大人有何吩咐？”好在这几个人都是有分寸的，而且心里多半还存在拿宝贝搁自己桌上的自私想法，所以没有嚷嚷起来，是以客栈内外的学生还在饮酒作乐，没有人知道诸生日常经常提及的小范大人此时正在客栈之中，不然只怕又是好一阵喧哗激动。范闲本来只是想来点杨万里一下，只是没料到却是如此一个局面，自然不好深谈，一笑之后说道：“不论如何，我与杨兄也算是一山之缘。”转向石产力道：“与史兄也有半散之缘。”又对侯继常说道：“与侯兄也有一擦身的缘分，所以有些话还是想提醒诸位一下。”此话一出，就连没有被他点到名的程西林也紧张了起来。侯继常也无法再保持平稳表情，读书人谁不想谋个好前程？这位小范大人可是此次春闱的居中郎，此时不避嫌疑来到此处，要讲的话自然是极重要的。范闲略顿了一顿，斟酌了一下用词后说道：“3月初1便是殿试了，几位兄台还是要准备一下。”
诸生在京，袖中的手也禁不住有些颤抖。这话看似寻常，但内里隐着的意思却是十分惊人。这位小范大人是朝中红人，身后更有宰相司南伯这种至尊至贵的人物。如果说有人能够提前知道三甲名单的话，范闲一定有这种资格。既然他让几等数人准备殿试，那就说明自己一定能上榜。范闲将手指梳到自己的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微笑说道：“不一定，只是来提醒一声。”侯继常有些失神说道：“郭尚书被逮入狱，榜单一定会有所变化。”范闲静静应道：“程兄与史兄我记不清楚了，但侯兄与杨兄是一定中的。”侯杨二人大喜，再也顾不得自矜，站起身来对范闲深行了一礼，知道从此以后这位年轻的门师自己二人是败定了，除非自己不想要以后的坦荡仕途、繁华前程。程希林与石产力稍觉失望，但心想小范大人只是记不清，也不见得明日不会有个好结果，都在心中安慰着自己。客栈中明显已经不是说话的合适场合，杨万里恭敬地将范闲请入自己几人的内房，然后奉上好茶，折腾了一阵之后，才诚恳说道：“小范大人，学生自问无钱无权无嘴无脸，实在不知如何能得大人亲眼相看，更不知道大人为何冒险前来告知这个消息。这无钱无权无嘴无脸八字，真是说透了那些没有门路士子的辛酸无力。”范闲笑着摇摇头道：“如今庆国科场上的模样，诸位自然知晓。三甲的名单虽然还没出来，但大体上也已经定了。至于我今日为何来，着实是怕万里你自暴自弃，不温书，不是应对，殿上丢了脸面，我的脸上只怕也不好过。须知道那日考院之外，是有许多人看着我将你放进考院的，不妨明说，这是我是冒了一些小险，不过倒也无妨。今日京中考官们皆自惶恐不安，偏生范闲道说无妨，诸生不免有些诧异。事已至此，这几个聪明人自然明白范闲此行的意义，互视一眼，侯继常便当先拜了下去，口道：“学生谢过老师。”杨万里再拜，就连石产力与程希林二人也不再坐着，对范闲行了门师之礼。范闲看着比自己年纪还要大了几岁的四位读书人，心里的感觉难免还是有些怪异，笑了笑说道：“我不是相府里的岳丈大人，我也不是郭尚书，而且我有钱，日后会更有钱，所以你们且放心，我只是看中你们的才学德行。至于殿试之后入朝为官，只要你们忠心勤政，为国谋利，我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自然心里高兴。”这话极温柔，骨子里又极寒冷。四人一耸，诚恳应下，又稍叙几句。范闲问清楚了此次贺宗纬之所以没有参加春闱，原来是因为家中长辈病逝的缘故，叹息了几声便告辞而去。出门后上了马车，范闲皱着眉着对滕子京说道：“为什么我做这种事情还是很不习惯？”捧哏王启年适时地出现在马车中，柔声应道：“因为大人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不是大人。”待范闲离开这家同福客栈之后，室中的四位读书人面面相觑，似乎想不到天下竟然会掉如此大的一个烧饼砸在了自己的头上，这可如何是好？杨万里有些傻乎乎地坐在床上，程嘉玲与石产力向他恭喜之后，笑道：“从此以后，杨兄等于是攀上了相爷与户部尚书，这仕途只怕会一帆风顺了。”杨万里憨厚的脸上却透着一份苦闷：“我向来是极欣赏小范大人才学，此次春闱也多亏大人通融，想来幕后阅卷，这位小范大人也出了不少力，只是我更希望小范大人今天没有来这么一趟。”程史二人哑然无语，知道杨万里感觉范闲似乎有施恩之嫌。一向引为众人首领的侯继常却微笑摇头道：“小范大人若是施恩，断不必亲自来此。万里你多虑了，我已决定，从今以后在朝中便以小范大人为念，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石产力愕然，心想一向清高自诩的侯兄为何突然转了性子。杨万里摇头道：“我也知道，每科考试门师学生这是惯例，只是侯兄知道，我一向敬重小范大人才学，考院之中因为身上那件夹带的缘故，又极喜小范大人性情，所以总希望小范大人与这些朝廷官员能有些许不同才是。”求全了，求全了。程嘉玲责备道：“小范大人虽有诗中仙才，但毕竟也是朝中官员，权贵子弟，能够亲身来此，已属不易。万里兄难道希望小范大人是个不食烟火的真仙人？何况真仙人对这个穷苦凡事，并不见得会比一位精于谋划的能力要更好。”石产力拍掌赞叹道：“嘉玲兄话虽少，但今日这话说得透彻。”转向杨万里说道：“若说崇拜之情，万里你绝对不如我。半闲斋诗话我时常手捧诵读，里面那100余首诗可以倒背如流，但今日见着小范大人，我却没有一丝毫失望。为何？全因为诗乃心声。这位小范大人确实是我辈洒脱中人，与朝中那等腐朽官员岂可一道而论？”他笑了笑，接着说道：“先前我提着烧鸡过来时，巷中打伞之人不多，我这人就爱玩个乱劲儿，瞅着一把伞下的年轻人面容清秀，气息清新可人，
所发议论又有些腥气骇人，所以莽撞钻到了他的伞下，一路走了过来。如果换作是一般的权贵官员，岂能容我如此无礼？偏那位小范大人却是满脸微笑，与我同行，面色没有一丝不自然。客栈中知道他便是范闲，说实话，于兄真有些惊喜。范闲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众人此时才知道，原来先前还有这么一段事情，怪不得范闲刚才说与石产力有半伞之缘，想到其中感觉不由微笑了起来。杨万里有些尴尬地摸摸脑袋，或许只是感觉有些幻想破灭的寂灭感，总觉得小范大人应该是那种闲卧葡萄架，醒书万首诗，不理朝中龌龊事的清贵人物。侯继常不赞同地摇摇头，冷冷道：那种人物看似轻易脱尘，却实在是于国无用，于民无益。若范大人真是这种辞臣模样，我反而会瞧不起他。不见得，不见得。杨万里叹气道。侯继常淡淡一笑说道：说来不怕诸位笑话，读书人何以报国，只有入朝为官一条，而朝政之艰深可怕，又岂是你我这种局外人所能了解？所以小范大人今日前来，实际上不是他需要我们，而是他知道我们需要他。他顿了顿，又道：我虽有些傲骨，却不是不知进退的酸腐之人。既然我们有这个机会，当然要把握住。如果在朝中我们一定要跟随某个人物，那么我想范大人应该是最好的对象，将来日后官场上作为，与我们平日里的理想才能最不冲突。众人齐声议道：为何？大家本就有些奇怪侯继常坚决的态度，此时听他再次强调，更感好奇。侯继常从桌上端起茶杯，看着旁边范闲饮剩的残茶，略有些出神，半晌后才说道：一个与天行路的当朝红人，居然会留神自己伞面上的积水落下时，不要滴入路边躲于小贩的锅中，宁肯自己的身上被打湿，还要往外面侧一侧。如此细心仁厚的人物，如果不是大奸大恶，就是大圣大贤。他微笑道：一个17岁的年轻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掩饰得如此之好，所以我认定小范大人是位大圣大贤。我的判断就是如此简单，因为我被雨中那幕感动了。房中一片沉默，许久之后才传来一阵唏嘘之声。第二日，考院左侧的那面朱墙之上，终于贴出了考生们翘首以盼的那张黄纸。庆国春闱取试规矩倒不复杂，乡试之后是会试，会试后便要取出3甲人选，只是不定名次，依笔画排列在黄榜之上。3甲的人数历年不等，因为庆历3年曾经加开过一次恩科，所以后2年取试的人数都有些偏少。今年黄榜上的名字一共只有108个，正因为取得少，所以不论是京中太学的学生，还是各郡各路来京赶考的贡生，都有些紧张难安。考院西向是一座桥，若想去朱墙下看榜，得过桥而行。此时朱墙之下已经围满了穿着长衫的学生们，人头攒动，正紧张无比地在大黄纸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而在桥的那头，心里已经吃了定心丸的侯继常与杨万里缓步走着，桥面上仍残留着昨日留下的雨渍，石砖间的青苔显得格外湿滑。4人往那边走着，程嘉玲险些滑倒了，惹得众人一片笑声。程嘉玲自嘲一笑，虽然他与石产力2人的步子与2位友人一般缓慢，但内心深处却是难免紧张。来到朱墙之下，4人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从左手边开始看起，不知道看了多久，猛听着石产力一声喜呼：侯兄，侯兄，中了，中了！其余3人听着声音，赶到了石产力身边，果然瞧见头顶第3排里赫然写着侯继常的名字，不由好生兴奋。杨万里轻轻捶了侯继常肩头一拳，满脸笑容。侯继常微微一笑，想表现出一丝自矜，但是这是何等样的大事？他虽自号清高，但想到10年寒窗之苦，家中父母殷切期望，诸多身旁士子艳羡目光，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嘴唇不自禁地咧开，露出了极开心的笑容。此时黄榜上侯继常3个金粉写就的名字，似乎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显得金贵无比，前程无限。4人这下不再分开，干脆往右仔细看去，又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成功的在黄榜里找到了杨万里的名字，此时才真正相信了昨天小范大人的话。杨万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果然上了黄榜，激动万分，双目有些赤红，讷自言自语道：真的中了，真的中了！他忽然怪叫一声，从人群里冲了出去，跑到桥边，对着桥下的水面大声吼叫了起来，声音回荡在桥洞之中，发出嗡嗡的声音。3位友人微笑看着他，知道他为何如此激动。杨万里8岁丧母，自幼在泉州孤苦长大，全亏父亲忍着饥寒为他购了不少卷藏书，又一力劝他入族学，忍着白眼学习，极其困难的过了乡试，这才来到了京都。但是京都1月，杨万里才发现自己的才能应该是有的，自己的书论道理比旁的士子还要更切实际一些，但无奈何家山偏远，族学简陋，总是没有学到京中学子们的繁华辞藻，一篇策论写出来总是干巴巴的，毫不引人。所以就连侯继常、石产力这些挚友也都认为他不可能取中。
杨万里自己也没有存什么指望，所以花了最后的银子买了一件学生间最流行的袈裟，将史产力的文章加在了里面，想赌上一赌。哪里料到竟还没进考院就被居中郎范闲给揪了出来。当时杨万里心丧若死，本以为自己这10年寒窗算是荒废了光阴，没想到这位小范大人却给了自己第2次机会。考完出院，他没敢动用夹衣里的小抄，自然做的策论师傅毫无光彩可言，所以也绝了路中的所有念头，只是饮酒作乐。只是听说郭尚书被捕入狱，才多了一丝欢颜。没想到昨天小范大人却亲自来同福客栈看自己，并且暗中点名自己可能会入3甲。悲后是喜，绝望后是希望，这种情绪的冲击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白天。杨万里过桥之后，站在朱墙之下，愈发觉着昨天小范大人的来访是一场梦，自己是不可能中的，却真的中了。杨万里望着微荡河水里自己那张有些扭曲的面容，稍稍平静了一下，自然明白为什么自己短短数日间能得如此造化，心中对那位年轻的大人好生感激。没有世子会注意到杨万里的癫狂举动，就连和对岸经过的京都市民都没有投来好奇的目光，因为在京都里，这种场景实在是太常见了。尤其是每年春闱放榜之时，考院朱墙左近处总会凭空多出许多疯子来。此时桥那头看榜的士子们脸色都有些异样，有的亢奋，有的颓然，中了的仰天长呼，胃中的倚头枪地，各色模样真是说不出的滑稽可笑。更有残者嚎啕不止，抱着朱墙旁的那株大槐树用脸蹭着，任由伙伴们如何拉也不肯放手，直到将自己的脸颊蹭出了鲜血，看着凄惨无比。庆国以科举取士，非高祖子弟不得受恩科，所以对于一般庶民学子来说，春闱放榜是他们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唯一途径。这种压力与动力足以将温文尔雅的书生变作癫狂不已的疯子。与那些在河畔碎碎念头叩首拜天感谢上天让自己取中的士子们比较起来，杨万里只不过喊了2嗓子，确实显得有些平淡。当然这也更加凸显了侯继长3人的沉稳。等杨万里恢复了平静，兴高采烈地走回朱墙下时，3位友人已经将整张黄榜仔仔细细看了个清楚。出乎意料的是，史产力居然没有上榜，而让大家在失望之余有些高兴的是，程嘉玲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最后一排中。程嘉玲满脸掩止不住的兴奋，但看着身边史产力略有失望的脸色，也不好表现得如何过分，安慰道：今次不中，明年再来。这是很老套的一句安慰话，但在这种情境下似乎也只有这样老套一番。史产力苦笑了一声，看着身边那些失魂落魄的落地考生，勉强打起精神，笑道：今次我们4人中了3个，已经算是大喜了。比起往年的春闱来说，今年这榜单公允太多，至于我吗，再做考虑也好。侯继长在一旁点点头，轻轻拍了拍史产力的肩膀，知道他虽然是4人中最洒脱的人物，但是今日受的打击依然不小，转开话题微笑说道：也不知道小范大人是如何做的，竟能保了如此多人。我看榜单里比往年大不一样，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名字多了起来，愚钝无能单靠家世之辈却少了不少。因是监察院此次查科场弊案的关系，他们几个人此时已经走到了河堤一处清静所在，坐了下来，说话的声音依然压得极低，怕给门市范闲惹什么麻烦。侯继长摇摇头道：虽然此次抓的官员不少，但是除了那几个江南士子外，并没有别的士子被曝光，由此可见是在监察院动手之前，范闲大人已经做出了安排。他摇头苦笑叹息，心想那位年轻的范大人果然背景雄厚，竟能在国之大典里做出这样的手段。不过看来自己果然没有看错范闲，今次榜单要显得公允许多。几人又闲谈了几句京中局势，这2天落马的官员着实不少，官场之上人人自危，倒是范闲看模样自信的厉害。此时一直有些沉默的史产力忽然开口轻声说道：我看此次弊案被揭，只怕也与范大人脱不开关系。其余3人震惊之余喃喃说道：若真是如此，范大人要比咱们想的更了不起了。科场弊案一事当然与范闲扯脱不开干系，只是监察院下手极有分寸，虽然礼部尚书郭攸之倒了，但东宫并没有受到太深的伤害，所以一时间太子那边对于范闲也只是怀疑罢了。而且此次榜单之中，东宫需要的几个人依然是中了3个，比起大皇子和枢密院那边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范闲坐在书房里，看着王启年抄来的黄榜，微微皱眉。这2日京里太不平静，总裁官郭攸之、一位作诗、一位提调都已经被监察院请去喝茶了，而自己身为春闱居中郎，主理胡明这个关键步骤，却一点事也没有，不免会让有心人开始猜测。不过他也有些欣喜，自己看好的那几个学生，除了性情最讨自己喜欢的史产力之外，大部分都顺利地进入了榜单。至于殿试后的结果如何，那纯要看个人造化，自己确实无法帮上太多忙。出了书房，迎面看见一个青色身影走了过来，范闲哎呦一声，就准备躲回房里，心里直是寒苦。谁想到父亲大人今天居然会到自己的院子里来。司南伯范建如今已经是名正言顺的户部尚书，但那张严整的面容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冷冷地推开儿子未来的机关上的房门，抬步走了进去，厉声喝道：“你昨天又出去了？”范闲苦笑着行了一礼，应道：“父亲，昨夜京都有雨，所以想出去逛逛。你以为你去同福客栈能瞒过几个人？”范建坐了下来，在侧房的林婉儿听着声音赶了过来，赶紧喊丫鬟给老爷端茶。范建温和看着儿媳笑了笑，挥手示意他回房歇息，一转脸就寒若冰霜说道：“科场之事，其中关联何其繁复，你妄自做出那件事倒也罢了，我让你留在府里，便是要躲过这场风雨。你昨天又去同福客栈见那几个学生，今日皇榜一出，众人都能看得清楚，那几个学生都在榜上，这让世人如何看你？”范闲笑着应道：“孩儿虽然年纪小，但假假也是个门师身份，去看看考生倒属寻常。至于这榜嘛，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何必在乎？可是最近监察院正在查弊案，而这件事情的由头就是你递过去的纸条。”范建冷冷道：“安之，如果你真是一心为国朝谋划，那就不应该安插自己的人手入三甲；如果你只是想借春闱培植自己的势力，那就不应该反水将郭攸之拉了下来。”司南伯看着面前这个年轻的儿子，半晌之后叹了口气，不论什么地方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京都官场更是这样，官中有清官有贪官，臣中有谗臣有正臣，这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如果你想做正臣，就不要走禅道。听见父亲称自己的字，范闲知道老人家心里确实有些气，温和应道：“孩儿不想做正臣，也不想做谗臣，想做权臣。”此话一出，书房里的空气顿时寒冷的似乎要凝结一般。半晌之后，范建才轻声悠悠说道：“权臣，怎样的臣子才能称得上是权臣？”他摇摇头，脸上浮现出一丝有些诡异的笑容：“宰相有权，为父有权，陈萍萍有权，但难道你以为做这样的臣子就能称得上是权臣吗？”范闲平静应道：“不能，因为权都在陛下手中。”“那你要做怎样的权臣？”“手中有权，万事无忧。”范闲诚恳应道：“孩儿想做一个连天子家都无法断我生死的权臣，因为我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却没有保护旁人的能力，所以孩儿需要权力。”范建看着自己的儿子，眼光里透出一丝担忧。范闲无奈一笑，之所以他会选择这条异常艰险且无趣的道路走，自然是因为内心深处那抹极浓重的黑色。许久之后，范建的眼中透出一丝寒光道：“以后不要这样胡闹了，陈萍萍能保得住你一时，不能保你一世，所以我警告你，和监察院方面不要走得太近。”范闲低头受教：“孩儿知道，所以需要父亲不时提点。”他知道父亲向来很忌惮自己接手监察院的事情，只是范闲自己却不肯放弃。范建缓缓闭上双眼，说道：“今次之事，你处理得非常差。就算郭宝坤殿上发话，让你猜到郭家其实是长公主的人，但你也不该亲自出手。如果事先你对我说了，凭我与宰相的力量，可以天衣无缝的借科场弊案将他除掉，而不至于落到目前进退两难的境地。”范闲知道父亲说的话是对的，自己冒险与监察院联手处理郭尚书，只会造成一种开放性的结尾，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主动权在院里。他想了想后说道：“其实这一次孩儿只是想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或许只是很多人不屑一顾的廉价的正义感，但范闲仍然保留了一点点。他目前只是担心陈萍萍的后手究竟是如何安排的。”似乎猜到儿子在想什么，范建睁开双眼，目光里有一丝安慰，有一丝忧愁：“你可以放弃幻想了，陈萍萍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此次揭弊案是范家长公子一手做出的好事业。”范闲苦笑，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陈萍萍才不怕什么东宫太子，只要能让自己树立名声，只要能让自己距离掌握监察院更近一些，他什么动作都敢做。离开儿子的书房前，司南伯范建淡淡说道：“以后做事要成熟一些，像权臣这种幼稚的宣言，你自己搁在心里无聊就好了，没必要对我说。”2月底的某天，京都官场里忽然开始流传一种传言，此次春闱弊案之所以能够被如此快速准确的查破，全依赖于监察院掌握了一个会考学子的名单，而这份名单却是今次科举局中郎、素有诗仙之称的小范大人提供给监察院的。据说范闲大人对于科场之上的积弊深恶痛绝，对于天下勤学士子10年寒窗却无法拥有一个公平的晋升之阶感到异常愤怒，所以才会不顾官场中的层层罗网，奋勇上书陛下，更不惜将身脉与朝中贪官，以获取那份重要名单。总之传闻很离奇，传闻中的范闲大智大勇，明明那份名单算不上什么秘辛，却被说成了庆国官场里最阴森的纸条。这种手段范闲一眼便瞧了出来，定是监察院8处那些家伙弄得玄虚。这个传闻一出，范闲顿时成为礼部诸官的眼中锈钉，肉中倒刺。但另一方面，他在京城百姓与天下士子心目中的声望再上一步。虽然太学方面和同文阁方面一直保持着沉默，但今日之范闲吉言俨然成了读书人的精神领袖。范闲整整衣领，整整袖子，自嘲道：“
这领袖也太新了些吧。然后轻轻拍拍身边妹妹满是担忧的脸蛋儿，说道：担心什么呢？哥哥可是庆国最厉害的太子党之一。他说话的声音极轻，用词极古怪，但范若若依然听明白了，虽然没有听明白内里隐得再深一层意思。林婉儿没有听见，就算听见了估计也不会懂，反正她也不像小姑子那样担心，笑眯眯地将皇后娘娘刺得玉如意小佩剑系到相公的腰带上，假假掸了些灰，说道：早些回来。果然如司南伯所言，范闲做事确实太过不成熟，留下了太多的麻烦。传言一出，京都震惊，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范闲的身上，因为弊案垮台的官员背后的人物虽然忌惮范闲的背景，但依然开始蠢蠢欲动。今日晨间，已有御史台的年轻御史们上书宫中弹劾范闲，亦有舞弊之嫌，更有不得之行。范闲此时出门，便是要赴刑部受审去也。本来科场弊案一直是监察院在查，但那些因弊案大受折损的官员哪里肯让监察院去对付范闲这个污点证人，所以用的是刑部的途径。刑部方面向来与宰相不怎么搭路，与范建也没有什么交情。走出小院，思思半蹲一礼，满脸恭敬说道：少爷走好。范闲看着这个近些日来不怎么见面的大丫鬟，哈哈笑道：小时候就说过走好两字不大吉利。思思抿唇一笑道：那祝少爷早去早回。成，给少爷煮碗小米粥喝，放些儋州的甜素，许久没尝过你的手艺了。范闲忽然转头问道：让你抄的那些东西怎么样了？这些日子里，范闲不知道怎样处理与自己一道长大的思思，又不想让她在范府里继续做丫鬟，所以干脆安排她去书房帮自己抄书。思思这些日子里极少与少爷说话，一颗芳心深处自然有些不安。此时听着少爷发问，喜气洋洋说道：快抄完了。如此就好。范闲点点头，往外走去，对跟在身边的妻子妹妹笑道：瞧瞧，我一手带出来的丫鬟就是不一样，比若若你还镇定些。范若若轻声担心道：那是思思不知道今天这事情有多严重。确实严重，范闲揭弊案得罪了太多人，看朝中官员不惜与宰相和司南博士开脸，也要上书参他，也要动用文书锁他去刑部，就知道这事情相当严重。出了范府正门，一向安静的城南大街今日却显得十分拥挤。刑部来拿人的官差愁苦着脸，像小偷一样躲在石狮后面。正门处，范思哲又领着范府一帮护卫家丁，手执长肘将官打，嚣张无比。而街上也涌来许多听闻范闲要受审的士子百姓，他们已经知道范闲与这场震惊京都官场的科场弊案的关系。百姓们简单的心思不会考虑此事背后隐藏着什么，只知道小范大人才学好，心肠好，是个好人。好人今日却要去受审，所以都替范闲感觉冤枉。范闲站在门口，微笑看了一下府外的人群，发现里面大部分是年轻的学子，知道陈萍萍玩这招果然是有效果，低声对身旁的滕子京说道：石产力那4个人如今在哪里？依少爷吩咐，眼下有监察院的大人们暗中保护着，王启年大人建议应该将这4个人送到晋王府去，免得被朝中那些不长眼的官员借此事构陷大人。但属下以为少爷应该不想在此事上与晋王世子产生关联，所以拒绝了。滕子京低声回道。范闲有些意外地看了滕子京一眼，没有想到他能猜到自己最不想看见的局面。如果自己将那4个学子送到晋王府，看似安全，但落在东宫的眼中，自己揭弊案就不再是纯粹出于正义感与陛下的旨意，而是想站在二皇子的立场上打击太子。那样一来，自己与东宫的关系就再也无法缓和。看见范闲走出府门，围观的士子们爆出了一阵欢呼，纷纷向前涌来，大声喊着什么，无非是表达几等对于小范大人铁肩担道义的仰慕以及声援。范闲像前世的明星一般微笑着，挥了挥手，轻声对滕子京说道：读书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单纯了。滕子京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范闲忽然开心地笑了起来：日后若有机会，你想不想出京做官？平家中的势力保你做个6、7品的一方父母还是没有问题的。滕子京一愣，心想自己虽然读过书，但向来做的是护卫一路，怎么少爷扯到要做官？但马上想到少爷可能是需要在庆国的州郡里有自己信得过的人，一怔之下应到全凭少爷安排。我安排。范闲笑了起来，可惜庆国没有巴陵郡啊。范闲那张脸本就生得清美，此时开怀一笑，更是阳光无比，如春风一般，让那些前来声援的士子们大感欣慰。诗仙范闲便应是长这个模样才对。他揉揉范思哲的脑袋，喊弟弟不要胡闹，这才礼貌地与刑部官员打了声招呼，上了自家的马车往刑部驶去。人群渐渐散了，那些赶考的士子们也追向了刑部衙门。没有人注意到范府强悍的侍卫们拱卫着另一辆马车出了城南大街，往皇城的方向驶去。马车里坐的是林婉儿，昨夜便与范闲在床上商量好了，今日他必须入宫一趟，向东宫和其他宫中解释一下事情，转还一下关系。话说另一边，范闲已经单身一人，有些孤单地走入了刑部大堂。
这大堂有些阴森，风儿嗖嗖的往里灌着，初春的天气竟让他感觉有些寒冷。但他由自微微一笑，对着坐在高处的三位拱手一礼，道：“见过三位大人。”春闱弊案事大，范闲又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所以今天来听案的除了刑部尚书之外，还有大理寺与御史台的2位高官。大堂两侧各有一排刑官13衙门的官差，看着十分恐怖。范闲皱皱眉，发现对方迟迟没有回话。半晌之后，忽听着一阵喊威声起，那位刑部尚书韩志维才冷冷问道：“堂下站着的可是太学五品奉正范闲？”今时今日的范闲早已不是出入京都，在京都府衙里一味微笑的出生牛犊。他看了这位尚书大人一眼，淡淡道：“正是下官，今日唤你前来，主要是要询问一下春闱之事。”范闲笑了笑，将话挡了回去。据下官所知，春闱弊案应是监察院奉旨办理，不知道刑部也在其中。坐在上头的3位大人听着这毫无礼数的回话，大感恼怒，但知道面前这人正是当红之时，背后又有一位宰相，一位尚书，弊案事后更得世子尊重，也不好拿他如何。这位刑部尚书韩志维向来自诩清明，最见不得此等娇贵模样，鼻子一哼说道：“本官乃是奉旨协理此案，你不要诸般推脱。”范闲摇头道：“下官不曾推脱，只是不知尚书大人召下官前来，究竟所寻何事？若是问春闱弊案之中诸般细节，实在抱歉，监察院早有严令，下官在案结之前不得妄自对外透露。”大理寺少卿气急反笑，说道：“难道朝廷问你，你也不答？监察院是朝廷一属，刑部衙门是朝廷一属。”范闲叹气道：“3位大人也知，此事牵涉过广，下官实在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庆律里又没有写个明白。”一开口就着了个软钉子，这堂堂三司感觉竟是什么都没法发问了。3位大人对视一眼，看出对方心中的恼怒。此次范闲毫不讲规矩的将礼部尚书郭攸之先下马来，实在是惹怒了许多京官，幸亏大多数官员看在宰相与范尚书的份上不敢如何，但这3位大人各自背后，各自心中却另有来头，另有盘算。许久之后，刑部尚书韩志维忽然寒声问道：“昨日御史上章参拟，范凤正可曾知晓？知其事，不知其详。”范闲平静应道。韩志维盯着他的双眼，问道：“范闲，你不要仗着你的些许才名、身后背景便如此狂妄，也不要以为老夫会相信你接此弊案，真是一心为国为民。若你不将自己在春闱之中的龌龊行径交代清楚，休怪老夫对你不客气。”范闲皱了皱成头，大人此话倒是有些问题。若下官在春闱之中做了什么，难道还会甘冒其险将此事上奏朝廷？至于龌龊2字，原物奉还，不敢拜受。大胆！3位大人齐声痛斥，在京中这么多年，哪里见过如此狂妄的后辈？韩志维气得胡子直抖，痛骂道：“不要以为这满城京官都会惧怕你身后背景，须知本官能够执掌刑部8年，靠的就是一身正气，而不是你这施恩恐吓的手段。”范闲好笑说道：“查案之事在乎实据，哪有像大人这般慷慨激昂发表议论的做派？下官实在好生不解。”韩志维气急反笑说道：“好好，那本官来问你，2月16日你是否去过同福客栈？”范闲知道他问的是那个雨天的事情，微笑应道：“正是。”“你是不是去见了杨万里等4人？”“正是。”“杨万里在春闱入院之前，你是不是曾与他耳语？”“正是。”“你身为此次春闱居中郎，身负监场狐名重任，罢，本官直接问你，杨万里是否被录入3甲？”“正是。”“当日院外有多名人证可以证明你已经查出杨万里有在衣衫中夹带，你为何放他入考院？”范闲心头一笑，心想那件绸衣自己早就交代王启年让杨万里毁了，哪里会有丝毫担忧，说道：“此事决然没有。”“没有？”韩志维大怒发问。“正是。”“好好好，那本官问你，当日考院之外，那么多考生被搜出了舞弊之物，你是不是依然将他们放了进去？”范闲微微一凛，知道这事往小了说连事儿都算不上，但如果对方真的咬住这点不放，确实有些麻烦，但依然沉稳应道：“正是。”“好。”韩志维有些黑瘦的脸上闪着某种光彩，盯着范闲的双眼，寒声道：“既然你都承认了，那本官只好收你入狱，留待详查。”范闲亦道：“下官承认了何事？”韩志维皱眉，冷冷道：“我问你的话，你全部承认。”此事显而易见，五品奉正范闲身为春闱居中郎，暗中与考生杨万里等诸人勾结营私舞弊，视律法如无物，视圣恩于无物，实在是胆大包天。范闲眯眼看了这位尚书一眼，辩解道：“下官何曾承认过？不错，下官确实在2月16日见过杨万里，那是因为下官欣赏此子才学。其实弊案爆发，若下官真有徇私之嫌，又怎会在当日就去与他会面？”
而且会面的地点就在同福客栈。其实学子云集，难道我就不怕旁人闲话？他笑了笑说道：既然下官敢去，虽不敢说就能以此证明下官心中一片霁月清风，但怎能以此断定我与杨万里有勾连？好叫老大人知晓，我与杨万里第一次见面便是在考院之外，若说事先就有所勾结，实在是冤枉。那你如何解释司准家带学子入考院？范闲微微皱眉，心想当时看见的人太多，全怪自己太没将庆国的春闱当回事，所以行事才如此嚣张，无奈地摇摇头道：因为下官受监察院所托，要暗中盯着那些科场之上的贪官，所以不好因小失大，至于其中详细缘故，尚书大人大可发文去监察院令他们细细道来。韩志为怒哼一声，心想监察院是皇帝陛下的特务机构，自己如何去问？他越看范闲那张漂亮的脸蛋越是生气，将签筒一推，大声喝道：爸，既然你不肯认，来人啊，给我打这个无耻之徒！打不得！堂上同时有2个人说出这3个字来，其中一位是大理寺少卿，他苦笑劝着刑部尚书，眼前这后生仔可不是一般权贵子弟，打那是万万打不得的，自己身后的贵人也只求能够教训对方一把，治对方那桩罪名，哪里敢打？尚书韩大人稍一冷静之后，才想起来范闲不只是宰相的女婿，尚书的儿子，更是陛下极欣赏的一代文臣，而且韩志为身处6部地狱，哪有不知道领碗身份的道理？被2位同仁提醒之后，韩志为不免皱起了眉头，若真的把范闲打出个所以然来，自己还真不好向宫里其他的贵人交代。接着3位大人却有些好奇，另一个说打不得3字的又是谁？3人往堂下望去，才发现范闲正满脸无辜地看着几等。大理寺少卿有些好笑，忍不住开口问道：为何打不得？范闲诚恳解释道：下官是举人出身，依庆律不用下跪，问话时不得随意行训，故而言道打不得。不然若明日御史大人来信去参函上书一个不遵庆律，那岂不成了晚生的不是？审案3人中的督察院御史大夫郭征其实是郭攸之的远亲，上参奏范闲的，他就是领头之人。此时听着对方言语中带刺，不由含含笑了起来，轻声说道：范大人不止才学了得，连庆律也熟得很，但你可知道庆律手书中有15大罪，是可以不用理会你先前讲的规矩的。这位御史大夫自然也不会真的敢对范闲用刑，但是用言语恐吓一下，出这些天理京官们的郁闷气，倒是很愿意做。范闲摇摇头，仍是满脸无辜道：依然打不得。大理寺少卿是3司中与科场弊案牵连最少之人，不免好奇道：事涉大罪，小范大人又不肯开口自辩，这堂上为何还是打不得？范闲却依然玩了招千言万语，不如抬出监察院的把戏，诚恳应道：事涉院务机密，下官未得监察院相关职司允许，实在是不敢详谈。这案子审的实在是一个憋屈，3位大人互视一眼，看出彼此的忌惮与恼怒，这打又打不得，如何才能让范闲开口认账？他们身后各自的主子立意要让范闲吃些苦头，断没有就此将他放回府中的道理。正此时，忽然一位师爷满脸紧张的从侧帘处跑了进来，附到刑部尚书韩志伟耳旁说了几句什么。韩志伟的脸色马上变了，双眼里寒光一射，却又有些隐约可见的畏恨。范闲微眯着眼看着上面，体内的霸道真气早已运转了起来，却只听见韩志伟回话里断开的几个词儿而已，隐隐有东宫2字，横手之说不知道是谁递了消息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让这位刑部尚书如此经济难安。同一时间内，又有2张纸条传到了御史大夫郭征与大理寺少卿的手里。郭征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纸条，大理寺少卿却是面露震惊之色，想了一想之后，竟是起身对身旁2位大人拱手一礼道：人有3急，2位大人先审着，我去就来。范闲心头一震，是什么样的纸条，竟然会让这位大理寺少卿玩起了尿遁？来刑部之前，范闲早就查清楚了，那位刑部尚书看似公正廉明，实际上却是东宫的人。大理寺少卿与枢密院秦家的关系极好，而那位御史大夫郭正却是年轻时与长公主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如果不是范闲手中有监察院这种恐怖的力量，一定不知道隐藏了许多年的这层关系。正思忖间，忽听着堂上一阵厉喝：来人啊！太学凤正范闲咆哮公堂，是涉弊案，身犯15大罪，给我打！韩志为尚书脸部肌肉一阵扭曲，似乎下了极大的决心。此时大理寺少卿早就溜走了，看来他知道接下来刑部的大堂上一定会出现很凶险的局面，而他的主子根本不想太过得罪范家与宰相。范闲双目一寒，盯着韩志为的双眼冷冷道：难道尚书大人想屈打成招？御史大夫郭正的眼中也闪过一丝势利之色，喝道：给我打！2根烧火根朝着范闲最脆弱的胚骨处狠狠敲了过来。刑部的13衙门做惯了这等事情，棍下无锋，依然凌厉。范闲脸色带霜，不动不避，只听得咔啦2声，腿上裤子不尽力，颓然碎成数片。不是他的胚骨断了，
而是2根棍子齐齐从中折断，露出森森然的木茬子来。范闲深吸了一口气，让体内霸道的真气缓缓流转起来，身上的衣裳缓缓飘动，腰间系着的那块皇后赐的如意佩剑一晃一晃的。他冷冷看了一眼四周逼上来的13衙门差役，知道今天的事情与自己的计划出现了极大的偏差。对方既然敢不给宰相和父亲留面子，真的动棍打人，那一定不止用刑这般简单。他轻轻向前走了2步，将脚下断作2截的烧火棍踢开，冷冷看着堂上强作镇定的2位大人，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那就是忘记了那个远在信阳封地的疯女人。只是不知道韩志为牵涉其中，究竟是太子恼怒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皇后知道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牛栏街杀人事件已经过去了许久，在京都人的印象中，范闲只是一个施财惊人的文官，而似乎忘记了他本身也是位武道高手。众人大惊，只闻一阵妖刀出鞘之声，声声寒心，无数把利刃对住了奥利堂中的范闲。刑部13衙门用的刑棍是特制的，一般的7品高手在这棍下也只有哎呦惨嚎的份儿。但谁知道范闲体内的霸道真气竟是如此狂烈，居然不躲不避硬挨2棍，反而将棍子从中震断。这一幕吓坏了所有的刑部官差，此时才记起来，眼前这个看似文弱的漂亮文官，当年是曾经将北齐8品程巨术开膛剖肚的强者。10几把妖刀已然出鞘，在森寒的刑部大堂之上散着森寒的光，将范闲围在正中。范闲往前踏了2步，这10几把妖刀也畏惧地退了2步。范闲皱眉看着堂上的韩志伟与郭正，轻声道：你们这帮胡来，考虑过后果吗？韩志伟与郭正心头一寒，觉得堂下这个漂亮后生的话语虽然淡然，但实则无比阴寒。宰相林若甫虽然因为吴伯安之事在朝中声势大减，但依然是庆国百官之首。加上那位与陛下从小一起长大的户部尚书，韩志伟忽然有些后悔，自己不该按照那位贵人吩咐办事。郭正因为恼怒郭攸之的垮台，加上仗着身后有长公主撑腰，知道事情既然已经开始，自然不可能和平结束，咬牙喝道：本官奉旨问案，能有什么后果？韩志伟心想事已至此，也再无反悔的余地，将心一横，韩寒说道：不错，小范大人，若你肯承认涉及春闱弊案，自然不需用刑；若你不肯认账，依庆律，本部自然可以用刑。范闲抿了抿有些薄的嘴唇，似笑非笑望着他。15大罪，15大罪。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道：将来有机会得把庆律改改才是。谁能改律法？当然只有皇帝。幸亏他这话语极轻，不然落在旁人的耳朵里，就凭这句话也能将他范家满门抄斩。韩志为皱眉道：将这犯官拿下。话音一落，13衙门官差几是手持腰刀围了上来，刀锋乱起，有2柄刀便已经要割到范闲的脖颈上，逼其就范。范闲冷哼一声，一直缩在袖子里的双手像弹出去一般，轻柔却又无比快速地伸开，化作2道青烟打在这2个进升官差的手腕上，紧接着无比快速地收拳而回，轻轻在他们的胸腹上一推。这一系列的动作太快，快到根本没有人看清楚。片刻之后，才听着咔嚓2声响，噗的2声响，呼痛的2声闷哼。咔嚓是那2个官差的手腕断了，噗的声音是那2把腰刀被真气震飞，斜斜向上，深深地插入刑部正大光明匾额的2角。这2把刀插在红日上方，就像是太阳生出恶魔的2个角来。而那2个官差胸腹间被范闲轻轻一推，整个人便惨惨向后飞了出去，摔在2把椅子上，将椅子砸得粉碎，发出了2声闷哼。众人巨惊，想不到范闲的实力竟然强悍到如此地步，下意识地退开了半步。郭正倒是不急不躁，微笑望着堂下的范闲，轻声说道：当堂殴打官差，罪加一等。韩志为明白他的意思，能不能用刑是小事，只要能将罪名加诸到范闲身上就好。范闲越不肯束手就缚，反抗的越激烈，那就越好。郭正望着范闲微笑说道：小范大人还是老实一些的好，知道阁下文武双全，要从这刑部大堂逃离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是难道您想落个造反无君无父的罪名？他的手指轻轻扣响案板，十分满意目前的局面，轻声说道：小范大人此时若反抗，便是心存不轨；若不反抗，就乖乖受刑吧。他最后又加了一句：若小范大人想杀出刑部，请自便，只是有些可惜。可惜啊，堂堂一代诗仙，世子心中的偶像，竟然要因为此等大罪名，惹得何府不安，声名涂地。范闲宁静看着他，忽然开口说道：小爷其实是被吓大的。这说的是小时候天天赏识的经历。他想到刚才郭御史那几番话，倒真有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的几分风采，双目中寒光一战急脸，知道自己不可能杀出刑部，却也不肯受刑，于是只有拖着，拖到自己身后那些人反应过来，冷冷说道：杀出刑部自然是大罪，也罢，我就在这儿陪2位大人聊聊天也是好的。说完这话，他自去旁边坐到椅子上，眼帘微垂，轻声说道：你们若要用刑，我自然会反抗。
如果不用刑，我也不介意在这多坐一坐。二位大人，什么时候审完了？麻烦通知下官一声，我好回家喝粥。好大胆的妄人！韩志为喝道：“给本官拿下！”这已经是今日审案他喝的第3次了。范闲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轻轻一拍身旁茶几，掌上霸道真气如云般轻逝，顿时将木质茶几拍成无数碎片。然后他抬眼看了四周的差役一道，被这温柔目光一扫，想到这位小范大人所表现出来的恐怖实力，13衙门平素厉鬼，神不济的官差们竟是没有一个赶上前一步。自开国以来，刑部大堂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今日这般荒诞的一幕，不像是现实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倒像是范闲前世时偶尔描过的看不懂的话剧。被审的犯人好整以暇坐在太师椅上，四周的官差不敢上前，偏生这犯人还不肯杀出刑部，别人却拿他没有办法。在范闲这一世的人生中，臀下所坐椅凳总是会在某些很妙的时刻表示他的态度，或者愤怒，或者准备反击。在儋州的时候，12岁的他曾经踩在小板凳上，将二管家打得满脸桃花开。出入京都的那天，他曾在偏门之下坐在太师椅上，强压着心头的恼怒，准备迎接二姨娘的温柔言语剑。今日在刑部大堂之上，他依然安坐太师椅，满脸平静，看着这2位想用棍棒教育自己的高官，心中推算着幕后除了长公主以外，究竟还有谁？刑部之中再一次陷入僵持与对峙，看着被13衙门持刀围在中间的范闲，郭御史并不着急。他知道今日户部尚书范建和宰相林若甫都被另外的事情拖住了，有的是时间等杨万里那干人正入堂。他微笑说道：“明日我便将今日之事上奏陛下，看看你还能不能仗着父辈权势如此嚣张。不要以为我就不能入你的罪，一会儿等杨万里一干人正到来，韩尚书依然要拿你。若你到时候还敢反抗，休怪三司请旨，治你个谋逆之罪。”范闲轻声说道：“郭大人，今日既然双方脸皮已然撕破，那我也明言了，如果杨万里等人有什么问题，你就准备后事吧。”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庆国开国以来，敢在刑部大堂之上凭以五品官身威胁当朝尚书与督察院御史大夫的范闲当是第一人。感受到范闲清淡话语里的杀机，韩志为无来由心中一寒，眼角有些不吉利的跳了2下，寒声道：“范闲，要知道你是朝中官员，不是以剑立威的强者。今日你大闹刑部，我倒要看你如何收场。”范闲轻声说道：“刑部妄想屈打成招，堂堂御史不忿郭尚书因弊案去职，妄图报复。我不知道你们又有什么官样，明日本官便将今日之事洋洋做一大幅，四海传去，也好叫万民知晓今日之庆国。官员竟是怎般嘴脸，也好叫圣上洞察今日之朝廷，这些臣子到底是在听谁的？随你如何说。”郭正知道以范闲如今的名声，要做成此事倒不是不可能之事，悠悠说道：“小范大人知道弊案详略，为何不早报上司？经朝廷查处，却通过监察院行事，总之藐视朝廷这桩罪，你是坐实了。我倒要看范尚书明日如何向朝廷交代此事。”此话咄咄逼人，范闲清秀的面容上忽然闪过一丝杀意，站起身来，冷冷盯着台上那2位高官。四周的官差紧张起来，将手中利刃对住了范闲的要害。便在危机一触即发之时，刑部之外却传来严若海冷酷的声音：“监察院领旨办事，何时需要向御史台交代首尾了？”范闲微笑叹息摇头，有些可惜院里的人来得早了些。一阵急而不乱的脚步声后，监察院四处头目严若海已经从刑部外走了进来，身后带着一大群监察院的密探，声势煞是吓人。见到监察院摆出这种阵势，郭征却无多话，只是皱眉道：“想不到严大人也来听案。”严若海却是理都不理这位督察院的御史大夫，看着椅子上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微微一笑道：“本官严若海见过范公子。”范闲也站了起来，微笑道：“严大人再不来，我今日只好拆了这刑部，然后逃亡天下。这自然只是句玩笑话。”韩志为看了严若海一眼，皱起了眉头，心想监察院怎么也来搅局，说道：“小范大人咆哮公堂，殴打官差，其罪难赦，不论谁来，只怕今日也是出不了刑部的。何况本部早已发旨前去所拿杨万里等一干人犯，待人正医治，此案自然大白。”“不用了。”严若海说道，“13衙门的官差前去同福客栈拿人，已经被我院一处穆铁大人亲自拿下，现正在监察院里喝茶。尚书大人待会儿若是有空，不妨去将你的下属领回来。拿人的反被人拿，刑部的颜面就在今天完全丢光。”韩志伟指着严若海的鼻子骂道：“监察院什么时候有资格管我刑部之事？我刑部拿人，你们凭什么从中拦阻？春闱弊案是本院在办，圣上旨意中，刑部与大理寺只是协理。”严若会四处望了一望，发现没有看见那位大理寺少卿，微笑道：“既然是协理，就要做好协理的本分。杨万里等4人一直在本院看管之下，尚未定罪，怎能移交刑部？尚书属下那些衙役太过混账，穆大人将他们请回监察院，又何错之有？”
郭征阴寒说道：“杨万里之事罢了，只是一向来朝廷院务的规矩。这位小范大人是刑部先发的文，今日既然他已经站在了刑部的大堂之上，任你监察院说破天去，也休想将人带走。”直到此时，三司都不知道范闲与监察院之间真正的关系，只是以为范闲揭弊案与监察院打交道，加上与废界的师徒关系，监察院才会想要维护对方，所以抢先用规矩来压严若海。严若海皱皱眉头，看着那些围在范闲身边手中拿刀的13衙门吏员，说道：“怎敢对范大人如此无礼？”郭征见他不听自己这位堂堂督察院御史的说话，无比恼火，心想：你的品级比自己低如此多，怎敢如此无礼？这位御史一向少与监察院打交道，所以根本不知道监察院的嚣张。严若海在皱眉，望着韩志维抱拳一礼道：“尚书大人，下官奉令请回小范大人，还请通融。”韩志维看见监察院人来了，就知道今天这事儿麻烦，自己背后的主子只怕也没有料到陈萍萍会插手，但今日已然事成骑虎，咬牙道：“按未审结，怎能带人？严大人，这和规矩不合呀！”他学着郭征的口气，处处以朝廷规矩压人。严若海三皱眉，挥了挥手，无数声闷哼似乎在同一时间内响起。只见刑部大堂之上，拳风脚影相加，13衙门的人根本来不及反抗，围住范闲的那些人就已经被缴了械，惨被击倒在地，生死不知。监察院4处向来是监察院除了5处之外武力最强的一个部门，又岂是这些刑部差役所能抵挡？范闲发现身边终于清静些了，笑着挥挥衣袖，走到了严若慧的身边，笑道：“麻烦了，本来以为只是会让王启年来一趟而已。”韩志维拍案而起，大怒道：“如此无视朝廷纲纪，难道你们监察院也想造反吗？我明日上书圣上，定要治你们个死罪！”严若海四皱眉，回身道：“依朝廷规矩，监察院8大处官员只受皇命，遇紧急状况可暂避庆律，非圣上明旨，6部3司2院不得擅自审讯。难道尚书忘了这一条？”郭征英笑道：“严大人这种大头目，3司自然是不敢审的，但是小范大人又与你们监察院有什么关系？8大处是哪8个人？这京都官员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什么时候小范大人成了8大处？要知道监察院执司向来要经过5年才能续正，小范大人今年17，难道他12岁的时候就开始掌管监察院一处事务？没有人会相信，所以郭御史与韩尚书根本不担心范闲今日敢踏出刑部大门，只要他敢踏出刑部大门，那就是藐视庆律，大罪难赦。加上范闲又得罪了如此多的京官，朝议汹涌之下，就算是宰相大人与范尚书也没有办法保住他，陛下也不得不降罪于他。严若海看了一眼范闲，温和一笑。范闲微微一笑，手指伸到腰间，将皇后赐的如意小佩剑解了下来，随手扔给一位监察院吏员，然后慢慢掏出一块木牌，那木牌色泽微黄，上书着提司2个大字。他将手直伸向郭御史与韩尚书，那2人齐齐往前伸着脖子，看清牌子上写的什么后，震惊无比的颓然倒坐在椅子上。那块木牌就像是远远的扇了这2位朝中高官2记耳光。范闲笑着摇头说道：“2位大人再会。”说完这句话，他就与严若海2人在监察院吏员的拱卫下，施施然向刑部大堂外面走去。堂上桌后，郭御史满脸铁青，韩尚书靠着椅背上沉思，谁都没料到范闲竟然有监察院提司的身份。提司是什么？是监察院8大处之上的超然存在，是监察院里最隐晦的一个职司。朝中官员多有猜测，但谁都料不到那位传闻中阴森无比的提司大人与这位满腹湿滑、一脸阳光的小范大人竟是同一个人。怎么办？韩志维睁开眼睛，眼中射过一道寒光。不论6部还是3司都没有资格审讯监察院提司，除非陛下下旨，但你我都清楚，陛下不可能下这道旨意。郭征皱了皱眉头，看着消失在刑部前10街的那一大队人马，冷冷道：“真是个铁做的乌龟，竟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范闲为什么一开始不亮明身份，非要来刑部走这一遭？难道他真的不怕我们动用朝中高手，抢在严若海来之前将他擒下？”韩尚书也敢不解，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是大有忧患。既然今天根本无法咬死范闲，那么迎接自己的一定是马上到来的强大反扑。他叹了一口气，想到范闲最后说的再会2字，慢慢品咂出来一股苦涩之意，一股恐惧，不知道自己身后的势力能不能保住自己。走出刑部大堂之外，范闲平静说道：“院长大人逼我亮明身份，也不至于非要玩这么一出无趣的戏码。”严若海微笑说道：“院长以为既然刻意要让这京中诸生知晓大人的身份，那自然需要在正确的地点、恰当的时机，用一种相对而言戏剧化的手法展露出来。今日在庆国刑部大堂之上，京中市紫云集门外为大人鸣冤，正是大好的时机。”范闲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其实今天还真有些航险，那些隐藏在6部后的强大势力，如果想避其功于此役，
完全可以有更狠的法子。如果自己不是在苍山之中修行效果显著，自己也没有信心敢在阴森公堂之上谈笑自若。监察院是特务机构，所以名声一向不好。颜若海轻声解释道，所以院长大人才将你揭破弊案的事情大肆宣扬，率先将你的名声树立起来，这样监察院提司的身份曝光之后，才不会让那些世子百姓一想到你就害怕反感。原来只是一个形象塑造工程。范闲深吸了一口气，先前胸中郁闷还未散去，日后自有详细计较的时辰。颜若海没有听明白这个年轻的提司大人此话何意，从身旁下属手中接过范闲先前解下的玉如意小佩剑，递到他的手里。范闲将这块如意放在手掌中，轻轻抚摸着，忽然开口问道：婉儿入宫对太子解释，而且我自认此次春闱也没有怎么损伤太子的颜面，以太子的性格，应该不会如此刚烈。先前韩尚书忽然狠辣起来，倚仗的究竟是东关哪一位？颜若海微笑道：不是太子，自然就是皇后了。皇后？范闲一挑眉头，心想自己范闲得罪的人是越来越多，只是不知道皇后是不是因为自己很害怕的那个原因在对付自己。他握紧了手中的玉如意佩剑，想到这佩剑也是皇后赐的，下意识里便想扔掉。颜若海微笑提醒道：宫中刺物，你随意处置，这是大罪。范闲笑道：谢谢提醒，只是如今我提司的身份马上天下皆知，还有哪个衙门敢不长眼来审我？衙门不敢审，宫里敢审。颜若海轻轻拍拍他的肩头，发现这个年轻人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小些，摇头叹息道。范闲点头受教，然后诚恳说道：此行北齐，请颜大人放心，我一定会将师兄平安带回来。多谢。颜若海说道。走出刑部大门，一直围在街上的世子百姓们看见永接弊案的小范大人平安走了出来，爆出一片欢呼，欢喜无比。范闲向四周微笑致谢，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今日会在刑部表现得如此嚣张，原来这是因为自己终于做了件自己认为十分正确的事情。就像前世看小说时那句话一样，什么是正道？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种感觉很好，很强大。刑部之事马上传遍了京都四周，人们预料之中，监察院、宰相与范尚书这三大巨头对刑部、督察院的大反击并没有马上展开，这一点出乎了所有官员的预料。而殿试的时候，庆国皇帝陛下终于淡淡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范闲所看中的几个人都被选入了二甲，至于状元榜眼探花则并不出奇地归入到一些成名已久世子的头上。而且范闲清楚，这三位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那几张纸条上，当初自己胡名的时候也是做过手脚的。皇帝陛下对于科场弊案表态更明显的一点，还在于当时殿试的具体情形。传验之时，百官十分讶异地发现，太学五品奉正范闲有些扭捏不安地坐在前排，坐在太子和二皇子的下手，微羞笑着，似乎今日未饮酒，所以不像土师300那夜一般狂放，有些不适应被万众瞩目的感觉。在范闲大闹刑部之后，京中百官早就知道了他的真正身份，更知道监察院借题发挥，仗着范闲监察院提司的法外情权，将刑部尚书韩志伟与督察院御史郭征的脸皮全部扒光。而听闻那夜宫中也出现了好一阵扰攘。监察院提司，这是一个很阴森的职司，众官始终难以将手握无数密探、暗操官吏生死的角色与范闲联系起来。但无论如何，此时众官在看范闲时，已不再仅仅是将他看作一个文臣，一个背后有大背景的权贵子弟，而是第一次实实在在感受到了范闲的实力。殿试之后，春闱科场弊案依然在监察院的主理下缓慢而坚定地审理着，而那位范提司却安静了下来。知道内情的人猜到，范闲在准备数日之后的出使仪式。3月初3，殿试结束，传验结束，插花结束。杨万里、侯继常、程嘉玲外加一个石产力，这4位骤然间天降横幅的书生终于去了个空，有些不安地坐着马车来到了城南大街的范府门口。杨万里抬头看着范府那阔绰的门脸，有些紧张地瞄了瞄门口蹲的凶恶石狮，讷讷说道：有些紧张。侯继常是4人中最沉稳之人，但头一次来到这等豪贵之府，也有些紧张，强撑笑颜道：小范大人都是见过的，年轻有为不说，谈吐也是极有趣的人物，不似朝中旁的大员那般面目可憎，紧张什么？程嘉玲在旁讷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前些天被刑部与监察院一闹，他们这4个人按道理来说，以人言来论，谁都已经将他们归到了范闲的门下，殿试已过，是无论如何都应该来府上拜门的。说回那日同福客栈里，这4个秀才忽然间发现，庆国最恐怖的监察院居然为了自己和13衙门的差役大打出手，险些没吓死。石产力性情最是温和洒脱，此次反正没中，所以比旁边3位友人显得要轻松许多，指着他们笑道：我看你们确实挺紧张，不过大约不是拜访门师的紧张，而是发现小范大人忽然摇身一变成了监察院的提司大人，这才有些隐隐畏惧。朱兄，我说的可是正理。杨万里又看了一眼那石狮子，苦笑说道：谁也料不到，怎么没2天，诗仙范闲
忽然就成了监察院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监察院那是多么可怕的地方。朝中这些官员向来忌惮三分，小范大人入了监察院，这名声确实有些不好听。无知俗人的偏见罢了。石产力笑着说道。那日在同福客栈之中，你也曾经说过，监察院在监督吏治上是极有好处的。他转向有些不以为然的侯继常说道。郭尚书入狱后，你也曾经为监察院举杯，怎地？如今发现门师是监察院的高官，你们反而如俗人一般想敬而远之。杨万里叹了口气说道。此次春闱弊案一事，天下皆知是小范大人手工，后来才真正明白，原来他一直就在为监察院做事。小范大人此举不单单是造就我们三人的前途，更关键的是也为这天下读书人谋个稍许公平些的道路，人人感激。就算知道他是监察院的提司之后，也没有哪位世子敢对他稍有不敬。至于你我几人，更不用多说。爸爸，就算小范大人将来一直在监察院里待着，咱们还是得好生跟随，这点师兄不用多讲，我也早下了决心。侯继常微微一笑道。正是此理，只是有些可惜了，但凡在监察院任职的特务头领，依朝廷规矩就再也无法入阁拜相，不免有些可惜了小范大人这一身才学。此时程嘉玲才有机会插了句嘴。小范大人还有那个身份，本来仕途就无法大展，来年听闻还要执掌皇上内库，所以能进监察院任职倒不算可惜。众人明白他说的是范闲那个郡主驸马的身份，一想到几等庶人这位年轻至极的门师居然会有如此多的身份，大家也觉得好生奇妙。四人在范府门口低声商议良久，终于驱除了一些心中紧张，迈步向范府走去。地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名次，范府门房早就注意到这四个秀才模样的人物，满脸狐疑的接过名次一看，却发现是最近京中传了许久的那四人。范府下人都知道自己家的大少爷新收了4位学生，原来就是眼前这4位，赶紧恭谨请入门房上茶侍候着。四人知道这是高门大族规矩，但凡客人上门都得先在门房饮茶待报。不料过不一时，那位门房满脸不好意思回报道：少爷今日出门了，却不在府中，4位大人是不是留个口信，或是择日再来？四人不免有些失望，但内心深处无来由却又放松了起来。偏在此时，一台官轿停在侧门之旁，门房赶紧上前迎着。从轿上下来一位面目肃然的中年官员，双眼柔深有神，行过门房之时，停住脚步看了这4位读书人一眼。门房见主子停住了脚步，正要上前介绍，便只见主子摆摆手，转头面向这4人和声问道：你们谁是杨万里？谁是石产力？谁是侯继常？谁是程嘉玲？侯继常一惊，心想这位大人居然不问而知自己4人的身份，而且不是单问一人的名字，竟是无意遗漏，想来是不想让几等生出厚此薄彼之感。如此心神清明的人物，不想而知一定是小范大人的父亲了，赶紧一礼拜下去。晚生侯继常拜见尚书大人。他旁边3个此时才醒过神来，知道面前这位高官便是小范大人的父亲，也赶紧施礼。司南伯范见微微一笑，看了侯继常一眼，略带赞许和声道：看来范闲的眼光果然不错。接着说道：他不在家，若你们不嫌老人家啰嗦，陪本官进府闲叙几句吧。这是门师的父亲，应该怎么喊来着？4位读书人虽然都将是明日庆国官场的新兴力量，但面对着这位老狐狸尚书大人，哪敢多话，老老实实的跟在大人的身后走进府。去天河路上那座最丑陋的建筑仍然沉没在春光之中，道路两边著名的落花流水里没有花瓣，因为春时尚早，花都还未全开，自然舍不得将衣裳扔入水中做景致。京都的百姓们依然循着老规矩，远远躲着监察院行走，院门前的石碑安静地注视着那些人们，似乎是在说：院子是保护你们的，你们为什么如此害怕？不要问百姓为什么会害怕监察院，就像是杨万里那4位世子一般，人们对于秘密特务机构的害怕总是没来由的，因为那个衙门似乎没有光，似乎拥有的只是秘密与黑暗。监察院那个方方正正的房间里，7位首领正敛气凝神坐在长桌旁，他们知道今天的会议很特殊，所以望着长桌尽头那位脖子院长的目光都带着些许疑问。一处的头领诸葛在这个房间里自杀之后，一处便一直没有首领，穆铁也只是暂时领着京中的职司，所以今天8大处只有7个人。房门轻滑无声的开启，但这7位庆国特务机关最厉害的角色自然察觉，下意识扭头向门口望去，就连长桌尽头的陈萍萍也缓缓抬起头来，双眼宁静有神。一个有着威吓眼眸、满头乱发的老头子勾着身子走了进来。众人略觉诧异，却见费介将身子一转，轻声说道：丑媳妇儿总是要见公婆的，进来吧，磨蹭什么？他身后那位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闪了出来。这位年轻人容颜清秀，赌之可亲，满脸挂着微羞的笑容，拱手对桌旁的监察院头目们行了一圈礼，有些不好意思轻声说道：大家好，大家早，我就是范闲。检察院的会议室里不免陷入了一阵有些尴尬的沉默之中，
谁也没有想到范提斯大人在监察院的头一次露面，竟然是如此的一个情形，与监察院向来的肃杀气氛完全不合。半晌之后，终于有人忍不住笑了一声。范闲微笑着，双手抱拳，往里面走去。这里的7位厉害人物，他只认识严若海一个人，其余的人都很面生。幸亏费介老师今天一直跟在自己身边，不然自己还真有些害怕独自面对这整个庆国，或者说整个天下最阴森恐怖的密探头子们。在长桌的尽头，有一位老人正坐在轮椅之上，双眼清寒，却十分温柔地望着自己。范闲无来由地在心底叹息一声，缓步走向前去。他早就认出了对方，毕竟16年前自己初次来到这个世界时就曾经见过他。这16年里，老脖子的面容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陈萍萍看着这个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年轻男生，脸上浮现出一种很奇怪、很满足的神色。范闲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陈萍萍张开自己的双臂，轻声说道：“孩子，到这里来。”范闲缓缓低下身子，将自己的头轻轻搁在老人的肩膀上，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对方并不宽广的胸怀，轻轻一抱。陈萍萍很瘦，两人的身体接触有些轻柔，但范闲感觉很温暖。一老一小二人就这样拥抱着，似乎身边那些庆国的密探头子们都不存在一般，且容放肆这一时吧。许久之后，二人才缓缓分开。范闲很恭敬地行了一礼：“终于见着您了。”陈萍萍忽然发出极尖锐的2声笑，笑声中显得极其快意。除了费介之外，不知道内情的7位密探头子都保持着礼貌的沉默，但内心深处却是一片震惊。谁也不知道这位提司大人与向来离群所居的院长大人究竟有怎样的关系。今天是范闲以提司身份正式进入监察院的第一天，所以8大处的成员都在这里等着。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范闲安静地坐到了陈萍萍左手边的椅子，而费介坐在了陈萍萍的右边。他就是范闲。陈萍萍看着自己的下属们，轻声说道：“日后监察院的提司，诸位的同事，请大家多多支持。”陈院长介绍新进人员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郑重其事过，也从来没有说这么多的话。7位头领都知道这些话的分量，站起身来向范闲正式的行礼，没有多说什么。从5岁时费介开始教导范闲开始，范闲就知道自己与那个天下畏惧、百姓避之不迭的特务机构一定会发生些故事，尤其是知道母亲与这个院子的关系后，他更是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也会与这个院子发生一些很奇妙的关系。小时候，他从费介的口中就已经知道了许多监察院的机构设置与工作流程。入京后连番多事，与监察院多有配合，自己更是在院外独立组了启年小组。今日又正式的听了这番讲解，对于监察院的了解自然更深了一层。监察院是直属皇帝陛下的特务机构，全在6部之外，不受庆律所限，只依圣旨办事。下面一共分成了8大处，一处专门负责监察京中百官，在各要害部门安插着许多探子，是监察院最要害的部门。前任头目就是暗中倒向长公主，刚死数月的诸葛。2处负责各处情报的归拢分析以及竞策，以供陛下及军方做出计划。3处是范闲感觉最亲切的部门，因为他的老师费介在没有退休之前，一直是3处的头目。3处专门负责研制药物与各类偏门武器，范闲如今身上带着的迷药、毒药、春药，基本上都是3处的研制成果。4处就是严若海的部门，专门负责除了京都之外各郡各路官员的监察以及相关情报的侦缉工作，权力范围远至国境之外，还包括了北齐东夷城的部分。如果单以权限来论，是除了1处之外权力最大的部门。监察院5处是一直住在京外，由皇帝陛下亲旨成立，专门负责保护陈萍萍安全的黑旗，在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骑兵的千里突袭。当年深入北魏擒获敌国密谍大头目萧恩，便是5处最光彩的一次战绩。可以说，这个部门是监察院中武力最强大的，一属6处是最不出名也最恐怖的一个部门。就连范闲入京这么久，也没有怎么与对方打过交道，因为6处是专门负责处理暗杀的事宜。当然，从方面来说，6处也要保护陛下指定的人选。7处则是专门负责刑讯囚敌之事，这是比刑部13衙门更专业的存在。范闲当初在监察院大牢里曾经看见的那位不起眼的牢头，就是7外前任头目。8处啊8处，范闲看见那位中年官员就想笑，这是监察院里自己打交道最多的一个部门了吧？谭伯书局可没少给8处上供，虽然有关系可用，但是7叶掌柜还是很小意的按月给8处上供。这个部门在范闲的感觉中就有些像前世的那个老爷衙门，只是比那个老爷衙门的权力更大更独立些。简单的介绍完毕之后，这7位监察院大头目不需要范闲的自我介绍，因为范闲履历实在是太清楚、太明白、太光彩，整个庆国的人都知道，更何况这7位尖如狐、狠如狼、猛如虎的密探头目。在这7位头目中，范闲只认识严若海一个人，却对6处和3处的头目比较感兴趣，因为在介绍的时候，负责暗杀的6处头目自我介绍前加了一个代字。范闲有些好奇，庆国最厉害的刺客究竟在哪里？
至于他对三处的头目之所以好奇，则是因为费介在旁边无聊插话，这位姓冷的头目居然是费介师弟的首徒，算来范闲应该叫对方一声大师兄才是。见面会结束之后，三处的冷头目与四处的颜若海留了下来，范闲与冷师兄凑到一处嘀咕了好一阵子，说到毒药暗器什么的，不免有些眉飞色舞。颜若海在一旁看着，有些毛骨悚然，才想起来这位提司大人是费老的关门弟子，也是和毒物一道长大的小怪物，自己以后还是不要太过亲近的好。见二人说得高兴，费介皱着眉头说道：萧恩是何等样的人物，他早就已经算好了这些事情。我估计使团入北齐之后，他会要求在雾渡河那里停1个月，在北庆方面的保护下，确认自己身体内没有余毒，才会往京都去换人质。我都配不出来这种能绵延1个月定时发作的毒药，你们两个嘀咕再久又有什么用？范闲与这位初次见面的大师兄互视黯然叹气，丧拜颓息，拱手告别，知道费介说的是对的。陈萍萍轻轻拍了拍手，将还留在屋子里的几个人的注意力收拢了过来，轻声说道：此去北齐有4项任务。范闲坐了下来，很认真地聆听着。第一，确保严冰云平安回国，接任一处职务。第二，在换服结束，确保2国协议成功之后，马上杀死萧恩。陈萍萍像在说一件很家常的事情。第三，执行洪秀昭计划，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待会儿有案卷给你。第四，在完成前3项任务的基础之上，整合北齐方面的谍网，确保不会因为严冰云的离开而导致情报工作的滞后。4个任务，一个比一个难。范闲脸色比较平静，内心却有些隐隐的兴奋与不安。陈萍萍面无表情地转向颜若海说道：相关的资料你去准备好，然后范闲离开之前，你对他做个交代。颜若海点点头，起身离开房间。此时屋中就只剩下范闲、陈萍萍与费介这3个人。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陈萍萍的双手轻轻抚平膝上毛毯上的皱褶，脸上浮出一丝微笑，望着范闲说道：我相信当你看见院外那个名字之后，就应该知道很多事情。武竹叔说过一些。范闲微笑望着面前这位脖子老人，心里面涌起十分复杂的感觉。虽说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一部分都是他安排着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范闲生不起那种一般人的抵触情绪，反而有一种很古怪的信任，似乎面前这个庆国最恐怖的官员是值得自己信任的。这是直觉，范闲一向相信并尊重自己的直觉。老五，陈萍萍闭着眼睛，皱着眉头，似乎陷入某种回忆之中，忽然说道：他的记性到底好点了没有？范闲轻声说道：也许该记得的都记得，不想记得的都忘记了。费介咳了2声，瞪了学生一眼，心想面对着院长大人竟说这种玄之又玄的话，实在是很没有什么必要，很范闲。陈萍萍尖声一笑，搓了搓自己有些粗糙的手指头，说道：武大人现在在京都吗？这个问题费介在范闲的大婚之夜也曾经问过。范闲摇摇头，像上次那般回答道：听说去南边找叶流云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范闲似乎隐约听见这房间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很遗憾的叹息。他皱了皱眉头，袖中的手指抠住了暗弩3人。此时谈的内容太可怕，不论是谁听到了，对于范闲和陈萍萍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后果。出来吧。陈萍萍似乎看见他袖中的反应，轻声说道：我想你一定很好奇6处真正的头目是谁。随着这句话，一个人，准确来说是一道黑影从房间阴暗处飘了出来，飘渺渺的，魂不似凡人。这道黑影飘至陈萍萍的身后，才渐渐显出了身形，是一位浑身上下笼罩在黑布里的强者。范闲感受到对方此时刻意散发出来的气势，瞳孔微缩，整个人的身体都紧张了起来，然后缓缓放松。他见过对方，在遥远的16年前，这个黑影一般的刺客站在陈萍萍的马车上，像鹰隼一般掠过，秒杀了一位神秘的法师。他就是监察院6处头目，从来不见外人。费介微笑解释道：当然，你不是外人。那位庆国的刺客头目没有说话，沉默地站在陈萍萍身后，似乎对于范闲没有什么兴趣。陈萍萍的声音有些嘶哑，接着费介的话说道：除了武大人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刺客，当然也是最好的保护者，所以我才能够活到今天。黑影微微欠身，向这位轮椅上老者的称赞表示感谢。陈萍萍看着范闲的双眼，微笑说道：影子是武大人的崇拜者、追随者，甚至他的很多技巧都是许多年前他年纪还小的时候看见武大人的手段逐步模仿而来，所以刚才听你说武大人不在京中，他有些失望。此时范闲在看那个影子刺客的眼神就有些不一样了。单单只是模仿武竹书就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位庆国第一刺客果然天分惊人。当然，这说明瞎子武竹更加可怕。费介推着陈院长的轮椅进入了监察院后方的大院落，而那位影子又消失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不知去了何处。范闲亦步亦趋地跟在轮椅后面，心里有些怪怪的感觉。
那个庆国最厉害的刺客和五竹叔的风格还真是有些相像，他已经有许多天没有看见五竹了，虽然不会担心什么，但马上出行在即，总想与最亲的人见上一面。这是范闲第一次进入监察院戒备森严的后院，这院落极其宽大，院墙外数十丈内都没有高大的建筑，所以没有人能够从外面看到院中的情况。与世人的想象完全不同，监察院后面竟是这样美丽的一个所在，四处可见青青草坪，数株参天大树往地面散播着阴影，青石板路旁小野花偶露青岩。监察院的职员在不同的建筑之间沉默来往，远远看着那架黑色的轮椅便会恭敬无比，勾身行礼。而每行一段距离，范闲都会皱皱眉，因为在那些美丽的假山之下，清嫩的矮林之中，似乎随处都隐藏着暗梢，竟是比皇宫里的防卫还要严密许多。熟悉一下，以后这院子是你的。陈萍萍很随意很突然地说了一句话，那感觉就像是扔块馒头给范闲吃一般轻松。范闲却是心里咯噔一声，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个安排，但还是没有料到这老脖子会这么简单地说了出来。陈萍萍回头皱眉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范闲不知道他为什么叹息，微笑着说道：有几个问题，说来听听。轮椅停在一方浅池的旁边，池水透亮，可见水中金色鱼儿自在游动。陈萍萍双眼望着池水，科场案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是为什么郭御史和韩尚书敢对我下手？难道他们不怕家父与宰相的愤怒？范闲看着陈萍萍那一头缭乱的花发，静静说道：东宫方面不是太子的旨意，皇后为什么要对付我？陈萍萍没有回头，挥了挥手，费介笑着拍了拍自己学生的肩膀，对于他的勇气表示赞赏，然后离开了水池边。范闲上前接过老师的位置，推着轮椅沿着小池走了起来。陈萍萍沉默半晌之后说道：你是逼我摊牌吗？您至少得让我知道对方知道多少我们的牌面。陈萍萍尖声笑了起来，还真是一个谨慎的年轻人啊，看来你猜到了一些事情，又害怕皇后是因为那些事情在对付你。范闲微笑道：是啊，如果皇后真知道了我猜到的那些事情，那她对付我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也只能想到这一个理由。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现在的力量完全不足以抗衡东宫，敌人都是纸老虎。陈萍萍忽然说道。范闲没想到会从对方嘴里听到这句话，不由大惊，紧接着却听着陈萍萍淡淡说道：这是你母亲当年说过的话，她当年还说过我们要在战略上秒关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范闲有些想笑的感觉，想来这位伯子一定不知道这些话的原创者并不是母亲大人。陈萍萍微笑说道：而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战略上过于重视敌人，甚至害怕敌人，所以做起事都是束手束脚，想那日在刑部大堂之上，你就算打将出去，难道还有谁敢对你如何？而在战术层面上，你又思忖的太少，如果不是有院子给你抹屁股，你今后做的这些事情早就足够你死几百次了。范闲哑然，陈萍萍双手温柔地交叉在大腿上，轻声说道：不要把东宫看得太过强大，在这整个庆国中没有真正强大的势力，包括宰相大人，包括你父亲范建在内。范闲若有所悟，轻声说道：暴力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只有军方和监察院才是真正强大的势力。陈萍萍抬起一只手，用修长却苍老的手指头摇了摇。不对，在整个庆国只有一个人是真正强大的人。范闲低下头去，轻声说道：是皇帝陛下。陈萍萍微笑说道：不错，陛下可以什么都不管，只要他的手上还掌握着天下的军权，随便百官后宫如何折腾，他根本都懒得抬一下眼皮子。范闲略带一丝嘲讽讥笑道：还真是位很清闲的皇帝。陈萍萍搓了搓有些发干的双手，缓缓说道：监察院是陛下的，我只是代管而已，将来你也只是代管而已，牢记这一点。范闲满脸平静地望着这位庆国特务机构的大头目，不知道传说中他对皇帝的忠心，自己究竟应该不应该去怀疑一下。黑色的轮椅已经绕着那方浅池走了许久，水中那些金色的鱼儿都看得有些晕，缓缓地沉到了水底，不再理会池边的一老一小无趣二人，开始用鱼嘴拨弄着细沙玩耍。监察院的官员们远远看见院长大人与新晋才揭开身份的范提斯密谈，自然不敢前去打扰。陈萍萍忽然叹息了一声说道：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晃眼你母亲的儿子也这么大了。范闲一怔，心想这种说法真是怪异，什么叫做你母亲的儿子？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就结了？他苦笑着说道：我只是很遗憾，不知道母亲究竟长得什么样子。陈萍萍微笑说道：全天下只有你母亲的一幅画像是当初的国手偷偷画的，最后那位大画师险些被武大人杀了。范闲微笑应道：那幅画不会存在皇宫里吧？陈萍萍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悠悠说道：东宫方面不需要太过担心，先前就说过了，皇后的势力早在12年前就被陛下除得差不多了。范闲知道那个京都流血液的故事，眉头微皱说道：为什么陛下没有废后？
毕竟她是太子的生母，而且一向的太后喜欢。最关键的是，陈萍萍似笑非笑说道：“咱们的皇帝陛下，再到哪儿去找一个身后没有一丝势力，而且如此愚蠢的皇后去？”范闲内心深处一片阴寒，那个皇帝果然不是什么善茬儿。幸亏陈萍萍不知道他在心里如此形容陛下，游子温柔说道：“不要担心会被人发现你的身份。16年前那个婴儿的死亡，在宫中看来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愚蠢的皇后之所以此次会让韩上疏动你，只是站在太子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他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你是监察院的提司，只是愤怒于你在花坊上与二皇子的见面。”陈萍萍皱眉微怒道：“我想思南伯大人应该和你说过，不要与这些皇子走得太近。你难道以为你们在花坊上的见面，这京里的贵人们能不知道？”范闲窘迫一笑，在刑部大堂上的时候，他是真没有想到皇后是因为忌惮二皇子的缘故，才要用刑部的烧火滚来警告自己。当时还以为对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陈萍萍轻轻折下一朵粉红的小花，小心翼翼地别在自己的发梢，看着那花颤微微的随时会落下，范闲赶紧用手指头把老人的发鬓抿了抿，让花插得更稳一些。陈萍萍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轻轻拍拍范闲的手，说道：“折腾了16、17年，你终于入了京，终于长大成人，我也算对你的母亲有个交代了。”范闲一直很好奇当年的故事，忍不住问道：“当年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这问的自然是跟随母亲想改变这个世界的那些厉害人物。你自己数一数。范闲屈指一数，微笑道：“6个人。”你母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陈萍萍微微一笑，看来你也还算聪明。关于前一句，我很小的时候，费介老师就已经说过了。估计他没有说过，我们其实都很想念你的母亲。从某些角度上说，她是我的领路人。有些意外。范闲微笑道：“不过也能猜到一点，对思南伯尊敬一些，对范家好一些。”陈萍萍忽然很严肃地说道：“他们为你付出了很多。”范闲微微垂下眼帘，当年能在那般诡异的情形下保住自己一个小小婴孩的性命，能让宫里的人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不问而知，父亲一定付出了许多。他说道：“我真正需要防范的敌人究竟是谁？不可能是长公主那个疯子，当年她的年纪还很小。长公主只是一个可怜女子，对于皇室的人来说，小姐的光彩太过夺目，她一辈子都生活在你母亲的阴影之下。她自诩聪慧能干，为庆国谋取了不小利益，却始终在陛下心中及不上你母亲的地位，所以有些因急生狂。至于敌人，没有敌人，没有敌人。”陈萍萍轻声反复着，似乎是想说服自己。先至监察院，后掌内库，我想总会有些人会察觉到不对劲。范闲微笑说道：“您究竟想让我做些什么呢？”陈萍萍轻声说道：“你不是想做一位权臣吗？”范闲宁静看着陈萍萍的双眼，忽然开口说道：“我知道你要做些什么。”陈萍萍表情不变，微笑说道：“我希望你要一直装作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范闲皱了皱眉头，虽然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血脉之情，但我仍然不希望看见太多人流血。还早着。陈萍萍轻声说道，而且流血这种事情，往往是愚蠢的人们首先拔出刀子来，想划破别人的脖子，却不小心划到了自己脖子上。范闲微涩一笑，他虽然尊敬并且信任这位老人，但饭总得自己吃，路总得自己走。虽说入京之后，一直与这位监察院院长保持着不见面却默契的配合，对方为自己做了许多事情，但如果将来真有什么事情，导致二人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范闲会选择首先尊重自己的意愿。陈萍萍挥挥手，皱眉说道：“你以后要学会把眼光放开一些，不要总是盯着一步一思，区区官员，这区区京都，你要学会站的位置高些。”范闲笑看应道：“难道要将眼光放在天下？”陈萍萍微笑道：“也许更高一些。”范闲默然不解：“你去吧，此去北齐，小心一些。”陈萍萍咳了2声，将鬓上的小粉花取了下来，用手指轻轻搓揉，轻声说道：“萧恩要死，当然，你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除此之外，那3项任务你自己斟酌着办。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你可以尝试着打探一下神庙究竟在哪里。毕竟这个世间目前只有北齐的国师苦荷曾经与神庙接触过。”范闲皱眉道：“神庙？太突然了，我好像没有什么信心。虽然我骨子里还挺喜欢冒险这种事情。”陈萍萍点点头：“你母亲当年也很喜欢冒险。不过我倒真的极少担心你的生死。如果武大人教了你这么多年，你还不能活着从北齐爬回来，那我会在你的葬礼上表达对你的失望。”老人微笑着，将手指间的花瓣碎末洒在地上，粉艳一片，心想：真正的那个敌人又岂是你这个年轻人所能应付的？告别了母亲最亲密的老战友后，范闲回到楼中，与严若海碰了个头，拿了一些卷宗，准备回府好生研究一下。北齐方面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本来就算是陈萍萍想借此事让范闲真正掌控监察院，但如果范闲不愿意，想来也没有谁能逼着他去那个陌生的国度。但范闲真想去，
前世被囚禁在病弱的身体中不得自主，今世被囚禁在离奇的身世中不得自主。难得此次出使北齐，可以天高任机飞，海阔凭虾爬，范闲哪肯放过这种放肆一回的机会？所以他认真地向颜若海请教此次出使应该注意的事项，打听北齐方面自己需要注意的人。颜若海摇摇头，看看这位年轻的提司，似乎不知道为什么范闲会如此热衷此事，说道：北齐一向不稳，太后太年轻，皇帝太小，不过去年那场战争之后，似乎他们的京城稳定了许多。提司大人需要注意的应该是3个方面，一位是河道人，一位是上山虎，还有一位自然就是极少见人的苦河国师。河道人？范闲皱看眉，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道教，为什么会叫河道人？颜若海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并没有解释，继续说道：河道人是后党高手，范提司去年杀死的程巨术就是他的徒弟。上山虎是北齐难得一见的虎将，一直在北边雪地里对抗蛮人，听说去年北齐战败之后，被年轻的皇帝调回了京都。提司大人此行北齐，一定要注意一下他，因为院里一直在怀疑他的师门。至于苦河大师，身为天下4大宗师，应该不会涉入这些世俗之事，但是他皱紧了眉头，说道：苦河收了一位关门弟子，今年正式入世修行，提司大人名满天下，还是要小心一下对方前来生事。范闲一怔，无来由想起前世小说里常见的那些妓女门派，苦笑问道：不会是女人吧？颜若海面无表情说道：不知男女，只知道3个月来，这位大宗师的关门弟子周游北齐全境，生挑了无数上品高手，甚至有传闻对方便是传说中的天脉者。他看了范闲一眼，轻声问道：提司大人知道天脉者吧？范闲感觉这个词儿似乎有些熟悉，忽然间脑中灵光一闪，想到小时候费介老师曾经提过一次，后来在长公主的广信宫上偷听他与庄墨涵大家对话时也曾经听过一次。听完颜若海的解释，范闲皱紧了眉头。500年才出一位的天才人物，上天的血脉，又不是地里种的韭菜，砍完一茬又来一茬，我不相信。颜若海点点头，说道：院里分析，估计是北齐方面因为连年战败，所以需要塑造出一位绝世年轻强者的形象，来增强国民信心。范闲微笑道：这比较可能，就像是院里这段时间塑造我这个提司形象一般。那人叫什么名字？海棠。范闲有些头痛，我希望是个娘娘腔，但千万不要真是个娘们。2人又随意说了几句，最后颜若海平静望着范闲，眼角的鱼尾纹皱的极无力，轻声说道：小儿的事情就劳烦提司大人了，刑部大门口我就说过。范闲很认真地回答道：我会平安把颜公子带回晋国。出了4处的房间，一直在外面候着的王启年赶紧过来，将范闲手上那对暗宗接了过去。范闲眼睛望着前面，嘴里却对自己的心腹轻声说道：去北齐，我是一定会带着你的，谢大人信任。王启年笑着应道：此行北齐，如果没有别的安排，倒真是一趟镀金之旅，逍遥之游，这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敢对使团下手。范闲摇了摇头道：带你去是因为你是监察院里跑得最快的一个人，当然除了宗追之外。王启年苦笑着没有说什么话，他先前还跑到宗追那里去叙了半天旧。他与宗追2人当年并称监察院双翼，只是后来王启年安于文氏，所以职位渐趋频繁，宗追一直大感郁闷。如今王启年成了范闲范提司的心腹，宗追父又觉着当年老友如今总算回复了些光彩，大感高兴。那位3处头目冷师兄早已等候在密室门边，看见范闲来了也不多打招呼，感觉十分冷淡。推开密室门进去，扑面而来是一道清风，风速却不迅疾。范闲眉头一挑，马上知道这种空气流通的地方一定和炼毒的地方没有关系。冷头目看了小师弟一眼，忽然咧开嘴笑了笑，说道：身材不错。范闲看了一眼自己这位刚刚相认的师兄，打了个寒战，心想不会吧。马上又听着师兄的下一句话，冷头目朝着里间大声喊道：标准。范闲一怔，过不一时便看见里间有5、6个人推出一张大桌，桌上放着几个盒子和一件材质有些古怪的衣裳。那5、6个人看了范闲一眼，面无表情，也许是在3处这种诡异的部门待久了，所以都显得有些木讷。但是仔细端详过后，几个人还是忍不住露出了赞赏之色，对范提司连连说道：身材果然不错。监察院3处这些古怪官吏说范闲身材不错的意思是，范闲的身材很标准，刚好和3处研制出来的配件能够契合，而不需要重新改过大小，意思就这么简单。范闲穿上那件衣服，皱了皱眉，想起来了自己5岁时候的那个夜晚，费介老师摸进卧室时穿的好像也是这种衣服，这衣服特别耐撕。冷头目解释道：防火效能有，但不强，能有效减轻锋锐兵器的杀伤力，但如果对手拿的是开山斧，小师弟你还是躲一躲。范闲苦笑，将双手摊开，
发现式样倒是金钟实心模样，只是后面多了个隐着的涟漪帽。将暗弩取了，冷头目一眼就瞧出了他左手小臂上的那把暗弩。范闲叹口气，有些依依不舍地将陪伴自己4、5年极少离身的暗弩放到了桌上。冷头目看了看他手臂的粗细，打开桌上的一个盒子，取出一把式样小巧、浑身涂成黑色的暗弩，仔细地安放在他的袖子里，调试了一下，又看了一眼范闲刚刚取下的暗弩，皱眉道：“什么破烂东西？7年前的型号，你居然也一直在用？”范闲苦笑道：“够用就好，我很知足。”冷头目向自己的师弟认真解释暗弩的构造和发射原理。这是连弩，不过体积太小，所以只能容纳3支，这3支上面用的是钾4号毒，师弟应该了解。范闲了解，3除钾4号毒是金瓜葛的毒液，见血封喉。小指微动，试了一下扳机的手感，皱眉问道：“我需要3丈的距离，只能保证1丈，3丈的距离不能保证射中眼睛、咽喉或者是阴囊。”冷头目很平静地说道：“至于你的匕首，是费师伯最心爱的短武器，锋利无比，所以那件就不用换了。这里有些偏门武器，还有些辅助工具，由于不知道你此次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任务，所以你自己挑一挑。”范闲知道这次挑选对于自己在北齐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认真地看了许久，最后挑了几样东西，却没有选择一种可以弹射出10丈高的攀墙爪。一位3处官员有些好奇，说道：“提司大人，虽然下官不知道具体任务，但想来总是不免要进北齐皇宫去逛逛，看有些什么好东西，顺手捞回来。那北齐上京皇宫的城墙可不比咱们京都皇城矮。”这话说得很天真，很单纯，很有王启年的捧哏风，惹得范闲笑了起来。他看看那个设计精巧的铁爪，摇摇头，没有解释什么。这个世界上能比他还会爬的人还没有出现。毒药这种事情，费师伯说过，你的天赋远在3处人员之上，所以我们没有准备。冷头目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范闲身上的装备，有些满意的点点头。范闲流着口水说道：“可是我差材料。”冷头目来了兴趣：“差哪些？”猫扣子、参石、马钳子、南海章。猫扣子苦味太重，而且和你这次的计划不相配。冷头目好奇说道：“参石、马钳子都很常见。”范闲苦笑道：“我现在身份还真不方便托人代买这种物事，很容易引人注目。那再整点哥罗芳吧，老师前年才试验出来，很有效的迷药。”冷头目兴奋说道：“比马钳子好？”范闲更加兴奋，连连点头。但是参石一定要，我在儋州的时候曾经试过，这东西好用，比箭毒的反应更快。师兄弟2人一说到毒药这种东西，就开始变得职业性亢奋起来。2人身边的3处官员也都是同类中人，于是围上前去，展开了热热烈烈的讨论，争论哪种毒药能让人死得最慢，死得最痛苦，哪种迷药能让牌坊下住着的寡妇马上变成流金河上最凶猛的动物。总之，监察院3处是一个变态的部门，这里住着一群变态的人。从3处出来之后，王启年发现今天的范提司大人远不如平日那般沉稳，清秀的面容上带着一丝亢奋的淡红，倒似是做了某些事情。范闲眉飞色舞说道：“天天扮才子真是太辛苦，还是在这种地方讨论一下生活实用技术比较幸福。”变态3处的变态老祖宗费介先生此时正端着一杯茶，在长廊尽头似笑非笑，略带一丝满足看着自己的年轻学生。“要不然你就留在3处吧。”费介与学生一道往前走着，轻声说道：“北齐不要去了，朝官也不用当了，内库也不要理了，安安静静的过完这辈子倒也不错。”范闲沉默着，知道老师是在担心自己。你小时候很安静，但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费介的双眼有些浑浊，淡淡褐色显得有些沉积。入京之后，你的心防更加牢固，但是权力这种东西是很容易让你迷失的。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范闲略沉吟一阵后，恭敬说道：“学生清楚。”费介忽然嘎嘎笑了起来：“如果你想走那条路，就要学会杀人，舍得杀人，享受杀人。”范闲苦着脸说道：“学生又不是小变态。”费介眨眨有些疲惫的双眼，咳了2声后说道：“这个世道很变态，你若不变态，又怎么玩转过来？”范闲在费介的面前，总觉得自己还是当初那个拿着瓷枕的小孩子，甜甜笑道：“玩也分很多种的嘛。对了，老师，为什么先前院长大人看见我后会叹一口气？也许是有些失望，你不像小姐当年那么嚣张。”范闲愁苦着说道：“好男不和女比。”说完这话，他就拉着老师的手往一旦居去了。今日定要大醉一场，反正整个京都都已经知道了他与监察院的关系，何必再避着什么？只是苦了后面的王启年，气喘吁吁地捧着一大堆卷宗，知道这些卷宗是绝密情报，哪敢怠慢，更不敢跟着去一旦居饮酒作乐，
只得赶紧喊了自己属下的那些密探前来小心戒备。满心不安地坐着马车开往范府，太子殿下满脸阴郁地坐在东宫之中，手里握着酒杯不停用力，手指微微颤抖着，半晌之后才从牙齿缝里吐出一句话来：为什么宫里的这些女人们从来都没有学会安分？太常寺辛少卿不敢插话，他知道太子殿下今天的心情特别不好，这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实在令整个东宫都感到异常愤怒与恼火，就连一向温和的太傅大人都发了几次脾气。先是春闱弊案之事，其实东宫方面是此次弊案之中受损失最小的一方，10几位被捕官员中，真正属于东宫方面的寥寥可数。虽然说礼部尚书郭攸之的倒台在官员们的眼中是太子方面一次不可承受的损失，但上次夜宴之后，太子发现郭宝坤竟然隐约听的是别人的话，逐步也就发现了原来郭家竟是长公主那边的蚂蚱。所以此次范闲将郭攸之扳倒，太子非但不怒，反而有些隐隐欣慰。谁也没有料到小范大人竟然是监察院的提司。辛弃务微微皱眉，他与范闲喝了很多次酒，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脸温柔的范闲竟是那个特务机构里的高级人员。太子李承乾摇了摇头，脸上的阴寒依然未去。范闲是个懂事的人，他揭弊案主要是职司所限，事先未与本宫沟通也属应当。只需看事中范闲给足了本宫面子，我也不会太过怪他。更何况那日婉儿妹妹专程入宫，将范闲的亲笔信递了过来，我相信他不是有意针对本宫。辛少卿与范闲交好，当然更希望东宫能够在监察院里拥有范闲这样一个强柱，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不错，范提司事前虽未言语，但事后做足了补救功夫，可惜他马上要出使北齐，不然下官应能出面安排他来拜见太子。太子吟哼一声，重重地将酒杯搁在了桌上，怒道：如今就算要见，难道范闲还敢对本宫推心置腹？刑部那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虽然宰相与范尚书如今都没有什么动作，但他们难道不知道韩志伟与本宫的关系？只怕范家恨本宫都来不及，更何况投靠。辛少卿黯然无语，知道太子在此事的处理上真可称得上的持重英明，怎奈何这东宫的主人却是有2位。一主一臣正不甘心的时候，忽听得外间太监高声宣道：皇后驾到。辛少卿看了太子一眼，用眼神示意殿下一定要控制住情绪，然后抢先跪到一边，对推门而入的皇后殿下行了大礼，告退出宫。生着一双丹凤眼的皇后静静注视着自己的儿子，沉默不语。太子满脸微笑坐在一旁，却不肯首先说些什么。皇后咬咬了下唇，眼中闪过一丝失望与悲伤，忽然一抬手，便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太子一侧头，躲过了母亲的这记耳光，反手握住了她冰凉的手腕，静静看着自己的母亲。皇后没有想到一向怯懦的太子眼色里竟然如此锐利，下意识里身子微颤一下，将手从儿子的手中抽了回来，缓缓说道：难道你真认为母亲做错了？太子皱了皱眉头，轻声道：孩儿不敢。皇后忽然提高声音说道：难道你不知道范闲与老二在花房里见面？太子突然抬起脸来，直视皇后的双眼，静静说道：这些事情母后能不能容孩儿自己处理？范闲身为一代师家，与二哥见面也属寻常。皇后又急又气，却不知该如何向这怯懦中带着一丝狠戾的儿子说话。太子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道：母后，我时常在想，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敏感？你这样只会将有可能成为孩儿助力的臣子都赶到其他几个兄弟那里。皇后咬牙说道：本宫乃一国之母，稍加惩治一个小臣，难道他还敢如何记恨？太子淡淡讥讽说道：母亲，那日你不该让韩尚书动手，你又不可能真的将范闲打死，何必去得罪范家和宰相？我想再过些日子，韩尚书在朝中就站不住了，朝中愿意亲近东宫的实权大臣本就不多，你却偏偏要自断一指，真不知道您是怎样想的。皇后皱眉道：韩志维毕竟是当朝尚书，当日又是奉旨一律审案，难道宰相和范建能够如何？有东宫保他，想来陛下总要给你这储君留些面子。不要忘了，范闲是监察院的提司，而且父皇一向很欣赏他。太子吐出一口浊气，摇头叹息道：韩志维这次得罪的人太多太厉害，要知道整治科场之风是父皇的意思，本宫根本不可能出面保他。皇后冷笑道：不要忘记范闲也得罪了多少京官，更何况此次还有督察院牵涉其中，你姑母虽然远在信阳，但她在朝中的势力想来也不会袖手旁观。不要提姑母。太子似乎有些厌恶长公主，这2年她太古怪了，居然和北齐方面勾结，胆子未免太大，将庆国的脸面放到了哪里？至于督察院姓郭的御史，只是他当年玩弄的小白脸而已，就算被监察院暗杀了，他也不会眨一下眼睛。太子毕竟是一国储君，虽说这些年里长公主与东宫一向走得极近，但当范闲的颜值像雪花一样洒遍京都之后，太子也对那位长公主有些忌惮。当然还有别的原因。皇后心痛说道：
我们没有别的助力，只要依靠长公主，本宫会依靠父皇。太子平静应道。直到此一刻，一向显得有些懦弱的太子终于表现出来了皇室子弟天生的政治嗅觉和判断。皇后缓缓闭上双眼，说道：总之我不喜欢范闲，想办法让他死。太子气得一拍桌子，怒道：死？您难道忘了范闲是晨儿的相公？您不要事事都听姑母劝说，那个女人是个疯子，是个疯子，您知道吗？难道您也想变成疯子，被赶出皇宫去？皇后大怒，气得浑身颤抖，指着太子的鼻子，抖着声音说道：你知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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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太子的话触动了皇后的经年之伤，气愤之下，竟是连说了4句你知道什么。太监宫女们早就已经远远地躲开，东宫之中只有这母子2人。一阵极长久的沉默之后，皇后才站起身来，只是身体似乎有些虚弱，晃了一晃。太子赶紧起身扶住了她，有些无奈地请罪。皇后看着自己的儿子，凄苦无比，那双美丽的丹凤眼旁已经有了皱纹，悠悠说道：历朝历代，太子都是最难做的一个位子，你要防着身前，防着身后，母后家中又没有人。12年前那场动乱，你大概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母亲记得清楚，如果你自己不去争夺，那么本来属于你的东西都会被人夺走。太子将声音尽量放柔和一些，轻声说道：孩儿明白了，母后先回宫休息吧。皇后摇了摇头：你不明白，你不明白，这些天里我始终有些不祥的预感，这种感觉很强烈，就像很多年前那个女人进入京都时一般。哪个女人？太子好奇说道。正在此时，东宫沉重的木门忽然被人推开了。谁？太子皱眉怒斥道。一位老太肩勾着身子走了进来，极恭敬地说道：老奴洪四养，奉太后令，请皇后往和光殿闲叙。皇后的脸上一丝惊恐一闪即逝，旋即堆上满脸微笑，仪态端庄的在宫女的搀扶下，跟着那个勾着身子的洪老太监往皇宫真正的女主人宫殿行去。太子微微皱眉，虽然极为不喜这条老狗的无礼，但知道对方是祖母最亲近的宦官，连母后都不大愿意得罪，自己自然不会多做什么事来。宫中烛火渐暗，太子李承乾想着那日刑部之上的荒唐闹剧，心头更是郁闷，实在是不明白为何母后就这般听长公主的话。一想到那位年轻妩媚的姑母，太子心头一热，面上一残，微现惶恐，但眼神中却渐渐流露出情欲之意来。他拂袖往后殿行去，片刻之后，传来阵阵隐不可闻的春意呻吟，一位宫女正在他的身下辗转求欢。太子将那女子的宫衫全数掀至脖颈脸上，遮住她的容颜，只露出那片白晃晃的丰满胸脯来。他一面用力轻伐着，一面沉重的喘息，心想这天下的柔媚女子为什么都不甘心老实躺在床上，非要卖弄自己那些愚蠢的手段呢？春天来了，花儿开了，小鸟叫了。杨万里4位新进官员再往范府去，想慕一慕小范大人的春风，不料今日小范大人依然不在府中。而更令侯继常有些头痛的是，得到的消息是小范大人正在执行某项任务，而明日就会出使北齐。2甲进士不入翰林，依往年规矩都会放置地方任一方官员，眼看着吏部派遣马上就要开始，除了石产吏之外，其余的3人自然都要来听听范闲的意见。毕竟此次春闱，3人全靠范闲的力量才能够走到这一步，他们理所当然的以为范闲肯定需要他们在地方上做些什么，哪里料到范闲竟是不与他们见面，只是给他们留了2封信，一封是留给马上要离京的3位新官，一封是留给准备回乡再比的石产吏。4人坐在范府的书房里，有些不知滋味的喝了一口下人端上来的好茶，也顾不得避嫌，就将门师留给自己的2封信拆开了。其中给侯继常3人的信里是一张白纸，上面只写着很简单的2句话：好好做人，好好做官。末了还有单一句是留给侯继常的，范闲在信里写道：继常莫要太过惧内。这是范闲才明白的冷笑话，这3位举人自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将注意力凝在头前2句当中。好好做人，好好做官。3人越品越觉着这简单话语里蕴着极实在的道理，要学做官，自然要先学做人。但这话还有另一层意思，不知道他们中的哪位品出来了，好好做人不是做好人，好好做官也不见得就是做好官。看完这封信后，杨万里自然对石产吏手中的信大感兴趣，不知道小范大人专门给石产吏留的信中又写了什么，毕竟4人之中就只有石产吏似乎前途有些暗淡。石产吏有些惴惴不安的在3位友人目光中拆开信，细细一看却是几句破落句子，却险些笑出声来。致老方知事不协，3分在人妻在天，莫愁伞下无知己，好生耍着只等闲。最后3字只等闲，自然是等范闲回来的意思。此时的范闲正坐在当初自己买的那处宅院里，微微皱眉，他的手只抚过中空的腰带，摸到那里小时候费借给自己的丸药。当时老师说，如果自己体内的霸道真气出什么问题，
就要靠这粒药丸保命。只是入京以后，体内的霸道真气一向极听话，他倒有些忘记了这桩事。今日白天整理装备的时候，才想了起来。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费介配的这药究竟失效了没有。王启年坐在他的对面，恭谨回道：“人已经找好了。”他有些犹疑地抬起头来，像固然是有些像，提司大人精通化妆易容之术，稍加着饰，想来一般人远远看着应该看不出破绽，不过总有些不妥之处。什么不妥？范闲微微一怔道：“你不是说挺像吗？养了1个月，肤色也净了。”王启年轻声回答道：“要在这些着男中找到一个如大人般风姿英朗的人来，本就是难事。就算行似了，但要扮出提司大人这等天生风流气质、书香诗华，实在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范闲愣了愣，马上明白过来，笑骂道：“你这捧哏，如今拍马屁是愈发的不堪，愈发的不羁，愈发的美妙了。”当夜回府，知道杨万里4人来过，范闲也不以为意。反正要说的话，在客栈之中就曾经说过，只要他们好好做官，爱护百姓，把官位越做越高就好。范闲虽然不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但如果自己的门生里出几个人物，自然也会高兴。至于将来有可能安排给他们做的阴巫事，将来再说。将要临别之时，自然不免要与若若妹妹执手相看，无语不凝噎，与思哲细细叮嘱正私房前的问题，再拜了父亲，敬过柳姨娘，这才回到卧房之中，正准备脱衣上床，好生慰劳一下自己可怜的小妻子，却发现大舅哥那位憨憨的大宝居然在房中。范闲微笑着与大宝说了几句什么，林婉在一旁看着，心里也觉着奇怪，相公与哥哥的关系实在是有些奇妙，都不知道2个人怎么有这么多话讲，也不知道范闲为什么会如此耐得住性子。许久之后，范闲与大宝笑嘻嘻的将各自的右手放到对方的肩膀上，一声像口号般的声音，才让下人将大宝领了出去。和大宝说什么呢？林婉儿可怜兮兮的抱着宝贝看着他，嘟着嘴，像是吃自己哥哥的醋一般。他一双赤足露在背缘之外，雪足黄青，分外美丽。范闲微微一笑，坐到床侧，伸手轻轻抚摸着妻子的脚，手指头坏坏的挠着她肉肉的脚心，应道：“他答应小贤贤，小贤贤不在京里陪他玩，他也会乖乖的。”林婉儿感觉脚心一阵酸麻，听着这语带双关的调情话，雪白的脸蛋倏地一下就红了，甚至连耳根那里都有些红润，看上去煞是可人。他赶紧缩回双脚，羞怯说道：“还早着呢。”范闲调笑说道：“不早不早，明日就是了，得尽早尽早。对了，白天父亲是不是让你去了一趟？”林婉儿碰着人前温文尔雅，人后无耻淫邪的相公，实在是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玩了招声东击西。只是这一招他已经玩过太多次，范闲早已免疫。老丈人把我骂了一顿，先骂的是科场的事情，又骂此次出使北齐一事，我不肯听父亲与他的安排。其实白天入相府，范闲很明显的看出岳丈大人的担忧，只是不知道老宰相的担忧从何而来。他一面应着，一面双手却不老实的沿着妻子的赤足往上摸去，片刻间穿叠被，拨开五指衫，握住柔腻，引得婉儿一声惊呼。夫妻夜话之时，不免要重温一下当初庆妙情形。正甜蜜像早的时候，范闲心里却咯噔一声，想到北齐那位大宗师苦荷，想到虚无缥缈的神庙，不知怎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感觉到他的异样，林婉撑起身子，懒洋洋地伏在他的胸膛上，微笑说道：“明日就要走了，又在想什么呢？”感觉到妻子的发丝在自己赤裸的胸上划过，一阵微痒，范闲笑了笑，将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全赶了出去，一双贼眼咕噜一转，目光便穿过妻的黑发叶的色，极其贪婪地落到婉儿露出大半的酥胸上。婉儿正看着他的双眼，觉着相公清亮的眸子似乎会说话，柔顺的眼波竟是比一般的女儿家还要纯净些，一时似乎在说想着自己，一时似乎在说舍不得，一时似乎在说会早些回来。这目光怎么好像是在说些很下流的话？他顺着范闲的目光一看，才发现自己的内衣早已滑落到腰间，上半身竟是光光的，羞得不行。哎呦一声轻唤，赶紧钻进了薄被之中。再无春光可于目，范闲撩发王动火，扬怒道：“都老夫老妻了，还躲躲闪闪做什么？”林婉儿从薄被之中露出半边脸蛋来，怯生生地望着相公，但那双水蒙蒙的眼中却带着羞羞笑意，被掩着的嘴唇轻声说了几句什么。范闲没有听明白。林婉儿赤裸着的白脚丫在床上轻轻一蹬，将脸再探出薄被一截，露出那张软软嫩弹的唇瓣，一落黑发恰好落在他的唇边。他轻声羞道：“相公往日不是说过要保持那什么神秘感吗？”这一幅性感画面早让范闲看呆了，此时还保持个鬼的神秘感，鬼才有神秘感。将被子一掀，将妻子软乎乎的身子搂入怀里，同去巫山观景去也。许久之后，风停雨歇云散人疲时，林婉儿才睁着湖水般的双眼，困困说道：“得早些回来。”范闲半闭着双眼，唇角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
手指头纠结着妻子的发丝，轻声说道：“放心吧，我这辈子运气好到爆，一路顺风顺水，可没出过什么问题。”第二日，监察院大牢之外，那位范闲曾经见过一次的牢头，当年的监察院头目之一，面无表情地站在铁门之外。范闲眯眼看着这位七处前任主办，有些震惊地发现对方眼中竟然出现了些许不安。而四周早已布满了监察院的密探与6处剑手，几辆马车停在大门之外，范闲站在离马车约有10步远的地方，发现所有的监察院同事们都显得有些无来由的紧张。这些马车都是特制的，车壁里夹着铁板，马儿不知道是因为累着了还是紧张了，不停地打着喷儿。如此紧张的气氛中，范闲不由皱起了眉头，想起了关于马上要被转移出狱的那位大人物的传言。萧恩，北魏密谍大首领，当年麾下铁骑无数，纵横天下，在诸国内大肆安插谍子，最善存人心思，善用毒计，不知颠覆了多少小国王室，直接或者间接死在他手上的人，大概足以堆成一座古山。而最可怕的是，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密探头目，拥有极其高明的头脑与手段，不知躲过多少次来自敌国的暗杀。当年魏王最倚重的文臣是庄莫涵，最倚重的武将是战清风，但真正以魏国之助时的，却是这位一向隐藏在黑暗里的萧恩大人。其实天下纷乱，也亏得萧恩下手太狠，除去了庆国周边的一些国家，除了为北魏带来大片疆土之外，也间接地帮助庆国稳住了开国的形势。但是当庆国渐渐崛起之后，萧恩的黑手自然而然地伸向了南方。那些年里，京都的官场一片混乱，开国皇帝驾崩前后，2位亲王闹得不可开交，势如水火。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萧恩的推动。北魏万疾早已虎视眈眈，只等2位亲王为夺皇位大打出手，便会南下将庆国吞入魏国疆域之中。但就恰巧在此时，没有人知道，一个叫做叶青梅的女子带着一位瞎子少年仆人入了庆国的京都，那仆人的身上背着一个黑箱子。于是2位亲王很莫名其妙的死去。如今陛下的父亲当初安分无比的成王殿下登基，庆国的国力并没有受到真正的损失，京都渐渐安定了下来，北魏失去了最好的入侵时机。也就是在此时，一个叫做陈萍萍的人渐渐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陈萍萍最初只是成王府一个下人，但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积得当初成王世子的信任，一生跟随，从未稍离。而当监察院这个古怪不合古制的机构设立之后，陈萍萍就成为了监察院的院长，一直到了如今。人们起初并不知道监察院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监察院的背后依然有那位叶家女主人的影子，只知道陈萍萍的狠辣渐渐显现了出来，与黑夜有关的天赋也渐渐显现了出来。世上最恐怖的2个秘密机构分别服从于2个最庞大的国家机器，随着北魏与庆国间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也开始在暗中进行试探性的互相攻击。某一年，庆国终于开始冒险进行第一次北伐，这次以鸡蛋砸石头的举动，终于在北魏这个天下第一强国的面前很惨的失败。在战清风的铁骑面前，在萧恩的重重叠网之中，当时的太子，今日的陛下连番战败，最后险些死在北方的山河之中，全靠陈萍萍率领一队黑骑，在凶险万分的战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将太子的命给捡了回来。同时命令潜伏在北魏上京的监察院暗探开始散布流言，买通高官，构陷大帅战清风，几番用命，终于让北方山峦间的战场露出了一道缝隙，回国路遥且险，好多次队伍陷入绝境之中，一路上梁绝水尽之时，当时还不像如今般苍老的陈萍萍，面无表情地将所有食物都留给了太子殿下和属下，而自己却喝马尿吃草根，最后能够回到京都的黑骑只有当初的1/10。路上又依赖一位东夷城的女俘虏服侍太子，才让重伤后的太子恢复了健康。这位东夷女俘便是如今庆国大皇子的母亲，宫中那位宁才人。很久以后，人们还在猜测陈萍萍究竟用的什么阴谋，能够让战清风这样的一代雄将失去了北魏皇室的信任，但谁也没有真正的答案，就连庆国太后也没有问出来。只是有些人隐隐知道些，据传是和北魏的皇后因私事有关联。从那一天起，陈萍萍获得了皇帝陛下和太子的绝对信任，同时天下也开始流传一句话：北有萧恩，南有陈萍萍。沉重的铁门缓缓被拉开，一直上游保养着的机书并没有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但这种无声的压力却让守在门外的监察院众人开始感到紧张起来。范闲微微低着头，左边的眼皮跳了2下，他感觉到铁门后面隐隐传来的气息有些寒冷，似乎那个应该已经70、80岁的，应该只是活在历史黄纸上的大人物，被囚禁了20年后，依然从骨子里散发着一位密探头目所应有的气息。铁锁在石板路上拖行的声音有些刺耳，声音越来越大，意味着里面那个人离这扇大铁门越来越近。范闲抬起头来，满脸平静地看着那扇大铁门，心里想着当初陈萍萍在2次北伐的时候是怎样率领黑骑突袭千里，将秘密回乡参加婚礼的萧恩捉回北齐，那是何等样的风采。但是陈萍萍也因为此事导致双腿被废，这位萧恩也实在是位强人。萧恩被庆国所擒之后，庆国再次北伐，
直至3次北伐之后，才将当年强大不可一世的北魏打得奄奄一息，最后分裂成无数小国。直接继承了北魏力量和大部分疆域的是当年的北魏节度使战家，立国号为齐。这便是如今北齐国的来历。当年战清风大帅无辜被贬，北魏才会分崩离析，最后却还是战家从这个烂摊子上突兀而生。这世事说起来还真是有些奇妙。春天的阳光温柔地穿过大牢外的高树，洒向那扇铁门，在门上烙下斑驳的光痕，同时也轻印在那张苍老的容颜上。铁链拖地的声音戛然而止，一声苍老的叹息声响了起来。铁门外监察院6处的4位剑手如临大敌，紧握锁套，远远套着中间的夹板。家中有个人，那人满头乱发披着，头发早已全白，看着缭乱不堪，手腕脚上全是金刚铸就的镣铐，身上的衣裳却是洗得极干净。那声苍老的叹息，就是从此人乱发下那张枯老的唇中发出的。叹息之后，只听这位老人悠悠在叹道：“阳光的味道，久违了。”这自然就是被庆国关了20年的萧恩。看到他从天牢里走了出来，四周负责戒卫的监察院众人无来由的紧张起来，似乎嗅到了空气中开始弥漫着血腥那种微甜的味道。范闲微微皱眉，觉得这人的气息真的容易令人发狂。众人手中握紧了腰刀，或是指头抠紧了劲弩的扳机，瞄准了那个身材高大却佝偻着的老人。砰的一声闷响，7处前任主办如今眼神浑浊的牢头走上前去，毫无理由一棍敲打在萧恩的后背上。萧恩却像是没有感觉到什么，缓缓转头看着监察院7处前任主办，轻轻吐了口气，吹散面前乱发，露出那双阴寒幽深的双眸和那张枯干的双唇，嘶哑着声音说道：“老邻居，我们一起住了20年，我这就要走了，你就这么送我？”7处前任主办缓缓闭上眼睛，将提着木棍的手垂了下来，似乎有些害怕萧恩的双眼，用力地呼吸了2声说道：“这些都是后辈，您何必激他们？如果此时孩子们失手将您杀了，我想您也不会甘心。”肯恩缓缓眨了一下眼睛，看了一眼包围自己人群中的那个漂亮年轻人。范闲发现对方在看自己，强行用真气稳住心神，微微一笑相应。萧恩有些意外，如此年轻的后辈竟然心神如此镇定，微一摇头，对牢头说道：“我离开庆国，想来你也不用再待在天牢里。不过我想，你一定会很希望我死掉，不然这20年的相伴，我总有法子让你偿还我。”牢头面无表情：“祝你一路顺风，永远不要再回来。”萧恩嘶声笑道：“我一定会再回来的。”他看着牢头的脸，一字一句轻声说道：“你对我用了多少刑，我都会一样一样的用在你孩子身上。”牢头紧闭着双眼，知道如果萧恩能够重掌北齐的黑暗力量，那么专门对自己进行报复，自己真的极难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萧恩仰天大笑起来，身上系的沉重铁链开始当当响着，似乎也很害怕这个恐怖的人物即将获得自由。监察院众人紧张无比，只有范闲听着对方笑声里的怨毒，微微紧张之外，眯起了眼睛，依然十分不解长公主玩这一手究竟是为了什么。监察院大牢外的空气紧张无比，似乎感觉到隐隐有血光正从那个家中之人的身上散发开来，便在此时滋滋响声起，那辆普通的黑色的轮椅缓缓靠近了大家。推着轮椅的是费介，轮椅上坐着的是陈萍萍。轮椅滚动的声音不大，却像饭钟一般，将众人从紧张的情绪中脱离出来。众人看见院长大人来了，无来由的同时舒了一口气。面对着萧恩紧张，因为不知道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一旦脱离樊牢之后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陈萍萍一来，众人便安心，是因为所有监察院的官员都深深相信，只要陈院长在一天，萧恩就不可能反天。陈萍萍缓缓抬头，看着家中的老熟人，轻声说道：“你笑什么呢？”话语中带着一丝不屑，一丝有趣。满头乱发的萧恩看着轮椅上的陈萍萍，忽然开口说道：“我笑你的一双腿毁在我的手中。”陈萍萍微笑着摇摇头：“我以为你在笑自己的悲惨人生，被我关了20年，还需要说什么呢？我是胜利者，你是失败者，这是历史早就注定了的事实，你永远再也无法改变。”萧恩怒吼一声，白发如箭般向后散去，狂怒之下，他往前踏了2步，铁链巨震，4位牵拉着众家的6处剑手拼命用力，才拉住他，劲气相冲之下，大狱之前灰尘大作。陈萍萍却是一点也不紧张，垂帘望着他说道：“都这么老的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大的火气？”萧恩忽然闭目仰天而立，许久之后，双目一睁，寒光大盛，凛然说道：“陈萍萍，你真敢放我回北方吗？”陈萍萍微笑说道：“回去好好养老吧，安分一些。如今我也是老胳膊老腿儿，懒得再跑那么远捉你回来。”萧恩的声音像刀子一般尖利，苍老的音色就像刀子上的锈迹，刮弄着所有人的耳朵。“我的儿子在婚礼上死在你的手下，我想你再不会有任何机会捉回我。”陈萍萍招招手，范闲满脸微笑走了过去，离萧恩越近，越感觉到对方那股子天生的阴寒，
但他依然面色不变。我们已经老了，你还能做什么呢？万一将来要捉你。陈萍萍微笑着说道。萧恩，他叫范闲，是我的接班人，此去北方，一路由他相陪，想来你不会寂寞。萧恩微微侧身，仲家与手脚上的铁锁又发出碰撞的声音。老人透过眼前的发丝，注视着这个年轻的清秀的监察院官员，半晌没有说话。范闲此时才看清了萧恩的双眼里那挥之不去的怨毒之色。推着轮椅的费介缓缓说道：萧恩大人，那次婚礼上的毒是我下的。很凑巧，范闲是我的学生。陈萍萍和费介同时微微一笑，范闲恰到好处的微笑开口：萧恩前辈，所以日后有什么事情，自然是我来陪您了。萧恩呵呵笑了两声，笑声中却没有一丝快意，只有阴寒血杀他这一世最大的惨败，便是拜陈萍萍与费介所赐，却没有想到此行押送自己回北方的年轻人，竟然与他们有这么深切的关系。他微微侧头看着范闲，一字一句说道：你还太嫩，路上你要多留些神。范闲很有礼貌地躬身行礼，一路上都会向前辈学习。道旁细草如碧玉之丝，车队侧面的天空中挂着滴滴春树枝，沉默的车队离开了监察院大狱，沿着天河大道往北城行去。一路上早有巡城司衙们设了关防，长街之上空无一人，只有各处兵力把守，远处隐隐可见一些六处的弩手占据了一些楼檐。皇城侧门已闭，大内统领宫典冷漠地看着远处长街上那列车队，忽然开口说道：我很欣赏范闲。身旁的将领皱眉道：大人。宫典唇角微微一翘说道：你们没有与萧恩打过交道，所以不知道此行如何凶险。范闲如今声名遍天下，国戚权贵，完全没有必要往北齐走这一遭，但这小子居然有胆气应了这差事，我确实很欣赏他。范闲坐在头一辆马车里闭目养神，真正使团昨日就已出了京都，自己这一行人加上自己这个正使，却因为用萧恩换颜冰云的秘密协议拖到了最后。他昨夜阻止了家人来给自己送行的荒谬念头，全副心神都放在此行的任务上。范闲随着马车的起伏似要睡着了，心里却在盘算着许多事情，除了萧恩之外，关于司礼里的洪秀昭计划也十分的棘手。他此时才想到，那个曾经厮磨一夜的柔媚女子正在后面的马车上，不由微微一怔。正此时，车厢一颠，他知道马车已经碾过了京都北城门的那道石坎。一出京，日头便暗淡了下去，车队过离亭而不住，在大道杨柳的目送下缓缓向北。巡城司官兵护送使团出京18里地便折回，将一应沿途看防的任务交给了京都守备师。使团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连绵拉了10余辆，除了载人之外，更多的空间是留给了此次北行所需要的礼仪所备。萧恩镣铐未去，被关押在第2辆马车之上，车中还有一位监察院的官吏负责照管生活起居。这位官吏满面微笑，小心地用毛巾替这位重犯擦拭着脸，毛巾很软，不会伤到萧恩早已老枯的脸颊。如果我抓住你，用你威胁那个姓范的年轻人，会不会有效果？铁链当当一响，萧恩苍老的声音在车厢里响了起来，只是话语中自然流露出一股漫不经心的感觉，似乎早就已经猜到了答案。那位负责他生活起居的官吏温和一笑，诚恳说道：萧先生，既然轮到我来服侍您，自然早就做好了被你制住的准备，不过身为庆国子民，到时候自然只好服毒自尽，免得让院里的大人为难。萧恩闭着双眼，身上的厉寒气息渐渐消退了一些，轻声说道：头发太长，帮我绑一下吧。二人的对话似乎省略了一点东西，那就是萧恩此时被铁铐锁固，又如何能够制住这位监察院官吏？也许二人心中都清楚，一旦离京远去，单靠着薄薄的铁铐是断断然不可能永远限制住恐怖萧恩的手脚。那位官吏走到萧恩的身边，从身旁的小柜中取出梳子，细心地梳理着萧恩及腰的雪白乱发，手指异常稳定，没有一丝颤抖。萧恩在数十年前就是天下有数的九品高手，如果不是这20年间一直被关在监察院，备受大刑折磨，又被院中3处的毒药折损着肉体精神，人们猜测他早就应该进入大宗师的境界。饶是如此，但病虎犹有余威，只看他出狱之时监察院如临大敌的模样，还有他身上那股子天然流露出的威势，便可以知道这位老人依然拥有着可怕的实力。如果萧恩此时暴起发难，只怕这位中年官吏根本不可能有半分反抗的余地，但他依然稳定微笑，满面自若。萧恩有些欣赏地看了他一眼，知道对方只怕早就下了决心，一旦被自己制住，就会马上服毒自尽，只是不知道他的毒药藏在身上哪里。庆国真有这么好，能让你心甘情愿，甚至满心欢喜地守在我这个魔鬼身边？这是肯恩一直以来很不解的事情。明明庆国官场也是一片腐败，当初他效命的北魏朝廷却在一夕之间分崩离析，虽然其中有自己被秦与战清风大帅失势的缘故，但是庆国的战斗力依然强横的有些不合逻辑。中年官吏恭敬说道：如果我死了，院里会负责家人以后的生活，
我孩子12岁后就可以受勋，而且相信小范大人会帮我照顾。小范大人很有钱的，我这条破命能换这么多东西，真的值了。萧恩活动了一下手腕，铁链声音在响，有些烦躁。依然是这些老手段。你叫什么名字？中年官吏呵呵笑着回答道：我叫王启年。关押重犯萧恩的马车排在第2辆，范闲先开车的侧帘，微眯着眼看了那辆马车一眼，挥手唤过一位虎卫，轻声问道：马车旁边安排的人怎么样？何谓虎卫？这又要说回到司南博范建大人与陈平平院长在皇宫外的第2次谈话。总而言之，范尚书在自己儿子即将出国的时候，终于忍不住将手中掌握的那批隐秘力量拨了一小部分放进了使团里。这些虎卫个个具有极强的武力，虽然说论狙杀不如监察院6处，论集体战斗力不如监察院5处，但是这些虎卫都是千挑万选的人物，护主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有股子说不出来的狠劲儿。当然，范闲隐约猜到，实际上这些虎卫是父亲替身宫里那位皇帝陛下掌管的，说不定还起着制约监察院的作用。只是制约监察院的力量很显然不仅仅是虎卫这方面，这次司南伯能派遣这7名虎卫跟着自己的儿子北上，也一定是经过了宫中的允许。跟在头辆马车身边的是虎卫头领，姓高名达。他恭敬回答道：少爷放心，虽然没有6处的人，但我们能够保证稳妥。因为名义上这些虎卫属于范尚书的私人武装力量，所以他称呼范闲用的是少爷而不是大人。但范闲依然感觉有些怪，笑了笑。四周经都守备师的官兵们拱卫着这对奇怪的使团，缓缓向北前进。那些身着铁甲的官兵有些沉默，毕竟这只是一趟闲差，但知道事情内幕的那些将领却有些不舒服，他们的沉默更多代表着一种屈辱。10数年来，如今在位的皇帝陛下率着庆国军队东征西伐，从未一败，早已让庆国的军队习惯了胜利。去年那次被定义为边境冲突的战争，庆国依然是胜利方，但谁也想不到，身为胜利方的庆国却被迫因为某件很王八蛋的事情而要做出极大的让步，双手将萧恩送回北方。范闲在京中撒的盐纸早已像插着翅膀一般飞到了天下每一处角落，所以这些将领们也知道长公主在这件事情中起的险恶作用。军方对于皇室的不满似乎都集中到那个美丽而疯狂的皇家女子身上，这也是范闲直到如今依然没有办法弄清楚的问题。长公主虽然疯，但她并不傻，反手将庆国北域密探头慕言公子卖给北齐，她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只是为了让庄莫寒来京都羞辱自己，范闲肯定不信，他不认为自己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长公主是为了将来的皇权之争寻求北齐方面的外援，但这样岂不是会得罪绝大部分的军方力量？不论怎么看，都会觉得这是件得不偿失的交易。使团的车队已经往北行出半日，太阳渐入山峰，光线更加暗淡，车队开始在一大片树林边上稍作休息。使团的副官前来请示，依规矩，使团应该在前方3里处的驿站停上1夜。范闲想了一会儿后摇摇头，吩咐先在此处暂停，稍后再论，便下了马车，舒展了一下因为长久不动所带来的麻将感觉，信步向后方走去。那位虎卫首领手按长刀，沉默地跟在了他的身后。范闲眼光一垂，注意到虎卫的刀有些奇怪的长，不由好奇问道：拔出来会不会不方便？他在五竹的教导下，尤其注重战斗中的反应速度，知道武器越长，武器主人的反应就会越慢。虎卫首领高达啪的一声提起长刀，很冷静地送到范闲的身前，解释道：有机关，所以出刀可以加快，因为属下主要负责掩护截杀，所以这一行7名虎卫用的都是加长刀，只求杀伤范围能更广一些。范闲点了点头，示意他不要再跟上来。此时他已经到了第2辆马车的旁边，轻轻抽动一下鼻子，似乎能够隐隐闻到马车里传来的血腥味和冰寒气息，不由微微一笑，心想王启年和那个老怪物一路待下去，只怕最终会疯掉才对。果不其然，一看见范闲上车，王启年站在车厢口，满脸痛苦说道：大人，什么时候我能休息一下？再等2天。范闲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问道：萧恩有什么异动没有？王启年摇摇头，冷静地将这半天时辰中萧恩的一举一动都讲给小范大人。范闲平静地听着，知道王启年的话一定会落入萧恩的耳中，却也并不担心什么，半晌后方轻声说道：我进去看看。危险。王启年不赞同地摇摇头，病老虎依然是老虎。肯恩虽然此时大不如当年，但毕竟曾经是9品上的绝对强者，如果大人一不小心被他擒住要挟，我们怎么办？范闲应道：放心吧，萧恩不是傻子，离京都不过10几里地，如果他这时候就想有异动，那是自寻死路。他当然知道萧恩的恐怖实力，9品上的强者意味着什么。只要想一想当初自己夜探皇宫时，燕小以那宛如天外而来的一剑，便能体会。而且这一路还要同行许久，难道我就一直不去看他？范闲笑了起来。在阴暗的马车中，阴寒的萧恩阴沉着脸，一头白发早已被系了起来。范闲捧着身上的小盒子，
满脸笑容的先帘而入，说道：“萧先生，这要去北齐上京路途遥远，先进些食物清水吧。”萧恩缓缓睁开双眼，眼中寒芒一现即逝，微笑说道：“辛苦范大人。”范闲似乎一点也不畏惧萧恩的手段，满脸堆笑打开食盒，很仔细小心地将盒中的糕点喂进老者那张仍然显得有些枯干的双唇，然后又喂他喝了些清水。一阵沉默之后，萧恩忽然开口说道：“这些毒药没用，糕点里面自然有范闲精心配置，居家必备，此次北行旅游不能少得上好毒药。”以对方的身份，想来也不屑于用诈。见对方看穿了这点，范闲苦涩一笑说道：“我自信这药粉应该一点异味都没有，萧先生是怎么察觉的？”萧恩看了他一眼，又缓缓闭上了双眼，说道：“你是废界的学生，不论你自己再怎么自出机杼，依然脱不了废界的范畴。我在你们的大牢里吃了10几年废界配的毒药，他和陈萍萍舍不得杀我，只好用这些药来损伤我的身体经脉。如果换你，在一个摊子上吃了10几年油酥饼，忽然间有一天，这摊子的老师傅新收的徒弟又做了一个油酥饼，虽然做成了葱油味，我想你依然能够尝出是那个摊子上的出品。”范闲心底深处升起一丝赞叹，叹息道：“大概是每个摊子的面粉和水的分量不一样。”“是啊。”萧恩微笑着，那笑容却让人有些发寒。毒药也是一样，我这种老不死品毒药已经不是看味道如何，而是纯粹看口感了。范闲张开了嘴，想说什么，终于只是微笑叹息道：“这是什么境界？这是把毒药当成大白饭吃的境界啊！”既然萧恩品出糕点中有毒，还坦然吃下，想来这毒肯定没有什么作用。范闲接着笑盈盈说道：“天下有3大用毒宗师，我家老师是一个，还有一个已经死了，差点忘了，萧先生也是这3人中的一人。小子实在是有些自不量力。”萧恩活动了一下手腕，铁链当当一响，范闲恰到好处地将清水送到他的手中。一碗水尽，萧恩忽然闭目微笑说道：“如果我要出宫怎么办？车里有马桶，外面太阳不错，已经落山了，看看庆国的夜色也是好的。夜寒露重，先生年纪大了，还是留在车里休息吧。”一老一少2人，一人闭目倾吐字句，一人微笑回应。萧恩睁眼宁静说道：“我已经在牢里待了很多年，只在大门处看见一丝阳光，范大人，容我出去看看如何？”范闲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脸上却依然挂着笑容。“很危险的。”“我不危险。”萧恩柔和说道。“既然你们与北面已经达成了协议，任何有一些智慧的人都知道，安安稳稳地跟着使团走，对于我来说是最明智的选择。”范闲平静应道：“萧先生在出京都路前，使团一路的安全都是京都守备师在负责。我想您应该能猜到为什么这次庆国愿意把您交还北齐，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担心，如果您真的带着手铐脚镣下车散风，说不定远方就会忽然飞来许多羽箭，将您射成刺猬。”萧恩知道这位敌国的年轻大人说的话并不虚假，微笑说道：“难道你不想杀死我？如果我回到北边，3年之内，我一定会给你们的国家造成难以承担的损失。”范闲摇摇头，清秀的面容上却透着一份自信：“我不是老一辈人，所以对于您只有对传说的尊敬。我从来不以为您就算回到北边，还能像当年一般呼风唤雨。当然，如果能将你杀了，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与您交换的那个筹码的安全，所以放心，我一定会保住您的性命，一直到北齐的上京交给你的那些朋友们。”萧恩沉默着，范闲笑着说道：“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无法准确判断您目前保有了多少的实力，所以这一路上我都会十分小心。至于您的马车外面，我会随时保持足够的力量，以保证当您想出马车散心吹风的时候，我们能够马上做出相应的反应。”萧恩笑了起来，依然没有说什么。暗中下毒既然被识破了，而且明显无效，那就只好来明面上的野蛮招数。范闲轻轻吐了一口气，然后站了起来，伸脚踩过牢牢缚住萧恩双手的铁链，很怪异的用一块黑布系在了萧恩的肘上，轻轻但极无礼貌地拍了拍老人的手背。然后他从怀中取出一个扁扁的铁匣子，开匣取一支细长锋利无比的长针，细细的针管巧手做成中空，长针后有隆起，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想来是灌药用的存注器。萧恩双眸里血红之色大作，冷冷看着范闲的双眼，而范闲持针靠近的步伐没有一丝慌乱。马车里忽然泛起了一种很怪异的感觉，范闲的鼻端忽然觉着有些微甜，空气中满是血腥，竟隐隐有些透红。这股气息来自于萧恩隐隐愤怒的身躯。车外的虎卫与监察院官吏马上感应到了车上的异常，沉默着奔了过来，取出了手中的武器。守在马车下的王启年回头望了车中一眼，微微皱眉，然后对车旁如临大敌的人们摆摆手，示意没有什么问题。马车上，范闲缓缓从萧恩的手背上取下细针，掏出绸巾，很仔细地擦拭着针尖，然后抬头微笑道：“谢谢萧先生的合作，不知道这针是刺在什么穴道上，
也不知道这针里灌的究竟是什么药。萧恩浑身惊人的气势已经弱了很多，连面容都显得有些萎顿起来。我尊重你，只是尊重老年人。范闲勾着身子往马车外面走去，但你要记住，你现在不是什么北魏密谍大头目，也不是威震天下的凶人，你只是我的囚犯而已。如果你想尝试逃跑，我会有很多方法杀死你。大人，没有必要这么小心。王启年陪着他坐到路旁的树下，看着范闲略有些疲惫的脸说道：萧恩如果想重获自由，就应该与我们合作，老老实实的进入北齐国境。范闲摇摇头说道：你不明白，萧恩这种人物，就算被关了10几20年又如何？你看他的双眼里，除了怨毒之外还有什么？还有洞察一切的可怕，还有熊熊燃烧的野心。如果他只是要求自由，那就会与我们配合，但如果他要求的更多，就一定会想办法逃走。监察院大牢里看得紧，他没有一丝机会，但这漫漫北上道路，他的机会太多，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保证他活着的前提下，弱化他的战斗力和战斗欲望。他为什么要逃？因为现在北面的政权不是他服务了很多年，甚至为之被囚的北魏，而是北齐。范闲微笑说道：虽然北齐皇室战家当年那位战清风大帅与萧恩关系极好，但毕竟已经改朝换代了，萧恩被关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如今北面的皇室究竟会如何对待自己。如果北齐皇室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那自然会尊之为上宾，但如果没有这种利益，你想想，北齐皇室发疯了，会让萧恩这种恐怖的密谍头领重新在上京立足。那北齐为什么这次愿意用严公子来换萧恩？因为2个人。范闲没有往深处解释，一个是庄墨涵，还有一个我猜应该是那位叫上山虎的北方名将。大人以为萧恩之所以会冒险逃走，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北齐的皇室。范闲想到武竹叔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悠悠叹息道：做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本来就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至于萧恩，肯定还有其他的想法，但我一时也猜不出来。我只知道必须活着到上京，就这么简单。萧恩会在什么地方动手？出国境之前，如果入了北齐国境，他就算逃了，也是北齐的责任。范闲淡淡道：萧恩既然想让北齐承认他的地位，他就不能办砸了这次协议。他忽然站起身来喊道：今天不去驿站，就在野外驻营。手下们齐应一声，自去各队组织扎营事宜。王启年有些疑惑地看了范闲一眼，范闲摇摇头说道：锻炼一下，也适应一下，出了沧州之后，北面就没有什么驿站可以用了，趁着离京都不远，让手下这些人尽快适应气氛。野战不是扮家家。王启年见大人心忧难去，很识趣的又开始扮演捧哏。范闲轻轻拍了拍手，笑了笑，挥手让他离开，然后一个人沉默地坐在树下，双眼看着那辆马车，想着马车里的那个老人。我可不希望你忽然改名字叫肖申克。先前在车上扎针灌毒的时候，范闲依然有些紧张，他不知道萧恩究竟会不会报喜发难。几番查探，他依然不知道在10几年深牢大狱的生活后，这位天下屈指可数的9品上高手还保留了几分实力，但他知道在没有觅得最好的时机前，那位恐怖的萧恩一定会非常老实。山风从范闲身后的树林里吹了过来，吹过他背上汗湿了的衣衫，一片湿寒。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朝着司礼里的马车走了过去。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人们的容颜与精神状态，但也有例外。当范闲沉步走入司礼里的马车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略有些憔悴但依然美丽的女子。大半年的牢狱生活似乎并没有给这位流金和尚红冠人的容貌造成任何损害。发现范闲进来了，司礼里微微一伏，眼神微微慌乱，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似乎对于此次相见有些准备不足。范闲静静地看着这位姑娘的脸蛋儿，发现那双眉依然柔若柳梢，黑眸依然顾盼流转，只是那唇儿今日未添颜色，所以显得有些苍白。二人第一次相见的时候，范闲是一个初入京的贵族私生子，这位司礼里姑娘已然是流金和尚最红的姑娘。那一夜抚摸癫狂，虽未真个销魂，但男女间最亲密的事情也算全做完了。只是没有料到司礼里竟然是北齐安插在庆国的间谍，通过二皇子宴请一事与吴伯安设下了暗杀范闲的计划。范闲命大，才逃脱此厄，最后又进入了监察院，如今又接下了将司礼送还北齐的职司。他静静看着面前这女子的眼鼻唇，不知怎的便想到了那夜花坊之中与对方的身体接触，虽未心惊摇荡，但依然有些莫名的感觉。毕竟这是除了儋州那几位丫鬟之外，婚前与自己最亲密的女子。前些日子我曾纵马在流金河畔路过，车厢里的沉默被范闲温柔的话语打破，又看见那个花坊了。司礼里微微一怔，没有想到这位年轻俊俏的公子哥居然会用这句话来当开场白，他满心以为接下来应该是很严肃的对话才对。范闲笑了起来，已经很破败了，不过我想你应该不会对那个地方有所怀念才是。司礼里微涩一笑说道，
绅士扶贫，四海为客。大人不要取笑奴家，我不喜欢听奴家这2个字。范闲看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眸，微笑说道：世事本就奇妙，当初你要杀我是身有使命，我虽然不会原谅你，但也不会因此就对你有什么成见。当时在监察院大狱中就和你说过，只要你供出主使来，我就会想法子让你活下去。但我要明确的告诉你，能够放你回北齐，这中间我没有出力，所以你不用感谢我。司礼礼微愕抬头，双唇微起，欲言又止。他如今是愈发看不清楚这个一时纯洁可亲，一时阴寒恐怖的年轻人。为什么他要说这些话？从你离开大牢的那一日开始，我们就是同事。范闲坐在他的身边，放松地靠在车厢上，鼻尖嗅着淡淡的幽香。知道这股子香味儿是这姑娘家身上的体香，有些享受地嗅了2口，说道：我不知道陈萍萍与你之间的协议，但既然她认为你是可信任的，我就会信任你。希望你也能够信任我，将洪秀昭的计划完成好。司礼礼双手攥着湖绿色的衣袖，轻轻咬着下唇，不知道该如何言语。给我揉揉吧，天天要提心吊胆，不知道前面车里那个老怪物什么时候暴走，精神压力有些大。范闲不是说谎，神色确实有些疲惫。司礼礼微微嗯了一声，将身子侧了过来，双腿跪在了柔软的椅垫上，小心翼翼地将柔软温暖的双手搁在范闲的头部，缓缓地揉了起来。范闲闭着双眼，享受着头部传来的舒服感觉，享受着司礼礼手指的缓缓触摸，下意识里叹息了一声：怎么，大人觉着重了？不知陈萍萍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司礼礼此时完全不像在大狱里那般绝望与坚毅，反而有些回复了花坊之上的模样，温柔妩媚，语音翘软划过范闲的心房。范闲温和说道：只是想着当初用刑，确实有些害怕将姑娘这双漂亮的小手给打坏了。司礼礼正在揉范闲太阳穴的手指一顿，半晌之后才悠悠说道：苦命人没有这么容易坏的，不要有怨怼之念，这样对我们在上京的合作没有好处。范闲静静说道，双眼没有睁开。当时你要杀我，我只是对你用刑，怎么看也应该是你欠我的。司礼礼再度轻咬下唇，背齿尖在他的唇边上压出一道勾魂夺魄的媚感来，眸子里柔光一转道：奴，我欠大人的，大人随时能拿回去。怎么拿？像第一夜那般拿法。范闲睁开了双眼，满是戏谑之色。司礼礼倔强地睁着双眼与他对视着，不知道沉默了多久。他看着这个模样清秀无比的年轻官员，不知怎地就想到那夜花坊之上的羞人之事，身子竟有些微软无力，缓缓将身子靠了过去，半倚在范闲的肩上，手指不停按摩着对方，嘴里轻声说道：这世上女子都是苦命人，我可不知道大人准备如何拿。那夜花弦之上，范闲用了迷药春药，故而司礼礼的反应极为强烈，一直铭记至今。后来在大牢里被范闲毫不怜香惜玉的大刑伺候，心恨之余又多了些极古怪的感觉。范闲发觉右肩之上一片弹软，不想而知便是司礼礼柔软的胸部，以为对方是想要色诱自己，深吸一口气想镇定一下心神，不料却吸进了满腔少女悠悠体香，心头微动，转头微笑说道：那个叫司灵的到哪去了？还在京都关着。司礼礼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想来那位司灵也不是他真正的亲人。范闲愈发好奇，陈萍萍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能够让司礼礼听监察院的话？他想了想后皱眉问道：姑娘不是可怜人，至少北齐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对姑娘还是念念不忘。司礼礼眉头微皱，叹息说道：以色示人，岂能长久？这也是本官有些疑惑的地方。范闲微笑说道：不知道姑娘可否将与北齐皇帝的过往细细讲来，也好方便我们去上京后安排姑娘入宫的事宜。所谓洪秀昭计划，在范闲看来只不过是西施入吴的一个翻版而已。由此次私密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北齐皇帝对于司礼礼是真有几分情谊，不然也不会刻意强调要换回他来。只是司礼礼的出身毕竟有些低下，就算北齐方面敬重司礼礼为国出力，但那也只是敬而已。与庆国相比，北齐更加注重出身血统，断然不能允许一位曾经做过妓女的女子入宫。司礼礼似乎不怎么愿意讲那些过往的事情，只是低头轻声说道：范大人无需担心，只要将我送入上京，后面的事情自然由北齐皇帝操心。车厢里再次陷入沉默，范闲坐在女子的身边，闻着淡淡香味，不知怎地对于先前离开对方的手指头感到有些后悔。他静坐稍许后缓缓开口道：那姑娘好生休息吧。不料便在此时，司礼礼也同时开口道：大人还要揉揉吗？也好。范闲回答的极快。好的。司礼礼的回答里略有一丝失望。直到这奇怪的问答结束之后，二人才发现车厢里的气氛有些怪异起来，似乎都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一股子暧昧开始逐渐发酵，空气渐趋温暖。司礼礼再度轻咬下唇，跪在了椅上，双手摁着范闲的双肩，暗暗用力，心里想着自己只是不愿意一个人老待在马车里，所以才会如此自甘下贱的福袋，
这个仇家。范闲面带微笑，感受着身后女子柔软的身躯，心里想着，这女子非但不记仇，反而刻意讨好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她喜欢上了自己？这个猜测一出，范闲赶紧在心里扇了自己一个大大的耳光，告诫自己，自己虽然是潘安，但毕竟不是散发春药气息的牛人，为什么自己也愿意在司礼里的马车里待着呢？范闲皱了皱眉角，想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答案，也许是此去北齐心中有些隐隐不安，也许是因为萧恩长得过于难看，也许是其实什么都不是，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司礼里是一个曾经被自己抚摸过赤裸全身的漂亮女人，想与她待在一起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范闲没有在温柔乡里多耽搁，他自认是个好色之徒，但也是心神坚毅之辈，断然不会深陷温柔便无法自拔，只是让司礼里揉了揉身子，去了些乏意，便走下了马车。王启年迎了上去，陪在他身边向使团车队后方走去，轻声说道：大人小心四周的耳目，毕竟司礼里将来是要送给北齐皇帝的，日后大人要在马车上待这么久，下属先清清场，免得将来有什么谣言传入上京，对于大人后面的计划造成影响。范闲知道自己的心腹想歪了，却没有辩解什么，只是轻轻揉了揉额角。出了京都路后，使团的速度马上就变得快了起来，一路再无守备师将领远远的鄙夷目光相陪，使团的成员包括监察院的官员们都显得轻松了许多。此时正是春3月的时节，越往北去，反而春色越浓，着实有些奇妙。沿途各路各郡都有当地的官府衙门接待，都知道这使团是出使北齐，自然没有哪位州官敢怠慢，更何况此次使团正使乃是京中赫赫有名的小范大人，所以各地官员接待起来更是分外用心。虽不敢耽搁使团出行的日程，但每至一地总是盛宴大开，美交额来办，席上更是不停的大拍范闲马屁。此时范闲才知道，原来自己在庆国的名声竟然如此响亮，不免有些飘飘然。开始的宴会竟是一个不聚，只是去的次数多了，也不免厌烦了起来，而且每次都要重复一遍自己不再作诗的誓言，实在是麻烦得很。王启年倒是挺喜欢去，因为宴会之上的歌女着轻纱而舞，很是愉目，而且每至一地，父母官总是会奢侈地安排当地红牌姑娘陪侍，夜夜销魂，花样百出，又哪里是京中黄脸婆娘可以比拟？不过这种安排无法吸引范闲，因为使团里就有一位连北齐皇帝都念念不忘的姑娘，那位京都最红的女子司礼里，所以渐渐范闲不再轻易赴宴，只是捡一些与父亲有些老交情的世伯地方高官少叙几句，更多的时候还是留在使团驻地，一方面就近看守着萧恩，一方面也是可以多在司礼里的马车上待会儿。掐指算来，离开京都已经大半个月了，这大半个月里，道路之上，范闲倒是大半部分时间都赖在司礼里的车上。也对，一大堆的大老爷们儿捧哏的相声听多也腻，哪里有何谓俏佳人在车上闲聊几句来的爽利？司礼里小心地包着橙子皮，然后细细剔去白筋，才将橙肉送入范闲的唇里。使团里范闲最大，监察院的官员也唯他马首是瞻，虎卫更是忠心耿耿，不论他做什么，自然都没有人敢说什么。但当范闲闭目缓缓咀嚼着橙肉的时候，不知怎地却想到了妹妹，在京都的时候，若若也常常这样服侍自己吃水果，接着自然想到留在家中的妻子婉儿，双目微睁，透过眼帘的小缝偷偷看着正专心处理橙子的司礼里，心里却涌起一丝不妥。其实这段旅程之中，他与司礼里二人并没有做什么，只是闲聊几句，吃些水果，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就连去北齐国上京之后的安排都极少提及。当然，偶尔揉揉发累的身子是有的，偶尔牵牵小手是有的，偶尔搂着看窗外风景是有的。在想什么呢？看见范闲发呆，司礼里甜甜一笑说道：这些日子的相处，他眼前所见竟是范闲温柔细腻的一面，竟是淡淡忘了天牢欺弱女的那恐怖一幕。姑娘家似乎很喜欢这种马车对坐闲聊的感觉，内心深处竟是隐隐希望这段旅程不要结束才好。再想啊，最近这些天你养得不错，这一身的丰润渐渐回来了。范闲调笑道：刚出京时这身子摸的手都痛了。司礼里微红脸说道：那你别摸啊。范闲微笑牵过他的手，攥着他的手腕，将他搂进怀中，手掌缓缓在他的身体上抚弄着，轻声说道：你不喜欢，我命苦着，合着被你欺负，花坊上被你用药迷了，天牢里被你折磨，如今这车上还逃不脱你的魔掌。司礼里就这般说着，整个却都伏在了范闲的怀抱里，觉着这个年轻人的怀抱真的很温暖，不想离开，感受着范闲的手隔着衣衫在自己臀上挪移着，心跳微微有些乱，朱唇微起，向范闲的耳朵里吹了一口气。范闲耳上一热一痒，手掌下意识里重了一些。司礼里轻唤一声，媚声如丝，轻声微喘，在他耳边悠悠道：要了我吧，反正去上京也没个好结局。片刻之后，范闲微笑着跳下马，脸上的笑容里却夹着一丝怪异。司礼里的身体里有毒，慢性毒药，这些天的厮磨范闲早就已经查明白了，看来是监察院事先就种进去的。这种毒药范闲在费老师留的书上见过，
但一直没有看见过实例。这种毒会在女子的身体内缓缓释放，然后通过交合传染给男子。只要北齐皇帝与司礼里一度春风，便有可能感染上这种毒素，而发作的症状却与一般的花柳病极其相似。难怪陈萍萍如此郑重其事，原来洪秀昭不是西施入吴的翻版，却是个毒人计划。这种毒并非无药可救，但是却能有效地削弱对方的身体精神。试想一下，如果北齐皇帝真的宠爱司礼里，夜夜所欢，只怕很快就会病重。而以目前北齐后党帝党对峙的情况，一旦年轻皇帝病重，只怕北齐朝政又会重新陷入大乱。范闲叹了口气，司礼里知道自己的身体里有毒，但以为只是监察院控制自己的手段，却不知道是可以传染给与他欢好的男子。他有些不舒服的是，这件事情的隐情陈萍萍并没有告诉自己，如果不是自己与司礼里亲热时感觉到些许异样，也一定不会发现。当然，就算自己染上这种毒，也能马上治好，但这种被瞒着的感觉依然不好。洪秀昭，他坐在自己的马车里苦笑着，原来是白秀昭，招魂。他知道与陈萍萍、费介，甚至是身后马车里的萧恩相比，自己的手段依然不够毒辣，自己的心神依然不够冷酷。司礼里只是一个棋子，一个随时会被丢弃的棋子，只是不知道陈萍萍许诺了他什么，能够让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被黑布蒙住的棋子。但真正让范闲震惊的还是另一件事情，这也是范闲与司礼里春风缭绕十数天却没有真正发生什么的真正原因。司礼里还是处女，使团已至庆国北部疆域，前方就是庆国北面的最后一座大城沧州。远远看着那座城廓，范闲微微眯眼，发现天色变得有些暗淡起来，北风强劲，竟是将春意吹拂的四散离开，天上乌云盖顶，实在是很不爽的天气。最后一次负责护送的周军前来行礼之后，就开始往回折回，只剩下使团自身的车队。车队虽然极长，但在沧州城外的荒原上依然显得有些渺小可怜。从沧州出去再到边境线还要多久？范闲眯着眼眺望北方的天光。王启年恭敬回答道，这次是绕大湖走，所以远些，至少还要20天。范闲皱眉说道，真正的凶险应该就在这20天里了。他微微侧头看了一眼那个一直保持着安静的马车，问道，萧恩目前的状态怎么样？大人每天向他大剂量注射毒剂，估计他是在用功逼毒，所以一直很安静，而且自从前些天开始，他就变得沉默了起来，似乎在思考什么。小心一点。范闲抽了抽鼻子，似乎嗅到了那辆马车里的血腥味越来越重了。是。王启年请示道，周军已经退回去了，沧州军不大放心，大人也清楚上次押司礼里回京的事情。范闲微笑道，不怕，过了沧州，在护送方面反而最安心，担心的只是使团内部的问题。随着他的这声话语落下，荒原边际远远的矮丘之上出现了一队骑兵，人数约在500左右，骑兵身上都穿着黑色的盔甲，在暗淡的日光下透着分阴寒清冽的杀气。王启年笑道，原来黑骑来了，那自然不用操心什么。一阵风儿刮了过来，吹得地上的石砾缓缓滚动。王启年与范闲二人准备上车往沧州城的方向去。范闲忽然身子一顿，缓缓回头，发现司礼里已经下了马车，站在车边，用一种很惘然的目光看着自己。喊人给四姑娘加件衣裳，越往北越冷了，这春天来得真他妈的晚。范闲貌似平静地说着，心底却微微颤了一下。这些天他已经很少上司礼里的马车了。王启年有些古怪地看了范闲一眼，招手让属下去办事。使团里备着3位使女，本来就是用来服侍司礼里这个北齐皇帝未来女人的，只是前些天范闲一直待在司礼里的车上，所以这3位使女只能拖在使团车队的后面。一会儿功夫，使女们便来到司礼里的身边，给他加了渐降色的披风，劝姑娘回马车上歇息。司礼里任由他们将披风系在自己身上，却没有回马车，只是静静地看着范闲，似乎要从范闲的脸上看出些什么东西来。远处的黑色骑兵，近处身着绛色披风的柔弱女子，天上斜斜挂着的淡白日头，这是一幅很美却很让人心头无力的画面。出了沧州，使团在黑骑军的遥遥护送下，缓慢而又坚定地往北面前进。北齐国其实并不是在庆国的正北方，而是东北面，两国交界处有一大堆自主无力的诸侯国，在最东面的海边还有这个天下最大的城池、最繁华的海港东夷城。此次使团选择的路线并不经过诸侯国，因为路过的城池越多，越难防范。当然，两国间秘密协议的执行更不可能路过东夷城。万一那位曾经痴呆过的四顾剑忽然发起疯来，惹得3国一通乱战，谁能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使团是沿着荒原北上，然后在大湖处绕道向东。虽然路途稍远了一些，但胜在清静，除了些马贼之外，应该没有什么不怀好意的强大势力。一路沉默，萧恩沉默着，司礼里沉默着，就连使团里最重要的人物范闲也开始沉默起来。每个人的沉默都有自己沉默的理由。范闲将细针从萧恩的手上拔了出来，细细端详着这位老人日渐萎顿的脸庞。萧恩忽然睁眼，
双眸里两道寒光如有实质般的打在范闲的脸上。他微微一笑说道：“晚辈脸皮厚，不怕被人看。我有个疑问。”萧恩缓缓闭上眼睛：“为什么你要用那个布带系住我的胳膊？我能猜到，这种方法可以让我的血管更加凸显出来。只是你如此辛苦地将毒液注入我的血管中，有这个必要吗？”有。范闲微笑着，静脉注射当然要比食物中毒来得快来得猛。这个世上没有人知道静脉注射的手段，但不代表范闲不会。眼前这位恐怖的萧恩，一般的毒药根本起不了作用，而且真气太过惊人，只有用静脉注射的方法才会达到效果。萧恩皱着眉头，半晌之后忽然说道：“这个手法我有些眼熟，而且我承认确实很有效果，可惜大概是真的老了，居然忘了是谁。”范闲心中一惊，脸上却没有一丝反应，笑着说道：“萧先生慢慢想吧，远方那些骑兵应该是陈萍萍手下那些黑小儿。”萧恩忽然很平常地说了一句话。范闲微微一怔，想到他这辆马车两边无窗，间隔铁板夹层，对方竟然还能知道远处黑骑环制的状况，真有些神奇。旋即温和应道：“正是黑骑，当年千里突袭，就是现在这对骑兵的先辈。”这说的是很多年以前，陈萍萍率领黑骑从婚礼上升辱萧恩回国，那件事情是萧恩此生最大的屈辱，也带给了他无法磨灭的创伤。“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杀我？”萧恩又是很寻常的一句话，语气里没有一丝波动。这连着几句跳跃性极强的问话，暗含着某种心理上的催眠。如果是寻常人，说不定会下意识地堕入圈套之中，但范闲不是寻常人，他略感诧异说道：“什么？”萧恩微微一笑，眯着的双眼里淡淡的红色散了出来。“我想陈萍萍应该是不会愿意我回到北方的。”范闲摇头道：“老一辈人的想法，我向来懒得多想，只要做好自己直司就成。你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萧恩静静望着他，缓缓动了动手腕，把沉重的铁链搁在了桌子上。“萧先生为何这么说？”一路上同行了很多天，范大人虽然时常在那小姑娘车里逗留，却没有因为贪恋春色而忘了直司。萧恩淡淡说道：“关键是你每天晨间与深夜里的2次修行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毅力就算是我当年也远远不及你。”范闲微笑应道：“笨鸟先飞，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不成，天赋不够，自然要多练练。”萧恩摇摇头：“你的天赋很好，你的实力已经很强，只是你从来没有单独挑战过真正的强者，所以无法激发出你身体内真正的实力。”范闲静静地看着老人苍老的面容，那双深如古井的双眼，心里不由想到：难道你就是我要独立面对的第一位真正强者？出了沧州城，使团便进了定北军的管辖范围。此处一片草原，军营远在百里之外。范闲根本不想与那位九品上的强者燕小乙碰面，使团自然是绕道而行，反正有黑骑沿途保护，想来这天下也没有谁敢来如何。前些日子曾经有过几波笑聚山林的山贼派探子前来打探，但远远看到使团与侧前方黑骑的声势，早就吓得退回山中，数月不敢轻出。萧恩依然沉默着，司礼里也依然沉默着，而且渐渐显出憔悴来。范闲冷漠地看着自己押送的二人，心里却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这些天的相处，不知为何对于司礼里倒生出了一丝怜惜之情，一是怜他身世，二是怜他日后遭遇。但范闲自信自己的心智清明，一定不会做出因小失大的举措。如果自己真的与司礼里发生什么，那监察院在北齐的计划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不知道北齐的年轻皇帝是如何知道司礼里还是处子，但如果当对方发现司礼里已经失身，洪秀昭计划自然也就无法发挥效用。但范闲似乎不大想面对司礼里有些惘然的面庞，似乎对于自己的把握也不是那么充分，所以他再也没有上过司礼里的马车，反而更多的时候会登上萧恩的马车，从这位看似沉默的老人嘴里获取一些许多年前的八卦新闻、江湖秘辛。一方面是真的向这位曾经最恐怖的密探头领学习很多知识，另一方面范闲也不想让萧恩有太多的时间安排后手。两位老少阴暗人物的对话，随着旅途的前行，随着车外气温的降低，也渐渐由当年的北魏转向了如今的天下。没有谁能够真正的一统天下。萧恩看着他，淡淡说道。这些天里，他也逐渐适应了范闲与自己的对话。这个叫做范闲的年轻官员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聊天对象。我国的皇帝陛下曾经有过2次机会，一次是在第3次北伐之后。范闲皱眉说道，以庆国当时极盛的军力，完全足以一举北上，消灭北齐。萧恩摇摇头，虽然那时候已经在牢里，没有听到什么消息，但听你这些天的讲解，我想当初庆国皇帝之所以忽然停步不前，只可能是2个原因，一方面是朝政内部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遇到了某种强大的阻力，让他在取舍之后觉得贸然北上是一个很冒险的主意。范闲想了想，当时叶家的事情还没有爆发，朝政基本上处在皇帝和母亲属下这波人的控制之内，按道理应该没有什么内患。至于外敌，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吓住强大的庆国国家机器？神庙。萧恩似乎猜到了范闲在想什么，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范闲摇摇头，一个过于虚无缥缈的对象，不足以抵挡住人类的野心，或者说是权力欲望。一统天下，四海归一，对于一位皇帝来说，诱惑太过巨大。萧恩微微一笑，承认了他的这个说法。南北之间连年征战，就算南庆打垮了齐国，但如果要真正的稳定住局势，消灭所有的复辟力量，至少也需要10几年的时间。更何况你不要忘记了东夷城，人间九品高手最集中的地方。这股力量虽不足以保家卫国、开疆辟土，但如果是纠结成棍，在四顾剑那白痴的带领下，还真有可能做出些疯狂的事情来。三角形最稳定，三国鼎足而立，其实也是最稳定的一种架构。范闲点了点头，就算三方势力强弱有所差别，但谁想率先打破这种平衡，都最有可能受到反噬。庆国如今的朝廷也是一样。萧恩看着他，似笑非笑，皇帝、臣子，还有你口中那位看似疯狂，实则阴险无比的长公主，构成了你所说的三角。谁想率先打破这种平衡，谁就会吃亏。这些天里，范闲也不避讳，讲了一些庆国朝廷里面的事情，反正又不是什么秘密。如果面前这个老人回北齐后能够不死在自己手里，也一定有很多方法知道。范闲太阳穴有些隐隐发痛，不知怎地开始想念司礼里温柔的手指，轻声说道：如果大家够聪明，先维持着眼下的平衡再说吧。不可能。萧恩看着他，因为你先动手了，所以对方一定有反应。我敢打赌，如今的京都早就已经乱成一锅粥。范大人此次送我回北方，倒恰好错过了这场热闹，不免有些可惜。范闲一惊，便开始听着萧恩有些冷漠的开始分析京中的局面。京都远比北疆温暖，春意早上枝头，催开朵朵花朵。每到夜里，万家灯火闹春桥，十分热闹。十里红烛映花河，万般香艳，正是踏春赏春弄春谢春的好时节。但到了白天，京都却有些安静，似乎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有些难尽春困，懒懒的不欲多动，所以街上并没有太多行人。晌午时分，一位面带阴沉之色的书生搀着一位妇人从京都的东城门里走了进来。这二人的表情动作不似母子，也没有去客栈居住，而是直接去了京西一处不起眼的宅子。只有极少的人知道，这宅子的真正主人是督察院的一位御史大夫。春困不可当，但可以惊醒。3月中的某日，如同春闱之后的那日般，无来由几道春雷劈过，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降了下来，浸湿了京都里的每一座建筑，每一条小巷。在监察院四处从江南索回相关贪官盐商之后，科场弊案终于审结了。除了一位侍郎被判流3000里，其余一共17位涉案官员都被判了极刑。这是皇帝陛下的旨意，而且铁证如山，没有哪方势力敢再夺嘴，也没有哪个文臣敢提出丝毫意见。礼部尚书郭攸之也判了斩刑，这是庆国开国以来获死罪的最高级官员。消息一出，朝野震惊，据说连太后都到陛下宫中求情，但是皇帝陛下一番温和言辞之后，又抹了些天子之类，改成狱中绞刑，留郭尚书全尸。太后方自黯然，不再多言。与郭攸之一道赴死的还有16位官员。雨点缓缓从天上坠落下来，落在京都平日里最热闹的盐市口地面上，却依然没有驱赶走那些冒雨观行的京都百姓。16位身着白色行衣的官员跪在早已搭好的木台之上，衣上早已是血迹斑斑，想来是受了不少的大刑。这些往日光鲜的官员，如今却是面色丧败，头发胡乱纠结，看着凄惨无比。只是不知道监察院用了什么手段，有些精神强悍些的犯官强自睁开无神的双眼，想在观行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亲人，嘴唇大张，却始终喊不出话来。奉旨监刑的三司与监察院一处代办穆铁坐在棚台之下，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穆铁面无表情，但其余的文官们脸上却有些不自在。那些刑台之下待死的犯官都曾经是他们的同僚，也曾在花坊上一同快活过，在酒桌上一同醉过，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雨水落到盐市口旁边酒楼的屋檐之上，再沿着瓦片边的水道往下汇流，集成一道由天而至的小瀑布。此地的楼房极多，所以小瀑布也有10数条，像白龙一般击打着青石地面，发着啪啪的声音。有高官站起身来，高声宣旨，只是被这些小瀑布的啪啪声一扰，显得有些听不清楚。围观的人群只看见他的嘴在动着，却不知道是在说些什么。只见最后那位高官面色一肃，厉声高叫道：斩！围观的百姓听清楚了这个字，马上兴奋了起来，发声喊便往前挤去，想离木台近些好欣赏这种难得一见的热闹。木台上的刽子手啐了一口唾沫，抹去脸上的雨水，将大刀背至身后，一脚向前伸出左手，轻轻摁了摁第一位犯官后颈，确认了骨节的位置，然后大吼一声，刀光一闪，刀落之时，像是利刃斩入猪肉一般，发出声闷响。唰的一声，鲜血从那无头枪孔里喷射了出来，溅得老远。
那名犯官的头颅颓然落到木台之上，似乎还在恐惧着庆国朝廷这把大刀，咕隆咕隆地滚了起来，竟是借着雨水流逝，一直未停，滚到了木台边，落了下去。看见一个睁眼枉然、满是血污的头颅落到自己脚下，先前还兴致勃勃的京都百姓们吓得往后退了一大步。头颅滚动之处留下一道血痕，只是被雨水一冲，迅即淡去无踪。直到此时，观行的百姓们才发出一声喝彩，但叫好的人并不怎么多，也不怎么整齐，显得有些寥落。高台之上，坐在最下手椅上尖形的木铁面上露出了不育之色。紧接着刽子手又是一刀，又是一个头颅落地，又是一道血光上天，又是一阵惊呼，又是一条性命从此不在。执行的刽子手一共有3个，不过片刻功夫，16名犯官便被齐齐斩首，只留下满地污血与尸首。随着斩首的进行，围观的人群渐渐胆大起来，喝彩的声音也是一声高过一声。最后那位礼部奉正的头颅终于惨然离开自己身躯的时候，那叫好的声音更是震天一响，将这漫天雨丝都吓得飘立起来。几位京都府的衙役在人群里忙着找先前落下的犯官头颅，却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会儿之后，一条黑狗从人群里跑了出来，嘴里叼着一个头颅，锋利的牙齿咬着那头颅上的耳朵，一双狗眼四处瞥着，狗眼里的光芒却无来由，让人感觉一片阴寒。汪！黑狗屁股上挨了京都府衙役一刀鞘，吃痛松开嘴里叼着的头颅，哀鸣数声窜进了大雨之中。其后数日，连番动作再出，刑部尚书因贪赃枉法事发，被监察院在他的3宜太别院中搜出金银若干，犯禁物若干，上报朝廷，转大理寺一处，夺职降为宜州州判，竟是直接由从1品降成了从7品。宜州远在南方，多瘴气热毒，只怕这位刑部尚书韩志维再也没有回到京都的那一日。而督察院御史郭征表面上似乎没有受什么影响，但依然被朝廷寻了个由头，直接赶去了江南。江南虽然是水美人美之地，但监察院四处在江南早已布满人手，只看什么时候动念头，把它如何。朝中的文官系统，一方面是因为宰相的关系，一方面也是觉着监察院手握实据，而且下手不是太狠，所以并没有报成一弊，因为此事而对监察院大加攻讦。但所有的官员都知道，这是报复，这是监察院因为那位远在北域的提司范闲对于刑部大堂一事赤裸裸的报复。报复与反报复，控制与反控制，直到最后达成一种默契的平衡，是庆国官场这几十年来不变的主题。所以没有人想到，当监察院与宰相的报复很宽容地停留在一定限度下时，来自于信阳及皇后处的反扑依然如此快速的到来。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年轻书生，正是此次因为家中老父去世，所以不能参加春闱的贺宗纬。他是大学士曾文祥的学生，一向与郭家走得亲近。没料到在家乡时就听见那条爆炸性的消息，尚书大人在狱中待死，家产被抄，自己的好友郭宝坤更不知道流落去了何方。最让贺宗纬有些愤怒的是，东宫的太子竟然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伸出援手。与贺宗纬一道入京的那位妇人，说来身世更是离奇，竟是吴伯安的妻子。那位吴伯安正是长公主安插在相府里的一位谋士，去年劝唆着林家二公子与北齐方面联手，想在牛栏街刺杀范闲，不料最后却惨死在葡萄架上。林若甫身为宰相，对于这个害死了自己唯一正常儿子的吴伯安自然是恨之入骨。虽然吴伯安早死，但吴家在山东一地仍有不少家产，当地的官员正是宰相大人的门生，所以奉着上意对吴家好生折磨，短短半年时间里也不知搜刮了多少银两，更将吴伯安的亲生儿子无故锁入狱中，大刑致死。这位妇人虽不识文墨，却也知道宰相势大，断不是吴家可以抗衡，但心伤儿子惨死，竟是将心一横，单身一人往京兜里闯，准备告御状。在城外稍歇之时，这位可怜的吴氏很凑巧的恰好遇见了回京的贺宗纬。贺宗纬是个聪明人，一听之后便知道此事大有可为之处，便好生安慰那吴氏妇人，说自己一定会想办法替他谋个公道。入京之后，贺宗纬凭借老师的关系，暂将吴氏安顿在了一位告老御史的府邸之内。在那些天里，经常有些神秘的人物出入府邸，温言细语地问吴氏关于家乡惨剧的一些细节。贺宗纬有些漠然地看着这一切，只是当吴氏有些惶恐不安地向自己发问时，他才会堆起满脸微笑，安慰他说，朝廷的正义官员正在着手，宰相大人马上就会垮台。老御史府的花园有些破败，站在假山之后，贺宗纬脸上闪过一丝微微的得意，将怀中信阳方面的密信毁掉。想到宰相垮台之后的京都官场，不由想到了相爷的亲家范尚书，想到了那位有些冷漠的范家大小姐，心头微热。没过数日，督察院的御史便开始集体上书，参劾宰相林若甫因夺他人家产，谋害百姓性命。此事一出，朝野震惊，但由于吴伯安本身就顶着个北齐奸细的帽子，所以一般而言，舆论还是倾向于宰相这边。可是便在吴氏入大理寺述供的途中，却又遇见了一场无由而至的刺杀，不知道是吴氏命大，还是宰相命太差。
当时二皇子正与晋王世子游于街中，恰逢其实救了下来，如此一来，事情的味道就开始有了些变化。传闻深宫之中，皇帝陛下曾经问过太子与二皇子，此事究竟如何处理？太子在沉默之后说道：证据不足，而且宰相大人于国有功，不可轻信人言。二皇子虽然当街救了无事，也仍然与太子弟弟一般，保持着一种沉默的态度。毕竟宰相乃百官之首，无论如何处理，都将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当夜晋王从自己儿子口中听闻此事，勃然大怒，十分难得的进宫与皇兄一夜长谈，具体谈的什么却没有人清楚。皇帝陛下当夜翻检着这10几年来的奏章，看着户部的银钱，看着那些宰相大人一手辛苦做出的政绩，默然无语，只得一声叹息。山东路刺史彭廷生，嘿，是11年前中举的。那时候我初登相位，觉着这学生很听话。宰相林若甫今年40多岁，面色却显得有些苍老憔悴，但没有想到他竟会如此听话。你应该清楚，我没有让彭廷生做这些事情。吴伯安已经死了，若我真想拿他家人出气，岂会如此简单？或许彭大人暗中揣摩相爷的心思，所以做了这件糊涂事。林若甫的心腹友人袁宏道微微皱眉。哦。林若甫似笑非笑地望了他一眼，轻声说道：可是彭廷主不是糊涂人，如果不是相府出去的命令，他断不会拿自己的官声做赌注。更何况前天在京中当街杀人，这事情又是谁做的？为什么会查到相府来了？袁宏道的表情有些木然，他轻轻捋了捋颌下的长须，说道：贺宗纬是东宫的人，不过是个小棋子，应该没有胆量做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人撑腰，只是不知道是皇后还是长公主。是云睿。宰相微笑道：他在朝中的实力大部分在督察院里，这是他在向老夫报复。报复什么？报复很多吧。宰相叹息着，包括晨儿的事情，包括女婿的事情，包括我与他之间的事情。其实袁宏道欲言又止。说吧。袁宏道微微一笑说道：其实还是看陛下的意思，如果陛下不信，相爷的地位自然会稳若泰山。如此拙劣的手段，圣上一定会看得清楚。宰相微笑道：但问题就在于陛下愿不愿意看清楚？相爷何出此言？前些天死了那么多京官，我身为文官之首，本来就要负责任。宰相闭目分析道：最关键的是，陛下不想让我继续当这个宰相了。袁宏道很恭敬地回答道：相爷，其实事情有回转之机，请范尚书说话吧。范府与监察院的关系密切，如果陈萍萍大人愿意站在相爷这边，那不论督察院如何折腾，陛下也会坚决地站在你这边。林若甫摇摇头：陛下只是想让我让开一条道路罢了。让开道路给谁？给太子，或者说是给将来的陛下。林若甫若有所思，范闲的势头太猛，如果我还在朝中，他一手理着监察院，一手掌着内库，背后还有本相为他撑腰，这种权势只怕连皇子都及不上。前些日子我就对范闲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陛下的意思很清楚，他想培养范闲成为一代良臣，好生辅佐将来做龙椅的那位皇子。既然范闲要上位，本相自然就要下位了。林若甫微笑道：若本相尚在，范闲就危险。袁宏道微微一惊，但眼角余光却发现相爷的唇角挂着淡淡笑意，似乎在嘲笑着什么事情。窗外传来大宝玩水的声音，宰相的脸部表情柔和了起来，站起身走到窗边往外望去，看着自己憨憨傻傻的那个大儿子，眉头微微一动，轻声说道：明天我会让婉儿来把大宝接去范府。袁宏道等着相爷的下一句话。我会进宫请辞，相信陛下瞧着这些年的辛苦份上，会让老夫有个比较安稳些的晚年。袁宏道准备说些什么，宰相冷冷地挥手止住，回头静静地望着他。一阵极长的沉默之后，林若甫的话语里带了几丝黯然。给彭廷生的信是你写的？书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许久之后，袁宏道才低声应道：正是，就连此次京中的刺杀事件都是我安排相府侍卫做的。为什么？宰相皱着眉头，似乎很苦恼。老夫入朝为官以来，就只有你这一个朋友，自问平日里对你也是极尊敬，为什么你会隐忍这么多年，忽然出手？而且一出手就不给老夫留半点退路。袁宏道与宰相相交半生，真可谓是一生之友，居然就是此人着手安排了这多事情，将宰相一手推入如此尴尬的局面之中。他掌握了相府太多的秘密，今次栽赃陷害，就连林若甫一时也只有退让。他看着宰相那张有些苍老的脸，略带一丝歉意说道：每个人的存在都有他的目的意图，老友，我在你的书房里隐藏了这么多年，其实为的就是今天。我应承过某人，当他需要你下台的时候，我会助他一臂之力。林若甫看着面前这位老友，唇角微翘。云睿究竟许了你多少好处，竟能让你卖友求荣？袁宏道摇头道：不是卖友，也不是求荣，只是陛下需要您归老，长公主也需要，朝廷需要您离开京都。至于求荣，
他苦笑道：“我本以为，如果你没有察觉我所做的事情，我就会陪着你去家乡，一道共度晚年。”林若甫微感吃惊，愈发瞧不清楚面前这位跟随自己多年的谋士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夜色笼罩的京都里，袁宏道在书童的陪伴下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略带一丝怅然，回头看了一眼相府紧闭的大门，轻叹了一声，上了一辆马车。马车上一位督察院御史正冷漠看着他。袁先生什么时候能去大理寺作证？袁宏道看都没有看那个中年人一眼，右手轻轻抚摸着颌下的长须，半晌后才淡淡说道：“不用了，宰相大人明日就会入宫请辞，陛下会终止此案的调查。”督察院御史一听之下勃然大怒，痛斥道：“证据俱在，陛下一定会将监相所拿入狱。你若不敢当堂指证，当心自己脱不开干系。你跟随监相多年，身上哪会干净？”袁宏道冷冷看了他一眼，这位一向以儒雅著称的谋士，此时的目光却是冷厉无比，像两把利刃一样，让那位御史感到有些害怕。“我只听从信阳方面的命令。”袁宏道看着面前这可怜的御史，冷漠说道：“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我做事？”御史大惊失色，这才明白为什么宰相大人的心腹文士居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反水，原来对方竟然也是长公主的人。清晨时分，一辆马车赶在城门初开的时候就出了西城门，马不停蹄地上了官道，往信阳的方向驶去。袁宏道摁了摁伞柄里藏着的利剑，眉头微皱，心里盘算着到了信阳，那位有些疯癫的长公主应该会如何安排自己这个潜伏了很多年的棋子。在他的内心深处，不可避免的对于宰相林若甫有一丝歉疚，毕竟他们是数十年的老友，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一些。在相府隐藏了这么多年，最后终于完成了当年的承诺。在宰相下台的过程中，袁宏道扮演了最不光彩也是最重要的角色。林若甫没有杀他，这本身就是值得袁宏道感恩的事情。他已经遣散了跟着自己的书童，这辆马车上除了他以外，就只有头前那个马车夫。袁宏道冷冷看着车夫挥鞭，发现对方手腕极其灵活，显然身上有着极为高明的武功。许久之后，车辆过了18里驿站，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山路。正在此时，马车缓缓停了下来，车夫回头，用极不寻常、极为锐利的目光冷冷看着袁宏道。稍许沉默之后，马车夫忽然开口说道：“院长大人命下属相先生表示感谢。”他稍顿了顿，又沉声说道：“请允许下官私人向先生表示敬佩。”袁宏道略带一丝伤感说道：“我很不敬佩我自己，说说信阳方面的计划吧。相信经过此事，长公主应该会相信我了。她是一枚钉子，一枚在很多年前就被陈萍萍安插在宰相身边的钉子。一切为了庆国，一切为了庆国。”袁宏道坐着马车往信阳长公主的封地驶去，心里却对自己内心深处守了许多年的这句话感到了一丝荒唐。很多年前，当长公主开始喜欢上如今的宰相大人时，当时身为监察院2处第一批暗中成员，袁宏道便接受了陈萍萍的安排，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有了一个新的人生，渐渐与当时还并不如何显山露水的林若甫成为了好友。那时只是两个书生的偶然相遇罢了。当年的林若甫意气风发，袁宏道沉稳憨厚，又经历了院中安排的种种巧合，终于成为了所谓挚友。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林若甫在长公主的支持下，在官场上一路顺风顺水，而袁宏道却甘心留在林若甫的身边当一位亲客，甚至当林若甫无数次暗示明示可以让他成为一方父母官时，他都只是淡淡一笑，拒绝了。也正因为如此，林若甫更加将他视作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纯友。只是宰相大人没有想到，这位朋友一开始就背负着别的使命。袁宏道其实也渐渐适应了这种人生，因为院子里一直没有什么任务安排给他，唯一知道他身份的几个人也一直保持着距离。这些年里，袁宏道唯一帮助监察院做的事情，就只是苍山别院林二公子被杀之后，替监察院圆了一个谎，栽赃给了东夷城。正因为是他说的，所以林若甫相信了。袁宏道这一生只被判了林若甫一次，也就是这一次，就足以让宰相大人黯然退出朝廷。这是陛下的意思，经由监察院让他具体执行。也许是老友的背叛，真的让宰相大人看清楚了这个人世间，所以第二日他的入宫变得无法阻拦，就连犯贱的连番暗示，他都视若无睹。对于林家的将来，宰相已经全部寄存于女婿范闲的身上，自然不愿意将亲家扯进这趟浑水之中。3月中，礼部尚书郭攸之死，刑部尚书韩志为贬，宰相大人请罪告老，陛下挽留无果，赐因返乡督察院关于吴伯安一案的所有举措烟消云散，那位吴氏不知去了何处。陛下有旨，贺宗伟才学德行俱佳，入宫受赏，恩旨免试任为督察院御史。为什么？范闲坐在马车上，轻轻弹着手中的那张纸，这是监察院内部传递朝廷动态的报告。他身为提司，虽然此时远在北疆，但也只比别的地方晚了几天就收到了京都里的消息。岳丈大人当然不是什么纯粹意义上的好官，监相这称号不是白来的，但范闲依然觉得很荒谬。堂堂一国宰相，
居然就这样无声无息在庆国的官场斗争中败北。范闲必须考虑以后的事情，虽然宰相岳丈似乎在这1年里没有怎么帮助到自己，但他清楚，包括春闱案在内的很多事情，之所以朝廷中的文官一直对自己保持着忍让的态度，都是看在岳丈的面子上。除了已经倒霉了的那2位尚书大人，自己在庆国官场上从来没有遇见过真正的挑战。范闲问话的对象是那个带着铁链无法起舞的一代雄才萧恩。为什么？萧恩有些冷漠地分析道：因为你动手了。庆国皇帝借机削弱了文官势力，不过仅仅2个尚书怎么能满足一位皇帝的胃口？你是宰相的女婿，如今声名大振，日后如果皇帝真想让你执掌监察院，那么今日为了安全起见，宰相也必须赶快下台。至于怎么下台，萧恩嘲讽笑道：一位皇帝想让一位臣子下台，可以有无数种方法，更何况你们那位皇帝向来是个喜欢用监察院的怪人。之所以说庆国皇帝是怪人，是因为监察院的力量太过强大，而皇帝却依然无比信任陈萍萍，这本来就是艺术。范闲摇头说：这案子有蹊跷，就算岳丈心痛2哥之死，想要让吴伯安断子绝孙，也有大把法子可用。至于在京中狙杀吴氏，还凑巧让2皇子与李鸿成碰见，如此愚蠢的行事方法，与岳父的能力相差太远。宰相身边有叛徒？萧恩淡淡说道：至于是长公主的人，还是你们皇帝陛下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范闲不敢肯定，能够逼岳父下台，一定是有很实在的证据。岳父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让敌方势力的奸细接触那些重要的事情？他哪里想到，出卖岳父的就是那位袁宏道袁先生，更暂时没有猜到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监察院的影子。萧恩有些快意地笑了起来：藏在夜色之中的事情，你这个年轻人知道多少？他有资格说这个话，当年庆国朝政内乱，就是这位老人一手谋划。如果不是因为2位亲王突然死去，说不定现在的天下早就没有了庆国这个称呼。范闲眼帘微微跳动了2下，在这些天与萧恩的对话中，他发现对方虽然被囚多年，不清楚庆国朝廷的势力分布，但范闲稍一说明，萧恩便能清晰地发现问题所在，甚至连此次春闱案那些涉案的京官会受什么样的刑罚，都猜得丝毫不差。萧恩曾经说过，宰相大人一定会因为此事下台，可是此事全无半点预兆，而且春闱案根本没有牵涉到相府与宰相关系破裂成仇的长公主远在信阳，所以范闲不怎么相信，没想到竟然被他说中了。范闲不免有些震惊于对方毒辣的眼光，这才知道盛名之下无虚实。范闲叹了一口气，看着这个老人，忽然说道：我愈发觉得好奇，为什么当初监察院抓到你后，不马上杀了你？因为我脑子里有很多有用的东西，那至少可以下手更狠一些。范闲说道：比如砍了你的5肢。5肢是什么意思？萧恩有些好奇，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线的，当事情超过我能忍受的底线时，我想至少我还拥有杀死自己的能力，而你们却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范闲挑眉想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起身向他行了一礼，便下了马车。他站在马车边上，看着远处湖边缓缓飘荡着的新鲜芦苇，隐隐明白了皇帝陛下的真正意思。朝廷是需要心血的，所谓流水不腐，宰相在那个位置上待得已经太久了，自己在京都的突兀崛起，更是让宰相下台的事情成了当务之急。皇宫里没有哪位贵人会允许百官之首的宰相大人拥有一个执掌监察院的女婿。如果来年陛下真的打算重用范闲，那就一定要让宰相离开，否则就会将范闲打压下去。但范闲心中清楚，那位陌生的皇帝陛下不会真正的打压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范闲自己算是后面的浪头，那宰相无疑就是前面无力拍岸的浪花，他必须告别这个历史舞台，腾出足够的空间来。这只是一次官场上十分正常的新陈代谢，看宰相离去的还算潇洒，想来早就预料到故事的结尾。但范闲想到留在京都的婉儿，又想到那个与自己无忧投契的憨拙大宝，心里依然有些担心，淡淡忧色上了眉头。希望父亲与陈萍萍能保住林家其余的人。他皱眉望着油是黄色的芦苇，心想为什么他不肯变绿呢？心里忽然咯噔一声，开始思考监察院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来由的，范闲感到了一丝愤怒，自己身为监察院提司，根本不相信院子会不知道陛下的意图。再联想到司礼里身上的毒，他忽然感到有些寒冷。陈萍萍只是在不断除去范闲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哪怕对方是范闲的亲人，这种除去的手段显得异常冷漠，异常无情，甚至根本不会考虑到范闲的感受。下午的时候，使团历经了许多天的旅程，终于接近了两国交界处的大湖。大湖没有名字，就是叫大湖，因为这湖特别的大。范闲看着面前万顷碧波，被湖面上拂来的清风一袭，整个人清醒了许多，脸上复又浮现出阳光清美的笑容。虽然使团车队已经到了大湖，但要绕湖而航向东，真正进入北齐国境还需要好几天。范闲清楚，如果萧恩真的要有动作的话，也应该就是在这几天之内。远处有水鸟很自在地贴着湖面飞翔着，
长长的鸟园在水中滑行，碰见鱼儿后便灵敏至极的合会，往湖岸边飞去，再用细爪踩住不停弹动的鱼儿，衔住后举颈向天，咕噜一声吞下肚去，看着无比轻松自在。范闲忽然心头一动，迈步向很多天没有去过的那辆马车走去，掀帘而入，看着微微愕然后露出复杂表情的司礼礼姑娘，微微一笑，想好好的活下去吗？司礼礼一怔，看着不请而至多日未见的范闲，心里不知是如何想法，听着这突兀的问话，更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微微一笑说道：蝼蚁尚且愤生，何况奴家？范闲不喜欢听他自称奴家，他今日偏要自称奴家，仍旧是少女心性作祟，毕竟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老辣女蝶。马车此时又向着前方动了起来，微微一颠，他就是坐到了司礼礼的身边。司礼礼不易察觉地向旁边挪了挪，似乎是要与他保持距离。范闲皱了皱眉头，直接说道：你的身体里有毒，我相信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司礼礼的双眸清亮，盯着范闲的双眼，沉默了许久之后，才悠悠说道：是真的吗？我看你似乎并不如何吃惊，这次能活着从牢里出来，我还能对什么事情吃惊呢？司礼礼略带一丝自嘲，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非常撩人。小范大人精于用毒，既然您说我体中有毒，那就自然是真的。庆国监察院总有控制我的手段，我早猜到了这点。范闲望着这个女子美丽的容颜，半晌没有说话。其实入京以来，真正要说媚艳二字，深州所见女子没有一个及得上司礼礼。这不是控制你的手段，范闲微笑解释道，是用来对付北齐皇帝的手段。司礼礼再也无法假装镇定，吃惊的用手掩住自己双唇，半晌之后才焦急说道：什么意思？范闲看着他的反应，不知为何心里竟隐隐有些不舒服。虽然自己猜到了对方的反应，但一旦发现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在司礼礼的心中依然有一定重要性时，他微微一笑，回复平静说道：这种毒会经由你的身体感染北齐的皇帝。司礼礼盯着他的双眼，忽然咬唇恨声说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你想改变这件事情，在你还没有达成目标之前。范闲温和笑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陈萍萍究竟用了什么方法控制住你？司礼礼沉默了下来，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而是笑颜如花说道：爸爸，既然范大人已经告诉了奴家，奴家去了上京，自然有解毒的法子，真要谢谢您了。范闲微嘲笑道：这种毒虽然不烈，但除了我之外，天底下大概只有皇宫里的那些御医有解毒的手段。难道你能告诉北齐皇帝，你私处带着这种毒？如果真这样做，不论北齐皇帝到底对你存着几分情谊，只怕你这一世都无法进入皇宫了。司礼礼倔强说道：不进皇宫又如何？大不了是你们监察院的洪秀昭计划破产，和奴家又有什么关系？范闲终于怒了，呵斥道：我说过我不喜欢听奴家二字。不知为何，司礼礼的眼眶红了起来，看着范闲，咬牙狠狠地说道：可我在大人心里，难道不是连奴婢都不如吗？范闲看着这个红冠人的清丽脸颊，眉头皱得愈发紧了，想判断对方内心深处究竟是何想法，半晌之后才静静说道：我想司姑娘应该明白现在的情况，您的人生至少在目前看来都是没有可能自己完全掌控的，至于将来如何是将来的事情。而且我想姑娘您也没有想过那些很无稽的事情。无稽的事情？司礼礼带着一丝冷笑看着他，不错，确实很无稽，大人与我只是人生路上偶尔相逢的一对男女，互相利用总比互相温暖要来的真实一些，可靠一些。姑娘能明白这一点，本官很高兴。范闲平静地回答道：为什么你对于我和陈萍萍之间的协议如此好奇？司礼礼偷偷转过身去，悄悄用衣角试了一下眼角，旋即回复了平静，微笑如出花，轻声说道：您是监察院的提司大人，应该对洪秀昭的详情很清楚。范闲自嘲说道：我对于白秀昭的计划很了解，目前只是不清楚陈院长大人是如何说服你的。他顿了顿又说道：既然姑娘知道自己只是陈萍萍用来传毒的可怜棋子，为什么不将这件事情的原委都告诉我？告诉你我有什么好处？司礼礼强作平静，看着面前这张年轻英俊阳光的面容，心里恨得痒痒的，不知为何这短短旅程之中，他竟是渐渐迷上了这张面庞偶尔露出的天真笑容。但一想到先前此子绝情冷漠的话语，他便恨从心头起，冷冷说道：陈萍萍能够给我的东西，难道你能给我？陈萍萍老了，我还年轻。说完这句话，范闲与司礼礼同时觉得不妥，本是很严肃的利益谈判，却似乎无由带上了一丝暧昧的调情色彩。陈萍萍能够给我的，难道你能给我？陈萍萍老了，我还年轻。一股子淡淡的苇子花味在车厢里弥漫，范闲咳了两声，司礼礼脸上的红晕一闪即逝，这对男女其实心头有鬼，不然断不会因为这平常的两句对话就尴尬成这般模样。司礼礼眼珠一转，似乎也想明白了这个道理，看来范闲对于自己还是君子有所好求，不由唇角微战，
露出一丝骄傲羞涩的笑容。范闲又咳了2声，解释道：“其实我能猜到一点，姑娘所谋必大，但是陈萍萍毕竟已经年老，说不定过2年就死了。如果姑娘愿意与我合作，我想成数或许会大一些。”司礼礼微感会怒，但仍是强抑怒气，几番思量之后说道：“范大人还没告诉我，我能有什么好处？我会解了你身上的毒，一旦我将来能够执掌监察院，一定动用北域力量，全力辅佐姑娘在北齐皇宫里向上爬升。”司礼礼摇头冷笑道：“国境相隔，庆国虽然强大，监察院密探虽然厉害，但也无法将手伸到北齐的皇宫里面。而且谁告诉你，我想要的就是北齐皇宫里的位次？”范闲一时无语。司礼礼忽然眸子里青光一转，将手一招，像唤宠物一般妩媚笑道：“大人凑近些，此事不可传入旁人耳中。”范闲苦笑，知道这女子是要出这些天自己被冷落的怨气，他微笑着凑耳过去，还未闻着声音，便感觉到一股微热的气息喷打在自己的耳垂之上。他心头一热，闻着鼻中传来的阵阵淡幽体香，却马上被接下来的内容震撼住了心神。许久之后，这对年轻的男女分开，司礼礼似笑非笑地望着范闲，轻声说道：“我冒着奇险将这协议告诉了范大人，敢请教大人，您能帮助我完成这个协议吗？”范闲的眉头皱成了山川，还未从震惊中摆脱出来，摇头道：“我不相信陈萍萍是何许人，就算她有这个想法，也不会告诉你。”司礼礼微嘲说道：“连你都不信，他自然不怕我到处说去，反正天底下也没有人会相信那个老脖子的心里竟然存着那等想法。”范闲稍一琢磨，便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微笑说道：“原来是这样。”他看着司礼礼，忽然说道：“早年京中一直有传言，说司姑娘是开国之初某位皇族的遗孙，本来京都百姓只是以为这是姑娘自高身价的一种手段，如今看来倒像是真的了。”司礼礼缓缓闭上眼睛，许久之后才轻声说道：“我的真名叫李丽丝。”范闲笑着看着她光滑的下颌，忍不住轻轻摩挲了下自己的手指，叹息了一声说道：“难怪北齐皇帝不会在意你的身份，难怪你会甘心被阿萍萍利用。只是我要劝你一声，你是位姑娘家，和那些阴森的老毒蛇比起来太嫩，小心一些吧。如果能在北齐皇宫里安定下来，先把与陈萍萍的计划放开，不要理他。”司礼礼看着他的双眼，略觉诧异，稍感温暖，甜甜一笑说道：“多谢大人关心，只是我已经将协议的内容说了出来，不知大人何时替我解读？”范闲微笑说道：“从明日开始，我需要准备一些材料，另外就是此次使团事毕，我会想办法从院里接手。姑娘那位弟弟，准确来说，应该是那位世子的安全问题，请姑娘放心，在我的手下不会再次出现世子从北齐偷偷溜到庆国的事情。”司礼礼默然不语，在狭小的车厢里站起身来，很困难地对范闲扶了一扶。在前一辆马车之中，萧恩的满头白发像钢刺一样束得紧紧的，老人沉默地坐在椅上，双手搭成了一种很奇怪的姿势，像是一朵莲花将要盛开一般，左手为指微翘，贴着微臭马桶的边缘。萧恩体内红厚的真气缓缓运转起来，一股淡淡的腥味遮盖住了车厢里的异味，一滴浓稠黑黏的液体从他渐渐修复完好的经络里逼了出来，沿着尾指甲前端缓缓流入马桶之中。那一滴浓缩精华毒液滑入马桶之后，萧恩的眼中光芒渐渐地成了起来，双手互应，又做了一个手势，将体内一直紊乱不息的真气乱流渐渐平复了下来。在监察院中，他一直受着刑与毒，那位光头七处前任主办十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所以下手的分寸掌握得极好，始终让萧恩游离在边缘地带之中。出京之后，范闲用的法子更加霸道，直接的静脉注射毒药，更是让萧恩的身体机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但就像费介在范闲小时候说过的那句话一样，用毒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一个下字，并不见得是毒药越烈，效果就越好。范闲毕竟缺少面对萧恩这种特例人物的经验，他似乎没有想到，经过20年的折磨，萧恩的体内早已容纳了数以百计、种类繁多的各种毒素，这些毒素在他的身体内形成了某种平衡，既不会让他死去，也不会让他寻求到真气逼毒的途径。而此次范闲所用的 Triple X 却像是一把开山大斧一般，生生地砍入了错综复杂的绳结之中。虽然绳结断裂之时给萧恩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却也让这位沉浸毒术阴谋之中数十年的厉害人物寻到一丝解开绳结的机会。萧恩微微翘起唇角，干枯的双唇在如雪般头发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恐怖。忽然间，他敛去眼神寒芒，整个人的身躯颓然下去，马上就显得苍老了许多，身体只是不尽散发着一股老人的味道。车队缓缓地停了下来，开始在湖边寻找合适的地点扎营。远方的黑旗也像阵寒风一般从使团右侧掠过，往前方扫荡，然后归队。王启年从外面摸出钥匙，打开了密封极好的铁门，满脸恭敬地走了进来，服侍萧恩吃了食物清水，又细心地用湿毛巾帮他整理了一下面容，最后才问道：“今天要梳头发吗？”萧恩摇了摇头，
眼中寒芒一射，却又无力地弱了下来，微哑着声音说道：“范大人今天什么时候来？”这问的是范闲每日一行的灌毒事宜。王启年微笑回答道：“离国境不远了，小范大人的意思是说，萧先生可以免去每日之苦。”萧恩的脸上没有露出丝毫微喜神色，只是闭目问道：“听说这位范大人明年就会执掌庆国的内库？”王启年以为是范闲告诉此人，所以也未在意，笑着说道：“是啊，那可是全天下最有钱的去处，难道比叶家还有钱？”萧恩唇角露出一丝轻蔑。王启年一怔，旋即想起了这个陌生的名字，笑着说道：“叶家早散了。”什么？萧恩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双眼里的神色有些震惊，连忙隐藏了起来。见他没有更多的话要聊，王启年暗松了一口气，将马桶从椅下取了出来，勾着身子下了马车。王启年掩着鼻子，抱着马桶去了车队另一侧的营地中。到了最中间的帐篷里，将马桶放下，埋怨说道：“这么老的家伙了，一天到晚还拉这么多，关了20年，身体机能还能恢复得这么快，我也在怀疑这老家伙究竟是不是人。”范闲微笑着转身走到王启年的身边，打开马桶的盖子，微微皱眉说道：“真臭，这一手真臭。”信阳城那座华丽的离宫里，白色的围纱在轻柔的春风里摆动着。初春的天气，这离宫里竟是一片清冷，宫中种的尽是寒梅，与京都皇宫里的广信宫极为相似。白纱之后，半是在矮榻上那位柔美怯弱的女子一笑嫣然，看着对面正在落子的亲信。这位亲信姓黄名义，名字普通，却是极有计谋的一人。听着长公主的话，他沉稳一笑说道：“长公主面前，就算是世间国手，也只能吓出臭棋来。”不见得。长公主李云瑞的眼前浮现出那张清秀的面容来，无来由的笑了起来。那孩子是个聪明人，不要以为他之所以如此之顺，全是因为范建与皇帝哥哥亲近的缘由，本宫就始终不明白，这陈萍萍怎么就会这么喜欢我的好女婿。黄奕摇摇头，伸手在自己的长腿上轻轻一拍说道：“无从解释，如果强要解释，只能猜测，大概是陛下喜欢范闲。皇帝哥哥喜欢晨儿那丫头，爱屋及乌倒是有可能，而且范闲这孩子文能文的，武能武的，也算是给皇帝哥哥正脸。”长公主柔弱笑着轻声说道：“只可惜他自作聪明，终究还是下了一步臭棋，使团后队绕着那些小诸侯国走，表面上看着似乎安全许多，但实际上茫茫草原，苍苍大湖，岂不正是逃脱的好去处？据回报，黑旗在那里，这点本宫也知道。”长公主微笑道：“所以就看萧恩自己能不能逃走了。”萧恩为什么要逃？黄奕皱眉苦思道：“依长公主与上山虎的协议，只要萧恩能够回国，日后东山再起，朝廷与他们师徒二人内外联手，完全有40%的把握将如今的北齐皇室掀翻在地。萧恩不是好控制的人，就像陈萍萍一样。”长公主微笑道：“如果按行程回了北方，他会完全处在北齐皇室的控制之下，说不定又是20年的牢狱之灾，直到老死。对于我们与上山虎的计划，没有任何帮助。我舍了自己的名声，舍了严冰云那个可怜官员，就为了换得萧恩的自由。如此上山虎才会履行他的承诺。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来破坏这件事情。如果上山虎反悔怎么办？他毕竟是北齐大将，萧恩会甘心为北齐卖命吗？而且本宫若出手，上山虎即便不反，但战家那些蠢货只怕也会逼着他反。”黄奕微笑道：“长公主算无一策，无人能敌，不要拍马屁。”长公主眼唇微羞笑道：“我可比皇帝哥哥差远了。”她忽然叹了一口气，目光穿过重重的白色纱幕，不知道投向了哪里。美丽无比的面容上有些痴痴的模样，眉目如画，神情如仙。一旁的黄奕也不由看得呆了。上次胭脂一事对于公主清誉有极大影响。许久之后，黄奕才从先前那幅美丽的画面中摆脱出来，沉声说道：“可惜一直没有查出来。不过据京都守备师叶家传来的消息，广信宫刺客一事应该与监察院脱不开干系。”长公主仍然称和痴痴望着天空，似乎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半晌之后才柔唇轻启说道：“不要理会这些小事，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要将上山虎完全拉到我们的船上来。”黄奕沉默少许后，忽然露出一丝愤怒神色说道：“在臣眼中这不是小事。公主殿下为朝廷日夜筹划，去年牛栏街一事，渔民恶吏都只会以为长公主是想杀死范公子，重夺内库，哪里知道公主殿下是为陛下寻求一个出兵北上的机会，朝廷从此事中获取大量疆土，但又有谁会记得此事与您的关系？”长公主李云瑞的眉间渐显厌烦，挥挥手道：“不用说了。”黄奕看着长公主的清丽容颜，将心一横说道：“便说言冰云一事，本来公主殿下只是暗中安排，不料却被那等小人揭了出来。如今庆国百姓都以为公主殿下里通外国，那些愚蠢的人难道就不明白，以公主殿下之尊，就算里通外国，
又能有什么好处？人们总是只会看到事物的表面，却不知道公主殿下暗中安排的妙策会给朝廷带来多少好处。长公主冷冷看着他，半晌之后忽然说道：“袁弘道到了后，通知我。”黄奕欲言又止。半晌之后，长公主痴痴一笑，柔声说道：“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只要皇帝哥哥好，庆国好，我才不会在乎那些黄奕心头一凛。隐约感受到了些什么，却是站立不敢多言。陈萍萍应该有她自己的计划。”长公主微微笑道：“我相信范闲这可爱的孩子也有他的计划。说起来，其实大家对外的目的差不多，只是对内上有些差别。如果萧恩这次没能逃走，那么到上京后，让我们的人与使团联系，让范闲配合我们的行动。”黄奕大感震惊，心想怎么能与敌人联手，似乎猜忖到他在想些什么。长公主柔弱不堪，却暗藏潮意说道：“有些事情是不该你考虑的。你今天说这些话，是想感动本宫吗？”他清丽的眸子里闪过一丝荒血之色。本宫此生最厌恶的就是被你们这些俗人感动，属下不敢。黄奕大汗淋漓，抬起头来看着长公主，轻声问道：“那燕小乙那边关于小范大人的计划要暂时终止吗？为什么要终止？”长公主微笑望着他，那股寒意让黄奕低下头去。我很喜欢范闲这个孩子，这个女婿没有让我失望，所以真舍不得他离我太远，不论死活都应该是很漂亮的小男生吧。这位庆国最莫名的美丽女子缓缓抬起脸颊，清美的面容上无比坚毅，心想谁说女子就不能在天下这个舞台上发光？以前既然曾经有过一个，自己就一定能成为第二个。以往范闲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去看待过司礼礼，甚至连她那绝美的容貌都没有怎么放在心上，因为范闲自己就有一张很什么的面庞。但自从出京以后，这一段长长的同藏，不知为何，渐渐的，这个女子却在范闲的脑中烙上了一些浅浅的痕迹。或许是她的身世可怜，或许是监察院的手段过于毒辣，或许是因为正如第一次进入监察院大牢之后，那位七处前任主办曾经说过的范闲这个人，手段或许是辣的，但心其实还是软的，至少在每个部分还是容易柔弱起来。他愈发尴尬自己不要怜香惜玉，但更加觉着司礼礼有些楚楚可怜。这种可怜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身世遭逢如浮萍所自然带出的感觉，与那位清美不似凡人的长公主完全不一样。这些天里，范闲取出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物，又在湖滨的野地里寻着几样合用的植物，有些木然地调配着解药。这是他对司礼礼的承诺。既然司礼礼告诉了他关于陈萍萍的想法，虽然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真的，但他会将司礼礼治好。至于白秀昭、洪秀昭都不在范闲的考虑范围内，他考虑的事情要更加简单一些，直接一些。几天的医治之后，司礼礼表面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出宫的次数却多了起来。范闲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着，倒让姑娘家有些不好意思。使团车队渐渐转向东面，绕着大湖前行，再过2天应该就能到雾渡河了，那里就会有北齐方面的军队前来接手防卫工作。其实北齐人将这个湖叫北海。司礼礼站在湖边，手指头在微微粗糙的芦苇上划过。范闲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什么时候去的北齐？”“很小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与弟弟四处逃命，监察院追击的厉害，爷爷的亲信都死得差不多了，根本没有人敢接纳我们。”司礼礼苦笑道：“其实我对于爷爷没有什么印象，虽然知道他是当年最有可能接手皇位的亲王。”范闲推算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距离庆国亲王被刺案应该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不由沉默了下来，余光看着司礼礼身上的衣裳被胡风轻轻吹动，微微一笑，心想自己的母亲杀死了这位姑娘家的爷爷，这事儿可不能让他知道。司礼礼叹了一口气，将鬓角被胡风吹乱了的发丝抿了一抿，愁眉不展说道：“因为被监察院追得紧，父亲惨死在大内侍卫的刀下，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很幸运的逃脱，偌大的天下竟没有一个去处。几番思量之后，只好逃往了异国他乡，在北齐终于安顿了下来。”范闲眉头微皱，家破人亡，父亲惨死，去国离乡，确实是很苦的日子。司礼礼看着湖面渐渐升腾的薄雾，叹息道：“可惜平稳的日子终究无法持续，不知怎的，北齐的皇室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所以将我们接到了上京。”范闲眉头在皱，说道：“对方肯定不怀好意。”司礼礼回头笑着望着他说道：“难道你就怀了好意？还是说庆国的皇帝、庆国的朝廷会对我们家怀好意？”范闲一时语塞，自嘲一笑后说道：“毕竟是敌国，父亲没死之前也是这般说的。”司礼礼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缓缓闭了双眼，长长的睫毛轻轻抖动。后来母亲也病故了，只剩下我和弟弟无依无靠。北齐皇室既然要利用我们的身世，自然要掌握我们，所以我们从小都是在北齐的皇宫里长大。也就是那个时候，你认识了北齐皇帝。范闲走到他的身边，替他将外面的披风紧了紧。算起来，你和这位年轻的皇帝倒算是青梅竹马了。司礼礼微笑道：“他姓战，那时候哪里瞧出有点帝王相？”
和我年纪一般大，却像我弟弟一样，天天在宫里胡乱玩着。那你后来怎么会甘心充当北齐的密谍，还潜伏回庆国京都？这是范闲很感兴趣的一件事情。北齐皇帝要娶我。司礼礼转过身来，似笑非笑望着范闲。而我身上有国仇家恨，与庆国如今的皇室势不两立，所以我要求回国，这个理由很充分。范闲摇头，这个理由太不充分。司礼礼微微一笑，说道：主要是太后根本不允许我嫁给皇帝，所以允了我回国，让北齐的密探配合我，在京都的流金河上建了一个据点。范闲想到了一桩事，欲言又止。司礼礼猜到他在想什么，眼眸一转，流露出一丝媚意，轻声解释道：我身边的司灵还有那些伴当都是北齐方面的高手，也有擅长用迷药的，那些入幕之客自然无法挨到我的身子，自有人代替。范闲眉梢一挑，清秀的面容上露出一丝无畏的神色，笑着说道：何必向我解释这些？你不想听吗？司礼礼毕竟是女儿身，有颗晶莹剔透心，早看透了范闲的一些小心思，所以也不生气，反而柔媚问道。范闲笑了笑，静静说道：至少那天夜里你没有迷倒我，如果早知道你是废界的学生，我一定会躲你躲得远远的，免得还要着你迷药和那下三滥药物的单儿。司礼礼的眼光剜了他一眼，媚着荡漾着。范闲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呵呵一笑，反看着姑娘家的双眼反击道：那当日起来发觉自己被迷昏后，会不会害怕？会不会想着自己的女儿身就这样胡乱丢了，心头大感不值？湖畔的风并没有太多春初的暖意，反而有些清冽，吹动着那些没有半点绿色的芦苇枝无主摇摆。风吹到司礼礼的脸上，他觉得自己面上的热度似乎消退了些，却不知道此时犹有两抹红色显露着他的羞怯。半晌之后，司礼礼才轻轻咬着下唇，说道：那日醒后自然有些幽怨，但想着他勇敢地抬起头来，看着范闲那张清俊至极的容颜，微笑说道：想着是与你这样一个漂亮小男生过的初夜，倒也值得。范闲断然想不到司礼礼说话竟然如此大胆，如此辛辣，竟是一时不知如何回话，过了好一阵子才讷讷说道：这个那个什么？司礼礼似笑非笑，眼波柔软地看着范闲，总觉着姑娘既然是庆国皇室之后，天天在花坊上流连着，确实有些新鲜。如果对方不是我，而是一个好使迷药的色狼怎么办？范闲咳了两声，不知为何，他此时倒有些关心起司礼礼当年的艰险处境。司礼礼表情微滞，轻声说道：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皇室之后，只是一个身负血仇，却根本不知道如何报仇的可怜女子。范大人不要误会。入夜，使团的车队沿着湖畔一处高地扎下了营帐，马车排成一个半圆形拱卫在外，中间的几顶帐篷早已熄灭了灯光。司礼礼与范闲的住所相邻着，不知道是不是白天的谈心太过耗损这对关系古怪的年轻男女的心神，所以并没有翻墙，并没有破布，没有黑夜里的香艳故事发生，一切都很安静。远处隐隐有黑旗的前哨正在坡上侦视，营地四周也有虎卫与监察院密探混合编队巡营，天上的白月光照在大地上的每一处角落，今夜无云无风无星，银色月光像仙女轻抚的双手，抚摸着营地里的人们，催促着他们快快睡去，以应对明日的辛苦旅程。范闲不会允许萧恩下车，所以他还是坐在那辆密闭极好的马车之中。月光照耀在黑色的马车上，反射出诡异的光芒。夜深，整个营地都似乎陷入了黑甜梦乡之中。一个黑影像阵风一般飘到了萧恩的马车旁边，取出身上的钥匙，在沾了油的布巾上蘸了蘸，然后插入了车门的钥孔。钥匙入孔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由此可见小心。车门被推开了，萧恩缓缓地抬起头来，盯着门口那个夜行人，本应该捆住他手脚的金铁镣铐早已解开，平稳地搁在车板上。萧恩出了马车，白色的长发披在肩后，与天上的月光争着银辉。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四周，微微皱眉，知道事情有很大的问题，但此时已经来不及多想。老人看了一眼范闲所在的营地，整个人像个黑色的影子一般消失在湖畔的夜色之中。本应该早就睡着的范闲，此时却两眼睁着，坐在帐中的椅子上，手指轻轻捏弄着茶杯，茶杯中有分量极轻的迷药，木槿茶的种子和茶味一混，极难品出来。感应到外面气息的微微变化，他开始数数，1、2、3、4。数到30的时候，范闲掀开布帘，走出了住所，冷冷地看着那辆黑色的马车。马车似乎没有一丝异常，就连王启年设置在车门前的暗记都没有被移动，对方果然是此道老手。便在此时，整个营地忽然发出一些战栗的声响，除了被迷药迷倒的使团成员之外，被范闲通知了的启年小组的亲信都站到了他的身后。在他身后出现的还有极沉重的呼吸声、刨地的声音，那是3只黑狗，狗嘴上被套着皮套，根本无法发出声音。范闲挠了挠有些痒的发根，挥手说道：开门，放狗。王启年静静一挥手，属下将绳子一放，那3只被关了1个月的黑狗
早就耐不住体内暴力的兽性，循着鼻中传来的淡淡味道，无声狂暴着，四只脚尖在泥地上一刨，化作3道黑影，凶狠无比地向营地外扑去。便在此时，数道寒光大作，无数淬毒暗器向着那几只狗的身上砍去。叮叮叮叮一阵碎响，像雨点一样的暗器遇着一阵急如飓风般的刀光，被震得远远落入地面。紧接着，那阵刀光又扑向了出手偷袭的刺客。吃的数声撕裂声响起，几声惨呼之后，2名刺客身体被斩成3截，头颅被斩飞到了空中，血花四处冲射。一柄长刀自下独立而撩，破空而起，砍入最后一位刺客的之下。刷刷2声，刺客的2只胳膊已经像蘸了糖浆的白藕节般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摔到了地上，弹了2下虎卫首领高达收长刀而回，背至身后，十分潇洒利落。他身后的6名虎卫也同时收刀而回，整齐地站在营地正中的夜色里，看上去很帅气。但这时候不是摆姿势的时候，王启年早已经掠到了那位双臂被斩的刺客身边。他这一掠看似寻常，却是疏忽间跃出数丈的距离。监察院双翼果然名不虚传。他用很快的动作，使手中的森然铁柱狠狠地扎进刺客的嘴里，一阵搅动，一阵极难听的声音响起。王启年伸手进入对方已经是血肉模糊的嘴里，将那枚藏着毒的牙齿掏了出来，小心地用布裹好，然后又从怀中取出连着绳子的圆形木球，塞进刺客的嘴里，防止对方咬舌自尽。刺客双臂被斩，血流如河，早已是痛不欲生，被王启年这么一塞，更是眼泪鼻涕口水混着流到了嘴里，看着凄惨无比，十分可怖。居然让敌人混进院子里来了。王启年皱眉看着刺客的面貌，发现是个熟人，幸亏藏毒的方法还是院子里的老一套。他接着回头对下属说道：把他治好，切不能让他死了，好好招呼，一定得让他供出来。下属沉声应了下来，却是有些好奇说道：王大人，您已经将他的牙全部敲碎了，毒素会不会流进他的体内？王启年一怔，心到自己这些年一直做文官，确实有些手生，赶紧又将那刺客嘴里的木球取了出来，取来清水洗了一通，为了几颗范提斯赏赐的解毒丸子，这才有些放心。看着他又准备将木球塞回刺客的嘴里，那位下属终于忍不住开口说道：他的牙都碎了，还怎么能咬舌自尽？王启年大窘，回头骂道：本官喜欢在他嘴里塞木球，不行吗？营地里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范闲早已经系好了袖脚和裤腿，将后帽翻了过来，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黑色衣裳的掩护下遁入了黑夜之中。那7位刀法惊人的虎卫也随着他的身形向着3只跟踪犬的方向跟去，一路无声，为今天上明月，只是带动芦苇轻轻摇晃。营地处有监察院的人看管，外有黑旗留下来的一队，范闲很放心。他向萧恩体内灌注的毒药虽然霸道，但其实最关键的却是那种药物，即使被萧恩以强悍的真气驱出体外，依然会在他的毛孔处留下淡淡味道。萧恩自己闻不到，狗能闻到，在某些方面，人确实不如狗。天边一朵云，乌云，月光马上暗淡了下来，只能听见夜风吹拂着大湖水面的声音，芦苇摇晃的声音。范闲全身上下被包裹在黑色之中，只有一双明亮的眸子露在外面。发现萧恩逼毒成功之后，他自作主张筹划了此次行动，毕竟整个使团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而知道内情的监察院成员更是唯他马首是瞻，但这也是一次很冒险的行动。如果萧恩真的借机逃了出去，严冰云自然换不回来，一只毒蛇就会永远停留在黑暗里，等着对庆国的某些具体人发出致命的一击。范闲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这样大的损失。前方的芦苇丛里忽然传出了几声怪异的响声，范闲抽动了一下鼻翼，隔着那层特制的布料，依然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那3只极其凶恶的黑犬看来已经死了，萧恩居然能够在一个照面间悄无声息地杀死3只凶犬，说明对方的身体机能已经恢复了许多。范闲静静地站在微湿的泥地上，隔着重重芦苇沙幕，眯眼望着前方，推算着与萧恩之间的距离。他握紧了右手，举了起来，身后破风而至的7名虎卫马上明白了少爷的意思，互视一眼，四散遁入芦苇之中，不敢距离萧恩太近。此时的萧恩一定知道身后有人开始追击自己，但这位老者很显然并没有因为20年的牢狱生活而忘记所有的逃生技能，凭借着黑夜的掩护，芦苇的遮掩，胡风的吹洗，悄无声息地往东北方向的国境线遁去。范闲知道在那个地方一定有接应萧恩的人，他平静地往前飞奔，体内的霸道真气逐渐运转起来，双脚与微湿泥地一沾即分，整个人像刀剑一般往前扑去，将迎面而来的芦苇撞得四散离开。偶尔他会停住脚步，小心地查看着四周，手指轻轻划过芦苇下方明显是新鲜折断的口子，双眼落在泥地上留下的那对稳定足印。萧恩在绕圈子，范闲也在跟着绕圈子。在夜色里，猎人与猎物一前一后，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双方的角色会来一次倒转。对于萧恩来说，他必须脱离使团的控制，与他那方的人会合。对于范闲来说，
他必须把握住这次自己一手营造出来的机会。渐渐的，范闲露在黑布之外的眼睛越发明亮了，萧恩留下的痕迹越来越明显。看来对方毕竟年老体弱，不复当年之勇，而且这些天灌注的毒药不是白给的。穿越过湖畔的芦苇丛，来到一方矮山林边，范闲眉头微皱，一双极其锐利的双眼，即使在黑夜之中，依然能看出林旁那些脚步有些凌乱。他不敢大意，缓缓退了回去，绕了一个大圈，从矮山林的侧面插了进去。黑夜中忽然响起一声极凄厉的呼哨，一条黑索从树林下的浅草里弹了起来，抽住了一个人的脚脖了。那是一位跟着范闲进入树林的虎卫。虎卫整个人还在空中，身体已经极其强悍地弹了起来，右手一拧，背后长刀锃的一声荡了出来，将黑索割断。虎卫整个人随着黑索的荡势往前跌去，眼看着要踏上平时的土地。一支弩箭飞了过来，害得他长刀一领，当的一声将弩箭敲飞，整个人身体往后一正，比预计落的地方要退后了半步。他的脚尖一松，这才发现身前竟是一个坑，坑中有几枚尖枝构成的简易陷阱。范闲贴着树站着，松开扣住扳机的手指，看着那名虎卫再次遁入夜色之中，稍稍松了一口气。林子里传来2声夜枭的叫声，很难听，很刺耳。一处树枝上微微一动，四面八方的刀光忽然间从沉默里摆脱出来，化作7道血一般的美丽，切割了那处所有的空间。无数血块四溅在林地中央，嗤的一声，虎卫首领高达负刀于后，挥然火折子在那张死人的脸上照了一照，摇摇头，很显然死人不是萧恩。火折子再次熄灭，7位虎卫现出身形，以半圆的阵型向矮林深处搜去。范闲消失在黑暗之中，贴着树木缓缓地移动。他没有想到萧恩居然会带着那个打开车门的人一起走，这个认识让他感受有些怪异。但他知道萧恩仍然在这片林子里，因为这些天灌的那些毒药依然在坚定地散发着淡淡的味道。月儿从云中缓缓飘了出来，林子里一片荧光。范闲将手掌轻轻按在一株树上，感受着四处传来的轻微颤动，心中充满着杀死对方的自信。萧恩就在这片树林里，萧恩根本无法躲远，20年的牢狱之灾从骨子里让他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而这些天又要与范闲灌注的强劲毒药拼斗，好不容易重新打通了经络，却发现一段紧张的逃亡之后，反身击毙那3条死追不放的恶犬，又浪费了一些体力。他紧紧地攀住树枝，胸前已经开始起伏不停，呼吸有些急促，不由自嘲想着，人老了果然就不中用了。月色入林，他可以清晰地看见那7位背负长刀的厉害角色正用一种很警惧的方式向自己藏身所在逼了过来。萧恩其实也有些震惊，自出大狱之后，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使团里的虎卫。他不知道庆国什么时候在监察院6处之外又拥有了如此强悍的一批武力，但他更担心的还是那个叫做范闲的年轻人。萧恩早就清楚对方是立意要杀自己，所以才会故意卖了个破绽。翻过林旁的那座山便是雾渡河，萧恩最隐秘的弟子所派出的接应队伍就在国境线那边等着他。萧恩眼中寒芒一现，决定搏一把。此时距离他遁出使团营地已经有2个时辰，追踪与反追踪也沉默肃杀地进行了2个时辰。远处东方的天边已经透出淡淡的一抹白，而大湖旁边独有的乳白浓雾也开始在矮山林里升腾了起来。大雾渐渐弥漫在林间，这正是萧恩的机会。他悄无声息地滑下树枝，整个人的身体平伏在满是腐泥的地面上，像泥鳅一般向着7位虎卫搜寻的方向勇敢地逆行。在泥地上爬行着，萧恩渐渐找到了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很多年以前自己还是北魏小密探时出生入死时的感觉。老人将自己沉重的呼吸压抑到了极致，体内精纯的真气支撑着他有些不济的精力，在大雾的掩护下，马上将要与那7位战力强横的虎卫擦脚而过。虽然有些狼狈，有些失了一代奇人的风采，但只要能够突破此林，顺利自由返回北方，一切都似乎不在话下。多，3支像毒蛇一样的弩箭像长了眼睛一般，如闪电疾雷射向了萧恩贴在地面的身体。萧恩的身体像是本身有某种感应功能一般，在弩箭集体之前已经往左生生横移了数寸，才躲过了刺穿的厄运。但这样一来，他的行踪就已经暴露了。那7柄如血是血的长刀化作了一道恐怖的罗网，直接照向了那处的上空。一声闷哼响起，萧恩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一代强者的真实战力终于在这一刻爆发，林间的空气里噼噼啪啪一阵碎响，在须臾之间，老人已经飘到了7柄长刀的外侧，身子往前一倾，其实竟将夜幕浓雾都震散开来，啪啪2掌拍在了长刀之上。长刀颓然无力地断开，2名虎卫闷哼一声，被萧恩的一双肉掌震得向外飞去，身体摔打在树木上，将2株小树枝撞得从中折断。高达狂喝一声，双手握住长刀柄，对着那个像鬼魅一样满头白发披散的身影砍了下去。这一刀呼啸而至，萧恩却是面无表情，隐藏在白发之中的那对眼睛泛着幽幽的光芒，
双掌一合，身体消失在雾气之中，将高达这势不可挡的一刀避过，一掌击出，劲风让高达暂避一瞬，便一瞬间剩下4名虎卫的长刀又如血随至，笼住了萧恩的全身。萧恩一声厉笑，双脚蹬地，斧泥乱飞，食指蹦出，无数割成尖细针状的木条向四周刺了过去。4名虎卫听着嗤嗤破风之声，双手握住长刀，急舞护住全身，刀柄处更是贴在面前，生怕这些不知名的暗器刺入自己眼中。饶是如此，依然是感觉身上骤然间多出几丝刺痛，双手之上更是布满了细木丝。高达再劈一刀，强劲的刀锋刮走扑面而来的木刺，双手握刀，抬头向上望去，只见萧恩的身体已经化作了一道淡影，穿透浓雾，将至灵烧。哗啦啦啦，新近生长出来的树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震得四处散飞。范闲龙在黑色衣裳里的身体像一块天外来石一般，横空砸向上升到最高处，真气将竭，伸手想要抓住树枝的萧恩。他一直隐身在一侧，先前那3枚弩箭就是他发出来的，好不容易聚到如此好的机会，怎肯错过？电光石火间，他与萧恩已经撞到了一处，倒肘提腕，那柄细长的耀着黑光的匕首狠狠向老人的咽喉处刺了过去。但在这个时候，范闲忽然发现萧恩那双隐藏在白色乱发中的眼睛竟然是一片平静萧恩的全副精神，其实也是放在范闲的身上，他等的其实也是这一刻。又是一声尖笑，从这位极其渴望自由的老人哭唇里响了起来，双手极其迅速的一错，极巧妙地叼住了范闲持刀的手腕，另一只手像只毒蛇一般吐信，刺向范闲露在黑布外的眼睛。二人势道未停，狠狠地撞在树上，而萧恩似乎连这个力量都算计在内，肘弯刻意地停留在后，竟是借着反震的力量加速了挖向范闲双眼的速度。老人的手指瘦且枯干，看上去十分恐怖，范闲的双眼却明亮了起来。浓雾之中，2只肤色各异的手像凝毛巾一样的拧在了一起。萧恩的眼中闪过一丝怪诞的感觉，似乎不知道黑衣范闲是怎样伸出那只手来的。这是预判，一种对于敌人出手的预判，这是五竹大人棍棒教育下的良好结果。萧恩再恐怖也没有五竹恐怖。范闲闷哼一声，右手死死缠着肯恩的手腕，爆裂的真气向对方体内攻了进去，而空着的手一横，一道亮光划破了白雾，那是刀锋。萧恩数掌镇住范闲的手腕，一膝顶向他的小腹，右手大拇指一摁，指甲里那抹淡到极难看见的黑光微耀，险险从范闲的脖颈上掠了过去。当萧恩大拇指一动时，范闲就抢先拧身，依靠着自己体内那股源源不绝的真力，强行避过了下方的那脚，身形一侧，感到左肩上一凉，知道被对方藏在指甲里的刀片划破了血肉。他左手的匕首被萧恩隔住，右手与萧恩正比拼着内力，乍看之下竟是无从施力。但肩痛一寒，范闲闷哼一声，匕首之下锃的一声伸出一截锋刃来，倏然间断掉了萧恩的一根手指。萧恩再强悍，毕竟也已年老，断指之痛让他的右手微松。范闲沉默着暴力下压，耀着黑光的细长匕首狠狠扎进了萧恩的左肩。此时二人仍然在下坠的过程之中，萧恩沉默，就像这一刀不是扎在自己身上，但依然张开了嘴，似乎有些痛苦。一支细针从老人的嘴里喷了出来，直袭范闲的面门。范闲左脚在萧恩的膝上狠狠一踩，一声咔啦骨碎之声后，身形强自拔高半尺，让那枚针没入了自己的胸口。他感觉胸口一阵闷痛，左手腕一转，上下各有2节刀锋的黑色长匕首像风车一样割向萧恩的手腕。啪的一声，萧恩撒手，精纯的真力让他有足够的能力震开范闲右手。萧恩身体一僵，范闲也是胸口一闷，两人终于砸到了地面上，震起一片震年落叶腐泥。一把长刀横横割了过来，发出一声斩中某种血肉的声音。浓雾再起，双手握刀的高达看着近处衣裳上满是斑驳血渍的范大人，却发现没有了萧恩的踪迹。范闲与萧恩这一段沉默的厮杀似乎很久，其实也只是从灵烧到树下这段下落的过程。短短刹那间，2位黑夜里的老少强者沉默进行着人世间最凶险的比拼。二人那些看似寻常的抬膝转腕，实际上却凝结着当年北魏最精华的杀人技术。范闲从小修行的杀人心得虽不华丽，却富有实效。如果换作任何一位强者与萧恩或者是范闲在这浓雾夜幕之中对战，只怕都会感到一股寒意。这是2位9品的暗杀者在厮杀，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场面出现的次数极其罕见。萧恩完了。范闲咳了2声，用戴着极薄手套的手从监察院特制的衣服上拔出那枚险些要了自己性命的细针，再次确认了肩上细微伤口的毒并不如何厉害，然后沉默地重新上弩。萧恩知道自己完了。落地之后，他凭借着数十年的经验，借着那些腐烂多年的树叶遮掩，勉强掩去自己身上的味道，向林外悄无声息地遁去。范闲与那7位高手既然能够一直跟着自己穿越湖畔芦苇来到林中，那自己身上一定有某种对方能够掌控的线头。萧恩将手堵在唇边，强行抑住咳嗽的冲动。20年的牢狱生活，心脉已经受损，
由树上落下的那段距离，他甚至能清晰而悲哀地感觉到自己的大脑竟是比自己的机体反应要更慢一些。如果是20年前，他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在那段落下的过程中轻松杀死范闲。就算树下有那7位使长刀的高手，只要有这熟悉的北海雾相伴，萧恩仍然有强悍的信心可以轻松逃脱。只是人都有老的那一天，肩膀上的血口根本无法止住。范闲手中那柄奇怪匕首，2节锋口都有些古怪，血不停地往外流着。萧恩感到身体一阵虚弱，双眼里却闪出一丝似乎看破了什么的笑意，撕下一截衣服，单手一转，竟就将血口压住了。他的膝盖骨也碎成了几大块，剧痛刺激着他的心神，让这位垂垂老矣的密探头子依然在浓雾之中穿行着。从树上落下来后，虎卫首领高达的那片如血刀光割裂了他的腹部，虽然他避得奇快，依然止不住那处的伤痕渐渐扩张开来，黑衣渐成血衣。萧恩身上受的伤虽然多而且重，但真正让他感受到无法抵抗的还是脖颈处的那枚细针。他不敢拔出来，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只是觉得浑身血脉渐渐凝了起来，往前行进的速度也缓了下来。他苍白枯老的手依然坚定地从树下掏出军块，生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这种红衫菌可以补血消毒。这处矮山林是他数十年前很熟悉的地方，所以他选择从这里逃离，不料仍然没有逃出那个年轻人的手段。天渐渐亮了起来，浓雾却依然没有散去，白色的晨光在雾气中弥漫折散，散发着一股圣洁的味道。鲜血终于从老人的身体上滴了下来，落到泥地上的声音虽然细微，但他清楚那些年轻人正像潜伏的猛虎一样跟随着自己，随时可能冲将出来，只是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还不动手。但萧恩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这位受了20年折磨，今日又受了几处重创的老人，硬是支撑着身体，穿越了这片浓雾弥漫的矮山林，爬过了那座山，踩着极其辽阔微湿的草垫子，终于看到了属于北齐的那片土地。那个叫做雾渡河的镇子，在远方的阳光下耀着几片光亮。萧恩叹了口气，有些颓然无力地坐了下来，用手将膝盖已经碎了的右腿往左边扳了扳，咳了2声。那个镇子里反光的是琉璃瓦片，虽然这里是乡下，用不起玻璃，按道理也用不起琉璃，但萧恩很多年前就清楚，镇子后面10几里地曾经有个琉璃厂，后来破败之后，镇上的人们捡了一些碎片，安置在自己家的房顶上。无论何时何地的人们，总是需要在灰暗的世界里给自己安排一些光亮。萧恩也是如此，他眯着双眼看着那些发光的小碎片，心想20几年过去了，小镇子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镇外的草原上，一场厮杀早已经结束，前来接应萧恩的队伍被屠杀得一干二净，约有200多人的黑色骑兵像一堵毫无声息的黑墙一般站立在草原的一侧，又有几名黑骑兵穿行在战场的血泊之中，看见还有生息的敌人便补上一刀，战场上不停地发出扑哧的闷响。那些倒在草甸血泊中的年轻人应该是虎儿的属下吧。萧恩眯着眼睛看着那方的景象，忽然觉得有些累了，再次咳了起来。他对于范闲的计划早已完全明白，虽然那个漂亮的年轻人依然缺少很多经验，但胜在敢于出手的魄力。对方一直追杀自己来到雾渡河，自然是要栽赃到草甸下那些惨死的北齐士兵身上。一把细长的匕首悄无声息地递了过来，上面附着的寒意让老人后脖上起了一些小鸡皮疙瘩。你没有我想象的强。范闲的声音很平静地从他身后响起。萧恩抿着枯干的唇，苦笑了一下后说道，我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强，以您的经验应该不难判断出这是一个陷阱，为什么还要跳下去？这是范闲一夜追踪里最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情。萧恩没有回答他，只是沉默着，没有告诉这个年轻人自己是因为王启年无意间的那几句话想起了一个小姑娘，想起了一座庙。为什么还不动手？萧恩冷漠的有些异常，看着前方那处安静异常的镇子说道，你我都是做这个行当的人，应该知道什么事情拖得越久就越容易产生变数。我只是忽然觉得自己似乎犯了一个错误。范闲手中的匕首紧了一紧，露在黑布之外的双眼里略微现出一丝惘然。我以为长公主会派人来接应你，但没想到只是来了北齐人。我不认识什么长公主。萧恩此时似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深深呼吸着草甸上的新鲜空气。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嗅过这样自然的味道了，在监察院的大牢里能够嗅到的只是铁锈和干草的味道，闻了这么多年，真的已经腻了、厌了、乏了。范闲忽然觉得事情有些古怪，双眼像刀子一般盯着老人后脑勺纯白的头发。我再次提醒你，既然你要杀我，而且选在这边境线上，那么最好马上动手，也好栽赃到下面那些劫囚的队伍上。萧恩冷漠说道，不然尾齐的接待人员到了，你再想杀我，就要考虑一下你那位同僚的生死。范闲微微眯眼，这次在边境线上杀死萧恩的计划本来就是次冒险，准确的说是在拿严冰云的生命冒险。既然北齐大将上山虎派出人来接应萧恩逃脱，
那么乱战之中，萧恩身死应该是北齐年轻皇帝能够接受也必须接受的理由，关键在于使团的身后始终有庆国的强大军力以为倚仗。但让范闲异常失望的是，预料中焉小乙的军队并没有出现在战场之上。如果不能因死长公主，杀死萧恩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范闲握住匕首的手指微微用力，指节略显清白。为什么你们总以为我还是一头老虎呢？萧恩没有回头，也没有低头看那个伸出来的刀尖一眼，微笑自言自语道：我只是一头没牙的瘦虎罢了，只是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才能苟延残喘至今。在庆国我是囚犯，其实回了北方，在尾齐还是个囚犯，自然要搏一把。人活到我这个年纪，其实已经不怎么怕死了，但很怕没有自由。我或许明白了一点，为什么陈院长愿意送你回国，又要我杀死你。范闲似乎根本不在意萧恩的提醒，依然显得有些啰嗦地说着话。这是一次试炼。萧先生也曾经说过，我的天赋很好，实力已经很强，只是从来没有单独挑战过真正的强者。您算是我这一生单独挑战的第一位真正强者。萧恩摇摇头，依然保持着基座望乡的姿势。不，我早已经算不是强者，这一路只是在唬人罢了。至于陈萍萍，这位老人忽然极其怨毒，偏又极其快意地笑了起来。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杀我，所以只好将我关着，却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杀我，更不知道应该从我这里知道什么。他自诩阴谋算计天下，实际上却是个可怜的小糊涂蛋。老人说话很激动，咳了起来，伤口早已震破，鲜血乱飞，落入仙草之上。某处草丛在风中微微抖了一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范闲面无表情，却悄无声息地转了一丝方位。你到底知道什么事情？关了我20年，我都没说，连陈萍萍都失去了耐心，将我拎出来做你成年的试炼猎物。萧恩嘲笑道：难道我这时候会告诉你这个黄毛小子，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不敢说出那个秘密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死还要可怕一些的。范闲叹了口气，察觉到身后那7把长刀已经暗中遁到了近处，微微一笑，向右偏头看着远方那整齐列队的黑旗，意甚释然。忽然间，他毫无先兆的脚尖一踩草垫，身体已经滑向了左侧，一根母针脱手而出，嗤的一声刺进了草丛中。他的人已经到了半空，像对着空气舞动一般，手中的细长匕首如一条漆黑的毒蛇直刺了过去，笔直无比，破空嗡嗡作响，实在已经是凝聚了他体内所有的霸道真气。先前7名虎卫已经暗中占据了有利地形，范闲突然偷袭，7把长刀极为默契地配合攻向那堆草丛，激起数滩白雪，光寒夺目。这样的威势，这样突然的行动，不要说是那位埋伏者，就算是庆国皇宫里那位深不可测的洪公公，只怕也会狼狈不堪，非得留下些血肉代价来。但事情总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这轮鬼魅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攻势开始的时候，一只柔顺白皙的手从草丛里伸了出来，就像捕捉萤火的可爱小女孩的手一般，食指与拇指轻轻一合，就将范闲射出的那枚毒针合在了指尖。然后那个人影从草丛里飞了起来，似乎有些畏惧范闲那一往无前的一刺，飘然向后，却是周转自如，像阵风一样避开了黑色匕首尖锐处带出的撕裂气流。7柄长刀至，如风卷雪，无处不盖。那个身影美妙地飞了起来，在如雪花一般的7柄长刀间悠悠起舞，最后脚尖一踩声势最盛的那把刀，身形顿然急退4丈，静静地站在了草地上。高达闷哼一声，收刀而回，与其余6名虎卫拦在了范闲与萧恩的身前，生怕那位高手会贸然发难。那是一个女人，一个头上扎着花布巾，手里提着个篮子，篮子里搁着些鲜蘑菇的女人。准确来说，这是一个村姑。但谁都知道，能够破了范闲的毒针，避开他凝聚了全身功力的一刺，还能在7把如雪长刀的包围下飘然遁去的，绝对不会只是一位村姑这般简单。范闲余光发现身后那位北面密叠头目，就算面对死亡也没有眨眼的萧恩，在见到那个村姑之后，眼帘竟然抖动了2下。范闲心中微惊，这个潜伏在草丛中的女性高手究竟是谁？他向前走去，7位虎卫让开当中的位置，高达低头退后，双手紧握长刀，守在萧恩的背后，随时可能发出雷震一击，将萧恩的头颅斩将下来。姑娘您是？范闲望着那个女子，轻声温柔问道，脸上焕发出一股子春风般的味道。那女子抬起头来，容貌并不如何特异，也算不得美人，只是那双眸子异常明亮，近似将她眼中所见草甸，所见出尘之蓝天的颜色全映了出来一般，清清亮亮，无比中正。范闲微一失神，拱手礼道：本人庆国监察院官员，奉旨押重贩毒往齐国，不知姑娘因何在此，先前冒犯，还请不要动怒。这个村姑，这个深不可测的村姑比范闲要厉害，而范闲是个外表温柔内心无耻阴沉的男子，所以才会满脸微笑着说着一些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他知道对方是来做什么的，
对方也知道他知道这个事实，但他偏偏要说的冠冕堂皇，无比纯真。村姑微微一笑，本不如何严厉的脸颊却因为这一笑而显得无比生动起来，头上那张似乎俗不可耐的花布巾都开始透出一股子亲切的感觉。他低头看着指尖那枚细针，半晌之后说道：“第一次知道范公子的武器居然是枚细针。”既然对方已经叫出了自己姓氏，再惺惺作态的话，范闲都难以忍受，只好摸着鼻子苦笑道：“我很好认出来吗？还是说我的名气已经大到连北国都知道了？一代诗仙自然是天下皆闻，这位诗仙忽然变成了庆国监察院的提司大人，如此荒唐却又震惊天下的事情，自然没有人会不知道。”村姑举起手中的细针，对着天空细细看着，她的眼睛眯了起来，眯成一弯月儿，看着这枚细细的针在碧蓝的天空背景下，像极了传说中那些仙子们踩着的飞剑。啊，居然是一般的缝衣针！村姑似乎很惊喜于这种发现，这毒针的后面竟然还有穿线的眼洞。范闲苦笑，心想这是妹妹给自己准备的，当然是缝衣针。他忽然关心问道：“姑娘，我们还要这样闲聊下去？萧先生血流得多，恐怕不是很想听。”萧恩微微一笑，村姑笑着说道：“你不是要设局杀他吗？”范闲温和笑道：“错，是北齐叛军意图劫囚，破坏两国间的和平协议，在征战之中，萧恩先生不幸身中流矢而亡。”村姑嘻嘻一笑，叉着腰指着范闲的鼻子，像极了田间地头的那些农妇。范大人不止诗作得好，连撒起谎来也是面不改色，果然不愧是传说中的天脉者。岂敢，岂敢！范闲面不改色，依然柔和望着村姑的脸庞，轻声说道：“姑娘才是传说中的天脉者，我只是个很勤奋的幸运儿罢了。”村姑神情略略一变，更加感兴趣地看着范闲，场间陷入沉默之中。忽然间，一只早起的鸟叽叽喳喳地飞到了近处的草甸上，似乎嗅到了某种危险和血腥味，惊得马上飞天。他微微自嘲一笑，开口自我介绍道：“我叫朵朵，海棠朵朵。”正是，海棠，北齐年轻一代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代宗师苦荷的徒弟，传说中最可能的天脉者。在监察院里，严若海就曾经提醒过范闲，当时范闲满心期望对方不要是个女人，没想到对方果然竟然还是个女人。范闲面色平静，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依然温和说道：“海棠姑娘难道是要来接萧先生回国的？”明知道对方的身份，但他却将心头的震惊遮掩得极好，微笑回头看了游子凝神望着草甸下方战场的萧恩一眼，轻声说道：“没想到这么快就与您见面了。”这位叫做海棠的女子明明是世间最顶尖的人物之一，却偏偏将自己弄成了村姑打扮，微笑说道：“还是叫我朵朵吧，听着比较顺耳一些。”就在这个时候，萧恩忽然嘶声说道：“你们都不是天脉者，只是两个喜欢斗嘴的小屁孩而已。”范闲暗道惭愧，知道这位老人虽然早已不复当年神勇，但看事看人倒也不差，自己与这个村姑在这里惺惺作态，实在是很多余的一件事。便在此时，海棠向着颓然基坐在草甸上的萧恩浅浅一拂，恭敬说道：“凤家施令，前来护送萧大人回京。”范闲的眉头皱了起来，双手自然地垂到了身体旁边，柔声说道：“还未出国境，海棠姑娘、朵朵姑娘操心的早了些。”他摇摇头，将手一挥，身后6名虎卫马上变了阵型，成了个突击之势，以自己为箭头，对谁了对方。而后方的高达已经是尽贯双臂，准备用闪电般的一刀将垂死的萧恩头颅斩下。海棠眼中闪过一丝古怪的笑意，手指轻轻一松，那枚毒针无声落入草丛之中，身上穿的那件粗布衣长的衣角在尘风里微微颤抖，轻声说道：“难道范公子准备当着我的面杀人？”范闲笑了笑，心里不知转过了多少念头，再看着对方的双眼，知道对方不是来阻止自己杀人的，只怕是来看自己杀人的。不知道萧恩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秘密，竟然能够让苦荷国师一变多年不涉世事的原则，派出了这位明显拥有9品上高绝力量的女子充当杀手。在这个世界上，有些时候需要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很艰难的判断。范闲花了很多的功夫，才将萧恩诱入了死局，营造出目前这必杀的良机。但在这一瞬间内，他不止要放弃原先的筹划，更要反其道而行之。无疑，这是很荒唐也很无稽的一种选择，所以一般的人只怕很难过自己的心脏这一关。但范闲是一个很勇于放弃的人，既然此次计划没能成功将燕小乙陷入网中，那杀不杀萧恩本来就不再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更何况他对于萧恩心中那个秘密也很感兴趣。所以他怪异一笑，已经向那胃头上带着花头巾、肘间提着个篮子的海棠姑娘扑了过去，同时下达了让7名虎卫掩护萧恩撤向黑旗方向的命令。吃吃吃吃，一共7记破风之声，极有次序感的依次响起。就在这片草甸的上方，就连清晨的微风都似乎被那柄细长的黑色淬毒匕首割成了无数的片段，真气的碎片像无数个断刀一般飞舞在海棠花布头巾的四周。
范闲对于自己的这7连击十分满意，虽然连夜追击，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疲惫，但当面对着这个天下年轻一辈里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尤其是自己前世看小说时最有天然反感的某某人物，范闲终于激发了身体里的所有潜能，展出了极其炫目的树刀，就像7朵黑色的莲花一般，在这位叫做海棠的女子发边朵朵绽开，然后却颓然无力的淡漠湮灭。海棠满脸微笑，手中握着一把式样简朴的短剑，剑旁犹有草屑，那些青翠流枝的草屑在剑面上很奇妙地构成几个小点。在先前那一刻里，范闲每记阴毒至极、快速至极的直刺都被这女子手中短剑柔柔应了下来，剑尖微颤，在风中显得特别柔弱无力，却像是无数道清风束住了范闲的细长匕首，终究让范闲附在匕首上的霸道真气化作了云淡风轻。范闲眼中露出微惊之色，赞叹道：果然不愧是苦荷大师的高徒，果然不愧是九品上的强者，竟然如此轻易地便化去我的攻势。他的表情是假的，他的言语却有几分真实。范闲很清楚，在五竹叔这个填鸭师傅的带领下，自己确实不是面前这个海棠姑娘的对手。他往后撤了一步，满面坚毅，将淬毒的匕首插入靴中，一摊右手请道：兵器上不是姑娘对手，请教姑娘拳脚功夫。海棠微微一怔，将剑缓缓收回鞘中。他随身携带的剑并不是很长，所以剑鞘藏在那身与他身份不符的村姑衣裳里，竟是一时不容易发现。范闲微笑拱手一礼，脚尖在地上一蹬，竟是毫不讲理的化作一道灰龙，直直冲向了姑娘家的身体。海棠圆睁着那对清亮至极的眼睛，他自出师以来，不知挑了多少北国高手，却从来没有遇见过范闲这等舍生忘死、豪气干云的打法。难道对方不知道这等愚蠢冲刺，自己只要稍一转身，就能完全掌握场中局势的主动？本来他的那位世人尊崇的老师并没有交代给他别的任务，更专门叮嘱过不要节外生枝。但当海棠看见那个漂亮年轻人居然如此轻视自己时，仍然忍不住眼睛亮了一亮，心想就此杀了对方，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然后他脚后跟微微一转，整个人的重心往后偏了2寸。须臾之间，范闲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毫无花俏的一拳直直击出，目标正是那件花布衣长下面鼓囊囊的胸脯。当那只拳头离海棠的身体只有不到3寸的时候，海棠的身体像只杨柳一般，宛若被拳风吹得从中折断，整个人的身体极其奇妙地向后倒了过去，以自己的脚跟为轴，画了一个半圆。片刻之后，整个人如同一道风般飘到了范闲的身后，轻抬右掌拍向范闲的后脑。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但在范闲的速度与当时极短的晨光映照之下，却显得无比精妙。而他的那随意一掌，就像拍苍蝇一样，拍的是如此随心随性，如此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意思是指给旁人的观感，那轻轻一掌既然拍出去了，下一刻后理所当然会落到范闲的后脑，将这位一代诗仙拍成民间一代尸鬼。可惜他错估了范闲的反应速度与强悍的肉体控制能力，还有这个年轻人体内霸道真气的蛮横，所以范闲闷哼一声，前面那只脚已经深深地踩进了松软的草甸泥地中。如果是一般人想在这样高速的前冲中忽然停下，只怕右脚的膝盖会因为承受不住这股力量而碎成几块，但范闲却借着强大的反震力猛然间停住了身形。他头也未回，嗤的一声拔出靴子里的匕首，自腋下阴毒无比的反手刺了过去。黑色剑尖所向，正是那虚无缥缈、宛若带着一丝脱尘仙气的手掌。海棠眉间一皱，哪里料到眼前这年轻人竟然如此无耻，但他心中却也没有半丝慌乱，屈指一弹，于电光石火间弹到那柄如毒蛇般的黑色匕首侧面上，手掌自然微抬，衣袖嗤的一声穿了。虽然躲过了掌透的危险，却依然无法将范闲凝着霸道真气的这一刺弹开。一直挂在他左肘弯里的篮子，此时却异常凑巧地荡了过来，长笔刺入竹篮，嘶嘶啦啦一阵乱声碎响后，化作满天碎竹屑。一道淡淡的香气伴随着一阵白烟在二人间迅即弥散开来。海棠眉间再皱，闭住呼吸，脚尖一点便欲暂退，不料白烟之中毫无声息地射来3支弩箭，待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身前1尺之地。如果是一般的9品高手，气息微乱之后，紧接着又要避息，不免胸腹间会有些郁闷，再陡然间遇见范闲这样射弩手段，恐怕很难躲过。但海棠毕竟是传说中的天脉者，只见他冷冷一招手，一直包在头上的花布巾哗的一声打开，平展在自己的脸颊之前，风吹不动，宛若铁块。当当当3声脆响，那3枚弩箭竟四射在了铁板之上，寸寸碎裂，而海棠手中拿着的花布巾也颓然无力地碎成几片。至此，范闲的偷袭全告失败。海棠缓缓从衣中拔出短剑来，面无表情，反手一掷，那把剑像道闪电一样劈开淡淡毒烟，沿循着一道古怪的轨迹，疏忽之间杀到范闲的面前。范闲双手一错，体内霸道真气急出，啪的一声将这柄短剑夹在掌中，只觉掌心一片炙痛，
知道对方的精纯真气依然附着在这剑身之上，犀利无比，一个影子飘来，海棠的身形近似比这把飞剑慢不到一丝，紧接着来到范闲的身上，极其淡然地握住剑柄，轻轻一转。范闲闷哼一声，真气运至双掌之上，竟让海棠的剑身无法反转。海棠微一凝眉，似乎有些诧异于剑身上传来的真气如此蛮横，却也没有多余的动作，自然而然地抽剑而出，反刺向范闲的面门。很简单的动作，很自然的动作，却让范闲心中升起了一丝无法躲避的念头。双掌微痛，夹着的那柄短剑已经消失，下一刻却来到了自己的眉心。海棠低呼一声，竟是怒意满脸，整个人的身体飘了起来。他的小腹下方是范闲不知从哪里重新变出来的那柄黑色匕首。两位年轻的强者，一个人站在草甸上，一个人飞在半空中。范闲辛辣的一剑，使得海棠浑然天成的一剑无功而返。他的身体在范闲身上急速地转了一个圆圈，身上的花布衣裳像朵花一样开放，有些晃眼。花中伸出一只手来，拍向范闲的胸膛。范闲双眼微眯，竟是闭也不闭，右掌夹着强横的霸蛮真气，拍向那朵花中海棠姑娘柔软的胸膛。海棠再退，侧身出剑，叮叮数声响，在掌锋间隙之时，二人的剑尖又不知碰撞了多少次。片刻之后，海棠微微低头，右手执剑划回后方，包着头发的布巾早已碎成数片。此时他一头黑发如流瀑一般散开，身上虽然还是穿的那件粗布衣裳，但执剑之势宛若九天玄女一般清丽，哪里还有半分村姑气质。另一边，范闲盯着他的人，自己紧握着匕首的手却在微微的颤抖着。他的心中升起一股挫败的感觉，招式不及这个女人倒也罢了，居然连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霸道真气，似乎在这个女子淡然圆融的精纯真气面前也是完全处于下风。其实海棠的心里更加诧异，他自出师以来不知道会过多少高手，范闲明显不是最强的一个人，他的实力顶多是刚刚迈入九品的门槛，但是让自己最狼狈的却是范闲。范闲只是在女人面前不肯示弱，这是他骨子里的酸劲儿。海棠是九品上的绝世强者，如果面对的是燕小乙，或许他早就逃了，但面对的是个村姑，他很强悍而愚蠢地选择了出手。幸亏他的出手方式极其无耻，与一般的强者对战根本不一样。海棠盯着他的清俊面容，忽然露出一丝厌恶的神色，说道：年轻一代中，范大人也算得上是高手，只是手法竟然如此无耻，哪有半点武道精神。说的也对，先前范闲说好了较量拳脚功夫，却用匕首偷袭，到最后什么独眼弩箭、龙爪抓奶手、走街卖艺撩阴剑这些玩意儿全部都用上了。海棠哪里见过这等无耻之辈，范闲喘了两口气，平复了一下胸腹间微微紊乱的气息，勉强笑着说道：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武道高手，自然不会依什么江湖规矩。我是庆国监察院提司，是官员，姑娘是北齐人，如今却擅入国境，站在我们庆国的土地之上，我只要擒下你治罪，哪里会管用什么手段。海棠默然，似乎认可了他这个解释。他缓缓闭上了双眼，深吸了一口气，那股异常自然清美的气息开始在他的身体四周强盛了起来，身旁草甸里的露水似乎都开始欢喜雀跃，挣扎着下了草叶，化作了淡淡雾气。范闲眯着眼，知道自己拍向对方胸脯的那一掌，刺向对方私处的那一次，让这位一代天骄动了真怒。就像一道风吹过，又像是一丝光掠过，这清晨的春风在草甸上轻柔吹拂着，海棠的剑尖也顺着风势，借着光影，轻柔无比，自然无比的再次刺向范闲。这第二次出手比先前显得更加温柔，但范闲知道也是更加凶险。他双脚有些麻木，一夜激战的后遗症终于发作，而且面对着一位九品上的绝世强者，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和他硬拼，自己没有那个实力。所以范闲弃了匕首，收回双掌，微眯着双眼，不再进攻，全凭着身体肌肤与空气的每一丝接触，开始躲避那柄宛若天成的短剑剑势。很多年前他就这样做过，当时五竹拿着一根木棍，今日他又这样做了，对手拿着一柄短剑。五竹能够敲中他，但海棠不是五竹，他就算是九品上的绝世强者，依然不如五竹远矣。海棠手里的那柄短剑就像是风息一般，丝丝缠绕着范闲，而范闲或跳或跃或蹲或躺摆出各种奇怪而滑稽的姿势，每一个姿势之间却用自己强大的身体控制能力，保证着姿势的连贯。剑尖刺中他左耳旁边的泥地，刺穿他右手尾指下的草叶，挑落他咽喉旁的那粒露珠，就是无法刺中他的身体。海棠的眼中渐渐显现出一丝异色，他自幼习武至今，天赋绝伦，自信手中一把短剑早已得了天地自然之道，除了天下4位大宗师外，他不曾将任何人看在眼里。眼前这个叫做范闲的年轻人，不论哪个方面讲都不是自己的对手，但为什么他已经如此狼狈，自己手上的剑却始终与他差一点？每当自己要刺中对方时，对方的身体似乎会预判一般，在最凶险的一刹那移开数寸。范闲额头的汗也已经滴了下来，此时局势太险，有好几次都险些命丧剑下，
对方手中这把剑虽然不如五竹叔快速准确，但实在是有些神秘。他有些后悔，不该躲避，应该像先前那般去拼个同生共死，用悍勇压倒对方的淡然。但事已如此，没有别的办法。生死存亡间的一刻，范闲在湿草地上翻滚着，狼狈不堪地躲避着，根本没有机会去埋怨五竹的教育水平，自伤自己的习武天才不足。嗤的一声破风厉响，一支黑色的羽箭破空而来，直射海棠的面门。此时海棠全副心神都在范闲之上，眼看着便要将对方杀死，只是淡淡一转身，便让那支羽箭掠夹而过。紧接着却又是2支羽箭、3支羽箭，一蓬箭雨极其精准地避开了正在像小狗一般打滚的范闲身体，密密麻麻，杀气十足地射向海棠的身体。海棠心中轻叹一口气，回剑轻挥，将这些羽箭一一扫落，却发现自己手腕也有些麻了，不禁微惊，心想那些骑兵的轻功竟然能射出如此大气力的箭来。紧接着便是一柄长刀势如破竹般飞了过来，这是虎位高达的飞刀，刀尖狠狠地插进海棠身前的泥地中，生生将这位强者逼退了数步。马蹄声如雷鸣般响起，小镇外的黑骑军终于赶到了草甸之上，100多匹骏马不安地踩着马蹄，似乎对于草甸上的空气有某种恐惧。而马上蒙着脸的黑色骑兵们都举着手中的长弓劲弩，对准了那个穿着村姑衣裳的绝代高手。你运气好。海棠轻身一飘，与这对恐怖的骑兵拉开了一长段距离，然后轻轻捋了捋长发，对着远方有些困难爬起来的范闲说道。范闲苦笑了笑，没有做什么口舌之争，看着远方悄然站立的那个村姑，挥手告别。草甸上清静了一下，黑骑兵听着口令，纷纷下马，齐声喝道：拜见提司大人。范闲回身看着这些浑身透着阴寒之意的强大骑兵，心里总算安稳了许多，有些疲惫说道：此处有毒，待会儿马会烦躁不安，你们小心一些。回到营地之中，早有随行的医师取出事物替范大人治伤，随意包裹了一下。范闲满脸冷峻地走入营帐中，吩咐手下今日暂歇一天，明天才进驻雾渡河小镇。是谁？范闲的心情不是很好，冷冷看了王启年一眼。王启年躬身答道：开车门的是信阳方面的人，院中的奸细应该和信阳方面也有关系。至于在雾渡河镇外负责接应的那波军队，虽然经过伪装，但已经查实是北齐大将吕敬的私家兵士。这个叫吕敬的10年前曾经在上山虎的军队里干过，后来一直提升得极快。范闲点点头，发现自己肩膀那处细微的伤口开始痛了起来，皱眉道：萧恩和上山虎的关系我能猜到一点，所以吕敬来是正常的。信阳方面，这次萧恩能够出狱本来就是信阳方面的手段，只是不知道明明可以安稳地到达北齐上京，为什么又要安排这么一次中途劫囚。他有些头痛，想不明白长公主究竟与北齐方面有什么协议。很明显，长公主与上山虎都不希望萧恩这个人落到北齐皇室的手里。王启年分析道：看来萧恩掌握的秘密是北齐皇室想要的，而萧恩这个人却不是北齐皇室想要的。如此说来，萧恩如果安全到达了北齐，只怕也会老死狱中，而不会重掌权力。难怪他会急着逃走。范闲皱眉自言自语道：看来北齐的年轻皇帝也不是蠢货，只怕也明白上山虎与萧恩之间的关系。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能够让北齐皇室如此看紧？为什么连苦河都会派出海棠来杀他灭口？陈萍萍为什么会舍得将萧恩放走？为什么当初不舍得杀了他？我觉得自己很愚蠢。范闲看着身受重伤的肯恩，称和沉思着，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当没有和萧恩交手之前，对方是只老虎，交手之后才发现原来只是只老虎。他在心里说着母亲教育陈萍萍的话，果然很有道理。他接着说道：我明明是要杀你，结果辛苦安排了这么久，却在最后关头变成了你的保镖。这件事情的发展确实非常荒唐。萧恩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世事每多如此，如果不荒谬，也就不成为世事了。范闲笑了笑说道：不过杀死你的诱惑依然很大。海棠是苦河的学生，苦河那个光头在北齐说话，没有人敢不听。萧恩淡淡说道：既然他知道我是活着的，那你栽赃给镇外的那些死尸就说不过去。如果你这时候再杀我的话，那位严公子恐怕也很难活着回去。你究竟心里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范闲静静看着他，能够让苦河都能撕下脸面来杀你，一些老故事罢了。当我们在草甸之上讲到你心头的秘密时，就是那个时候他露出了行迹，现出了杀机。范闲淡漠地看着他，轻声说道：那个秘密看来果然很了不得，可以让一位9品上的强者心绪大乱。
萧恩嘲笑望着他，为什么你不认为他是准备要杀你？我与他无仇无怨，他为什么要杀我？范闲盯着萧恩的眼睛，似乎想从那双已经不再充斥着血腥味道的眼睛中看出那个隐藏了许久的秘密。你错了，萧恩温柔笑着说道。从监察院大牢里出来，一直绕环在他身体四周的阴寒味道也早已消失。看来苦荷很不希望你活着回到北齐。不错，我之所以明知道是你设下的陷阱，还敢冒险出逃，就是因为我知道，到最后不论是北齐皇室，甚至是那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长公主，都不会让我这么轻易的死去。你说的那位长公主，或许是要利用我的生死，与虎儿达成某种协议。她毕竟年纪太小，不知道当年的一些秘密。萧恩继续说道。更关键的是，虎荷想让我闭嘴，所以他会抢在使团出国境之前来杀我。而你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一定会想，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会惹得他来杀我？既然如此，你只好由一个狙杀我的人变成保护我的人。范闲沉默着。你设局，我破局，最后我失败，但是我有最后的凭示，我只要摆出最后那张牌，就可以让你舍不得杀我。明日入了国境，你更没有下手的机会，所以今次是你输了。萧恩面无表情，这位真正的老狐狸虽然实力早不如当年，但那个算计极为精准的大脑，却似乎能够将所有人的心都看得通透。你那张牌，我确实感兴趣，甚至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兴趣。我承认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暂时留你一条性命。范闲似乎并不如何心灰意冷，反自微笑说道。可是你没有逃出去，等到了上京，上山虎也无法救你出来，那你依然要被北齐皇室关着，折磨着，一直到老死为止，就等你说出那个秘密。萧恩的眼中忽然闪过一丝惶然，这位老人今日重伤之后，似乎连心防都弱了许多。是什么样的秘密呢？范闲重复在草垫上的话语，既然你连死都不怕，为什么不敢说出来？不要说什么事情比死更可怕，我根本不相信这种废话。萧恩似乎此时才发现了范闲内心深处的那抹冷色调，微笑闭上了嘴。范闲忽然闭目想了一想，伸手如风，从萧恩的脖颈上轻轻拈下那枚毒针。这枚针自从短山林里扎进萧恩的穴道之后，便一直没有取出来。针尖缓缓离开萧恩的身体，老人忽然闷哼一声，脸上现出很痛苦的神情，身上大大小小的几处伤竟同时蹦出血来。这枚针可以阻你的血脉运行，但实际上也是在帮你止血，拔出来后大概只会数到20几下，你就会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亡。范闲轻声说着，轻轻拈动针尖，这是晚辈唯一自己修行的武器，所以一向极为用心。血从萧恩的身上淌了出来，打射他的衣裳，滴下了座椅老人的脸愈发苍白了，身上带的老人味越来越浓，似乎渐渐要转化成为死亡的味道，但他依然紧闭着嘴。滴答滴答，不知道过了多久，范闲微微皱眉，手指如电般伸出，重新扎入了萧恩另一处穴道中，帮他止住了血，然后在半昏迷的萧恩鼻子处小心地抹上一道迷药。苦味入鼻，萧恩缓缓醒了过来，用一种很莫名的神色望着他，很艰难地说道：我相信陈萍萍一定对你很失望，要杀就杀，要放就放，像你这般反复的，将来如何能成大事？范闲满脸无畏说道：别人都以为我会杀你，我偏不杀你，反复怕什么？只要故事的最后能够获得我想要的信息，我很开心做一位反复小人。话虽如此，他依然缓缓垂下眼帘，知道对方是利用了自己的好奇心，明知道对方心中有一个连北齐皇室一代宗师都感兴趣的秘密，如果就此杀了对方，实在是有些不甘心。此次诛杀萧恩的计划，没想到就毁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秘密和一个莫名其妙的村姑身上。范闲却没有半分郁闷，他从小就已经学会了忍受和接受计划与变化的不协调。半晌之后，他忽然微笑着说道：如果我把庄墨寒抓来威胁你，你会不会吐露那个秘密？萧恩缓缓抬头，丧失了神采的双眼里略有一丝震惊，似乎没有想到面前这个年轻人竟然知道自己与一代文学大宗庄墨寒是亲兄弟。当然，像你这种老毒蛇，一心只为自己死活考虑的人，估计不会理会庄墨寒，虽然他为你做了很多事情。范闲继续用那种压迫感十足的微笑看着对方，忽然间他心头一动，冷然说道：所以日后有机会，我希望你能够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不然如果我自己弄清楚了神庙的秘密后，我会亲手杀死庄墨寒。神庙，神庙！接连2次冲击，萧恩的喉咙里发出一丝嘶哑的声音，抬起虚弱的手臂指着范闲，满眼震惊，似乎想知道对方是如何知道自己保守的秘密和神庙有关。范闲满足了萧恩的好奇心，轻声说道：这个推论是建立在对陈萍萍的信心上。你说陈萍萍连你保守的什么秘密都不知道，那就简单了，我相信这整个天下，陈萍萍不知道的就只有神庙的事情而已。既然你心里有这个大秘密，那我会保护你不被海棠杀死。范闲微带嘲意说道，不由想起了那个蒙着黑布的叔叔，心想只要将来五竹叔的记忆回复了，去神庙不跟回家似的。
这只是他自己的心理活动，但此时依然不能再杀萧恩。一方面是因为海棠在附近，这件事情很难再用镇外的突袭做借口；另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的缘故。范闲真的很想知道神庙在哪里，而且那该死的五竹叔似乎永远没有找回过去的那一天。下了马车之后，范闲有些疲惫地将残余的半支迷香收好，安排使团里的医师上马车给萧恩疗伤。他闭目良久，然后召来高达，做了个手势。半晌之后，听着马车里传来2声闷响和淡淡的血腥味道。范闲再次上车，对着满脸阴毒的萧恩静静说道：既然你敢逃，我又舍不得杀你，那只好打断你一双腿作为代价。我不是陈萍萍，你的所谓秘密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饭菜里的辣椒般不可暂缺。如果你想用自杀来威胁我，请自便。不过近乡情怯，想来你此时也再没有自杀的勇气。说完这话，他微笑着下了马车。萧恩看着自己膝下折断了的双腿处渗出的鲜血，眼中露出了淡淡忧色，知道这位年轻的监察院官员将来一定会成长为南方很可怕的角色。看着正午阳光下的营地，范闲想到自己一手策划的计划实在谈不上圆满，而且横生出一个接着荒唐果子的枝节来。还好趁萧恩心神震部的机会，在迷香的帮助下证实了对方心中的秘密竟与神庙有关，不然仅仅是与见识自然的海棠结下了不可解的仇怨，这个计划都会显得太不划算。远处黑旗驻地不停传来马儿们暴躁不安的嘶鸣声，范闲眯眼看着那边，知道自己不在草甸上的毒开始起作用了，挥手招下一名虎卫，让他去黑旗那边传令。有母马的话就好办，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整些清水大量的冲洗。虎卫领命而去，范闲微微一笑，转身上了司礼里的马车。他有些颓然无力地倒在椅子上。说来奇怪，面对着这个女子，明知道去年的时候对方还是想杀死自己的主谋之一，但他依然觉得无比放松，似乎这车厢里的淡淡幽香已经在习惯的作用下成了某种安神宁心的上好药材。司礼里替他将满是血污的衣裳取了下来，小心地用温水替他擦洗着，毛巾从范闲赤裸而匀称的身体上划过，微热微烫。你见过海棠吗？范闲闭着双眼忽然问道。司礼里眉头微皱，似乎在回忆当年在北齐皇宫里的生活。苦荷的女徒弟。司礼里恍然大悟。你说的是朵朵？范闲皱了皱眉。我今天遇见她了。接着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皱眉说道。原以为会是个仙子一样的人物，谁知道竟像是个村姑。她说话的神情，叉腰的动作，真看不出来是位极强的高手。朵朵不是寻常人。司礼里微感担忧地看了他一眼，他自幼痴迷武道，至于什么诗词书画根本不感兴趣，倒是在苦荷国师的斋院之中开了一片菜地，天天除了练武之外就是种菜植花。范闲微怔，心想这等做派倒和那位靖王也挺像的，心里猜到了那位海棠姑娘为什么会过那般生活。苦荷一脉的武道修行走的是天人合一一派，讲究的便是清净自然。海棠既然拥有修行的天才，自然会天天躲在菜园子里，看来那身村姑打扮倒不是刻意扮出来的，你小心些，她很厉害的。司礼里打趣着范闲，用干毛巾将他身上的水渍蘸干，说道：估计你今天差点就回不来了。当时的情况的却就是那个样子的，但范闲却挑了挑眉头，带着一丝怪怪的笑容说道：虽然我武道修为不如他，但真正站起来，我想他这个时候估计会比我难受多了。司礼里微笑望着他说道：进了北齐国境，如果海棠妹妹前来杀你，我可不会替你说话的。范闲笑着摇摇头，进了北齐国境，他如果敢来杀我，我就脱了衣服让他杀个干干净净。如果他不怕引起两国之间战争的话。他忽然看着司礼里那柔嫩的身子，想到了花坊上的那一夜，想到了那次自己用过的药，不免又想到那个如今不知在何处的海棠，似乎都能感觉到对方那柄宛如与天地融为一体的短剑还在自己的脖颈四周，寒意逼人。他打了一个寒噤，司礼里以为是他冷了，赶紧给他披上衣衫。只有范闲清楚自己是有些害怕了，害怕那个叫海棠的女子手上那柄剑。今天如果那7位虎卫和黑旗没有及时赶到，自己真的有可能就死在对方的手下。九品上的绝世强者，果然不是如今的自己可以抵抗的。燕小乙一剑就可以将自己射下城头，虽然如今的自己比当时又有敬意，但依然与海棠相去甚远。这事情本身就有些奇怪。范闲在这一夜一晨间的2场战斗里所表现出的勇气，远远超过了他本身能够接受的范围。他是一个宁肯用暗杀，也不愿意用武力搏命的人。许久之后，范闲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无语问苍天：该死的五竹叔，没跟着我，难道也不知道和我说一声？把箱子给我，把箱子给我。远处国境线上的湖边芦苇丛中，那汪微寒的浅水里忽然浮现出一个脑袋，湖水顺着发丝往下流去。一代宗师的高徒，被北齐人奉为天脉者的海棠姑娘露出赤裸的上半身，脸上浮现出一丝怒意。他已经逼了半个时辰的毒，没有想到竟然还没有完全逼清，
身体内部就像是有一团火一般不停燃烧着，就连冰冷的湖水都没有办法稍微驱除掉心头的一丝春意。海棠紧咬着下唇，鼻尖微微销魂一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中恨意大作，低声咒骂道：无耻的范闲！范闲用的不是毒药，而是春药，上好春药对于人类的身体而言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海棠用真气逼毒，反而会让药物在自己的体内运行得更快，难怪在这初春含糊之中，姑娘家游子心思霏霏，浑身滚烫。海棠轻声叹了一口气，想到那个叫范闲的人曾经说过的话，他是官员的身份，但毕竟也算是武道中人，身为九品高手，居然会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但他依然有很多不解之处，明明毒烟出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屏住了气息，难道是后来打斗之时一时不注意又吸入了一些残药？他忽然举起右手，皱眉细细查看，这才发现自己的拇指与食指间有了一道小小的灼痕，这道灼痕根本不痛，想来是先前毒针上的毒造成的。海棠向来自视极高，从不将天下任何毒素放在眼中，所以当时才能用手去拈，但没想到范闲下毒的手法竟是如此繁复，竟是先用针上毒灼开小口，再使药物沾到他的身体上，通过这道小口遁入其中，先用毒针灼其体肤，再用春药乱其心智，春伐其身，天降降大怒于范闲也。海棠看似痛苦的轻嗯一声，再次潜入冰凉的湖水底部，想要驱除体内焚焚燃烧的那团火焰。他的身体翻滚着，平浮着，游动着，从湖面上看去，就像一条白鱼正用优美的姿势不停游动。远处的鱼儿也跟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游动在他赤裸的身体旁边。许久之后，湖上炸开一道白色的水花，海棠破水而出，掠至湖边，一阵清风荡起，她已经穿好了那件粗布衣裳。这个女子生得并不如何美丽，但眉眼间总有一股子淡淡的香野味道，十分可亲。她的那双眸子异常清亮，映衬着湖面的百鸟杀猪，此时却多了两丝怒火。范闲，我要杀了你！很明显，这次逼毒依然以失败告终。范闲从冥想的状态中醒了过来，信步走在营地之中。北齐方面的伏兵已经被黑旗屠杀殆尽，沙场上那些尸首就是最好的证明。此时已经有使臣越过了雾渡河，向北齐方面表示最强烈的抗议。有些遗憾，王启年跟在他的身后叹气说道：好不容易算准了对方出手的地点，可以将萧恩的死亡推到对方劫囚身上，各种证据也已经安排得极为妥当，萧恩的死亡本在大人的计划之中，不料却被那个女人坏了大事。范闲摇摇头，走到一株树下，看着远方山谷里缓缓飘过来的雾气，轻声说道：或许我也坏了他的大事。萧恩虽然没有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死去，不过也好，至少让我知道了他心里藏的究竟是什么。用刑吧。王启年开始出馊主意。范闲盯了他一眼，冷冷道：陈萍萍都用了20年的刑都没有敲出来，你以为这短短2天我们就能有进展？那怎么办？真把萧恩交给北边，虽然不知道萧恩究竟知道什么，但王启年从一位监察院官员的立场出发，实在是很不愿意将这个藏着秘密的陶罐双手送给北方的敌人。先交给北齐吧，反正那边想杀他的人也很厉害，想保他的人也挺厉害。范闲皱紧了眉头，心想难道真的要动用那个箱子？可是箱子并不在自己身边，五竹叔也不知道在哪里。不想这些了。范闲摇摇头，明天就准备过雾渡河，要小心一些。那个叫海棠的女人，如果在国境之内萧恩被杀，责任全部是我们的。要不要派出黑旗去消除目标？你今天竟在出馊主意。范闲咳了2声，发现胸腹间依然有些疼痛，扶着树干说道：如果是两军对阵，就算是魏大宗师遇见列成阵列的黑旗，也只有飘然远走。但如果动用黑旗去搜人，只怕会被那位姑娘的短剑悄无声息的一个个斩了。你很有自知之明。前方的山路传来一个微感会怒的声音，一个微湿长发披肩身着粗布衣裳的女子盯着范闲。此处离营地有10来丈远，胡卫因为劳累一夜，被范闲命令去休息。王启年看了范闲一眼，心头大惊，知道这就是早上险些杀死范提斯的那位9品上高手北齐海棠。范闲面色平静，一挥手说道：你回去。王启年屁都不放一个，闷头闷脑的就往营地跑了回去，心里想着得赶紧把高达那几个沉默高手都喊起来。黑旗那边的马群今天集体发情，不知道中了什么邪。范闲微微偏头望着海棠，轻声说道：你不怕他去喊帮手？你不怕我马上出手杀了你？此时不是晨间，我相信能在3合之内将范公子斩于剑下。你可以试试，如果你身上的毒轻了的话。范闲的语调显得有些轻佻。海棠轻咬嘴唇，双眼清亮望着范闲，一片怨恨，半晌后才蹦出2个字来：无耻。范闲轻轻舔舔微干的嘴唇，双眼微眯望着海棠，一脸无耻，很快的回应道：多谢，把解药给我。凭什么？不给我就杀了你。海棠恶狠狠说道。
范闲却眼尖的发现这位姑娘家的眼神里有些慌张。杀了我，你就天天在北海水里泡着吧。范闲显得有些肆无忌惮。谈判破裂，谁也不肯服输，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利益互换。这一对男女大眼瞪小眼，就像两个闹脾气的小孩子一样，在山路树下互望着，看着有些滑稽。你杀了萧恩没有？海棠忽然转了话题，看着他说道：如果你是顾忌我的存在，我可以当作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此次南来不是为了阻止你杀他，其实你我有共同的目的。范闲摇摇头，我确实很想杀死萧恩，但是既然你想杀他，我就得保住他的性命。为什么？没有原因。范闲自然不会告诉对方，自己也很想知道萧恩心中那个秘密。海棠大怒，噌的一声拔出剑来，今日之剑再无自然柔美之意，剑气冲天，竟是将身边一抹无花新芽之树精准无比的从中斩断。范闲的眼角抖了两下，脸上虽然依然一片平静，但内心深处实在是很骇然。这村姑如果真要杀死自己，此时身边没有黑旗，也没有虎卫，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忽然间，海棠的眉间抖了一抖，往山路后方走去，回头对范闲说道：我不喜欢和这些闲杂人等打交道，你来不来？来不来？这是怎样的一个邀请？是死亡的深渊，还是甜蜜的糖堆？范闲却是微笑着负手于后，跟着走了过去。身为监察院官员，像他这般胡闹的人确实没有第二个。往严重里说，这是一个不把自己生命当成重要事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看着一男一女二人的身影消失在山路尽头，刷刷数声响，几个人影从林梢枝头草后飞了出来，汇聚到一处。高达身负长刀，皱眉望着山路那边，向王启年问道：王大人，我们应该跟上去？王启年脸上现出微微担忧：大人绝世英明，就是过于好色了些。范闲自然不是因为贪图海棠的美色才晦涩兽魂语的跟了过去，只是他知道接下来与这女子的谈话断不能落入外人耳中，不然这位海棠姑娘一定会恼羞成怒，不再受自己的威胁，死也要将自己杀掉。这个毒我可以解。范闲静望着半倚在树上的女子，看着她身上那件微有诗意的花布衣裳，但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我不接受你的要挟。不是要挟。范闲脸上浮现出一股微微忧伤的神情，我是庆国监察院官员，姑娘你深入国境，妄图杀害我押送的生犯，所以我必须用尽所有手段来阻止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难道你以为我自己会觉得很光彩？他的唇角适时现出一丝自嘲的笑容。海棠微微一怔，安静半晌后忽然说道：你需要我承诺什么？此处到雾渡河北面应该还有1天的行程，我希望姑娘不要在这1天里出手。海棠静望着他说道：你明明知道一旦进入大齐国境后我就不能再出手，为什么？范闲表现得很惊讶。因为我是大齐的子民，我必须为这个国家的百姓考虑，我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里破坏此次的协议。一旦惹得皇室震怒，两国再次开战，死伤的终究还不是那些手无寸铁的百姓。海棠眼中浮现出淡淡忧色，但是我不想让萧恩活着回到北齐。范闲满脸平静听着，心里却是渐渐有了分寸，看来真如司礼里所说，眼前这位九品上高手真是个村姑习性，悲天悯人。这是范闲最喜欢自己的敌人所拥有的良好品德，你为什么要杀萧恩？很奇怪的，海棠的眼中露出一丝不赞同和厌恶的神色。难道你不知道，如果萧恩死了，你们那个落在朝廷手里的高官也会死掉？范闲默然，当然不会告诉对方自己骨子里最阴暗的那一面，微微笑道：不是没有杀吗？就算萧恩死了，也是你们北齐的责任，你们出兵潜入国境，难道洗得脱嫌疑？至于严公子那块儿，我相信自己能将他带回庆国。他顿了顿，又好奇问道：姑娘为什么又要杀死萧恩？他的表情有些天真，甚至有些愚蠢。海棠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说道：我不需要向你解释。范闲耸耸肩，从怀中取出一枚药丸，轻声说道：姑娘中的春药是在下自行研制的，用真气逼不出来的。说完这话，他便将药丸远远扔了过去。海棠面上一怒，旋即一羞，反复在怒，脸色竟是变幻无常，接着药丸看着他冷冷说道：我并没有答应你，为什么你肯将解药给我？范闲叹了一口气，将身子转了过去，把自己宽实的后背对着后方那位女子，手轻轻扶着一压心枝，看着山谷中出绿江染群峰，看着远处山坡上的点点野花。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医养就。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树下范闲轻声念道，嗓音温柔，却不知道是在说人还是说物。这是自殿前那夜后，一代诗仙范闲第一次吟诗作词。这位叫做海棠的女儿家静静地看着那个修长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躯，渐渐松开握着短剑的小手。你要战，我便战。范闲豁然转身，满脸微笑，
却是犹带坚毅之色望着海棠说道：“不过1日晨光，本官倒想看看，就算不使那些残酒手段，能不能在海棠姑娘手下护住萧恩这条老命？残酒手段，自然是醉春之意。”海棠面色平静，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似乎是没有想到范闲会在吟出那首词后，却显现出来了一个男子所应有的骨气与勇气。他身为一代天骄，竟然会在范闲的手上栽这么大一个跟头，更没想到范闲居然有勇气单独的面对自己。此时此刻，他是真的发现有些看不明白眼前这个年轻的官员，不由微微皱眉。但他感兴趣的似乎是另外一件事情，只听得他轻声说道：“范公子听闻不再作诗，为何今日又有雅兴？见松思东，见菊思秋，见海棠思。”范闲恰到好处的将那个春字吞了回去，笑眯眯看着海棠，轻声说道：“诗词乃莫道，于国于民无用。本官在庆国有些诗词上的名声，却极不耐烦周日说这些词句。这首小词乃是年前一阵雨后偶得，今日见着海棠姑娘柔弱模样中的精神，一时忍不住念了出来，还望姑娘莫怪本官荒唐。”海棠抬起头来，眯眼看了范闲一道，忽然间微微一笑说道：“不理你是作态也罢，妄图弱我心智也罢，我只是觉着你先前说的有道理。你是庆国官员，用什么样的手段是你的自由，所以我不为此事记恨于你。至于范大人先前这诗或许是好诗，不过本人向来不通此道，自然不解何意。只知道海棠是不能淋雨的，若盆中积水，根会烂掉，休论绿肥红瘦之态，只怕会成一盆烂细客。”说完这话，他转身向后，不过数刻便消失在幽静的山林道中，只余下淡淡清香，几声鸟鸣，空留后方一脸窘迫的范闲。花姑娘怎么就走了呢？范闲若有所失，叹息道：“我还准备向您讲一个关于采蘑菇小姑娘的故事。”海棠走得洒脱，范闲回得自然也洒脱，拍拍屁股，负手于后，施施然沿着满是尸骸的山路走了回去。不过数步，便看到山路转弯那头如临大敌的7名虎卫，而王启年更是领着监察院的一批官员，伏在草丛之中，时刻准备杀将出去。见提司大人平安返回，众人齐松了一口气，潜伏在草丛中的监察院官员也站了起来，只是脸上身上尽是草字青绿，看上去十分滑稽。大人，就这么完了？王启年皱眉跟在范闲的身后，这位海棠在情报中可是9品上的高手，而且北齐那边总说他是天脉者，怎么看着也挺普通的，他居然没有对大人下手。下手？范闲听出了王启年话里的龌龊意思，骂道：“他如果对我下手，我还能这么四平八稳的走回来？”他忽然顿住了脚步，满脸狐疑的看着王启年说道：“你以往最擅长侦缉跟踪，想来耳力也不错。”“是啊，大人。”王启年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你刚才是不是听见我与他的对话了？”范闲满脸微笑，却是压迫感十足。王启年不敢隐瞒：“听到了一些。”“听到了什么？”王启年满脸愁苦说道：“听到了大人一首绝妙好词，还听到什么药之类的。”范闲警告他，绝对不准透露出去。如果一代天骄海棠被自己用春药暗算的事情宣扬出去，自己肯定会得罪北齐所有的百姓，而那位海棠姑娘只怕会羞愧的用花篮遮脸，才敢上街。是。王启年大感敬佩，大人果然不是凡人，只是淡淡几句话，就将一位恐怖的高手打发走了。范闲没有理会他的马屁，只是陷入了沉思之中。今日之事看着简单，但其实他很动了一番脑筋。首先就是一直用本官自称，先拿稳了官员的身份，让海棠清醒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江湖上的厮杀，以免这位姑娘会因为身中春药恼羞成怒，忘了应该注意的很多事情。而那首李清照的《如梦令》，则是无耻的范闲在京都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自从颜若海告诉他北方有一个叫做海棠的奇女子，范闲就开始准备这种酸麻至极的手段。他甚至还准备了一首《寒玉兰起》：昨夜三更雨，凌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但这诗叫朱李清照那首显得更亲密，所以今天没敢用。范闲微微一笑，自己刻意说是看着海棠柔弱，所以有所感，想来应该让那个中了春药的女孩子很高兴吧。自小就是一代宗师的女徒弟，被愚痴的百姓们当成天脉者供奉，出师之后暂无敌手，真是一位女中萌杰。可是越是这种女孩子，其实越希望在别人的眼中自己是个柔弱的角色，一个女人，就算她是女王，其实还是女人。范闲或许不是天下最能看穿他人心思的人，但一定是最了解女孩子心思的男人。因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哪个男人愿意用平等的态度、细腻的精神去分析女孩子们到底想要什么。范闲愿意，因为他爱一切干净的女子，所以才能够随着痕迹却依然让对方受用的拍了几剂香臀。他从怀里取出那梅雨赠给海棠一模一样的解药，咕噜一声吞下肚去。王启年好奇问道：“什么药？”范闲扔了一颗给他：“六转陈皮丸，清火去热，常备常服。”范闲配的春药哪里会有解药？
只要用冷水泡泡，过个1天就好了。海棠中的春药是真的，但之所以半天都没有逼出去，关键是北海湖里的芦苇作祟。那些芦苇每年春时，那种圆筒形的叶鞘都会长出一种夜蛇毛，这种白毛落入水中，与范闲配的那种腰内外护感，更会让女子身体麻痒，以为自己余毒难清。也正因为如此，海棠才会沉默接受了范闲用解药换平安的协议。范闲想到此节，不由摇头大叹，自己真是一个极好运的人，只是不知道这种好运气什么时候会到头。当天使团便停驻在湖畔的山谷里，断了腿的萧恩有些无神地守在马车中，知道迎接自己的必将是被北齐皇室囚禁的下场。那些战家的人一向极其狂热，为了找到神庙的下落，一定不会让自己好过。而苦荷为了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应该会动用他的力量杀了自己吧。至于虎儿，这位老人忽然有些厌倦了勾心斗角，心想若晨间就死在范闲的手里，或许还真是个不错的结局。越过边境的使臣还没有回来，估计此时正在北齐官员的酒桌上发飙。确实如此，雾渡河镇外的那些尸首已经被庆国方面收集妥当，这些就是北齐军队擅入国境，妄图劫囚的最大罪证。当今天下大事，庆国主攻，诸国主守，也由不得范闲这一行使团大发飙怒，借机生事。不知道折腾了多久，北齐那边的接待官员终于平复了庆国使臣的怒火，秘密协议与明面上的协议终于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使团的马车拖成了一道长队，缓缓地绕过北海湖边，转入了另一个山谷。范闲坐在马车上，看着那面浩瀚无垠的大湖，看着湖上渐渐升腾起来的雾气，面无表情，心情却有些复杂。马车压着草垫，留下深深的折痕，翻出新鲜的泥土，4轮马车运转得极为得力，才没有陷在湿草地里面。入镇之前，范闲最后一次上了司礼里的马车，二人静静地互视着。过了一会儿之后，范闲才轻声说道：入北齐之后，我就不方便多来看望姑娘了。司礼里微微颔首，面色也显得平静许多，柔声说道：一路来辛苦大人了。范闲看着这女子的柔媚容颜，弹润身躯曲线，微微侧头，似乎准备说些什么，最后依然无奈地闭嘴不言，离开了马车。雾渡河镇外的草甸上还残留着昨日血腥作战的痕迹，土丘下最深的那片草丛中竟然还有遗漏的断肢与残缺的兵器。范闲伏在车窗上，看着草地里的痕迹，想到昨日黑旗恐怖的杀伤力，暗自心惊。那些北齐人尸首都已经运回国了，至于日后要赔偿什么，要付出什么，不是范闲现在需要考虑的事情。车队入了镇子，并未做丝毫停留，就在镇中那些面色麻木的百姓注视中，缓缓压着青石板路，一路向着东北偏东的方向继续前行。车帘依然拉开着，这是范闲的个人习惯，他喜欢坐在马车上看着沿途的人和景色，而不愿意被一张黑布遮住自己的双眼。雾渡河镇是庆国与北齐接壤处的一个偏僻小镇，因为并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役。但是两方都各有驻守的兵所，小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当两国将贸易与战争的重心都放在雾渡河南方那些诸侯国之后，这处镇子更加难以避免的消沉寂静了起来。范闲清楚，这个镇子在20年前还是属于北魏的，后来才并入庆国的国土，所以镇上的居民对于自己这一行使团并没有什么亲近的感觉。要想一国之民真正的接受统治者换了一位的事实，看来还真需要一些年头。镇上的琉璃瓦向着天空反射着并不明亮的光芒，坐在街中马车上的范闲却眯起眼睛，不停盘算着进入北齐国土之后，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一丝淡淡的微笑浮上范闲的唇角，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但很奇妙的是，他很爱那个叫叶青梅的女子。一想到很多年前，一位小姑娘偷偷摸摸地跑进虚无缥缈、世人从来不知道所在的神庙，他便好生赞叹于母亲的勇气、胆量、智慧。范闲知道自己不如自己的母亲，这个事实并不让他有丝毫的气馁，反而让他更加积极地面对这个看似美好，实际上却很凶险的第二次人生。所以他需要知道神庙究竟在哪里，然后去感受一下母亲当年脚踩的地方余留下来的气息。雾渡河镇外围是一条小河，这便是北齐与庆国如今的界河。河上早已搭起了一条临时的栈桥，将能够容纳一辆马车前行。北齐的官员与使团里那位鸿胪寺的官员都在桥的那边等候着使团的到来，河的那边那些没精打采、面黄肌瘦的本地驻军也在戒防着，只是看他们拿枪的姿势，真怀疑他们是在展示本国军队的威严，还是在抱着枪杆借力睡觉。第一辆马车上了桥，车轮与起伏不平的简易木桥面接触，发出咯咯的响声，看上去这桥似乎随时可能垮掉，不免有些吓人。范闲已经下了车，信步走到了桥的那头，与前来相迎的北齐官员打了个招呼，然后回头看着后面的马车一辆接一辆缓缓地压过桥来，桥身似乎愈发受不住连绵不绝的强暴，吱呀声音更响了。似乎看出范闲眉间的忧虑，那位酒侯的北齐官员赶紧解释道：试过，没有问题的。
范闲点了点头，知道两国交往，一切以实力为判，自己没有必要对这位低级官员太过热情。他的心神主要是放在使团车队上。如果海棠真的想要杀死萧恩灭口，那么今天这桥上就是他最后的机会。身为一代宗师苦荷的女徒，她必须对自己师父的清誉负责，必须对北齐子民的安危负责，所以她不可能在国境之内动手。忽然间，范闲心头一动，缓缓转过身，只见小河东南向的岸边有一片白杨林，树木瘦削，却挺直的向天刺去，看上去就像军队里的长枪一般森严。一位穿着花布衣裳的村姑正提着一个篮子，看着轿上的车队通过。河畔的清风吹过，吹起她头上包着的花布巾，露出那张普通的脸，那双清亮的眼。范闲微笑望着那个叫做海棠的女子，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表示感激，也算是一种示好。他知道去到北齐上京之后，难免会与他再打交道，而且陈萍萍也让自己想办法接近苦荷。海棠和范闲在京都时的想象并不一样，她没有施飞轩美丽，但比施飞轩美丽，这前一个美丽自然指的是外表，后一个美丽却是指的气质。范闲一向以为世间没有什么仙女儿，如果有，那肯定是女鬼装的。海棠虽然此次是来暗杀萧恩，而且也曾经想过杀死范闲，但范闲依然很欣赏她，一方面是欣赏这个女孩子强大而自然的实力，一方面是因为在草甸上海棠叉着腰像泼妇一样指着范闲鼻子说话时，那种村姑感觉实在是让范闲很中意。马车停在了范闲的身边，他掀帘而入，没有再看河岸一眼。过河穿林，使团的车队在北齐正规军队的保护下来到了官道之上。范闲嗅了嗅空气的味道，看了看官道旁边的出青树木，心头有些怪怪的感觉，这就出国了？咋一点感觉也没有？官道上的阵势比较吓人，沿左右两侧分列着两个队伍，一个队伍全是女人，有嫩嫩的小丫鬟，麻利的中年仆妇，老成英质的老嬷嬷；另一列队伍全是男人，却比女人还要阴沉，一身的锦衣，腰间配着弯刀，身上透着古阴寒的味道。使团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庆国监察院的人手。车队一上官道，一看见那对配着弯刀的人员，一股浓烈的敌对情绪开始酝酿起来，每个人的手都下意识地摸到了腰畔直刀的刀柄上。庆国监察院，北齐锦衣，正是如今这天下两个大国最隐秘凶险的特务机构。这10几年间，双方不知明里暗里交过多少次手，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总是那般残忍无情，双方手上早已染满了对方的血水。今日骤然间在官道上相遇，双方嗅着对方身上的味道，都开始眼红起来。北齐的官员赶紧上来向范闲解释了几句，范闲也不以为意，挥挥手让手下这些人放松一些，毕竟今日是为一衣带水的两国情谊而来，又不是沙场上真刀真枪相见。倒是他身后的7名虎卫一直冷静的厉害，确实是一衣带水的两个邻国，尤其是从雾渡河这边过境，感觉更加明显。不待休息，范闲马上让下属开始安排与对方的交接仪式。王启年有些不解，低声问道：为什么不继续由我们压着萧恩？说不定去上京的路上，我们可以问出些什么来。他不知道萧恩心中有什么秘密，但身为范提斯的心腹，自然知道范闲有所求。范闲摇摇头，冷静说道：还是算了，一路上与这些北齐的探子一同前行，哪有这么方便？不如丢给对方，我们也可以少操一些心。如果这路上萧恩出什么问题，自然由北齐方面负责。难道还敢不把严冰云还给我们？话虽如此说着，范闲心里还是有些小小郁闷。一旦入了上京，先不说萧恩能不能在苦荷的地位压迫下保住性命，就算因为上山虎的关系，萧恩重掌权力，自己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敲开萧恩那张又黄又老又紧的嘴。叮叮当当的铁链声响起，范闲冷冷看着那位老人被人搀扶着从马车上走了下来。萧恩的双腿已断，所以下车显得特别困难，膝盖处的裤子里面隐隐散发出一股微甜的血腥味。北齐锦衣卫大多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萧恩长得什么模样，但在民间的传说与卫所老人口口相传中，他们知道如今北齐的特务机构实际上是这位站都站不住的可怜老人一手打造。换句话说，这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应该算是自己这一行人的祖师爷。一种有些怪异的气氛弥漫在交接的现场，北齐锦衣卫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萧恩，是当做国家的英雄，还是前朝的余孽？是自己这一干人的老祖宗，还是今后要严加看防的重犯？片刻沉默之后，那股子流淌在每个人血液中的情绪终于占了上风。官道之上，鲜衣怒马的锦衣卫们齐声下马，半跪于地，向着那位老人行了下属之礼，齐声拜道：拜见萧大人。随着轰然的行礼之声，一股强悍而熟悉的力量似乎从此就回到了萧恩老人的身体之中。他看着官道之上的这些徒子徒孙，微微眯眼，银白的乱发在风中飞舞，枯干的双唇微微一张，却终究没有说什么，只是淡淡的挥了挥手。就是这一挥手的感觉，让在后方观察的范闲心头一凛。萧恩站直了身躯，铁一般的双肩似乎重新拥有了担起天下的力量。另一边，
来自上京的那些妇女丫鬟们早就上了司礼里的马车，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随身携带了这么多的事物与用具，竟是在马车上就让司礼李慕了个相遇。过了许久之后，车门轻启，司礼里才踩着微软的袖墩从马车上走了下来。众人眼前一亮，范闲却是眼光微暗之后马上恢复平常，一双纤纤玉手轻悬在浅青广袖之外，一身丰润曲线被华丽的衣裳极好的衬现出来，黑发轻挽，上着一剪丹乌木叉，红唇含珠，眼眸顾盼流波，眉如远黛，艳照四周。这才是司礼里那位艳冠流金河，轻拂帝王心的绝代佳人。王启年看了范闲一眼，似乎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异样来，毕竟司礼里此时一去便会涌入深宫，只怕二人再无相见的机会。不料范闲的脸上依然是一片平静，双眼如清潭一般无波无绪，微笑着走上前去，隔着那堆妇女对司礼里拱手一礼，正准备说些什么，不料旁边却有一双极鄙夷的目光盯了过来。范闲略感不爽，侧头望去，发现是一位穿着打扮明显有些地位的老嬷嬷。还未等他说话，这位老嬷嬷已经十分冷淡鄙夷说道：“这位南齐官员，司姑娘如今已经踏上我朝疆土，不用再听你训斥了吧？”范闲眉头微皱，心想这是从何说起，又听着这老嬷嬷蔑视轻声自言自语道：“这南朝官员居然敢直愣愣地盯着姑娘家看，真是豪，没有一丝礼数。”这位老嬷嬷是皇宫里的老人，向来极有地位。司礼里小时候在北齐上京皇宫居住时，便曾经被他服侍过。这次北齐皇帝心痛司礼里在南庆受苦，又怕他一路受南庆官员太多委屈，才命这位嬷嬷到边境处来接人，想让司礼里好生调养一下。范闲再皱眉，忽然抬步往司礼里站着的马车处走去。他本身体内真气霸道，此时只是淡淡散出一丝，便让身周那些女子哎呦俏呼一片，往两边倒去，给他空出一条道路。道路那头就是马车下有些不安的司礼里。好蛮横的家伙！老嬷嬷大怒，骂道：“你这南蛮子想做什么？来人啊，把这人赶出去！”听着这话，北齐那边的锦衣卫与官员赶紧过来，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竟是准备拔出腰间弯刀。北齐接待使团的官员可是知道范闲背景的人物，堂堂宰相女婿，尚书长子，南庆皇帝的同郡主驸马，将北齐大家庄莫寒姬的吐血的诗仙，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去年一战北齐连败，此次递交协议本就是心虚的一方，哪里敢对这种重要人物无礼？那名官员连忙斥退了锦衣卫。老嬷嬷气得更加厉害，指着那名官员骂道：“我朝疆土之上，岂能容这些南蛮放肆？”这老于眼珠子仗着自己在皇宫里待过，只知道后海的深浅，哪里知道这天下的深浅，把老虫牙一咬，老腮帮子一鼓，老枯树掌一挥，竟是一个耳光向范闲的脸上扇了过来。啪的一声，范闲微笑握住这老嬷嬷的手腕，偏头看了他两眼。老嬷嬷被这两眼看得有些发毛，却兀自犟嘴说道：“放手，看老身不扇你一个实在的。”啪的再一声，这次却是这位老嬷嬷被凄凉无比地扇了记耳光，脚下一软，竟是跌倒在官道黄土之中。老太婆捂着生痛的脸，吃惊地看着范闲，大概是很多年没有被人打过了，所以被打之后太过震惊，一时竟是忘了呼痛。范闲收回手掌，有些厌恶掌心触到老树皮，在衣衫随意擦了擦，静静说道：“既然你说我是南蛮，那我就瞒给你看。”这一耳光扇得所有人都晕了，谁也想不到一代诗仙范闲提丝竟然会对这样一个老太婆动手。那位官员赶紧抹着汗再来解释，说道：“这位是宫中老人，就连一般官员都要给几分面子的。”范闲看着那个捂着嘴坐在地上哭嚎惊天的老太婆，微微摇头，轻笑回答道：“我不是你们北齐的官员，自然不用给他面子。不要说是什么宫中老人，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宫中老不要脸的。”这话实在是太过狂妄，竟是连北齐皇宫的面子也没有摆在心上。那位官员咬牙低头，知道时势比人强，就算范闲动手打了人，自己也根本不能多说什么。范闲直接从空出来的那条道路上，走到了马车边，此时再也无人敢于拦他。他微笑望着司礼里，轻声说道：“此去宫中多珍重。”司礼里浅浅一拂，先前微有慌乱的眼神，此时已经被极好的掩饰起来，轻抿双唇，淡淡回道：“一路大人多有照顾，大人之德，小女子无以为报，实在是有些手足无措。”范闲微笑说道：“手足自然是不错的，你放心吧。”简简单单几句话，便说定了司礼里那位留在京中兄弟的将来。范闲沉默着退后，远远站在自己使团的车队中间，看着与自己同行了很长一段旅程的老人、女人上了北齐方面的马车，他微微眯眼，觉得有些奇妙。北齐方面似乎没有把此事当做一个秘密的协议来操作。萧恩这个人按道理来讲应该隐秘送往上京才对，今天来了这么多锦衣卫，人多嘴杂，是万万瞒不住了。如果上山虎向北齐皇室要人，那位年轻的皇帝应该如何应付？海棠那边又是一股相反的力量，看来北齐皇室要头痛了。
范闲还很奇怪司礼里受到的待遇，看得出来那位皇帝是真的很喜欢他，不然不会如此用心来接他。可是司礼里就算是南庆亲王的孙女，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也早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难道那位年轻的帝王还真的相信爱情这种东西？可是如此郑重其事，皇太后难道不会发怒？司礼里应该怎样才能入宫呢？那位双腿断了的老人沉默着上了马车。范闲不由在心中轻叹，萧恩才下囚车又上囚车，一辆马车怎在得动这20年离愁，多少不自由。进入北齐国境之后，黑旗自然悄无声息地返回京都旁的驻地，使团的一应安全都全交给了北齐锦衣卫及沿途的军队。范闲难得偷了半日闲，好生惬意，反正在他国土地之上，想来给对方800个胆子也不敢将使团如何。一路春光正好，使团里大部分人都是来过北齐的老人，就连王启年当年也曾经在两国之间做些不要本钱的生意，唯一显得有些出国兴奋的只有范闲，还有那7位虎卫。虽然以高达为首的虎卫依然保持着高手似乎应该保持的冷峻感，但看着他们不停望向窗外的火热神色，就知道他们对于异国景色很感兴趣。范闲笑着说道：咱们也算是开洋荤了，不过这北齐景色倒和咱们庆国差不多，就是树种不大一样，就连温度也没觉着冷，比大湖西南那片荒原上还要暖和许多。王启年解释道：北齐虽然的在东北，但其实气候倒是极好的。高达忽然瓮声瓮气说了句话，因为此人极少说话，所以范闲也很感兴趣，只听他说道：北国风光确实不错，属下此生最大愿望就是跟随陛下进行第4次北伐，将这一片疆土纳入庆国管辖，助陛下一统天下。马车得得当当的在官道上疾驶着，窗外那些落叶乔木正悬着大大小小的绿叶子，随着马车带起来的风儿轻晃，似乎在摇头轻叹。范闲叹息道：值此春光明媚，还是少讲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吧。话虽如此说着，但他依然轻声将此据上京应该注意的事项全部交代了一遍。此次不需要再进行谈判，关于去年那道协议的落实难度应该不是太大，但有些该注意的地方还是要小心一些。这辆马车上面除了范闲、王启年、高达之外，就是那位使团的副使，出身鸿胪寺的林敬大人，所以4人说话没有什么避讳，只要不被外面的北齐人听着就好。由雾渡河往上京还有老长一段距离，随着马车一天一天的向东再向东，范闲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再也无心去看车外那些重复枯燥的景色，心里却在想着萧恩这个时候应该到哪里了。司礼里呢？他在入宫之前，那位年轻的皇帝会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身份？陈萍萍设计的红袖招已经被范闲暗中破了，范闲的红袖招计划又真的有实现的那一天吗？瞧出来范提斯的情绪似乎有些不高，那位副使林进恭敬说道：大人，使团虽然安全，但就是路途遥远，有些辛苦，大人还请忍耐一些。他很清楚范闲的身份，当日在雾渡河畔打了那老嬷嬷一记耳光，林进也不认为是多大的事情。以范闲的身份脾气，在庆国京都，连郭家的人还有叶守备的独女都敢下黑手，何况区区一个仆妇。他也很清楚，此次使团全依范提斯的指令行事，自己只不过是个处理杂事的小角色，所以生怕范闲心情不好，误了正事，赶紧开解笑道：上京也是处世上最繁华之地，那里的女子叫诸金都流金河上的红妆，又别有一番风采，到时候大人可以去看看。范闲一笑摇头，示意自己并不是难耐旅途寂寞。他知道自从经常赖在司礼里的马车里后，在这些人的眼中，自己只怕与风流2字脱不开干系了。斟酌半晌之后，他忽然开口问道：这已经走了这多天，而且一路官道速度极快，应该已经超过了国境到京都的距离，这北齐似乎疆域很有些大。马车里顿时陷入一种怪异的沉默之中。许久之后，林静才笑着说道：不错，虽然去年朝廷从北齐那边抢了大片土地，但如果论起疆域人口，北齐还是天下第一大国，只是常年内乱，民心分离，所以才不是咱们的对手。范闲微微皱眉，心想如果这北齐真的能够振奋起来，只怕自己从小生活的那个国度还真有些麻烦。正想着，却听到高达在一旁沉声说道：如此看来，还有极大一片疆土等着咱们这些人去打下来啊。高达此人说话极少，最近这几天不再负责押送萧恩的任务之后，每每说出来的简短话语却极有荒谬之感，效果十足。范闲不禁失笑，心想这庆国的官员们在20年胜利的熏陶下，果然培养出来了一种极其可怕的自信。而另一边王启年却苦笑说道：我说高大人，您可别把我捧哏的差事给抢走了。沿途使团都是停留在北齐国的各个驿站之中，极少有到大些的城镇驻脚。庆国使团虽然有些不乐意，但是看在对方官员小心接待、殷勤侍奉的份上，也不好说些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此次协议，北齐丢了大大的脸，自然不好意思让全国的百姓看见南朝的使团大摇大摆的在城市之中经过。但是路上总会遇见一些平常百姓。范闲某日问出了一个好奇很久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北齐人看上去不怎么恨咱们，反而投向我们的目光中带着一丝蔑视和鄙夷，甚至还有些同情？在北齐人的眼中，我们毕竟还是南蛮子，属于没有开化的对象。林敬微笑应道：至于两国之间的战争，自然被北齐皇室瞒得死死的。虽然北方民间也知道咱们庆国如今强盛无比，但骨子里仍然有些瞧不起咱们。范闲摇头叹道：蒙着块黑布，就当自己不怕黑。北齐毕竟是延续北魏之作，他们总认为自己才是天下正统，自然对旁的国家有些瞧不上眼。这是句老实话，虽然北魏早在20年前就已灭国，但当时那个庞然大物盘踞在这片大陆上，将阴影投向四周所有的小国，实在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那种肆意来朝的威势依然停留在北方百姓的心中，所以他们一直以为北齐依然保有着当年的荣光，他们依然是天下第一强国的子民，看待别的国民时，总会习惯性的微微抬起下颌，眼光轻轻下垂，自矜着，自怜着，自尊着。人们都是愿意活在过去的。当然，北齐的官员自然知道这个世界早就变了，这一点从他们对待庆国使团的礼仪上便可以看出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林敬继续冷静地分析道：北齐继承了北魏的大部分疆土与官员，所以天下的读书人也都基本上将北齐奉为正统，文学之道在北齐，这个话是没有错的。每年春闱之时，北齐的科举可比咱们的春闱要热闹得多，不止北齐诸郡才子都会云集上京，就连东夷城的读书人都会不远千里跑去上京。王启年在一旁插嘴说道：不错，甚至连咱们庆国的读书人，前些年还有很多都会跑到上京去参加科举。荒唐！范闲笑骂道：难道庆国人还能去北齐做官？林敬苦笑道：这个自然是不能的，只不过天下人似乎都认可了这一点，所以只要在北齐春闱中能够入三甲的才子，不论在这世上哪个国家里，都算是拥有了做官的资格，这一点连咱们庆国都不例外。大人曾经任过太学奉正，自然知道那位书屋大学士吧？范闲点了点头。林敬叹息道：这位书大学士当年就是在北齐考的学，作诗就是庄墨涵，所以他这一生才会自称是庄墨涵的学生。大人想想，这位书大学士明明中的是北齐的举，却可以回庆国做官，就知道北齐的文风之盛了。范闲笑着摇了摇头，难怪陛下这些年大力抓文治，大概也是受不了这等窝囊气。不错，论起武功，这天下没有谁能比得过我。林敬说道：就是这文道方面，始终没有出现几个真正的人才。文学乃墨道。范闲说道。林敬想到了什么，哈哈笑道：当然，提司大人横空出世，将那北齐大家庄墨涵击得吐血，自此之后，想来再也无人敢对我庆国说些什么。王启年连声称是，高达也点了点头。范闲在京都的崛起，虽然不见得让各方势力都会感觉舒服，但放在对外这个层面上，能够在沙场之外多出一位打压北齐气焰的才子，想来是所有的庆国人都愿意看见的局面。这种很无聊，没有美女相伴的枯燥旅途，范闲希望能够早些结束，但那条长长的官道似乎永远没有终结。马车的4个轮子带起的黄尘在宽阔的道路上腾起，就像是一道黄龙般，只是被道旁的2排树木牢牢地束缚在道路中间，无法越将出去，看上去就像是在不停可怜的挣扎，不停地搅动着。官道两侧那些蓝灰的树木，叶片或大或小，但整体而言，比起庆国的树叶来说，要显得宽阔许多。树干粗壮，隔着数丈便是一棵。范闲将头伸到马车窗外，眯着眼睛，迎着风看着这些树木从自己的眼中一晃而过，不知怎的，想起了已经很久没有想起的那个世界。他还记得很多年前坐火车的时候，坐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路过河北时，那时铁轨两侧，也就是这种树，也是以这样枯燥的方式向后不停砸了过去。车窗旁没有扬灰，因为范闲身为正使，坐的是第一辆马车，吃灰的自然是那些可怜的下属和北齐的接待官员。毫无征兆的，道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黑色的影子，突兀堆在建成细间的树木列队的正上方，看上去有些骇人。范闲以为是乌云，不由笑了笑，虽然不准备像在儋州的房顶上那样喊大家收衣服，却准备提醒一下赶车的那位车夫把雨披穿上。马车渐渐的前行，众人终于将那片阴暗的影子看清楚了。此时天上的云层也忽然散开，似乎是为了迎接远来的客人，投下来春日温暖的光芒，照耀在那片影子上。原来是一座极大的城池，这座城池比庆国京都还要显得更加高大雄壮，用大块的青石砌成，高达3丈的城墙略微倾斜，但依然给每个远道而来的人一种难以言表的压迫感，似乎那个城墙随时可能将你压在下面。城上有重檐楼阁，或许是用来充当角楼，有士兵正在高高的城墙上来回行走巡逻，一股庄严巍峨的感觉从这座庞大的城墙中散发出来。城门前早已经清场了，没有闲杂百姓在此逗留，北齐的相关私处官员正在那片广场上等候着南庆使团的到来。官道之上，
马车的速度渐渐放缓，范闲眯着眼睛将脑袋从窗外收了回来。他没有想到这座都城会用这样一种愕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眼前，让自己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北齐上京到了，礼乐起，双方各自见礼。北齐官员衣饰鲜明，十分华贵，庆国使团却是车马劳顿，不免有些伪钝，两相比较显得十分明显。范闲平静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繁琐的程序，只是在介绍到自己的时候微微颔首示意。在北齐人的眼中，这位英俊的年轻官员是一位趾高气扬的小人，而范闲却根本毫不在意留给对方什么观感，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北齐上京的建筑上。这座庞大的城池已经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矗立了多少个年头，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距大清时的外缘已经有些风化，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坚硬。范闲有些感慨，他的感慨与所有的旅人都不同，他只是觉着自己来到这个世界17、18年后，似乎终于可以触摸到这个世界的历史，虽然只是历史的一些余迹。庆国的京都虽然也极为宏大，但一切都似乎有某种新鲜的味道。范闲知道那种味道是自己的母亲留下来的，所以今日能够看见很久远的建筑，感觉有些莫名沧桑。拜见提司大人。打断范闲忧思的是庆国驻北齐会馆统使林文大人。范闲将目光从那些斑驳的城墙上收了回来，说道：在这个国家，还是称我范正实的好。林文微微一怔，他一向远在异国，所以不是很清楚京都发生事情的细节，但也知道这位范提司大人是朝中正当红的人物。没想到第一句见礼便被对方驳了回来，再看对方神色，不免以为这位年轻官员仗着父婴盛泽，是个浮夸之辈，心头不禁有些担忧。使团副使林静微微一笑，解释道：范大人的意思是，既然是来宣议的，还是不要用监察院的身份，免得对方心中不快。林文这才明白过来，微笑道：一切听范大人安排。范闲回头看了这位常驻北齐官员一眼，此人面目端正，却有些眼熟，不免有些疑惑。林静在一旁笑着解释道：林文大人正是下官堂兄。范闲大悟，笑道：原来如此，所谓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有2位在旁，想来此次出使一事定能顺利。一位北齐官员走了过来，三人适时的住嘴不语，转而开始研究这上京城墙上的痕迹与蚂蚁爬行的路线。直到这位官员走到三人身后，林文才似忽然发现了一般，惊喜说道：魏华兄今日也来了。范闲转身看着那位叫做魏华的北齐官员，微微一笑，不方便说什么。那位魏华拱手一礼，似乎与林文颇为相熟，笑骂道：要不是为了接你们的使团，我这时候只怕还在丽香院里快活。范闲心头一乐，看来这位与李洪成一般，都好耐口。林文赶紧向范闲介绍道：这位北齐红卢少卿魏华大人。又向魏华介绍道：这位是。不料魏华似笑非笑的一摆手，说道：范大人名满天下，何用林兄介绍？范闲微微一怔，拱手道：须有薄名。不敢不敢。范大人过谦。魏华此人的五官倒算清秀，只是眸子里总带着股散漫的味道，不似官员，倒似位狂生。堂堂一代诗仙，竟然做了监察院的提司，来年只怕还要掌管南朝的内库。出使之前更是接了春闱弊案，17位官员人头落地，咕噜咕噜转着，范大人却转到北齐来了。他哈哈笑了2声，说道：也不知道贵国那位皇帝陛下是怎么想的，像范大人这等要紧人物，当然要搁在京中好生养着，怎么能弄到咱大齐国来受罪？万一途中遇上些风寒，这可怎么办啊？范闲听出对方话语里的淡淡威胁味道，却是根本不在乎，一笑说道：哪会这般弱不禁风？魏华发现这位极有才名的年轻官员似乎对于上京的城墙极感兴趣，不由自豪说道：这座城池已经修建300年，从未有外敌攻入过，范大人是否也觉得极其雄壮？不知教诸南庆京都如何？范闲微微一笑说道：雄壮自然是雄壮的，只是似乎旧了些，贵国看来需要找个时候修缮修缮。二人话语中暗自互损了一番，众人默然。半晌后，魏华轻声说道：范大人远来，本官自然要做东道，待公务办完之后，还请大人赏脸。范闲看了他2眼，心想为何此人字里行间总流露出一股淡淡的敌意，而这种敌意却又没有到仇视那种地步，不免有些好奇，自己和此人从未见过面，怎么就得罪对方了？林文此时在2人身旁哈哈笑道：好教范正史知晓，这位魏华大人便是去年出使本朝的长宁侯大公子。范正史去年在殿上一番拼酒，侯爷不知醉倒，回国后一直念念不忘，说道南朝出了位厉害年轻人物，不止诗写得好，这酒量也是惊人。魏华大人常常听着，自然想与大人比拼一下了。原来如此。范闲苦笑一声，再看这位魏大人，果然从对方脸上看出些许与长宁侯相似的地方。去年他做副使接待北齐使团，与长宁侯打交道不算少，后来在殿宴之时更是好好拼了通酒，也算是半个酒友。
不免讷讷拱手道：“魏兄若想为父报仇，可得等些日子，不然我喝糊涂了倒无所谓，乱了两国间的正事儿，可不好向陛下交代。”众人哈哈一笑，将此事留到日后再提。北齐上京果然一片繁华，街道虽不宽阔，但沿途尽是酒楼食肆，青瓦淡墙，高树掩映，景致颇美。街人行人面上也是一片温和笑容，满是自信与自矜，哪像是个战败之国。使团在魏华的接待下往城西行去，一行人安排在鸿胪寺后方的皇室别院居住。由这个安排可以看出，北齐皇帝对于庆国使团算是给足了面子。一路上，范闲与魏华闲聊着，发现此子对于庆国官场十分了解，不只能说出一些权贵的名字，看他的说话语气，似乎甚至与晋王世子李弘成认识，这点让范闲感到很吃惊。两国京都相隔颇远，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结识的。在谈话之中，范闲对于北齐目前的朝政也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当然，在北上之前，他在监察院里已经看过了无数卷宗，知道北齐朝廷远不像魏华所说这般一团和气，金光灿灿。北齐太后眼下也才30多岁，还年轻着。那位皇帝陛下亲政不久，根本无法完全控制住朝政，帝党后党在朝上各有一方势力在进行着无声的抗衡。如果不是去年两国交战北齐完败的原因，暂时将矛盾压制了下来，只怕现在的上京早已经乱作了一团。而上山虎本是北方的大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调回了上京。范闲装作无意问道：“听闻上山大将乃是不世之英豪，魏兄几时有闲，带我前去拜访拜访？”魏华义道：“范大人对上山大将感兴趣，我虽不是文弱书生，但对于抵抗蛮人的英雄，总是佩服的。”范闲温和笑道。魏华面色有异，似乎不怎么想说那位上山虎。范闲将他的神情看在眼里，不再多话，微微一笑。使团到了别院，自有相关人等负责安排住宿，忙了好一阵子，终于安排妥当。魏华身为鸿胪寺少卿，理所当然的要安排晚膳，席上稍稍试探了一下范闲的酒量，发现这个年轻官员竟是拿酒当水喝，真真完美实践了酒水二字的真正含义，不免心惊，顿时弱了拼酒为父报仇的念头。席散人去，整座别院里就只剩下使团自己的人。北齐的侍卫很有礼数地只在外门守护，而将内院的一应事宜都交给使团自己处理。房中只有5人：范闲、林文、林敬二兄弟、高达以及王启年。范闲闭目良久，确认房间四周并没有人偷听，才轻声开口说道：“我们这是在敌国心脏，做事说话都小心一些。”林文、林敬二兄弟确实有些文静，微微颔首应下。只是看王启年与高达似乎是范提斯的心腹，可能不大了解北齐近况。林文略沉吟之后，才缓缓开口，将最近上京的局势报告给范闲知晓。上山虎任的是闲职。范闲皱了眉头，这与事先的判断完全不一样。监察院本来以为北齐最能打仗的将领，既然从蛮荒冰雪之地南调，肯定是为了应付庆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怎么又变成了闲职？怀远大将军名字虽然好听，但是人在京中，身旁只有100私兵。这京中有上京守备，有3位大统领，有骠骑将军。怀远大将军虽然多了个大字，地位尊崇，但是奈何手中无兵。上山虎就算有绝世之勇，也只有老老实实地上朝下朝，抱着姨太太叹息。林文略带一丝嘲弄说道：“老虎养于匣中，再有威势，也只能吓吓人而已。”范闲轻轻敲了敲桌子，摇摇头，十分不解：“搞什么搞嘛？把这么一个家伙调回京都，不放出去打仗，就这么养着，这北齐是不是钱多了，没地儿花去？”林文叹息说道：“北齐帝后相争，谁都想争取上山虎的支持，但谁都怕上山虎完全倒向另外一边，所以现在只有先放着。不过上山虎的名头在此，在军方的号召力太强，就算京中只有他100亲卫，也没有谁敢轻视于他。”范闲摇头叹道：“难怪这次在雾渡河边上只是来了那么些私兵，我就奇怪，接应萧恩逃离这么大的事情，上山虎断不至于如此轻忽。”林文一怔，他并不知道使团这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林静在一旁赶紧低声快速解释了一番。林文心头大惊，看着范闲似乎没有受什么伤，这才放下心来，担忧说道：“上山将军与萧恩究竟是什么关系？”范闲陷入沉默之中，半晌后才轻声说道：“如果院子里没有判断错，上山虎应该是萧恩当年收养的孤儿。”收养的孤儿？众人大惊。范闲平静应道：“只是年代有些久远，萧恩被抓之后，北魏覆灭，天下大乱，上山虎恰巧就是那时候冒出头来的。监察院自然还有些别的证据，不然也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但是范闲此次北行的任务之中，还有一项就是要确认一下上山虎的师门。难怪上山虎急着要将萧恩救出来，这是北齐朝廷一个大问题。”范闲只是说了这句话，便戛然而止，微微皱了皱眉头。海棠想萧恩死，皇帝想囚禁萧恩逼出神庙所在，上山虎则是纯粹的想让老头儿能够有个幸福晚年。北齐势力最大的3方，
因为萧恩一个人便化成了3股方向完全不一样的力量，真有的热闹可以瞧。范闲当然也很想知道神庙的秘密，所以他不能只做一个看热闹的人。天色已晚，众人旅途劳顿，所以便开始安排休息的事情。至于明天的安排，自然有相关的官员拟好章程。林文只是捡其中重要的几项事宜向范闲禀报了一下。明日最紧要的事情便是入宫面圣，然后是在鸿胪寺谈判换服的事宜。范闲想了想后说道：入宫是上午，至于下午鸿胪寺那里。他转向林静说道：就要麻烦副使大人了。大人您。林静疑惑看着范正使，心想换服纳贡的重要场合，正使不到，那怎么能行？范闲微微垂下眼帘，悠悠说道：本官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换服的协议有2张纸，一张白的，一张黑的。范闲更看重黑的那张纸。他已经将萧恩和司礼交了出去，自然要马上确认严冰云的所在。范闲坐在前往北齐皇宫的马车上，呵欠连天。他本不是个择床的娇贵人物，但昨夜实在是没有睡好。再看跟在自己身边的高达和王启年，似乎也是一脸倦容，不难想象昨夜使团的人员集体失眠了。话说昨夜正要安寝之时，那位鸿胪寺少卿魏华又来了。他虽然没有进后院，却有数名歌妓美人携着一阵香风跑进了诸位南庆大人的房间里，一时间惊得众人大呼。范闲哪里知道这北齐居然有这等陪寝的规矩，唬了一跳。虽然看着床脚下半跪着的姑娘容貌姣好，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极是诱惑，但出来上京第一日就这般荒唐，范闲依然做不出，只好请他出去。被这一闹腾，自然没有几个人睡得好。倒是一位歌妓入了林静的房间，便一直没有出来。吃早饭的时候，范闲看着林静的脸色不是很好，林静却有些讶异，笑着解释道：就算北齐使团去京都的时候，鸿胪寺也是这般安排的。范闲抹了抹眼角，发现言石有些多，再看了一眼队伍前面那个精神百倍的魏华，忍不住在心里暗骂了几句，猜到对方大概是故意折腾的。出使其实和前世的出差差不多。范闲做如是想法。马车很平稳地走着，他贪婪地掀开车窗，看着街上的景色。好不容易来北齐上京一趟，连街景都没有瞄过，就要入宫去叩头，实在是有些大不爽啊，大不爽。下了马车，入了皇宫，堆起微笑，轻抚双手，踏入深深的门洞，骤见一片光明，光明处是重重楼檐，万间殿宇，宫中建筑多为黑色，庄严无比之中，犹有一丝清新古风。范闲微微一怔，顿在原地，看着面前的宫殿，就如同初到上京城外那般，又有些微失神。北齐皇宫与庆国的皇宫果然很不一样，并不以广大取胜，而是层层相叠，看上去优美静谧，似乎每一道乌黑色的梁柱都在讲述着这宫中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每一道长长木质行廊都在告诉来客，有多少远古的伟大人物曾经轻轻踏行而过。使团众人沉默了下来，7名虎卫因为身负长刀，自然不可能随入宫中，所以停留在外间跟在范闲身边的，除了林文、林静、王启年外，就是使团中必备的一些礼部官员。不知道走了多久，行过长廊，路过廊畔流水，渐向上去，终于来到了北齐皇宫的正殿。殿前大内侍卫凛然而立，神色坚毅，一看便知至少是7品的高手。厚重的木门外，有太监头子正半勾着身子等候。众人放轻脚步来到殿前，太监头子睁开双眼，有气无力地看了这些男蛮子一眼，一抖手上拂尘，用公鸭嗓子喊道：南庆使臣到。太监的声音并不响亮，而他身后那2扇木门却缓缓地应声而开，向来客们展露出了这片大陆北方权力中心的真正面目。大齐皇宫正殿极为宽宏，内部的空间极大，上方的垂檐之间全数是昂贵至极的玻璃所做，所以天光毫无遮掩地透入殿中，将宫殿常有的阴森味道全数吹散，一片清明凉爽。宫殿的2方是不知道什么材质做成的圆柱，以为支撑。圆柱上方漆着黑色，有经文为示，每条柱上都有盘龙入云之图，看上去精美无愁。圆柱之后是层层纱幔，后方隐有人影微晃，不知道是宫女还是太监。入得殿来，最先映入范闲眼帘，让他记忆深刻的便是门前那条长长的直道，直道两侧竟然是2池清水。使团在太监的带领下，缓缓沿着直道前行。初次进入这个宫殿的庆国官员，此时与范闲一样，心里都难免震惊，脚下的直道竟是青玉造就，上面铺着华美的毯子，脚掌落在上面的感觉异常温柔。而直道2旁的清水更是让众人意想不到，这样大的一座宫殿里，竟然还修了2道水池，池水倾湛无比，水中犹有金色鱼儿自在游动。若眼力够尖，像范闲这样，还能看清水池最深处有一黑一白2条大鱼，正雍容华贵的轻摆双尾，浮于白沙之上。副使林静看着眼前这幕，不禁在心中叹道：这样奢华的宫殿，足以看出北齐继承当年第一大国北魏的家产后，究竟拥有怎样的国力财力。只可惜，也正是由于皇室奢华，才养就了北齐的靡靡之风，
软弱之气，才会连年败于本国之手。尝到之后，便是北齐重臣朝班所在，身后水波侵犯，殿上无由清风渐起，地上当是檀木板铺就，一片庄严肃穆。正前方高高在上，乃是龙椅。北齐天子此时正煞有兴趣地看着渐行渐近的一国使臣，使臣跪于地班之上，以臣子之礼拜过敌国皇帝，口称万岁。平身吧。北帝皇帝微微一笑，似乎能够让南侵的臣子拜伏在自己脚下，确实是件很舒服的事情。范闲暗吐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却发现一双目光正投在自己脸上。他有些讶异，回目望去，却发现龙椅之上那位年轻皇帝正用一种有些暧昧的眼光看着自己。这位北齐的年轻皇帝亲政不过2年，今年应该才17岁，和自己同龄。文学方面的老师是庄墨涵的二儿子，武道方面的老师是苦河国师的大徒弟，结果弄到现在文不成，武也不咋地。此人不好女色，与庆国那位皇帝陛下有些相似，有些贪玩，对于太后是又敬又惧又怒，对于群臣多赏少罚。这位年轻皇帝好像还相信爱情这种东西。这是范闲看见那张略有些稚嫩的天子面容时，心里第一时间浮现出来的诸多信息。但他马上知道自己失礼了，当一国之主望着自己时，自己身为臣子，断没有与对方对望的道理。于是他赶紧微微低头，沉默地站到一边，心里却疑惑着先前所见到的那双暧昧眼光。身边临近铿锵有力的声音响了起来。身为副使的他，在范正使极其懒惰的情况下，不情愿的一肩担起了所有繁复的礼节与公务。此时他念的正是庆国皇帝陛下亲拟的国书。范闲在一旁随意听着，知道不过是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两国情谊永固，世代兄弟，这些谎言连儋州卖豆腐的东儿都骗不倒，却偏偏还要郑重其事的念出来。果然，那位齐国年轻的皇帝陛下正在不停的微微颔首，表示对南方那位同行的赞同。范闲在心里嘲笑，脸上却是恭谨自持的微笑着，似乎已经陶醉于两国间的友好气氛之中。紧接着，北齐的礼部官员又出列，一例一通咿咿呀呀的美文出口，这事儿算是有了个初步的结果。但范闲依然感觉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时候他发现，除了那位年轻皇帝陛下之外，又多了很多双目光望着自己。就算他再如何心神稳定，也开始纳闷起来。其实纳闷的倒是北齐群臣，大家都知道此次南朝来使，正是那位一代诗仙范闲，所以大家都很感兴趣，能够让本国一代大家庄墨涵郁郁反国的年轻风流人物究竟是什么模样。今日殿上，这位范闲却始终金口不开，连诵读国书这等大事也全部交给副使去做。群臣不免对这位容貌清俊无比的年轻名人更加感兴趣起来。范闲有些不自在起来，疾步一查的往后退了小半步，微低着脸颊，用眼角的余光在殿上快速扫了一眼。齐国朝廷的这些臣子没有什么出奇的人物，最让他好奇的是高高在上的龙椅旁边正在微微荡漾的珠帘，珠帘上面泛着群臣后方水池子里映来的清光，看着清美无比。他知道那位北齐真正有权的皇太后就在珠帘之后。许久之后，龙椅上那位天子称和打了个给欠，似乎也听得厌了。使臣们远来辛苦，退下歇息吧。年轻皇帝挥挥手。范闲如释重负，满脸微笑，富贵于地，与众下属对着龙椅拜了再拜，就准备拍屁股去找北齐那些真正办事的官员，赶紧去把可怜的严公子搞出来。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人的意料。范公子，北齐皇帝的唇角似乎带着一丝笑意，看着范闲轻声唤道：“你且留下陪朕说说闲话。”群臣一阵微讶，心想朝堂之上，陛下竟然称呼对方主使为公子，而不是官称，实在是有些不合礼数。范闲却想不到这些，只是心头大惊，难道这位年轻皇帝知道了什么？他赶紧行礼应道：“外臣出至，不知殿前应对，实在惶恐。”“无碍，无碍。”年轻皇帝似乎很好说话，笑着说道：“此次得知是范公子前来，朕极为欣喜。好叫范公子得知半闲斋诗话，朕也是时常诵读，就连太傅大人对公子才华也是赞不绝口。今日国事已毕，范公子且陪朕随意走动走动，朕盼着范公子前来已久，也顺路让范公子看看本朝皇宫里的景致。”话已经说到这份上，身为外臣的范闲哪里还敢多话，只是心头微微一动。北齐太傅是庄墨涵的儿子，庄墨涵在庆国皇宫之中被自己整得狼狈不堪，对方竟然夸奖自己才华。使团退出大殿，林静略含担忧的望了范闲一眼。范闲微微颔首，示意对方自己会注意。当北齐的臣子们也退出去后，整座大殿显得更加清旷，隐隐可以听见长台畔水池里鱼尾积水的哗啦之声，曼纱后方宫女们轻柔的脚步。一直坐在龙椅上的年轻皇帝此时似乎放松了下来，伸了个懒腰，望着范闲呵呵一笑，径直从龙椅上跳了下来，接过太监地上的毛巾胡乱擦了擦，一拍范闲的肩膀说道：“走，我要让南朝的诗仙瞧瞧咱们北国的仙宫。”范闲暗自叫苦，谁能料到这位陛下竟还是个孩子习性，正准备跟着他往殿后走去，
却听着那曾自己一直暗中注意的珠帘后传出一声咳嗽的声音。北齐皇帝微微一怔，面带苦涩，转过头来，对着珠帘行了一礼，道：“母后，孩儿见着范闲心中喜悦，故而失礼，还望母后饶恕。”已有宫女缓缓拉开珠帘，当当珠子碰撞之声清脆响起，一位贵妇从帘中走了出来。范闲赶紧低头，不敢细看，但奇毒的眼光依然看着珠帘下方的那只脚。那位贵妇穿着一双绣金的绸花鞋，看似随意，却华贵无比。更让范闲震惊的是，紧随着这双绸花鞋后，还有另一双脚也随之踏出了珠帘。这个世界上有谁敢和北齐太后一起坐在珠帘之后，听着皇帝与外国使团的对话？那双脚上穿的是一双布鞋，鞋底是千层布密密纳成，是乡村里极常见的手艺，鞋口是黑白二色，只在那细细嫩嫩的脚跟处露出一丝喜庆的花布。这种布鞋通常会在乡野彼得的新年中看见，而出现在北齐的宫廷之中就显得异常怪异了。范闲却猜出了布鞋的主人是谁，愕然抬手，再也顾不得礼数，双眼宁静，实则暗自警惕地看着他，看着头上依然扎着花布巾的海棠姑娘。没想到海棠竟然会和太后一道从珠帘里出来。范闲与海棠的眼光宛如实质一般撞在一处，北齐宫殿里的空气都有些不安起来。也不过白驹过隙的一瞬，范闲又已收回目光，向着海棠身边的贵妇跪了下去。外臣范闲拜见太后。太后看了他两眼，微微皱眉，心想这个叫范闲的庆国官员怎么生得如此漂亮，简直可称为妖邪了，难怪朵朵今日非要偷偷上殿来瞧。难道身边这丫头？他将这些想法挥去，微微颔首，然后对皇帝说道：“你师姑回来了，既然你要带范大人去宫中闲逛，那和师姑一路去吧。”皇帝面有难色，似乎很不情愿和海棠一起去，但难爱母命，只得苦笑着对海棠说道：“师姑什么时候回的？”海棠将冷冷的目光从范闲的脸上移开，对着皇帝微微一伏行礼道：“陛下，民女昨日回京，家事心忧，最近京中恶人太多，故遣民女回宫。”范闲苦笑：“上京有恶人？”这自然说的是爱用春药的自己。行走在齐国的皇宫之中，范闲不由想起了一个已经很陌生的成语，这是前世的残留，齐人之福。因为这座皇宫着实配得上年轻皇帝先前说过的仙宫二字。生活在这座皇宫里的齐国贵人确实很有福气。高高的青树从整体颜色为素黑的宫殿群落旁伸展出来，就像是一位冷峻而细心的女子正在为谁打着小扇。那些轻轻匆匆的树枝或俏皮地探出素黑眼角来偷窥，或无力慵懒地搁在青瓦之上暂歇，或是在宫中地上那些花枝招展的鲜花上方伸着懒腰，像是在蔑视那些娇弱的植物。整座宫殿与四处可见的大青树交杂着，辉映着，青黑相间，刚柔互济，美不胜收。宫殿群分作好几层，依着一方青山而建，显得格外奇妙。三人在一大堆太监的服侍下往前走去，绕过山间清溪旁的长廊，已经上到了第二层。直到此时，范闲才稍稍镇定了些心神，开始用心观察皇宫里的景致，不免有些赞叹。虽然皇宫依山而建，从军事或者日常起居的角度来看，是显得有些愚蠢的抉择，但看着长廊旁的清水缓缓流淌，四周清爽的颜色风景充斥着眼帘，范闲也终于明白了很多年前的人们选择此处做皇宫的真正理由。美，真是太美了。可惜范闲不是齐国人，此时更没有齐人之福，身边并没两个绝色美女相伴，有的只是齐国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还有齐国年轻一代最强的高手，曾经打得自己满地狗爬的海棠姑娘。皇帝身着黑色外衣，腰间系着金丝圣带，袖口宽广，打扮颇有古意。他双手负于身后，当先领路往宫里走着，似乎忘记了是他强拉着范闲留了下来。范闲有些拘谨地跟在皇帝的身后，时不时用余光瞥一眼身旁的海棠。他和这位女子之间更是有极大过节，虽然相信在皇宫之中对方不会对自己如何，但感觉总还是有些紧张。但是海棠朵朵竟是正眼都没有看他，似乎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也没有中过他的毒，也没有听过他的酸词。范闲明白了一些什么，所以温和笑着，没有多说话。不过一时，那位年轻的皇帝陛下似乎终于是累了，指着前方一处平地里的凉亭，轻轻一点手指头。霎时间，一大群太监脚不沾地地冲了过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凉亭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几个坐篮是擦了又擦，点了几炷熏香，备好了清明壶杯。走入凉亭之中，身旁山风夹着清流诗意微微拂来。皇帝站在栏边，双手负于身后，轻声说道：“拍栏杆，菱花吹鬓山风寒，浩歌经的浮云散。”范闲恰到好处应道：“好词句。”皇帝转过身来，一双清明眸子极感兴趣地望着范闲，半晌后忽然开口说道：“拍阵马屁，拍得如此漫不经心的，范闲你当是第一人。”范闲一窘，不知如何言语，拱手道：“外臣惶恐。”“惶恐倒罢了，不要惶恐不安就是。”皇帝坐下，取起茶杯便饮了一口，忽然看见海棠，
不由笑着说：“小师姑，今日在阵面有怎么这般拘谨？往日里是请你也请不动，只肯在园子里种菜。今日既然入宫，且放宽欣赏赏景也好。”他轻声叹道：“朕总以为这宫殿太美，美到朕都没有心思出宫行走。”这话里似乎有些旁的意思，范闲只当自己听不懂，在皇帝的目光示意下坐了下来。自有太监奉上金茶，他缓缓啜着，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皇帝忽然间动心思将自己留在宫里，究竟是什么意思。海棠也端了杯茶，坐在山亭外侧的栏杆上，目光投向亭畔流水，不知所思何物。范闲，你看朕这宫中景色如何？范闲微微一怔，心想这是皇帝今日第几次重复这个话题了。略一斟酌后答道：宫在山中，山上有树，树在宫中，景致清美。最稀奇的倒是这重重宫檐竟似与整座山景浑然一体，一不显得山色吞没了皇宫威严，二不因宫殿之繁华弱了山色苍漠，竟给人天人合一的感觉。外臣实在是赞叹不已。范闲无意的话语似乎让北齐的皇帝有些惊讶。同一时间，皇帝与海棠都用一种很诧异的眼神看着范闲。皇帝本来只是随口一问，不料范闲却答出天人合一四字，不免让这两位齐国最顶尖的人物感到大为震惊。须知道，天下四大宗师中的苦合一派讲究的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只是此一妙诀向来不传外人，此时竟被范闲通过续景随口说了出来，实在是有些震撼。海棠宁静明亮的眼神盯着范闲的脸颊，似乎想瞧清楚这位名噪天下的师者究竟是偶然得知，还是真正的通过皇宫之景看出了些什么道理。范闲却没有这种自觉，所谓天人合一，这是他遥远记忆中哲学课上已经讲烂了的话题，随口说出，当然没有想到会让旁人如此惊骇。此时看着皇帝和海棠若有所思的表情，他也不免疑惑起来，问道：外臣可是哪里说的不对？皇帝哈哈笑道：即是，哪里有不对的道理？范闲，你果然不愧是一代诗仙，随口说的话语竟是暗合至理，妙极。皇帝微微一笑，看了海棠一眼，说道：小师姑以为范公子这话如何？海棠一礼说道：范公子以景数理，可谓通才。三人又随口闲聊了数句，便将此事遮掩过去。皇帝忽然皱眉说道：此处山亭，我上个月也曾经停留颇久，其实树在亭上，月在云上，朕在流水之上，四周清风徐来，感觉无比快意，浑忘了尘世间的烦恼，所以这些日子我时常来此驻足，但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不知为何。海棠忽然面露郑重之色，说道：陛下乃齐国之主，天下子民万心所向，这尘世间的烦恼本就存在，若强要忘记已属勉强，更何况陛下一身系天下安危，陛下心思左右万民福泽，怎能图一时之快意，而忘却尘世之烦恼？陛下应时刻铭记天下子民多在困厄之中，以万民之烦恼为己身之烦恼，如此才是一代帝王应执之念。皇帝凛然受教，起身行礼道：多谢小师姑指点。范闲在一旁淡然旁观，发现这位皇帝是真的流露出受教的神色，不免有些讶异。看来这位曾经被自己折腾得够呛的海棠，在齐国的地位竟然是如此崇高。不过他对于海棠的这种说法不免有些不以为然，脸上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眼瞳里却闪过了一丝笑意。可是这一丝变化怎能逃脱一位九品上强者的眼光？范大人有何不同看法？很奇妙的是，海棠的问话里并没有敌对和尖酸的味道，倒更像是正常的询问。北齐多好辩论力学记事之术，所以单从容纳其他意见的角度上看，倒比庆国的风气更好些。范闲微一皱眉，旋即笑着说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然是身为帝王，身为臣子应秉持的理念。只是若依海棠姑娘所说，日夜不能忘却世间黎民疾苦，虽然陛下可以以此警惕，不懈政事，为万民谋福，但是长久以往，不免会太累了些。精神不济之下，就算有再多怨心，也做不好事情。所以外臣以为，能忘忧时，须忘得彻底。正所谓天下常忧，天子不可常忧。他这番解释毫无说服力，但妙就妙在头两句话当中。海棠听着这两句话后，眼睛更亮，根本没有去听他后面说了些什么，只是在慢慢咀嚼其中的滋味。而皇帝陛下更是拍案叫好，好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钦此言果然道尽臣子之中道，天子之应持。好。四周的太监宫女们不是很明白皇帝在说什么，但是看见这位南朝使臣能将陛下逗得如此高兴，也不禁纷纷面露微笑，向范闲投去感谢的目光。范闲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在心底里对前世那个本宗喝稀饭的哥们儿竖了竖大拇指。年轻皇帝已经开始唤范闲为范钦了，自然能够看出这位天子对于范闲是极为欣赏。皇帝今日将这位外臣留在宫中，本来是另有要事安排，至于赏景，不过是因为海棠小师姑被太后安排在身后，
这位天子不大方便与范闲说话，所以刻意找的话题。不料范闲的应对道着实有些味道。皇帝笑着望着范闲说道：“范公子文武双全，实在是世间难得的人才。”范闲连称不敢。海棠忽然开口说道：“那依范公子所言，天人之道该持如何观？”范闲微微一怔，心想自己最不擅长玄谈之道，先前那茶话语已是很苦闷，怎么还要继续？皇帝微微一笑，挥手止住海棠的发问，转而问道：“那范公子以为为何朕这些日子再也找不到那夜的清旷神思？”范闲微微皱眉，看了看山庭四周，指着那炷香轻声说道：“陛下，移了此香，在退却身旁诸人，或可寻回当夜感觉一二。”皇帝微讶，一言让众太监宫女退到远处看不见的地方，又移走了那炷安神之香。一时之后，清风在心，吹散一阴香味，只留下淡淡山间宫殿清旷。皇帝缓缓闭上眼睛，良久之后面露喜色，睁开双眼微笑说道：“果然有了几分感觉。”范闲笑着解释道：“皇宫中的用香自然是极品，但与这山林间的香味较起来，不免会多了几丝俗气。”海棠在一旁微微颔首，似乎深为赞许范闲这个说法。复又坐于山庭之间品茶，范闲心头的疑惑却愈来愈深。初至上京第2日，这位年轻的皇帝便将自己留在皇宫之中，此事大大不合规矩。不论怎么讲，自己也是位外臣，而且两国之间虽然脸皮完好，但下面一直在下阴手。皇帝忽然轻声叹道：“范公子，你知道为何朕要将你留下来？”范闲微微一凛，不知道对方是看出自己心头的疑惑，还是凑巧，恭敬说道：“请陛下示下。”皇帝微笑说道：“名义是因为朕喜欢半闲斋诗集。”他接着对范闲笑道：“当然，朕确实极喜君之诗句，只是那家谭伯书局卖的极贵，故而年前朕曾经从内库里拨出些银两，在大齐境内刊发了不少范卿诗集，送往各地书院。朕如此看重，不知范卿何以报我？此人乃是一国之君，心想自己动用内库银两，为你这年轻诗家印书扬名，对方岂不是会马上感动的无以复加？”哪里料到范闲竟是面露苦涩，磨蹭了半天才站起身来，对着皇帝行了一礼，心里却开始骂起娘来。这个世道果然没有盗版的说法，您这皇家害得谭伯书局行销北方的生意今年差了30%，七叶掌柜天天揪头发，居然还要老子这个东家来谢你。海棠忽然在一旁轻声说道：“陛下，谭伯书局是范大人家的生意，您这做法只怕范大人非但不能领情，心中还略有会意。”范闲赶紧笑着解释：“绝无此意，绝无此意。”皇帝微微惊讶，看了范闲一眼，说道：“范卿一代诗家，怎么还做生意？”范闲苦笑应道：“挣些零花总是好的。”海棠在一旁笑道：“这天下最大的书局，居然也只能给范公子挣些零花。”皇帝不知道海棠小师姑与范闲在雾渡河镇外的那些故事，所以发现小师姑似乎与范闲之间隐隐有刀剑之风，不由好笑起来，说道：“小师姑，您与范卿家可谓是当今天下一南一北名声最为响亮的年轻一代人物，怎么今日见着却像小孩子一般喜欢斗嘴？”海棠微微一怔，也发现自己今日说话似乎略有些刻意厉狠，与往日自己的恬淡心性大不一样。范闲笑着解释道：“或许海棠姑娘依然认为商贾乃建业吧。当今天下，虽然从叶家开始，商业的重要性已经完全体现了出来，各国皇室没有不注意此道的，但在表面上，大多数人还是将行商看成比较低下的职业。”不料海棠微微摇头说道：“工农商事，天下人做天下事，哪有贵贱之分？”范闲很喜欢他的这个说法，似乎是因为太后让海棠跟在身边，少年皇帝内心深处想与范闲说的事情始终无法说出来，天子脸上渐现烦倦之色。范闲与海棠互视一眼，本以为这个女子会识趣的走开，留给自己与这位皇帝一些亲近空间，谁知道海棠竟是面色宁静不变，全不依会皇帝的脸色。皇帝忽然自嘲一笑，走到山亭旁，看着脚下汩汩流下的山水，叹息道：“范闲，这一路北来，你看我大齐风貌如何？”范闲沉声应道：“北齐物华丰宝，山清水秀，地大物博，百姓安居乐业，实在令外臣叹服。”皇帝忽然转身，用平静至极，完全不像17岁人的眼光看着范闲：“那你以为朕这天下与你南庆相比如何？北齐与南庆的比较，这个话题就有些敏感了，既不能弱了自己国家的声势，身为使臣又不能太过落北齐的面子。”但范闲却答得流畅自如，像是从娘胎里就开始思考这个答案一般，说的是理直气壮，铿锵有力，快速无比，让海棠姑娘气歪了那张似乎永远恬静的脸，让皇帝陛下大张着嘴，露出那些保养极好的白牙齿。只见范闲满脸温柔微笑，一抱拳，开口说出几个字来：“外臣不知。”好一个外臣不知！皇帝先是一愣，然后便开始哈哈大笑起来。这话回得无赖，自己却不好如何治他，毕竟是所谓外臣，
即便知道庆国如何，也不知道齐国如何，又怎能比较？皇帝看着范闲，笑着摇摇头。今日才知道，朕一心念着的一代诗仙，居然是个巧舌如簧的便士，难怪南庆皇帝会派你来做正事。范闲笑着说道：“外臣为官不过一载，陛下遣臣前来，主要是心慕北国文化，臣在这方面又有些许薄名，所以才会让臣来多受熏陶。”皇帝笑了笑，说道：“诗仙之名在此，朕自然会让那些太学的学生们来听范亲家讲讲课。”范闲心头一苦，心想自己在庆国京都太学都是不用上课的假教授，怎么到北边来了，却要乘客做教授？朕若南下，范亲看有几成成算？少年天子面色宁静，但自小在深宫里养就的威严感忽然逼面而来。这个敏感而狂妄的问题，当今天下也只有2个人可以问出，但问的乃是敌国使臣，其中意思就有些有趣，就如一道春雷炸开。范闲面色不曾变，淡淡应道：“一丝成算也无。”为何？蓝判皇帝冷冷看着范闲：“其人不思战，必危。”范闲笑着说道：“庆人多好战，必殆。好在2位陛下，一者发愤图强，一者老成持国，恰好平衡了此2端。”皇帝忽然开口问道：“你们庆国的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朕曾与他通过2封私人书信，却始终有些看不明白他。”范闲心里开始骂娘，心想自己终究是庆国之臣，你玩这么一招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闭口不言。北齐皇帝见他模样，反而笑了起来，轻声说道：“你那皇帝终是会老的，朕终是会长大的。日后我纵马南下，还盼范卿能为我殿中辞臣。”范闲眉头一挑，不卑不亢应道：“陛下若南下为客，外臣定当作诗以贺。”同是南下，意思却是2端。齐国皇帝的意思自然是领军南下，将庆国吞入疆土之中；范闲的意思却是齐国皇帝南下为客，自然是阶下求客。话不投机，范闲面色平静，心中也不揣然，只是想着面前这位年轻的皇帝果然是卫心有大志之人，只是当着自己面说的话不免也太多了些。不知道是因为年轻气盛而失言，还是根本没把自己这个外臣当回事，只是想借自己的嘴将他的意志传到南方的宫廷之中。皇帝忽然间眉头涌起淡淡忧愁，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轻轻一挥手说道：“上京一向太平，不过2国之间向来多有误会，朕担心会有人意图对范卿不利。虽然那些人不敢对你如何，但挑衅之举只怕是难免的。范卿家看在朕的份上，多担待些。”范闲大惊，倒不是这话里的内容，反而是年轻皇帝说话的口气。什么看在天子的面子上，多担待些？范闲自负自己怎么也没有资格让一国之君如此看重，更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年轻皇帝会对自己如此厚看。朕有些乏了，范卿先回吧。皇帝轻轻拍着栏杆，回头望着一直静默着的海棠：“小师姑，您送范大人出宫，免得他迷了路。这段日子，若有人对南庆使团无礼，还烦小师姑说几句话。”北齐海棠一句话，相信那些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会收敛许多。海棠微微一拂，道：“遵陛下令。”范闲眉头微挑，心想那岂不是要经常与这位9品上的女子见面？这还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皇帝忽然微笑说道：“听闻范公子如今不再作诗，朕心实在是有些失望啊。”范闲苦笑应道：“请陛下恕罪，诗乃心语，近日外臣心绪不宁，实在不成。”皇帝一挑眉头，似笑非笑望了他一眼，说道：“只怕是因情而失。范闲你看着朕这浊物，自然兴不起什么事情。”范闲满头大汗。皇帝忽然哈哈大笑：“昨日太后倒是给朕看了手小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范闲果然好才情。”范闲大窘，海棠更窘。范闲在海棠的带领下出了山亭，沿着那道清幽的小道往山前的宫殿乌黑建筑群行去。山亭里，那位北齐的年轻国君沉默地站立着，脸上已经褪去了先前谈话时的兴奋神色，唇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天子忽然闭上眼睛，深深嗅了2下，发现似乎真的找回了一丝那夜孤身望月的感觉。身后有脚步声响起，皇帝知道是太监们赶着过来服侍自己，略感厌烦地挥了挥手，阻止众人入庭，依旧有些孤单地站在山亭之畔，不知道想着什么。许久之后，他忽然叹了口气，轻声自言自语道：“原来范闲长得就是这个模样啊，离离也该到了吧。”另一边，范闲沉默着紧张着，跟在海棠的身后往皇宫外走去，一路山景无心去看，清风无心去招，只是堆着满脸虚伪的微笑，自禁地保持着与这位奇女子的距离，眼光可以将海棠姑娘行走的姿势看得很清楚。海棠姑娘1步3摇，却不是那种烟视媚行的女子勾引人的摇法，而是一种极有乡土气息的摇法。她的双手插在身外大粗不衣长的口袋里，整个人的上半身没有怎么摇晃，下面却是脚拖着自己的腿，在石板路上往前拖行着，
看上去极为懒散，却又不是出于美人那种性感的慵懒。范闲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始终没有看明白这是什么走法。难道对方是在通过走路，也在不断的修行着某种自然功法？范闲大感佩服，他一向以为自己就是人世间修行武道最勤勉的那类人，一天晨昏20的修行，从儋州开始便从未终止过，但从来也没有想过，连走路的时候也可以练功。难怪人家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就是9品上，自己拼死拼化也才刚刚迈入9品的门槛。难怪人家小姑娘被北齐人拱为天脉者，而自己却只能无耻的靠些诗句赢取江湖地位。难怪人家小姑娘轻轻一挥手，自己就要在地上狗爬。难怪自己暗弩飞针春药齐出，别人也不过泡泡湖水，最后极潇洒的一挥袖走了，根本不将自己放在眼里，因不屑故不恨也。范闲心里一片黯然，心想这等天才人物又如此勤奋，大概只有五竹叔这种天才中的天才才能比拟，自己可能是没辙了。又看了许久，海棠似乎也感觉到身后那2道火辣辣的目光总盯着自己的臀部和腰部，终于受不了了，静静回首，静静盯着范闲的眼睛，似乎要剥下范闲这身轻美的皮囊，露出里面猥琐的真身来。范闲的眼中一片清明，根本没有一丝杂意，看着对方转身微微愕然，知道对方想错了什么，苦笑说道：只是看姑娘走路姿势奇异，想来是在练功，故而十分佩服。他愕然，海棠更是愕然，微微张着嘴看着这个庆国来的年轻人，心头一阵纷乱。他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中与宫中停留，一向心性稳定如石，但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范闲这张可恶漂亮的脸，听着范闲不着4、6的说话，就是无由火起。此时听着范闲说的话，更是莫名其妙，半晌后才憋出句话来：不是练功。说完之后，海棠姑娘才觉得有些奇妙，自己为什么要对她解释这个。于是她微会说道：我从小就是这么走路的，太后说了我许多年，我都改不过来，范大人如果觉得看着碍眼，不妨走前面。范闲愣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只得郁郁跟在转身的海棠身后继续前行，但海棠依然那般拖着脚掌，揣着双手，懒懒散散地往前走着。范闲微微偏头，皱眉看了好久，忽然想明白了这件事情，这哪里是什么功法，这不就是农村里面那些懒婆娘最常见的走路姿势。一想到堂堂9品上的高手，在世人眼中像仙女般的海棠，竟然骨子里真是个村姑，走在皇宫里就像是走到田垄之上，范闲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范大人因何发笑？这是意料之中海棠的发问。范闲咳了2声，满眼笑意解释道：我很喜欢姑娘你走路的姿势。海棠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怒意。范闲赶紧说道：若有欺瞒，天诛地灭。这事发的毒由不得海棠不信，但海棠依然不明白自己被宫里人取笑了许多年的走路姿势，为什么身后这个年轻的家伙会喜欢。一想到范闲在北海边上的那些无耻手段，海棠姑娘的心里更糊涂了。2人复又陷入沉默之中，在满山青树屋檐的陪伴下往皇宫外行去。海棠在北齐的地位果然十分尊崇，沿路所见太监宫女，一听着那双布鞋与地面的懒懒摩擦之声，就抢先避到旁树下，对着这位懒散村姑恭敬行礼，不敢直视。陛下对外臣恩宠，外臣实在有些惶恐。范闲终于小意地试探着问了一句：范公子何必自嫌？海棠面无表情回答道：陛下最喜诗词，半闲斋诗集一出，天下士子人手一卷，陛下自然也不例外。庄莫涵大家自南庆返京后，曾在宫中与陛下一番长谈，从那日起，陛下嘴中便不曾少了范公子大名，时常说道：若北齐能有公子此等诗才，那便大妙，大有遗珠之憾。如今公子押送萧恩返京，两国又在对峙之中，陛下自然担心范公子你的安危。范闲沉默不语，才知道原来这位年轻的皇帝与没有见过面的自己之间，竟然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只是那位少年天子眉间有忧愁，想来定还有些事情想要告诉自己，但是宫中耳目众多，天子又不愿意当着海棠的面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确实有些意想不到。范闲微微皱眉，似乎不大相信海棠的说法。海棠轻声说道：今日范大人见着宫殿山林，便脱口而出天人合一4字，海棠佩服，日后国务之余，范大人若有闲暇，还盼不吝指教。家师官半闲斋诗集后，曾沉默数刻，对公子大家赞叹。我本有些讶异，今日相谈，方知盛名之下无虚事。哪里，对方这话说得很有几分真诚，所以范闲应得更加诚心诚意，言冰云一事，还请姑娘大力协助。我向来不干正事。海棠轻声说道。范闲眉头微皱说道：那姑娘为何要单身赴北海，杀死萧恩？难道不知道萧恩如果真的死了，对于此次协议会有极大影响？海棠微笑说道：范公子似乎在我出手前也曾经想过要杀死萧恩，为什么后来忽然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对于萧恩的秘密也很感兴趣。
范闲搓了搓有些微湿的手，扭头看了看这阔大宫殿群里的景致。海棠静说道：“我杀萧恩，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秘密会对很多人造成很大的麻烦。”二人极有默契的同时驻脚，停留在一株大树之下，头上青叶如衣，遮日附体，一片清凉。范闲将目光望向海棠平静稳定的双肩，忽然说道：“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永远的秘密，萧恩活着，也许会让很多人死去。”范闲挑挑眉头，知道对方这种无来由的悲天悯人，在很多方面会显得很混账，但自己也不可能仅凭几句话就改变什么。陛下似乎有事相求范公子，海棠说道。范闲微微一怔，知道对方也看出来，想了一想之后，诚恳问道：“不知道海棠姑娘何以教我？”海棠轻声说道：“我也不知，只是如果事情与司礼里有关，还请范公子通知我一声。”范闲没有马上应允，只是陷入了些微的苦恼之中。堂堂一国天子，究竟要自己帮什么忙呢？难道真是司礼里？可自己在北齐要人没人，要是没事，能做此什么？李李是个可怜的姑娘，好姑娘。海棠双手依然插在大口袋里，说道：“范公子能帮忙就帮一下。”范闲想到了北行马车上的种种，一时失神，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二人又恢复了沉默，缓缓前行，任由头顶的青青树叶与更上方的阳光交舞织成的光影落在彼此的身上，青色长衫与花布粗衣之上。范闲忽然抢先几步，与海棠姑娘并排走着。海棠侧头淡淡看了他一眼，也没有说什么。范闲渐渐将心事放下，学着身边这女子的村姑姿势，微微抬着下颌，目光略带一丝懒散之意的四处扫着。身上青色长衫没有口袋，所以无法插手，只好将手像老学究一般负到身后，髋部提前，放松身体的每一丝肌肉，任由着那双似乎极为沉重的脚拖着像是要散架一般的身体，在石板路上往前面懒洋洋地走。海棠再次侧头看了他一眼，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学自己已经养成习惯的走路姿势，眼神里的情绪有些复杂。范闲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像是没有察觉到他的目光一般，与他并排懒洋洋走着。海棠也懒得再管这杯篮子，微微动了动脖颈，似乎十分舒服。范闲也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此时日近中天，阳光一片炽烈，两双脚擦地的声音渐渐合成了一处，让人无来由的犯困。二人就这样拖着步子在皇宫里行走着，看上去倒像极了一对农村里的懒夫妻赶着从田里回家去午睡。一滴汗从海棠的鼻尖渗了出来，那张普通的容颜有着一种异样的魅力。上次你给的解药，陈皮放得太重，吃得有些苦。海棠姑娘陶醉在阳光之中。范闲一笑，知道对方已经看出自己那日用的诈，轻声说道：“我是监察院的提司，不是求天道的高人，使些手段是常事，姑娘不要介意。当然，若您真的介意，您也可以给我下下。那要……”这话有些轻佻了。海棠却不像一般女子那般红脸做羞意，淡淡说道：“若有机会，自然会用的。”范闲大汗，然后又听着对方说道：“你是监察院里的提司，行走在黑暗中的人，为何从儋州去庆国京都之后，却大肆散发光彩？就像如今你走在阳光之中一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要用它来寻找光明。”范闲继续借用那一世哥们儿的精彩句子，虽然这哥们儿死得挺窝囊，挺王八蛋。果不其然，海棠微微一怔，侧头看了他一眼，想必心里对范闲的看法在不知不觉间又发生了某种变化。范闲笑着继续说道：“当然，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更多的时候是用它来对这个世间翻白眼。”海棠姑娘终于笑了，正所谓嫣然一笑逐离间，海棠满山总粗俗，若是宫墙为竹篱，何惧世人粗俗意。出了皇宫，与已经面露焦急之色的虎卫与王启年说了两句，在北齐御林军的护送之下，范闲这位男庆正使坐着马车回到了别院外。刚下马车，却见着眼前一片嘈乱，不由微微吃惊。等到他往别院正门口走了两步，看清楚场间的模样时，不由大感震惊。门前正有许多北齐的衙役与侍卫正蹲在地上捡东西，每个人的身后都拖着一个大麻袋，不时捡起一物便往里面扔去。看他们拖动的姿势，似乎那些东西有些重。范闲大感好奇，对身边的王启年说道：“这是怎么回事？”王启年也大感不解。众人走上前去，这才发现原来别院门口这一大片空地上居然被扔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刀，有绿宝石座鞘上装饰的，有古朴的，有新潮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北齐人最喜欢随身佩戴的小弯刀。范闲倒吸一口凉气说道：“赶紧去把那些麻袋抢回来，既然是扔到咱们门前的，就算要当破铜烂铁卖，这笔外快也得咱们自个证。”今儿在皇宫里赏景谈天学村姑走路，他的心情大是舒服，所以此时说起笑话来，倒有了范思哲的几丝风采。王启年苦笑道：“大人真是好心境，这样还能说完笑话？”范闲无奈苦笑道：“那不然怎么办？难道还真的每把刀都接着？”
自从在京都险些被京都守备之女叶灵儿一刀砸中鼻梁后，范闲就清楚这个世界上武道决斗的规矩，扔刀子到对方的脚下，对方如果应战，就会捡起刀子来，不过半天的时间，怎么会忽然多了这么多来闹事的？他皱眉问道。此时别院门口一直有些惴惴不安的副使林静与那位常驻上京的官员林文，见到正使范闲回来了，松了口气，沿着别院墙根溜到众人身前，解释道：不知道是谁将此次两国间的协议漏了一部分出去，上京民众知道此次北齐要割让土地，群情激愤，虽然普通百姓不敢做什么，但那些年轻的王公贵族们却找上门来了，说要找我们这些男人比武，要一雪沙场之耻。范闲一怔，心想换服割土的协议，北齐朝廷肯定不会昭告天下，又是谁会将这事儿捅了出去？看来宫里那位年轻皇帝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他此时来不及关心自己的头号粉丝，头痛看着地上那些小刀，说道：这些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吧，我待会儿马上要去他们礼部衙门一趟。虽然有相关的下属在着手进行换服与划界、互换国书之类的事情，但是沿冰云那块范闲坚持由自己处理。大人，您可不能走啊！林文林静二兄弟是典型的文臣，使团中武力最强大的虎卫当然跟在范闲身边，那些用各种身份掩饰的监察院高手也只听范提斯的命令，所以二人身处敌国心脏之中，看着小刀横飞于院前，早就吓得不轻。此时听着范闲要走，生怕那些北齐的年轻权贵又来闹事。范闲皱眉，有些反感的看了二人一眼，说道：身为庆国官员，还是要心神稳定一些，莫要失了朝廷颜面。至于那些闹事的人，自然有北齐朝廷安排的护卫挡着，难道他们还敢放那些人进别院？关键是林静在二兄弟中与范闲较熟一些，也不在乎范闲的表情不对，讷讷说道：那些人都是来找范大人您的，如果您避而不见，只怕会让这些北人以为咱们庆国懦弱。这话有些老辣，范闲笑着骂了他两句，说道：就算来找我麻烦，估计也是些文人，林大人也是当初的探花郎，随便折腾几句也便罢了。忽然间他发现身后不远处那些负责使团护卫工作的御林军脸上露出一丝莫名的神情，而身后的虎卫高达已经冷冷握住了身后长刀的手柄。范闲转身发现使团门口又来了一波队伍，头前走着的是位眼睛望着天上的少年权贵。范闲既然示意了，自然没有人去拦这波人，所以那位少年直接走到了范闲的身前，然后一拳头打了过来。这拳头肥而无劲，十分惹人憎厌。范闲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拍了回去，他体内的霸道真气本就是天下极特异的一种，在五竹的教育下，对于时机的判断更是世间一流。这一出掌，掌风如刀一般破开空气，狠狠的又妙到毫巅的拍在那拳头上。别看范闲在海棠姑娘面前唯唯诺诺，论起打架屁都不敢多放一个，那是因为海棠太生猛。真要论起武道修为，以范闲的水准，在这天下的年轻一代当中也算得上是翘楚了。只不过看在对方年纪不大的份上，这一下不准备让对方受伤。那个少年估摸着才有10岁，一屁股坐到地上，哎呦换了声痛。他大约是没料到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竟然能够一下将自己推倒，望着范闲痛骂了起来：我操你妈的，南蛮子发疯了！正准备进院的范闲停住了脚步，他笑了笑，走回那处是好的扶住少年的手腕。少年身旁那些家丁虽然有些紧张范闲的动作，但看他只是扶住自家少爷，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南庆使团里的随当，也没放在心上，反是骂咧咧的说着什么。只听得一声关节脆裂的声音，一声呼痛惨叫，无数声愤怒的呼喝声起。如果让老妈听见你这话，只怕会生撕了你。范闲心里这般想着，松开手，看着跌坐在地上的那个少年，心里在判断着对方的身份，竟然能够让北齐的御林军都不敢出手阻抗，看来家中一定是极有地位的人物。一大堆人围了过来，显然是那个男孩的家丁和伴当。这群人看着自家的少主子捧着颓然无力的手腕在哇哇大哭，这才发现范闲竟是下了毒手，将少主子的手腕捏断了。众人不由又气又怒，纷纷站起身来准备教训范闲。眼看着事情要闹大，御林军赶紧上来将两边分开，同时对那边的人说了些什么。那些人骂骂咧咧个不停，口出污言秽语，什么南蛮子之类的，竟没个停。范闲扯过林静问道：那个小屁孩是谁家的？长安侯家的小公子。林文对于北齐上京的官场自然十分清楚，抢先回答道。范闲微微一怔，听着长安侯3字便想到了曾经拼过酒的长宁侯，心头一动说道：难道也是太后的亲兄弟？就是去年战败之后被关到家中静养的那位长宁侯的弟弟。林文点了点头说道：长安侯就是因为去年战败，所以权势被夺，但今年太后下旨重新复用，渐渐恢复了往年的嚣张。估计这位小公子是看着上京的人都想来使团闹事，所以趁机为爷报仇来了。愚蠢的小屁孩。范闲摇了摇头，
看也不看场中一眼，便准备走入使团所在的府邸。打了人就想走吗？身后有人怒喝道：“敢打我们侯府家的小少爷，你们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本来御林军那位统领已经控制住了局面，没料到范闲竟是连场面话都不说一句，便要入府，显得无礼至极。这位统领也不免心中有气，心想你们南庆未免也太嚣张了。范闲缓缓转身，望着场中的这些北齐人说道：“诸位，这多双眼睛看着的，贵公子偷袭本使，本使又不知道他是个小孩子，所以出手重了些，稍后自然会有人去府上送汤药费，吵什么吵？打完人就想赔点汤药费，这是典型的纨绔做法。问题是范闲是堂堂庆国正使，而他打伤的小男孩才是正宗的北齐纨绔，众人哪里肯依？”范闲眉头一挑，压低声音对石阶下那位御林军统领说道：“魏统领，莫非你想看着使团与北齐百姓大打出手，两国之间再来一场混战？”这位姓魏的统领心头大寒，虽然知道事情的发展不至于那般离谱，但如果真让范闲被众人围殴，酿成了外交事件，自己真是难逃其责，赶紧下去将长安侯魏府的人拦在外面。范闲一闪身就进了别院，将大门紧闭了起来。此时众人终于知道，那个下了毒手的年轻人就是南蛮子使团的正使。见范闲躲了进去，一时间只听着使团四周骂声一片，污言秽语急出如箭，范闲的列祖列宗可怜兮兮地充当了靶子。过不多时，院门忽然滋滋一响，被人推开了。外面闹事的人忽然安静了下来，待看清楚出来的不是先前那个漂亮的年轻人，一声喊，都往前涌了过来，让南庆使团把范闲交出来。出门的官员是王启年，他微微一笑，拱手向四方行了一礼。众人一愣，将手上的砖头什么的放下，准备听这位南朝来人说些什么。片刻之后，只见王启年将手一挥，轻声细语说了一个字：“打！”只见从他身后像老虎一般涌出10几个人，手上拿着拖把木棍之类，向着场下的人群里冲了进去。话音一落，御林军那位魏统领就知道事情大糟，正准备上去说些什么，不料王启年已然亲热无比地挽住了他的胳膊，说到日后有闲，还要请魏统领带路去各处花巷快活快活。被他这么一扯，魏统领无法发令，那些御林军也傻了，他们的职司就是保护南庆使团的安全，哪里想到这个使团竟是如此古怪，手执棍棒冲将出来，那自己究竟是该保护哪一边呢？这么一耽搁，使团别院之前的空地上便开始响起一阵镇杀猪般的嚎叫，棍棒舞于空，恶奴弃于地，好不热闹。魏统领怒道：“王大人，莫非你想把事情闹大不成？”“废话，这是我想闹大的。”王启年大怒道：“都准备和提司大人的母亲发生超友谊关系了，虽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我倒要问，使团出入上京第一日就有这么多人来闹事，你们北齐朝廷究想做什么？”场间的单方面痛殴还在继续着，冲出来的10几人虽然没有拿刀剑，但除了4名虎卫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监察院里的好手，打这些豪贵之家的家奴，实在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骂范家列祖列宗没关系。范闲和高达2人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看着眼前的一幕，心里想着，骂我儋州的奶奶和我老妈，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毕竟谁都不想把事情闹大，稍事惩戒之后，范闲就挥手准备让场中这些下属们退回来。御林军又开始重整院门口的秩序。那位魏统领往地上吐了2口唾沫，心想这些长安侯的家人也是莫名其妙，如果是来决斗倒也罢了，怎么让那位京中出了名的纨绔来偷袭？如今这天下早不是当年北魏大一统的局面，这庆国来使哪里是好惹的？正此时，忽然一个精悍的汉子从外围走过，看见此处热闹场景，不由皱了皱眉，双脚一踏地面，激起2团烟尘，整个人已经冲进了场中，出拳直打，横腿而踢，出招干净利落，竟是毫不拖泥带水。不过一眨眼的功夫，已是出了7、8招，分别向还没有驻守的监察院官员身上攻去。这汉子出拳极为简单，但胜在快速力杀，竟是同时间让那些监察院官员没有落到好处，被逼得离开了原地。有几个正依范提司的命令后退的人，竟是腿上挨了一脚，身形一晃，险些跌倒。范闲微微偏头，心道哪里来了魏军中的高手？这人的武道水平暂时看不出来，但是天生一股军中铁甲血杀威势，竟是将自己的这些属下都给逼退了。那汉子替长安侯的家人解围之后，长身站在原地，双眼微眯，似乎对于自己先前这一连番凶狠出击，竟是一个敌人也没打倒，感到有些诧异。他一眼便看出来站在石阶上的范闲乃是领头的，皱眉说道：“好威风的南庆使团，居然团中随便派出来的都是6品以上的高手。”范闲看了他一眼，静静说道：“出使一国，首要处乃是不堕国威，先生既是军中人物，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汉子看了一眼地上哎呦不停的众人，皱眉道：“不过是些奴才，就算那孩子无礼，难道阁下就靠这孩子与下人立威？”范闲微微眯眼，问道：“那依阁下意见，我便要由人唾面自干。”汉子一怔，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事情，
面色微微一暗。这边厢的卫统领却早认出这汉子是谁，面带尊敬之色，上前行礼：“谭将军，您怎么来了？”这位姓谭的军中人士一时间没有将这位御林军统领认出来，卫统领赶紧说道：“下官魏无忌。”原来这位谭将军姓谭名武，乃是北域大将上山虎的得力下属，一向在北边的冰天雪地里抵抗蛮人。去年随着上山虎大将调回京都，谁知一直闲居无职，只是偶尔去兵部点点卯。虽说京中军队同僚敬上山虎一系悍猛忠勇，向来尊敬，但终究还是过得有些不是滋味。今日偶尔路过此地，没想到却碰上了南齐使团门口的一场闹剧。谭武看了魏统领一眼，无奈说道：“怎能让这些男人在我上京如此横行？”魏无忌苦笑说道：“宫中严令，要护好使团安全，事关国务，小将不敢怠慢。”谭武想到大齐连年战败，自己与虎帅却根本没有南下作战的机会，不由胸中一阵郁闷。再看这满地伤员，更是鄙夷之中夹着愤怒。他忽然抬起头，对着石阶上的范闲一拱手道：“敢问阁下，可是此次南齐正是范闲大人？”范闲拱拱手道：“正是。”谭武面色一片肃然，厉声道：“北齐谭武向范大人请教。”说完这话，他将腰间佩刀轻轻搁在地上。范闲摇摇头，知道对方不自称官职，这是准备按民间决斗的规矩来做，轻声说道：“谭大人，在您之前，本官已经收了2麻袋匕首，就算要决斗，或许您也只有延后些日子了。”谭武皱眉道：“所谓择日不如撞日，请范大人赐教。”范闲再摇头。谭武怒道：“本人知道范大人不仅失才了德，而且一向武艺也是极为精湛，去年便曾经单刀战死本国高手成巨数，莫非大人瞧不起在下？”范闲看了他一眼，知道这位军人动了血性，笑了笑说道：“虽说使团以我为首，而且刚才的模样确实也挺像个惹事的闹事团，但本官对沙场上的好男儿向来敬重。先前知道阁下常年在北方雪地里抵抗蛮人，本官敬还来不及，为何非要在拳脚上分个胜负？”谭武是个直性子人，听着范闲话里的温柔意思，面色稍霁，但依然拧着性子，将双手拱在半空之中。范闲叹着气摇了摇头，对身后的高达轻声说道：“点到即止。”高达缓缓将身后的长刀放到地上，走到石阶之下，对着北齐这位出名悍勇的将领稳定地伸出右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谭武双眼微眯，从这名侍卫的身上感觉到一丝危险的气氛，知道对方确实是位高手。南齐使团让他出来与自己比武，也不算是羞辱自己，于是轻吐一口气，双掌一错，便向高达攻了过去。掌影一动，一声闷哼响起，劲力相冲之下，激起了一阵灰尘。灰尘落下之后，只见高达又胸中了一掌，唇角有一丝鲜血渗出，而高达那双冷厉的右手却已经扼耗住了谭武的咽喉。常年练刀磨就的老茧刮弄着谭武咽部的皮肤，让这位从来不知道恐惧的北齐将领感到了一丝寒意。高达缓缓撤后一步，垂下右手。谭武望着这位不知名的高手，心中一片震惊，对方使团里竟然随便派出一位，就能让自己没有丝毫还击之力。先前那一刹那，他砍中对方的胸骨时，竟是没有看清楚对方那只手是如何伸到自己的身前。他知道，如果不是对方手下留情，自己此时早已喉骨尽碎。谭武也清楚，如果是真正厮杀的话，这位明显是使刀的高手，一定不会给自己任何接触到对方身体的机会。他对着高达深深鞠了一躬，又向范闲行了一礼，认输之后离开了使团门口，头也未回。不过是一招之战，却依然惊心动魄。马车沿着上京街道往里部驶去，马车四周有御林军的士兵严加看防，再也不给任何人接近南庆使团的机会。范闲坐在马车上微微闭眼，对身边的高达说道：“刚才为什么要挨那掌？”高达咳了2声，解释道：“对方是军人，所以属下愿意直接一些，而且属下不想将自己的实力展露得太充分。”他看了范闲一眼，低头说道：“而且少爷似乎想结交此人，所以属下心想应该卖他一个好。虎卫虽是陛下暗中的侍卫力量，但毕竟是司南伯范建常年培养的，所以范闲看待这7名随自己北上的虎卫，也像是看待滕子京这些家中下人一般，亲切之余多些严厉。”他冷冷看了高达一眼，骂道：“我连那个谭武有几个胳膊都不知道，结交个屁！这天下的奇人异士多着去了，别说他谭武除了有几丝军人悍勇之外，根本没有一丝稀奇处。就算他真是奇人异士，难道我就都得结交？那我这辈子岂不是得忙死？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你还让不让我玩了？”高达一愣，心想结交高人不是每位世家子弟最喜欢做的事情吗？难道自己做错了？问题是就算如此，怎么又和吃饭娱乐扯上了关系？范闲在怀里掏弄了半天，终于摸出了一粒丸药，扔给高达，让他服了下去。王启年在旁边凑去说道：“难道又是陈皮的？”范闲没好气说道：“这是伤药。”高达接了过去，但依然有些不明白，说道：“
不是说点到即止？范闲笑骂道：“你哪根手指点到那个谭武身上了？”高达默然，不知道长安侯的小公子来闹事，究竟是谁出的主意。王启年的心思主要放在先前那一幕上。按道理讲，既然北齐皇帝愿意履行此次的协议，而且很欣赏提司大人，让御林军来保证使团的安全，这就足以向上京中的各色人等传达明确的信息。居然还会有人来闹事，这事情有些蹊跷。不要忘了，连两国间的协议似乎都已经泄露了出去。范闲轻轻敲着马车的车窗棂，外面就是北齐的士兵，所以车中三人说话的声音极低。看来这北齐比咱们南边更加是一团乱麻。那位年轻的皇帝似乎权力抓得依然不够牢靠，只要不影响我们此次出使的任务就好。他今年有些忙，晨间入宫，然后又陪那位年轻皇帝闲聊，与海棠一路走着，在使团门口又挨了顿骂。身在北齐第一日，竟是忙得不亦乐乎，连饭都没有吃，肚子里面只有北齐皇帝赐的那杯茶水。不想还好，一想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了起来。范闲自嘲一笑，心想自己还真是个劳碌命，之所以今天把自己搞得如此累，是因为范闲打定主意得赶紧把严冰云从北齐森严冰冷的大牢里揪出来，不然若自己在外面吃香喝辣的，只怕也吃得难以尽兴。两国外交来往，使团在北齐上京的行程安排是早就确定的。按道理讲，像范闲这种身份的人在上京走动，身边一定会有相应的陪同人员。范闲本身却很忌惮这种安排，虽然早有常驻的官员开始谈判，他依然在经过北齐皇室方面的允许之后，来到了礼部。秘密协议中用严冰云换萧恩和司礼礼两个人，本来庆国就吃了大亏，所以范闲急着要找到对方藏在暗处的执行人。但没想到那位名义上的礼部书议郎，真正的北齐锦衣卫副招抚使，竟然躲着自己不见。看来对方是想多拖几天。范闲大怒，一挥衣袖出了礼部大门，理都不理那些齐国的官员。礼部门口，林静也已经从鸿胪寺那边赶了过来，悄悄对范闲摇了摇头。四人重新上了马车，林静才开口说道：“魏华少卿从出宫之后也就消失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范闲叹气道：“估计别处也是一样，齐国人想多拖几天。”“多拖几天有什么好处？”王启年皱眉道：“反正他们始终是要把人交出来的，我还不信他们能一直拖下去。”范闲摇摇头：“我们要尽快把严冰云捞出来。”“怎么捞？”“去魏华家去。”“长宁侯府。”林静为难说道：“那可是太后的亲兄弟，我们这些外国使臣贸然跑过去，是犯大忌讳的事情，不合制度，只怕会闹出不少事来。”范闲笑了笑说道：“最好能让北齐皇帝手下那帮御史，明儿个上朝参掌宁后，一个里通外国，这就更妙了。”既定之后，马车离开了礼部衙门，身边的御林军自然是跟着的，远处还有些看似路人的密探一路跟着。王启年人坐在马车里，却老远就能闻到那些人身上的味道，轻声对范闲说道：“提司大人，应该是锦衣卫的人跟着我们，反正有御林军陪着，难道还怕咱们走丢了？”范闲轻声说道：“不用理会他们，最关键的是这几天不要急着联络院里在北齐的人手，给那些探子带去不必要的风险就不好了。”依照朝廷命令盯着使团一行的北齐密探们也有些奇怪，这些南方来的使臣离开礼部之后，为什么会有兴趣去逛街，而且逛的是上京最豪华最奢侈的秀水街。这条街上卖的都是像玻璃制品之类的奢侈物件，根本不是一般百姓能消费得起的。一位密探皱眉说道：“为什么这些南蛮子要逛秀水街？”身边的下属回答道：“难得出国一趟，当然得买些好东西回去。这些南蛮子现在有钱得很，不买些玻璃杯回去，怎么向家里的人交代？蠢货！”头前那位密探骂道：“这天下的玻璃都是南庆出的，他们哪里用得着来咱们上京买？秀水街的人并不多，但行走在里面的齐国人都是大腹便便之辈，满头珠钗的妇人，一看便知道腰包里的银子不多，但银票一定比家里的书要厚实许多。那些店铺沿街而坐，每间之间隔着些许距离，不远不近，恰到好处。那些招牌更是显眼，竖直搁在店面之外，上面涂着黑漆，描着金字，只是有的金字已经逐渐褪色。那些有钱的东家却似乎不想去换，仔细一看落款，才知道原来这招牌很有些年头了。题字的人往往也都是100年甚至数百年前的一代名人，之所以认着金字渐退，讲来是这些商人们想刻意营造出一种古朴笃实之风，炫一炫100年老店的气息。唯独是秀水街最正宗的7间铺子与众不同，招牌都是横着的，虽然不是崭新的，但与周遭一比，就要显得年月浅了许多。这些铺子有的是卖玻璃制品的，有的是卖肥皂之类物事的，有的是卖香水的，有的是卖棉布的，有的是卖酒水的，最稀奇的是有一家居然是专门卖玩具的。几辆马车在街口停了下来，有御林军的士兵护送，这等架势甚至连一等王侯都比了下去。但秀水街上所有的商家依然保持着自矜，没有人出来迎客，只是等马车上下来的那4个人逐一走过。这4人一路往香水街里走去，
终于在卖棉布的那家门口停了下来。其中生得无比清秀的那位年轻人摸了摸脑袋，似乎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棉布也能算是奢侈品。入店之后，那位老板向这几位面生的贵客解释道：说到种棉花织棉布，传说数百年前倒是有位姓王的天才人物做过，只是后来法子渐渐失传，也就没人再用。直到20年前，咱们当年的老东家天纵奇才，这才重新拾得了这法子。诸位请看，这棉布比丝绸暖和，价钱又便宜，怎么也是上好的品质，就算比起南庆京都来讲，也差不了多少。那位清秀年轻人似乎极感兴趣，说道：给我来一尺试试。店老板脸色一黑，听出对方是南庆口音，骂咧咧说道：原来是老乡，我说这位官老爷，哪有咱们南庆人来北齐买棉布的道理，更何况别人都是成捆买，您这倒好，来一尺试试。年轻人嘿嘿一笑，拱拳告了个歉，退出店门，扬手看着横招牌上那几个字，皱眉道：这字写的可真是难看。店老板大怒，骂道：这是咱们店老东家亲笔所写，你这不识货的家伙，速速退去。年轻人嘿嘿一笑，领着3位下属又去了旁边一个店铺。这年轻人自然就是范闲，他嘴里所说难看的字，自然是他母亲许多年前留下的墨迹，与箱子里那封信上的字迹倒是相差不大，一模一样的难看。逛了一会儿，范闲便知道了，这几间铺子都是南庆皇商在北齐开的产业，当然更多年前这应该都是叶家的产业，只看卖的那些东西就知道老妈当年肯定从天下贵人的手中不知道赚了多少银子。走在秀水街上，走在母亲题字的招牌之中，范闲有些略略恍神，竟似不愿意再走了。大人，我们不去长宁侯府，来这里做什么？林静在一旁担忧问道。范闲略略一怔，醒过神来，笑着说道：当然是来买礼物的，哪里有空手上门的道理。说着这里，他已经掀起山脚，踏入了那家门脸最阔的玻璃店中。只见店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制品，看着华美异常，有扁形大酒弓、双耳尊、透玉壶，以酒具为主，还有各式各样的小用具，包括玻璃制成的重盒、各式器具，甚至还有一盏晶莹剔透的小油灯。整个店中一片水晶般夺人眼目，范闲心头升起淡淡骄傲。虽然他来这世上似乎总在混日子，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看着母亲留下来的这些事物，不由想着某人都弄完了，自己还弄什么弄。店老板先前已经听见这几人在旁边的说话，知道是南方的同乡，笑盈盈说道：诸位，不是老夫不愿做诸位生意，只是诸位要是在上京买玻璃，实在是有些亏啊。范闲笑眯眯问道：我知道在上京肯定比在咱们庆国要卖的贵许多，不过我看北齐皇宫用了好多玻璃，难道他们就不嫌贵？店老板眉开眼笑道：世上最傻的客户是谁？当然就是皇帝。北齐皇宫那笔生意，听说是咱们老东家当年做的最大一笔买卖，那数额将天底下其余的富商全部都吓傻了。范闲笑得那个得意，说道：您这话胆子倒大，身在北齐，难道不怕那些官差捉你？不怕不怕，只要咱大庆朝还是天底下最强的国家，咱们这些行商的走到哪里都不会受欺负。话虽如此，但店老板还是讷讷地低下了声音，继续说道：世上最傻客户那句话可不是我能说得出来，听师傅说也是老东家当年说过的。范闲笑了笑，忽然开口问道：你的师傅是大业还是几业？店老板一怔，抬起头来看着范闲，似乎很难相信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居然会知道这么多事情，一时间竟是忘了答话。林静在旁边微笑说道：这位是此次使团正使范闲大人，你虽然远在北方，想来也知道范大人的来历。范大人，那可是后几年所有皇商的大掌柜。玻璃店的老板大惊失色，赶紧掀起前襟，对着范闲跪拜了下去。范闲赶紧去扶，这位店老板却是执意跪着磕了个头，才起身感慨说道：原来是未来的东家，这个头是无论如何要磕的，更何况大人还是此次使团正使，小人身在异国，平日里就是想对家乡的大人们行个礼，都没出行去。店老板忽然醒了过来，想到自己先前在这位南边来的大人面前似乎提到了一些比较犯忌讳的名字，不由讷讷问道：范大人，怎么想到来小店看看？北齐毕竟水远南庆皇帝远，所以这里的商人们胆子都要大些，所以才会依然留着老招牌，嘴里不停地说着他们引以为傲的老东家。范闲看他神色，明白对方是害怕这些话语传回京都，得罪了如今掌控整个庆国外销商号的皇室。他笑了笑，将来一说了，要他挑几样式样精巧，不是一般货色的玻璃酒具。店老板好奇道：这是做什么用的？他原本以为范大人只是趁着出使的机会，提前来查探一下自己将来会打理的生意，哪里知道对方竟真的是准备买玻璃制品。林静解释了几句，店老板赶紧喊出伙计。几个手脚利落的伙计听着吩咐，赶忙进了里面的库房，想来真正的高档商品都没有放在前店里面。趁着等待的时候，范闲与店老板开始闲聊了起来。店老板知道
这位大人想知道什么，不敢有丝毫隐瞒，将这些年来南庆输往北国的玻璃制品数目报了个大概。虽然只是个粗略的数字，但范闲依然是有些吃惊。上京只有这一家南庆玻璃坊，每年的进账就十分可怕，难怪以其国物产之丰盛，如今在财力上也不过与庆国将拉个平手。店老板忽然叹了口气道：不过这些年里不知道为什么京都那边送来的货不如往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新意思，所以生意要差了些。范闲问道：比最盛的时候差多少？差了3成左右。范闲略一沉吟，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叶家被收归内库之后，由那位长公主全权掌控，就算那个疯女人是个极有政治智慧和手腕的人物，但是面对着这些玻璃肥皂之类的全新事物，只怕仍然会不知所以。玻璃的成色既然差了，那一定是配料和工序出了问题。如今庆余堂的几位叶掌柜又不能亲手操作，自然没有办法进行调整。不过生意只差了3成，看来长公主也是知道这些商号对于庆国经济的重要性，并没有太过胡来，只是依循着往年惯例在做。守成有余，进取不足。说话间，年轻的伙计们已经将店里最珍贵的几个玻璃金樽搬了出来。范闲拿起一个，对着店外阳光眯眼看着，发现玻璃里面没有一丝杂质，比进兜里的那些玻璃窗果然要好许多，不由笑了笑，说道：就是这几样了。老板赶紧喊伙计包好，不料范闲摆摆手道：不慌。众人不解何意，也只有听他的吩咐。忽然间，老板面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范闲眼尖早就瞧着，开口问道：老板贵姓？小人姓于。老板赶紧应道：庆余堂的学徒姓于。范闲在心里一笑，说道：于老板有什么为难处吗？老板苦笑说道：范大人，这几样玻璃博是月底太后大寿的时候备着的。范闲微微一惊，说道：难道是北齐的权贵向您定制的进宫寿礼？那本官就不能要了，于老板还是给我换几样吧。于老板一愣，似乎没有想到这样大官竟然如此好说话，赶紧解释道：定倒是没定，因为北齐权贵向来清楚，我们这店里总会存着几样好货色。话说回来，这玻璃樽如今也不是最昂贵的礼物，只是内库规矩定的死，这月份按常例讲是个后月，大人若是取了这几样去，月底往南边报账的时候，银钱数目会缺一大块，只怕内库的大人们会……话没说完，范闲也明白了对方害怕什么，笑着说道：放心，自然是会付你钱的。王启年也在一旁笑骂道：怕内库查你的账？你难道不知道你眼前这人将来就是内库的爷？于老板支支吾吾抹着额头的汗，心里却在想着，就算这位范大人将来是内库的爷，问题是现今儿内库里管着这天下几千家商号的不是这个爷啊。忽然间，范闲一拍荷包，苦笑说道：出使北齐似乎就忘了带一样东西。众人蓦然了解，心想范提斯身为使团正使，这一趟北齐之行自然是公费旅游，虽然身上带着些闲散银子，但哪里会准备那么多银票？于老板继续抹汗出主意：大人如果是公事，自然是应该报公账的，大人就写个单子，我将单子发还京都，也是能抵账的。打白条，这主意好。范闲心里想着，接过早已备好的笔墨纸砚，心想这位于老板倒是极有眼力，估计是看多了使臣打白条的事情，他刷刷刷刷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于老板又小心写上银钱数目。轮到范闲落款了，此时他却犹豫了起来，回身问王启年：院里有钱吗？王启年苦笑说道：院里财政1/3由陛下拨入，2/3由户部，也就是大人您家那位老爷子拨，最近这些年一直有些吃紧。范闲回头望了一眼高达，心想你是跟着父亲混的，虎卫自然是极有钱的。高达看少爷望向自己，脸上一阵尴尬，说道：少爷，老爷管虎卫银钱管得紧。范闲叹口气，望着林静说道：看来还是只有用鸿胪寺的名义了。林静忍住苦笑，心想您这是明摆着吃鸿胪寺，还能说什么？反正都是宫中的账，林静也不心疼，还凑去说道：内库外库总是不如国库。这话即是，不论是目前长公主理着的内库，还是司南博范监理着的户部，归根结底总是庆国的银钱。范闲与林静这对正副使潇潇洒洒地签上自己的大名，又看了一眼纸上那2000两的数目，便走出了玻璃店门。几人没有长随跟着，所以于老板极细心地吩咐伙计们捧着那几个宝贝玻璃樽，跟着几位大人出了门。因为范闲没有吩咐他们送回使团，想来还有他用。走过那家卖着9连环、华容道的玩具店，范闲只是看了一眼，目光轻柔。前一家便是卖酒的地方，范闲当先走了进去。这家店的老板早已得了下人相告，知道来了几位家乡的高官，正站在门口迎着，好生恭敬。范闲坐在椅子上扫了一眼，发现这家盛放酒水的酒具也是极为名贵，只是比自己买的那几样玻璃樽就差得远了，招招手让店老板上前问道：最好的酒是什么？老板姓盛，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透明的细长瓶子，瓶中酒水泛着一种极其诱人的红色，色泽浓而不稠。
范闲微微眯眼，讶异说道：“葡萄酒。”范大人果然不愧是酒中仙，诗中仙。盛老板早打听清楚了此次家乡使团的构成，谄媚笑道：“正是葡萄美酒。”取来个杯子，倒了一些进去。范闲闭着眼睛，微摇晃着开口杯，凑到鼻下嗅了嗅。看见他这做派，不止王启年这位当年也曾奢华过的大盗，就连林静与盛老板都在心里大加赞叹，心想范大人果然是名门之后。范闲可不是什么品酒高手，只是做态罢了，将杯子放到身边桌上，说道：“这酒要了，再简略的拿些出来。”盛老板不敢怠慢，赶紧一一奉上。范闲依次浅尝一口，微微皱眉，这和自己平日里喝的那种酒没有太大区别，度数太低，远远不如在儋州时武竹叔给自己整的高粱和京中的贡酒。见大人皱眉，盛老板小声问道：“烈酒禁止北上，大人多体谅。”范闲知道对方没有说实话，这世上还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北齐权贵多是大富大贵之辈，花银子向来手不会软的，这老板还不得被这些高级货色，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摇摇头表示不满意。盛老板忽然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取出2瓶好酒。范闲微微皱眉，在先前的那一眼中，这位看似普通的老板却露出了极不普通的神采。用小瓷杯装着，范闲抿了一口，然后皱紧了眉头，半晌没有说话。众人以为这酒味道不好，王启年忍不住开口问道：“大人，怎么了？”范闲丝丝吸了口气，将咽喉处那道烫人的感觉全化作了刺激的快感，大声赞叹道：“好酒，好酒！什么名字？”盛老板微微一笑，说道：“五粮液。”范闲面色宁静不变，再赞道：“好名字。”他在心里却苦笑赞道：“叶青梅，当年你真的好闲。”办完这一切，4位官老爷便起身出门。但出门之时，范闲却发现这位姓盛的老板向自己使了个眼色，联想到先前注意到的地方，范闲顿住了脚步，让其余3人先走，自己却回身，在程老板的带领下来到后方的账房之中。账房里没有一个人，安静的异常蹊跷。盛老板一入内室，便浑若变了一个人般，整个人的身体都直了起来，面色一片肃穆，对坐在椅上的范闲当头拜了下去，沉声说道：“内库盛怀人，拜见姑爷。”范闲面色不变，他早就料到有这一出。今天秀水街之行，其实表面上的目的还在其次，关键是想看看内库在北方的经营究竟如何。所以当听见这位盛老班称呼自己姑爷时，他一点都不吃惊。内库如今毕竟还是在长公主的打理之下，总会有些长公主的亲信潜伏在北齐。不知道为什么，范闲很相信长公主会主动派人来找自己这个使团的正事。这不仅仅是直觉，更是一种对于庆国人的判断。庆国人不论是闲是愚，骨子里都有些近乎偏执的自信与骄傲。长公主要放萧恩走，一定另有隐情，如果不是和神庙秘密有关，那就一定与那位闲居上京的上山虎有关。如今萧恩已经被送入北齐国中，长公主想要救萧恩出来，自然会与自己这个身为使团正使的女婿联络。不过姑爷2字还是让范闲觉得有些荒谬，自己那个丈母娘似乎没有可能越看自己这个女婿越喜欢。盛怀仁既然敢直呼姑爷，那么一定是长公主的心腹之中的心腹。范闲看着他点点头，说道：“长辈有什么话要交代？”盛怀仁没有说什么，只是递了一封信给他。坐在马车之上，范闲捏了捏袖子里的信封，他还没有时间看，但已经开始感觉到这封信的分量。等今天的事情办完之后，他必须要好好处理一下。身边的王启年擅长跟踪，高达武力惊人，却少了一个帮助自己判断时事、分析情报的人。他不由想起了春闱时候自己收的那几名学生，那几个家伙现在应该已经下放了。不过这些人做官或许可以，搞这些阴谋就不是他们的长项。就算自己想要培养使产力出来，也不来及。范闲忽然心头一动，如果能快些把严冰云捞出来，相信对朝廷的计划一定会有极大的帮助。这个时候，王启年却恭敬地递了张宝纸过来。范闲微微抬起眼帘瞥了一眼，发现竟是足足500两的银票，皱眉道：“这是什么？”玻璃店于老板给的回扣。范闲又瞥了一眼，笑着说道：“打白条也有回扣拿，你和高达拿去分了。对了，给那几个虎卫也留些。”500两白银已经是个极大的数目，范闲却是眼也不抬就赏了出去。也只有范家这种大富之家才能养出来这等习气。如今范思哲都是年入万两的富翁，更不会在乎这些数目。林静在一旁笑着说道：“范大人是金钱如粪土，下官佩服佩服。”范闲知道他不是真的佩服自己两袖清风，只怕是佩服自己家里满院金风，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一路无语，马车穿过上京安静优美的街道，终于来到了达官贵人们聚居的地区，停在了长宁侯府的门口。上京此处与南庆京都的南城有些相似，春风轻拂各府里伸出的树枝，天光被头顶大树一遮，轻轻散开。范闲站在马车旁，看着这条大街，看着那些豪阔门面旁的石狮子，不知怎的就想到了自己从儋州至京都时的情形。
马车停在长宁侯府门前，又有御林军保护，闹出的动静不小，已经有些人隐于阴暗处开始偷窥。侯府门前的门房下人更是看着自家府前的马车，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是该下去迎着，还是该赶紧进府通报老爷。这些下人都看出来了，来者服饰清楚得很，竟是南庆来的使臣。世上哪听说过使臣自个儿跑到别国大臣府中来的道理？如果真是两国允许的行程，那长宁侯府只怕早就开始准备，哪里会这样安静的没有声音？门房咽了口唾沫，心想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难道这些侯臣们根本不懂规矩？使团今日办的不是公务，范闲又急呼来的甩开了鸿胪寺的陪同官员，所以身边只有那位魏统领是北齐的人。见着范闲这4人准备往长宁侯府里闯，魏统领也急了，上前拦道：范大人，这万万不可，未经朝廷允许，使臣不能擅与朝臣交往。如果范大人与长宁侯真的交情极好，那更不能这样进去了，万一给长宁侯带来麻烦怎么办？长宁侯乃是魏太后的亲兄弟，能有什么麻烦？范闲心里嘀咕着，能给他带去麻烦最好，谁叫他的儿子今天躲了自己一整天，面上却笑着说道不妨不妨，臣监在宫中也与陛下说过，陛下都没意见，还怕哪些人碎嘴？这把北齐皇帝颁将出来，魏统领不由愣了，这事儿难道真的去宫里求证？此时范闲已经带着3个属下走到了长宁后的门口，门房赶紧上来请安问礼，礼数周到，话语清晰。范闲暗赞一声，果然不愧是高门大族，说道：烦请通报一声，就说南朝那位酒友来了。这等自来熟的本事，范闲在这1年的官场酒场磨练中终于学到了几丝精髓。那位门房一愣，心想侯爷去年确实曾经出使过南庆，听说在南边也醉了不少场，难道就是面前这位年轻的使臣？但他却不敢马上去通传，毕竟外臣入宅，姿势体大。正在为难的时候，忽听着角门一响，一个人出来，对着范闲就拜了下去，说道：侯爷有请。范闲也没料到这侯府如此好进，入了大厅，看着以上那位中年人，哈哈一笑，走过去极为热情地来了个拥抱，说道：1年未见，侯爷风采更胜当初啊。其实去年京都之中，他与这位北齐主使也不过见了几次面，最后在殿上倒是痛喝了一把，只是依稀记得对方面容。长宁后乃是太后亲兄弟，身份尊贵无比，哪里遇到过如此热情的见面礼？咳了2声，有些头痛，说道：1年不见，小范大人名声更胜当初，怎么今日却想着来本府坐坐？昨日方才进入上京，今日晨间陪陛下聊了会儿天，这不一想到这上京城里晚辈也没有什么熟人，当然得来拜访侯爷。这位长宁侯生的是面白眼肿，40-50岁的年纪，酒色过度的痕迹怎也消除不了。范闲隔着镜能清楚地闻到对方身上的酒味，看来昨夜又喝了个通宵。范闲心中暗乐，想来自己买的这礼物算是对准了路数。长宁后不仅好酒好色，而且实实在在是个御庸之辈。太后一共有2兄弟，其中的长安侯还能领兵上阵，虽然是个败军之将，但总比他强些。这位侯爷好些年了，只敢在京里窝着，也就是这等愚钝之辈，又仗着有姐妹太后做靠山，才敢如此不知轻重地将身为南庆使臣的范闲迎进府来。范闲今日上门，首要是想与这位太后的亲兄弟拉近一下关系，其次是想通过长宁后这边将那位魏少卿逼将出来。果不其然，看着长随们提上来的美酒，长宁侯爷笑得眼睛都眯了。虽说他没有明面上的尊贵身份，但太后兄弟的名目就足以能够让他对世上所有人都不大瞧得起。就算范闲如今是南朝监察院的提司大人，又怎会落入他的眼中？他只是听着门房通报后，想起来了那个年轻漂亮、特能喝酒的家伙。回北齐之后，他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战败之事，所以才让范闲进了府。此时一见美酒金樽，侯爷愈发的开心，深以为自己果然有识人之名。这个小范果然是个知情识趣之人啊！在监察院的情报之中，这位长宁后是边乡之人，虽然曾经求学于庄墨涵，但实际上在北齐朝廷里过得极不如意，总被北齐的官员们认为他是靠太后的裙带关系才爬了起来，没有多少人瞧得起他，在朝中的名声甚至还不如他的那个儿子魏华，所以这位侯爷才会寄情于酒水之间。这大白天的，居然侯府里马上整了一大桌好菜，长宁侯拉着几个外国使臣就开始痛饮了起来。范闲微微眯眼，饮了一杯，看着这个老头子咂巴嘴的贪婪模样，笑了笑说道：侯爷，先前进门的时候，魏统领说道或许会给您带来些不便。怕个球！长宁后骂咧咧道：客人上门，难道还要本侯闭门谢客？去年在京都，你和新奇悟新大人可是将本侯陪得不错，今日本侯陪陪你，谁还有胆子多说什么？范闲心道：这样就好。酒过3巡，看着长宁侯爷苍白的脸上渐渐浮现出红晕，眼神有些涣散，知道对方喝得有些多了，范闲才趁机将自己要问的事情说出口。听见他的话，长宁后微微一愣，说道：范大人，您要见镇抚司指挥使沈大人。
范闲颔首笑道：“听闻当年上京叛乱，侯爷冒险出宫，携太后亲笔书信，调动沈大人所属锦衣卫，这才挽回大事。从此沈大人一路官运亨通，与侯爷一向交情极好，所以想请侯爷从中介绍一下。这说的是长宁后这一生唯一的光彩事。长宁侯本已早醉，此时满脸红光，醉意更浓，面有自矜之意。但任他如何愚蠢，也能听出事情有些古怪，打着酒嗝，用奇怪的眼光盯着范闲问道：小范大人，你是使臣，去见镇抚司的指挥使，这不免有些不合规矩啊。范闲愁眉苦脸道：侯爷也知道，使团身处异国他乡，总是有许多地方不方便。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其实不瞒侯爷，晚辈也是在京都得罪了大批京官，连陛下都不好保我，所以才会寻这个出使的由头，将晚辈踢到了北齐。长宁侯连连点头，连打酒嗝，心中一片戚戚焉。去年北齐战败，与太后有关的权贵都被搁在火炉上烤，所以长安侯被贬至归家，而自己这个太后的亲兄弟才会被踢到南边去签那个丧权辱国的协议。范闲在南庆得罪大批文官的事情，实在令人有些震惊。南朝宰相被撤，礼部尚书被剿，16位高官被斩，春闱一案闹得沸沸扬扬，就连北齐朝廷的官员们都知道此事，所以长宁侯相信范闲说的是真话。可为什么要见镇抚司使呢？长宁后有些为难，而且确实不知道这个南朝的年轻官员想做什么。我想发财，不知道侯爷想不想？听见发财二字，长宁侯顿时来了兴趣。生意。范闲替侯爷将酒杯满上，此时酒席四周早已没有别的人，只有这一老一少二人。他的声音压得极低：侯爷应该得过风声，最迟后年我便要接手南方内库，而内库的生意至少有40%的量是送到了北边，所以我必须与镇抚使搞好关系，不然这沿途怎么保平安？长宁后看了他一眼，心头一片震惊，下意识里喝道：你想走私？范闲将食指竖到唇边，笑了笑，喝了口酒说道：侯爷您看这生意做不做得？长宁后的酒已经醒了许多，一半是吓醒的，一半是乐醒的。南庆这些年如此风生水起，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原来老爷家留下来的那些生意吗？如果说能够将南方朝廷的利益变成私人的利益，那得是一个怎么样的数目？不过长宁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面前这个年轻南朝官员的胆子难道真有这么大？这位侯爷思考良久，想来想去，对方如果想走私的话，倒确实是要与镇抚使把关系搞好。至于弊端，竟是半点也没有。反正对方贪的是南庆内库里的钱，咱大齐朝廷是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走私的话，将来那些货品的价钱还会下来，宫中也会省一大笔钱，太后和皇帝侄儿只怕会乐得孝行。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自己为什么不做？长宁侯狠狠地喝了一口酒，说道：成，我安排你和老沈见面。不过什么？范闲，我必须明说，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到宫里的同意。不成。范闲斩钉截铁说道：我今日说的已经足够多了，本来只是你我3人发财的买卖，如果侯爷玩这么一出，那岂不是我将自己的脑袋拴在了你们北齐朝廷的裤腰带上？长宁后知道对方说的有理，但还是苦笑说道：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是实在不敢担啊。那侯爷再考虑一下。范闲冷冰冰说着，不过此事牵涉着我身家性命，侯爷的嘴还需紧一些。范闲的眼中忽然闪出一丝狠毒的神色，这神色落到长宁侯的眼中，侯爷自然丝毫不惧，反而冷笑想着：你这堂堂文臣居然想玩这些阴郁伎俩，这又哪里是镇抚司他们的对手？此时的长宁后也许是被走私二字所带来的庞大银钱震撼了心神，浑忘了范闲的真正身份，与那个镇抚司倒十分相像。范闲看着对方神色，知道自己今天下的诱饵差不多了，呵呵一笑，转了话题，将今天使团门口与长安侯府的冲突说了一遍，请长宁后帮助从中调解一下。长宁侯此时心中全记着安排范闲与沈指挥使见面，又想着怎样入宫去说服太后做这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生意，听着这话自然是大包大揽的应下，骂到我那兄弟正事儿不会做就会闹腾，你放心，这事儿我就处理了。酒足饭未饱，情深意不浓，范正使辞了侯府，便上了马车，准备回使团。正此时，忽听着前方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在马车旁停了下来。范闲先连去看，发现果然是长宁侯家的大公子鸿胪寺少卿魏华赶了回来，不由唇角露出一丝笑意，今日给长宁侯府送礼，要达成的4个目标看来都能达成了。范大人，你究竟想做什么？魏华咬着牙齿，压低了声音，对着车窗边的范闲说道。范闲打了个酒嗝，那股酸臭让魏华赶紧捂住了鼻子，他自己笑着用手掌在唇边赶了赶空气，解释道：我与令尊是往年酒友，今日既然来了上京，当然要来拜访拜访。魏华又气又怒道：您是一国使臣，言行无不引人注意，若真要访亲问友，也必须在国事结束之后，由我鸿胪寺安排，
或者通过礼部向宫中请旨。您这突然到访，如果落在朝臣眼中，叫我父亲明日如何向宫中交代？范闲好笑说道。侯爷是个洒脱人，他可不在乎这个。少卿大人与令尊的风采却是差了许多啊。魏华强将胸口那团闷气压了下去，忍气吞声说道：家父好酒，世人皆知。范大人，您究竟想做什么？范闲眼中酒色进去，冷静无比看着魏华，眸子里的淡漠让魏华感觉有些不自在。只听着他轻声说道：我想做什么？我想介绍个生意给令尊。魏华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但直觉这事情一定极为凶险，将手攀住使团的马车窗棂，皱眉说道：范大人，有话请直说。我今日是找你的，你躲着了。范闲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我想找那位副招抚使，结果他不在礼部，我倒想请问一下，我究竟应该找谁呢？魏华有些尴尬回答道：一应事宜，不是正有贵国使臣与礼部在磋商办理吗？画界是在办，宦府也在办。范闲看了他的双眼，冷冷说道：但我要办什么事情，你身为鸿胪寺少卿应该很清楚，不要再想着拖了，明天之内我必须见到人。魏华强紧说道：手续繁琐，那位大人起誓要见便一时能见着的。那成，我明天继续来见令尊。范闲气急反笑，喝喝酒，谈谈心，再商量商量生意，如此初始生活也算是快活。话一说完，马车便行了起来，在北齐军队的护卫下，十分快活地向驻地驶去。魏华恼火地将马鞭扔给家丁，一路往府里走，一路问着今天范闲什么时候来的，做了些什么事情。待听着是魏统领陪着一路到的，他的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下。想来陛下的那些臣子们很难借此事发作什么入的花厅。看着长宁侯爷还在那里滋滋有味喝着小酒，魏华气不打一处来，却强抑情绪，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看着自家最出息的儿子回来了，长宁后口齿不请笑招道：来来来，今儿家中来客了，就是我时常提的那个范闲。嘿，这小子居然把秀水街那家珍藏的烈酒都搞了2坛来。魏华终于忍不住了，叹息着劝解道：父亲，对方毕竟是敌国的使臣，如今朝中上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正看着咱们长宁长安两家，您能不能？话还没说完，长宁侯已经是嚎了起来：怎么了？我是太后的亲兄弟，在家中招待个客人，难道也不行？那不是一般的客人，那是庆国的使臣。魏华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正因为咱们家和别家不一样，就算为了姑母的脸面着想，您今天也不该让范闲进这个门。不知为何，魏华一凶起来，长宁后就软了下去，抱着酒杯，脸上一片凄苦，语调里都带着哭腔：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你姑姑从入宫那天开始，你父亲我就没什么脸面了。我是什么人？我是庄墨涵的学生，但在旁人眼里，我是什么东西？你看看，在京中这么多年，又有哪个朝中的大臣愿意上门来看看我的？来拜访我的，就是那些没脸没皮的东西，我看着就生厌。